1年1度的神选仪式即将开启。根据职业者联盟协会推测，此次神选仪式预计将有1亿人的人类觉醒天赋，成为超凡职业者。华夏境内血之试炼秘境副本再度开启，来自全球的10家顶级觉醒者工会已派遣队伍进入其中进行探索。华夏北部战区诞生大量亚空间裂缝，大量魔物自亚空间中涌出，其中不乏高阶领主级魔物。为应对此次危机，华夏军方已联合职业者协会派遣大量觉醒者小队前往讨伐。神域世界内部发生动荡，亡灵军团入侵各大主城，东瀛区域附近海域出现未知魔能波动。S 级隐藏职业黑暗法师转职卷轴现身紫金花拍卖行，看着眼前电脑上的信息，秦风身体后仰，将后背靠在了办公椅上。而此刻，他才算是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就在1小时前，他穿越了，并且还穿越到了一个与蓝星十分相似的超凡世界之中。在此方世界之中，但凡年满18岁之人，都有机会在每年的神选仪式中觉醒天赋，并转职成为掌握超凡力量各的职业者，例如掌握元素力量的法师，掌握治愈祝福之力的牧师，以及具备强大力量的战士等等。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要能成为职业者，便能跨越阶级，成为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超凡存在。只不过，想要觉醒天赋，就必须要经历神选仪式，而神选仪式对职业者的筛选条件似乎是完全随机的。也就是说，运气好，你就可以被选中，成为觉醒天赋的职业者；若是运气不好，那只能成为普通人。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一道道空灵般的声音在整个城市上空响起：神选仪式即将开启，所有未觉醒者请注意，倒计时10、9、8。听到这一道声音，整座基地室内的未觉醒者都振奋了起来。可以说，这就是改变命运的时刻。若是能通过神选仪式觉醒天赋成为职业者，便能掌握超凡力量。此时，秦风看向了眼前类似于游戏论坛的网站，上面正疯狂弹出无数的信息。终于要开始神选仪式了，祈祷这一次自己能选中。哎，真希望自己还是18岁，可惜我是失败者了。希望我儿子能够成为神选者吧。兄弟们看好，我准备成为职业者了。看我觉醒 SSS 级天赋，镇压魔物。这一次神选的人数池扩大了不少，觉醒天赋概率应该比以前高很多。兄弟们，冲！希望这次能随机转职为牧师，现在牧师可是很稀缺的，随便加个职业者小队都能有口饭吃。真好啊，可惜我已经是神选者了，还觉醒了 A 级天赋，多想体会一下没觉醒天赋时的感觉。楼上你真该死啊！随着眼前无数信息的弹出，倒计时很快便过去了。而在倒计时过去的瞬间，一道道金色流光瞬间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秦风的身上。提示：神选仪式受到未知干扰，正在纠正中。提示：发现未知时空之力，法则融合中，1%、100%，融合成功。提示：恭喜您通过神选仪式。提示：您成功觉醒 SSS 加天赋时间法则。提示：您成功觉醒职业牧师。提示：当前职业进阶路径开启，玩家可点开职业面板进行查看。当前职业每提升1级，将会获得10点智力属性以及5点自由属性点。当前职业每10级将会面临一次职业进阶门槛，请玩家注意。提示：您获得了初始职业专精主动技能 LV1圣光束，效果：消耗50点魔力值，对一名敌人造成100加的光属性魔法伤害，或者为一名友军单位自身恢复100加的血量值。技能冷却时间为2秒。提示：您成功凝结了初始印记，职业者可通过初始印记进入神域世界。秦风抬起手臂，只见手臂之上一个金色的菱形印记正散发着微弱的金色光芒。这是初始印记？秦风有些茫然。我通过了所谓的神选仪式，并且觉醒了天赋和职业，成为了一名职业者。最关键的是，他还觉醒了 SSS 加的天赋。要知道，在此方世界之中的顶尖强者，大多数也才只有 S 级别的天赋。只要拥有了 A 级天赋，便可以进入各大顶尖职业者组织任职。而拥有 S 级的天赋，那几乎是所有顶尖势力组织都要争抢的目标。若是能觉醒 SS 级天赋，这类人一般都只存在于国家级别的组织之中，作为未来的镇国强者来培养。至于觉醒 SSS 和 SSS 加天赋的人，网上并没有披露出相关的信息。不过 SS 级都能作为镇国强者培养了，作为比 SSS 还要强的 SSS 加就更不用说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心念一动，一道属性面板浮现在了他的眼前。玩家：秦风，等级10100，生命值160，一点体质等于20点生命，魔力值200/200，一点体质等于20点魔力，攻击力30，一点智力等于3点攻击力，护甲值
0，职业牧师，力量6，智力10，初始最高值为10点，体质8，敏捷7，天赋时间法则效果，所有获取的 buff 时间自动转化为永久，并且 buff 效果获得 1000% 增幅。进阶条件获取时间法则碎片乘1。技能 LV1 圣光束。在打开个人属性面板的瞬间，秦风便将目光落在了天赋之上。作为 SSS 加天赋，时间法则的效果并没有让秦风失望。这个天赋的效果简直强得离谱，能让所有获得的 buff 时间变为永久。要知道 buff 类增益效果一般都是有时效性的，例如牧师的治疗术、骑士职业的勇气祝福、巫师的魔能增益等等都是具备时效性的，也就是不能永久存在。除此之外，药剂、道具、装备附加的特殊 buff 也是一样的，只有极少数的特殊物品才能附加永久 buff。而秦风有了这个天赋加成之后，就可以将所有短暂的加成 buff 都转化为永久 buff， 并且效果还能强化10倍，简直离谱。第2章双 buff， 可以说只要秦风的永久 buff 叠加的够多，他就能成为碾压其他职业者的恐怖存在。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法则天赋还是可进阶的，单单是原本的天赋就已经很强了，若是让秦风获取到时间法则碎片，成功让天赋进阶的话，那就真的有点恐怖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抬起手臂，此刻初始印记正在散发着微弱的金色光芒。秦风觉得也是时候进入神域世界了。在此方世界之中，想要强大自身，最优的选择自然是猎杀魔物。而只要觉醒天赋，并且顺利转职为职业者，便可以凭借凝结的初始印记进入神域世界进行历练。若是他搜寻到的信息没错的话，神域世界广袤无边，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异世界。人类进入其中后，将会以玩家的身份在其中历练，通过猎杀魔物、接取任务、修炼技能、获取职业进阶路径等等，来提升自身的实力。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没有犹豫，直接催动初始印记。下一刻，秦风眼前出现一行金色字体，提示：您即将进入神域世界。提示：您获得了8个小时的登录时间。在秦风眼中出现这行金色字体后，他的身体逐渐开始数据化。秦风伸出手，只见身体如同细密的流沙般缓缓流逝。只是过了短短几秒，秦风的身体便彻底数据化成功了，而秦风的意识也陷入了虚无之中。不知过了多久，秦风缓缓睁开双眼，扫了一眼四周，秦风发现自己竟出现在了一片营地之中。而这时，秦风的眼前映现出无数玩家的身影。兄弟们，都给我冲！组队组队，有没有组队的？1等于4，来几个躺的？有没有牧师啊？来个牧师！看了一眼后，秦风便收回了目光。随后，只见其看向了自己的技能。秦风的圣光束技能是可以对自身释放的，并且圣光束也算是一个 buff 类的增益技能，刚好能触发秦风的天赋加成效果。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抬手，毫不犹豫对着自身释放了一道圣光束。顷刻间，一道白色光芒在秦风身上转瞬即逝。提示：您获得了圣光束 buff， 恢复100点生命值。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圣光束 buff 持续时间转化为永久，效果提升 1000%。在施加了圣光束后，秦风的状态栏上顿时多了一个 buff 的标识。圣光束 buff 效果：每1秒恢复1000点生命值，持续时间永久。每1秒恢复1000点生命值，这个 buff 加成还是挺香的，但是还不够。想了想，秦风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获取到足够的永久 buff。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便看向了营地之外。在营地之外正弥漫着大雾，不少人成群结队踏入大雾之中，前往野外猎杀魔物。想都没想，秦风直接朝着野外走去。在神域世界之中，想要变强，就必须要猎杀魔物。击杀魔物不仅能获得经验值，还能获得一些特定的战利品，其中不乏有一些能附加 buff 的物品。若是再叠加几个 buff 的话，就很香了。秦风很快便走出了营地，踏入了迷雾之中。刚踏入迷雾内部，秦风便看到了一名正被几头魔化野兔攻击的少女骑士玩家。秦风扫了一眼那名少女，发现她的血量已然跌落到了 50% 以下，看上去快要顶不住了。神域世界之中，哪怕是最低级的魔物实力也是很强的，最好组成5人小队再去围剿。而眼前这个少女一次拉到了几头魔化野兔的仇恨，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很快就能回营地的泉水复活了。只不过神域世界复活的代价极高，一般来说都会扣除大量属性值和经验等级，剥夺降临时间等，能不死就不死，这是神域世界最基本的准则。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走上前去，抬手一道圣光束落下。
白色的光芒如同火焰般落在了其中一头魔化野兔身上。负130，一个伤害数值从魔化野兔身上升起。下一刻，只见其中几头魔化野兔顿时扭头，朝着秦风猛然扑来。而看到这一幕，不远处的韩巧对秦风投来了感激的目光。他显然知道，若是没有秦风帮忙，他今天必死无疑。现在秦风肯出手帮忙，对韩巧来说显然是雪中送炭。就在秦风拉到一般魔化野兔的仇恨后，他直接无视这些袭来的魔化野兔，对着少女骑士高声问道：“有奉献光环技能吗？”少女骑士听到秦风的话，想都没想，直接抬手，瞬间给秦风释放了一道奉献光环和力量祝福技能。下一刻，秦风身上落下2道金色光芒。提示：您获得了奉献光环 buff， 增加护甲值30点，持续15秒。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奉献光环 buff 持续时间转化为永久，效果提升1000%。提示：护甲值提升至300点。提示：您获得了力量祝福 buff， 增加15点攻击力，持续5分钟。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力量祝福 buff 持续时间转化为永久，效果提升1000%。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80点，2个永久 buff 直接生成。秦风扫了一眼状态栏，发现这2个 buff 的效果都获得了增强。奉献光环 buff， 效果增加护甲值300点，持续时间为永久。力量祝福 buff， 效果增加150点攻击力，持续时间为永久。不得不说，在10倍增益效果之下，2个 buff 的强度都产生了质变，一个增加附加防御护甲数值，一个增加攻击力，再配合上秦风原有的回血 buff， 现阶段的秦风基本上算是没什么短板了，对付魔化野兔简直不要太容易。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头头魔化野兔瞬间扑到了秦风面前，开始疯狂攻击撕咬秦风。可下一刻，在这些魔化野兔的攻击之下，秦风的头顶却浮现一个个免疫伤害的符号。Miss Miss Miss。 第3章魔力恢复 buff。 看到秦风被攻击却不掉血，韩巧顿时愣了愣。虽然他给眼前这少年增加了不少护甲值，但是这牧师的防御也不应该这么高吧。虽然感觉有哪里不对，但是他没有多想。可就在下一刻，秦风随手一道圣光束落下，白光闪烁，一头魔化野兔瞬间被白光淹没。负280。看到这一道伤害数字，韩巧有些震惊。这是什么鬼伤害？这是牧师职业能打出来的？韩巧此时只觉得有些茫然。要知道，牧师职业虽然后期是有几个流派的玩法，但是游戏前期的牧师职业一般都充当着辅助的角色，伤害并不高。可现在一个1级的牧师竟然打出了280点的高额伤害，这简直太有问题了。而在韩巧震惊之余，秦风继续催动圣光束，开始屠杀眼前的魔化野兔。提示：您击杀了魔化野兔黑铁级，获得了10点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魔化野兔黑铁级，获得了10点经验值。1分钟后，圣光束落下，最后一头魔化野兔被瞬间击杀。而与此同时，秦风身上也升起了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提示：您每提升1级将会获得10点智力属性以及5点自由属性点，请玩家自由分配属性值。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0点。秦风在等级提升后，直接将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之上。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5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225点。做完这些后，秦风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此时在魔物的尸体之上，一枚金色光团正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秦风走上前去，直接伸出手将战利品收入囊中。提示：您获得了魔灵戒指黑铁法杖。秦风有些意外，要知道戒指类装备刚好是秦风需要的，虽然只是黑铁级的装备，但是聊胜于无，总能加点基础属性，还是很不错的。秦风打开背包，直接将魔灵法杖拿了出来，随后看向了装备的属性面板。魔灵戒指黑铁，等级1，等阶黑铁，装备护甲值加10，装备额外加成：1智力加5， 2魔力恢复被动，每秒额外恢复1点魔力值。魔灵戒指的属性只能说一般，毕竟是黑铁级的装备。不过秦风的目光直接落在了每秒额外恢复1点魔力值上。这个装备加成好像是以 buff 的形式作用于职业者身上的，应该能触发天赋效果吧。秦风有些不确定，想了想，秦风直接将戒指装备在了手上。而在装备上魔灵戒指的瞬间，秦风身上闪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
获得了魔力恢复 buff 效果，每秒额外恢复10点魔力值。提示：护甲值提升至310点。秦风看着眼前弹出的提示，显然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装备加成的 buff 效果也能触发永久加成，每秒恢复10点魔力值，这对于前期的牧师职业来说还是很有用。而且最重要的是，秦风开辟了一条新的获取永久 buff 的渠道。只要获取到的装备之中有 buff 效果的话，基本都能触发天赋效果，将装备附加的 buff 转化为永久加成 buff。这个发现对于秦风来说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有不少他所知道的装备都具备极为强大的 buff 增益加成效果，特别是高品质的神器装备附加的 buff 基本都很极品。嘲讽 buff、高额免伤 buff、能百分比增加伤害的 buff、能使附近敌人群体沉默的 buff、被攻击能触发数倍反伤的特殊 buff 等等等等。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面板，随后看向了不远处的韩巧。韩巧看着满地的魔物尸体，有些呆滞的看着不远处的秦风。看到秦风的目光看向自己，他顿时开口对着秦风说道：“谢谢。”秦风点了点头，随后直接转身，头也不回的踏入迷雾之中，消失在了韩巧的视线之中。他并非圣母，救人也只是看中了对方能给自己加 buff。若是对方和他一样是个牧师，那秦风根本不会出手。而看着秦风离开，韩巧收起心中的感激，继续埋头开始刷怪。另一头，在进入迷雾深处后，秦风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玩家，只不过除了玩家之外，还有大量玩家的尸体。很显然，大多数玩家虽然都掌握了关于魔物的信息，但他们多多少少有些低估了魔物的强度。秦风抬起头看向不远处正在猎杀着魔化野兔的玩家们，摇了摇头，继续朝着野外深处奔去。对于现阶段的秦风来说，1级的魔化野兔显然已经不是最优的刷经验目标了。所以没过多久，秦风便穿过了玩家人群，来到了一处新的地图之中。提示：您进入了荒芜平原，当前地图等级为 LV5、LV10。秦风看着眼前出现的虚拟提示，直接选择了无视。而就在秦风踏入荒芜平原后，一股股冷冽的寒风瞬间袭来。秦风抬起头看向远处，只见迷雾之中一双双猩红的双眼猛然浮现，随后吼，瘆人的嘶吼声响起。迷雾之中的魔物仿佛感知到秦风的存在一般，庞大的身躯突破了迷雾，飞快朝着秦风袭来。秦风看到袭来的魔物，不慌不忙看向对方，刹那间，这头魔物的属性面板便浮现在了秦风面前。异化魔狼，青铜级，等级5，等阶青铜，生命值1000，攻击力60-65，护甲值20，技能异化之刃，死亡撕咬。青铜级的魔物，秦风微微皱起眉头。这种级别的魔物基本算是半只脚踏入了精锐魔物的序列。第4章智力增幅药剂。而在神域世界之中，黑铁级魔物是最低级的魔物，在黑铁之上的则是青铜级魔物。后续魔物等阶依次划分为白银、黄金、暗金、紫金、赤红、传说、史诗、神话等。眼前的青铜级魔物的属性不算强，但是对普通职业者来说还是很难攻略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抬手，毫不犹豫朝着眼前的魔物释放了一道圣光束。白色的光芒涌现，瞬间落在了眼前的魔物身上。好！异化魔狼吃痛一声，头顶上顿时浮现一道伤害数字-305。一瞬间，眼前的异化魔狼血量直接锐减1/3。而在遭到秦风攻击之后，异化魔狼也扑到了秦风面前，开始朝着秦风发动攻击。秦风看到对方的攻击，并不闪躲。下一刻 ，miss。以秦风目前的护甲值来说，这些异化魔狼根本没法破防，所以秦风就站在原地让对方攻击。而在圣光束冷却好了之后，秦风再次释放了一道圣光束，-630，暴击。一发暴击直接将眼前的异化魔狼血量清空。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异化魔狼，青铜级，获得经验乘200。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提示：5点自由属性点分配至智力属性上，当前操作60秒内可取消。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40点，10点智力属性加5点自由属性。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270点。秦风的身上再度浮现一道金光。而在击杀了这一头异化魔狼后，远处的迷雾之中再次出现了10几头异化魔狼。这群魔狼如同闻到血腥味般，飞快朝着秦风扑来。秦风站在原地，只是平静地抬起手，刹那间，一道圣光束瞬间爆射而出，-305。几头异化魔狼瞬间扑到秦风面前，无数攻击落在了秦风身上。miss。
miss。只可惜这群异化魔狼对秦风根本造不成半点威胁。接下来圣光术不停爆发，只是短短1分钟不到，眼前的几头异化魔狼便全部被击杀了。而在最后一头异化魔狼被秦风击杀后，秦风身上也再度涌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4。提示：5点自由属性点分配至智力属性上，当前操作60秒内可取消。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55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315点，伤害再次提升。当然，这还不够。在击杀了这群异化魔狼后，秦风看向了眼前的战场，在异化魔狼的尸体之上，此时正漂浮着一个金色的光团。秦风走上前去，伸出手将战利品收入囊中。提示：您获得了智力增幅药剂青铜级。药剂？秦风有些意外。药剂服用后，基本效果都是以 buff 形式为职业者提供增益效果的，所以是必定能触发天赋加成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点开药剂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智力增幅药剂青铜级，等级5，等阶青铜。效果：服用药剂后，智力属性额外提升20点，持续30秒。药剂服用冷却时间为2分钟。看到眼前的药剂，秦风只觉得运气有点太好了。这个药剂的效果是增加20点智力属性，而触发了天赋加成后，智力属性直接能提升200点，直接增加秦风600加的基础伤害值，简直无情。秦风现阶段提升1级也才增加15点智力属性，眼前的药剂效果直接能让秦风领先其他玩家10几级。只不过眼前的药剂是5级的青铜药剂，秦风目前的等级是4级，暂时还没办法服用这个药剂。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关闭了药剂面板，快速朝着野外深处奔去。秦风要做的事情就一个，那就是尽快将等级提升到5级，然后服用掉这瓶药剂，提升一波自己的智力属性。几分钟后，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异化魔狼青铜级，获得经验乘200。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5。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7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360点。以秦风目前的刷怪效率，在刷了数十头异化魔狼后，他便顺利抵达了5级。而在抵达5级后，秦风便点开背包，直接拿出了刚刚获得的智力药剂。下一刻，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服用药剂。随着药剂被使用，秦风身上顿时涌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服用了智力增幅药剂青铜，获得了智力增幅 buff， 增加智力20点，持续30秒。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智力增幅 buff 持续时间转化为永久，效果提升 1000%。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7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960点，瞬间智力提升200点，基础攻击力也飙升到了960点，差一点就能破1000了。这成长速度多少有点恐怖了。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附近坐标355651处出现领主级别魔物，请玩家注意。提示：您附近坐标355651处出现领主级别魔物，请玩家注意。提示：看到这些提示，秦风瞬间眼前一亮。要知道，领主级别的魔物就是 BOSS， 而击杀 BOSS 级别的魔物，一般来说除了大量经验值和战利品之外，还有不少特殊奖励。若是能再获得一些增加 buff 的物品，那就真的完美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便直接朝着坐标所在的方位飞奔而去。当然，收到这个提示的不只有秦风一人，在距离秦风不远的地方，不少玩家都收到了这个提示。他们在收到提示后，便和秦风一样，第一时间朝着坐标所在地飞速奔去。第5章，镇压 BOSS， 玩家们的震惊。没过多久，秦风便抵达了 BOSS 所在的区域。而在秦风出现在这里后，第一时间便看到了不远处的 BOSS。这一次出现的领主魔物是一头巨型魔狼，看上去和异化魔狼有些相似，但是单从体型上来说，眼前的巨型魔狼就是异化魔狼的数倍。更何况在这头异化魔狼的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黑色气息，显然和其他魔物有些不一样。在秦风看向这头巨型魔狼领主时，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弹出。异化魔狼领主，白银级 BOSS， 等级5，等阶白银级，生命值6000，攻击力310-330，防御力100，技能高级魔化皮糙肉厚撕咬黑暗之刃疾驰。秦风扫了一眼这个 BOSS 的属性，只觉得这个 BOSS 似乎有点弱，以他目前的伤害输出，可能几发圣光术就能秒了这个 BOSS。
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毫不犹豫朝着 BOSS 奔去。他要尽快将眼前的这个 BOSS 击杀，不然等到其他职业者来到此地就有点麻烦了。而此时，在秦风出现在异化魔狼领主面前时，异化魔狼领主猛然扭头看向了袭来的秦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发圣光束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上。负960，圣光束爆发的瞬间，异化魔狼领主高额的防御力为其抵消了不少伤害。但即便如此，他的血量还是直接锐减了差不多1/10。好！异化魔狼领主怒吼一声，飞快凝聚了数道黑色魔刃，朝着秦风射去。看到袭来的黑色魔刃，秦风也不躲闪，直接硬扛。负8加8回血 buff， 负15加15，数道黑色魔刃瞬间命中秦风，可他损失的血量几乎在瞬间便被奶回来了。而秦风在被攻击后，便继续对着眼前的 BOSS 不停释放圣光束。负960，负2020，暴击！就在秦风和 BOSS 战撸时，不少玩家的身影出现在了此地。这些玩家出现在此地后，都纷纷看向了不远处的 BOSS 领主和秦风。在玩家们看到 BOSS 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他们看到和 BOSS 战撸的秦风时，便纷纷骚动了起来。这 BOSS 竟然是白银阶位的！卧槽，那家伙是谁？怎么能和白银阶位的 BOSS 战撸的？这特么有点东西啊！那家伙是个牧师，牧师不是游戏前期最弱的职业吗？竟然能单挑白银阶位的领主级魔物，这也太牛逼了吧！这个牧师不错呀，如果能击杀这头白银级 BOSS， 保底3件白银级物品。但是这个牧师是不是有点太强了？也就比我强一点吧，估计又是一个拥有高阶位天赋的大佬。羡慕这个词我已经说累了。兄弟们，直接冲就完事了。有这个牧师大佬前排抗伤，后面随便躺着输出，说不定还能抢一波 BOSS 补刀。刹那间，不少玩家瞬间加入了战场，无数玩家的技能瞬间落在了 BOSS 身上。负12，负45 ，miss， 负161，负4 ，miss。一连串的伤害数字瞬间在 BOSS 头顶浮现，只是短短片刻 ，BOSS 的血量就锐减到了2000点以下。感知到死亡的威胁，异化魔狼领主身上涌现一道道恐怖的黑暗气息，无数的黑暗之刃瞬间爆发。四周的玩家还没反应过来，便被瞬间击杀了一大片。而秦风正对异化魔狼领主 BOSS， 他几乎硬抗了异化魔狼领主 BOSS 爆发的所有技能伤害，所以此时在他的头顶瞬间浮现一连串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负23。加23 ，miss， 负52，加52。看到这一幕，不少玩家都懵逼了。要知道，刚刚冲上去的玩家基本上都是一些前排坦克或者战士玩家，而这些玩家之中，不少都被 BOSS 的爆发伤害给秒了。可秦风却一点事都没有，血条都没掉，有点太离谱了。而秦风直接无视了这群震惊都职业者们，抬起手对着眼前都 BOSS 释放了一道圣光束。当圣光降临 BOSS 头顶之时，一道赤红色的伤害数字瞬间升起，负2020，暴击，出暴击了！秦风有些意外，而在下一刻 ，BOSS 领主都血量被瞬间清空。好！异化魔狼领主不甘心都怒吼一声，随后缓缓倒地，爆出了几个金色光团。与此同时，秦风身上瞬间涌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异化魔狼领主，白银级 BOSS。由于玩家对 BOSS 输出伤害大于 95%， 判定为单人击杀 BOSS。特别奖励玩家经验乘5000，特殊道具礼盒白银级乘1。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6。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85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005点。在人群之中，韩巧刚跟着一队玩家抵达了此地，便看到了秦风击杀领主 BOSS 的画面。而此时他只觉得有些惊讶，他想过秦风实力很强，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强。只不过在韩巧震惊之时，四周的职业者们瞬间暴起，瞬间转换了攻击目标，朝着秦风飞快发动了攻击，丝毫没有给秦风准备的机会。而看到这一幕，韩巧顿时脸色一变，对着远处的秦风喊道：“小心！”秦风站在原地，无数的技能落在他的身上。提示：您遭到了职业者的攻击，玩家可对攻击者进行反击，击杀对方将不会增加罪恶值。miss miss miss， 秦风高额的护甲值直接减免了大量的伤害。在神域世界之中，只要玩家的护甲值大于对方的伤害输出，那就根本不会造成伤害，只会显示免疫躲闪伤害的 miss 符号。第6章极品 buff 双重施法。而除非玩家拥有能打出真实伤害的技能或者装备道具等，才可以做到无视护甲。但是在游戏前期，能打出真实伤害的少之又少。哪怕是这群玩家之中有能打出真实伤害的玩家，秦风也不担心，
因为他还有高额的回血 buff， 在回血 buff 的加成之下，这些玩家想杀他基本不可能。此时，攻击秦风的玩家们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见了鬼了。这家伙护甲值这么高，竟然破不了防！兄弟们，点子扎手，撤！妈的，这是牧师？你在搞笑呢？溜了溜了，这是真大佬，打不过，破防都做不到，就别惦记那点战利品了。兄弟们，我先撤了。讲个笑话，牧师比坦克还肉。远处的韩巧看到这一幕，顿时松了一口气。对他来说，显然帮助过自己的秦风能平安无事是最好的。至于其他的玩家，都该死。想到这里，韩巧默默站在远处的队伍之中，看向了秦风。而在韩巧的注视之下，秦风直接顶着其他玩家的攻击，快步走到了 BOSS 爆出的战利品面前。一挥手，战利品瞬间被秦风收入了背包之中。提示：您拾取了异化法杖白银级。提示：您拾取了异化魔狼领主项坠白银级。提示：您拾取了黑暗之刃技能书白银级。3件物品，法杖、项坠、秦风都是可以用的。至于技能书，秦风扫了一眼，发现是战士职业的物品，秦风用不上，只能放在背包里，等后续看看能不能和其他职业者换一些能增加 buff 的物品。而此时，秦风在获取到奖励后，那些攻击秦风的玩家没有半点犹豫，直接逃离了此地。这些玩家的目的就是击杀秦风，从而阻止他拾取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只要在秦风还未拾取战利品时将他击杀，那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将会成为无主之物，其他人也可以拾取。而秦风一旦拾取到了战利品，那就没办法了，哪怕击杀了秦风，也未必会掉落背包里面的物品。更何况，以目前秦风的实力来说，这些玩家对他根本无可奈何。于是乎，只是短短瞬间，四周的玩家基本全部消失了，留下的玩家基本都是一些刚来到此地，或者是没有攻击过秦风的玩家。此时，秦风看到这一幕后，只是摇了摇头。这群职业者多少都是带点脑子的，若是他们继续留在此地，那他可不会手下留情。杀了这些人，大概率能爆出身上的大部分物品。摇了摇头，秦风无视了四周的玩家，直接点开背包，清点起了此次的收获。而秦风第一时间便看向了刚刚获得的法杖，异化法杖白银级，等级5，等阶白银级，装备基础攻击力加100，装备额外特殊加成：1、智力属性加20； 2、技能暴击几率正 5%； 3、释放技能时有 10% 的概率触发双重施法，效果对敌人重复释放一道相同技能，达到同时释放2道同类技能的目的。耐久度1000。看到眼前的异化法杖属性，秦风觉得还是挺不错的。100点基础魔法攻击力，再加上20点智力加成，这就是160点的基础攻击力加成。当然，除开这2个加成之外，技能暴击几率正 5% 就有些鸡肋了，毕竟就 5% 的几率还是挺低的。不过聊胜于无，多一点暴击几率就多增加点输出。而除此之外，最让秦风意外的就是最后的双重施法装备特效了。双重施法算是稀有装备特效之一，这个装备特效一旦触发，将会同时释放2道同类型技能。若是秦风释放一道圣光束触发了这个装备特殊效果，那么直接能触发2道圣光束。而这只是最普通的技能，若是换成一些高阶的技能，那就有点恐怖了。这个装备特效算是 buff 吗？秦风低声呢喃一句。若是这个装备特效也能触发天赋加成，他就能获得永久的双重施法了，而且还是10倍增幅后的双重施法。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选择了装备法杖。就在秦风装备上法杖的刹那，一道道金色光芒瞬间在秦风身体之中涌现。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技能暴击 buff， 效果技能暴击几率正 50%。 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技能暴击 buff， 效果释放技能时有 100% 的概率触发双重施法。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305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165点。2个 buff， 秦风有些意外。他原本以为能触发天赋效果，获得一个双重施法 buff 就已经很不错了，可没想到竟然连技能暴击 buff 都触发了天赋加成，直接提升了10倍，将秦风的技能暴击几率提升到了 50%。 技能暴击几率达到 50%， 就意味着秦风2发技能就有1发技能将会触发暴击效果。而若是加上 100% 双重施法的特殊加成，那就有些离谱了。双重施法技能，除非运气极为不好，否则基本上必能打出比之前还要高3倍的恐怖伤害。只要再将暴击几率叠加到100%，那后续输出还能更高。看完这次获取的 buff 后，
秦风又快速将目光投在了下一件装备之上。异化魔狼领主项坠，白银级，等级5，等阶白银级，装备基础护甲值加50，装备额外特殊加成：1. 智力加20， 2. 技能冷却负 3%， 3. 技能命中敌人时，有 5% 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 5% 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耐久度1000。第7章技能冷却加生命汲取。异化魔狼项坠的基础属性就是加50点护甲值和20点智力，而附加的特殊装备效果 buff 有2个，一个是减免 3% 的技能冷却，若是这个 buff 能够触发天赋加成，秦风就可以拥有减免 30% 技能冷却的永久 buff 了。而除了这个效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汲取效果，这个装备特效也是很极品的特效，特别是对于一些输出类的职业，例如法师和弓箭手职业，这2个职业的玩家若是能拥有生命汲取的装备，那在野外的续航能力将会大幅提升，不用经常返回聚集地补充回血药剂。当然，这个特殊效果对秦风来说也是很有用的，若是生命汲取效果能提升10倍的话，那就有点强了。想到这些后，秦风直接选择了装备项坠。下一刻，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技能冷却 buff 效果，减少技能 30% 的冷却时间。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生命汲取 buff 效果，技能命中敌人时，有 50% 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 50% 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提示：护甲值提升至360点，再一次获得了2个 buff， 技能减免 30% 和生命汲取 50%。这2个 buff 直接让秦风的自身实力强度再次提升了数倍。在获取到这2个 buff 后，秦风直接关闭了提示面板，随后直接打开背包，看向了最后获得的一个奖励礼盒。特殊道具礼盒，白银级，等级5，等阶白银级，效果开启后可获得一件白银级的特殊道具。特殊道具礼盒算是比较稀有的礼盒，一般只能在击杀 BOSS 或者版本重大事件之中才有机会获取。简单来说，礼盒能开出很多特殊的道具，例如工会令牌、商铺契约、宠物蛋、魔法符箓、稀有的技能书等等等等。当然，具体能开出什么，还是得看玩家的运气。运气好一发入魂，开出极品道具直接起飞；运气不好的，只能开出一些垃圾。不过秦风觉得都无所谓，只要能开出加 buff 的物品就好，其他的没什么关系。想明白这一点后，秦风直接选择了开启礼盒。下一刻，秦风眼前出现了一个白银色的礼盒，礼盒缓缓开启，一本技能书瞬间出现在了秦风面前。提示：您成功开启了特殊道具礼盒，白银级，您获得了稀有技能书群体惩戒技能书，白银级。看到获得的技能书，秦风微微一愣，因为这个技能书刚好是牧师职业的，而且还是很稀有的群攻系牧师技能书。要知道，牧师职业在游戏前期是偏向辅助系的，大部分技能都是辅助类型的，例如加血的治愈术、治愈之光、快速治疗、恢复术，以及加护盾的真言护盾、加移速的疾风赐福等等。而类似群体惩戒术这种群攻系的技能书，在前期还是很少的。一旦掌握这类技能，秦风的刷怪效率、升级速度将会大幅提升。所以秦风想都没想，直接点击了学习技能。刹那间，一道金色光芒瞬间涌现。提示：您成功学习了技能 LV1 群体惩戒术，效果消耗100点魔力值，对处于5×5范围内的所有单位目标释放惩戒术，命中目标后将会造成300加法术强度的神圣伤害。当前技能对黑暗系魔物伤害提升 200%， 技能冷却时间为10秒。群体惩戒术的技能效果还算不错，300点的基础技能伤害，再配合上秦风高额的基础攻击力加成，能打出的伤害比圣光术要高不少。毕竟这是一个群攻系技能，若是魔物够多的话，一波技能输出就能打出破万的瞬间伤害，这显然是圣光术这种单体技能所不能比拟的。而这个群体惩戒术的冷却时间，在经过 30% 的冷却减免后，冷却时间只需要7秒时间，还是很不错的。看完眼前的技能效果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面板。随后，秦风刚打算离开此地，一名男战士快步走了上来，对着秦风喊道：“大佬，冒昧打扰一下。”听到声音，秦风转过身，疑惑地看着走来的战士玩家安西林 LV6。秦风扫了一眼此人，发现对方的等级已经达到6级了，和自己一样。而这个家伙竟然没有隐藏姓名，显然是个愣头青。毕竟在神域世界之中行走，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隐藏姓名，避免被人发现现实的身份。只有一些具备背景或者强大实力的人才会选择暴露姓名。不过
对方觉醒的天赋不错，要不然不可能升级的那么快。就在秦风脑海中涌现这些信息之时，名为安西林的玩家走到秦风面前，忐忑地说道：“大佬，那个你有兴趣出售 BOSS 爆的战利品吗？我可以用其他东西和你换，实在不行也可以用金币购买。”听到对方的话，秦风瞬间想到了自己背包里的战士职业技能书。那本技能书秦风是用不上的，不如用它来换点同价位能增加 buff 的物品，再不济换成金币也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开口说道：“我这有本战士技能书，黑暗之刃5级的群攻系技能书，你要的话可以拿装备或者道具来换。”黑暗之刃，安西林眼神一亮，这本技能书可是战士职业前期唯一的群攻技能书，在新手区域想要获取一本这种技能书，绝对是很看运气的。而现在能换一本这类技能书，对安西林来说，就看要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了。迟疑了片刻，安西林点开背包，将自己获得的一件极品亮了出来，随后才对着秦风说道：“大佬，您看看这件道具如何？”第8章哥布林营地。秦风平静地扫过眼前的道具，幸运金币，白银级，等级1，等阶白银级，效果使用后可使幸运值属性提升10点，持续30秒，使用次数8%。看到眼前的幸运金币，秦风有些异动。这幸运金币虽然只有8次使用次数了，但是还是极为稀有的物品，毕竟能让幸运值提升10点，这类道具在神域世界之中基本价值不菲。毕竟幸运值属性等同于一个玩家的气运，具备着极为玄妙的效果。而眼前的安西林想必也是想获取一个群攻系技能，尽快升级离开新手区域，不然也不会拿出这件道具交换技能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家伙根本不明白这件道具的价值。想到这里，秦风平静地拿出技能书丢了过去，随后拿过幸运金币开口说道：“这件物品归我。提示：您与安西林完成了交易，成功获得了幸运金币，白银级。提示：您失去了黑暗之刃技能书，白银级。”安西林也没墨迹，在交易完成后便笑着对秦风说道：“感谢大佬。”说完，只见其快速学习了技能书。秦风也没理会对方，直接无视这些人，快速离开了此地。看到秦风离开，四周的玩家基本都散了。韩巧看到秦风顺利离开此地，才终于放下心来。而接下来，他看了一眼秦风离开的方向，随后才跟随着自己的队伍朝着另一处刷怪地继续刷怪。另一头，秦风一边往野外深处走去，一边打开背包，看向了获得的幸运金币。幸运金币的效果很简单，就是可以给秦风增加10点幸运值。当然，这个道具还可以使用8次，用完8次之后，这件道具就会彻底失效。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拿出幸运金币选择使用。刹那间，金色的光芒从幸运金币之中涌出，直接没入秦风的眉心之中。提示：您成功使用了幸运金币，白银级，幸运值加10，持续30秒。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幸运 buff， 效果幸运值加100点。提示：幸运值属性提升至100点。果然触发了天赋加成。秦风呢喃道：他之所以用技能书换幸运金币，就是因为想搏一搏能不能触发天赋效果，让幸运值加成变成了永久 buff。而现在秦风成功了，这一波直接加了100点永久幸运值属性，简直血赚。不过秦风扫了一眼使用次数7%，幸运金币的使用次数还剩下7次。想了想，秦风将其收进了背包之中。幸运金币的效果只能触发1次天赋加成，后续再使用就无法触发天赋加成了。这一点在秦风拥有圣光术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很显然，若是同类 buff 能无限触发天赋加成的话，秦风早就无敌了。而在将金币收入背包后，秦风便看向了远处，迷雾涌动，一头头魔物若隐若现。看到这一幕，秦风毫不犹豫飞奔而去。片刻后，秦风顺利穿过迷雾，一头头绿色外形的魔物出现在了秦风面前。提示：您发现了哥布林营地。听到提示后，秦风顿时皱起眉头，因为眼前的魔物正是10级的青铜级的精英怪物哥布林。哥布林魔物算是极为特殊的魔物，因为这种怪物几乎遍布整个神域世界，数量极多。而秦风遇到的就是一个哥布林族群的大本营，这种地方往往存在着大量的哥布林。若是能清空其中存在的哥布林魔物，那么秦风的等级必能提升至10级。所以秦风想都没想，直接迈步朝着哥布林营地走去。对于现阶段的秦风来说，哥布林这种级别的魔物根本造不成威胁，所以直接莽就可以了。就在秦风踏入哥布林营地时，守卫在营地门口的哥布林们瞬间发现了秦风。咚咚咚，一道道沉闷的鼓声响起，整个哥布林营地内都收到了外敌入侵的消息。而这时，
秦风直接看向了不远处敲击木鼓的哥布林。哥布林战士，青铜级，等级10，等阶青铜级，生命值2000，攻击力150-170，防御力30，技能猛击、怒吼、奇袭、麻痹陷阱。哥布林战士的属性不算强，以目前秦风的输出伤害来说，普通的圣光束都能瞬间秒杀这头哥布林。就在秦风看着哥布林的属性时，一头头哥布林魔物出现在了秦风眼前。这些哥布林在看到秦风后，顿时挥舞着刀枪棍棒，飞快朝着秦风扑来。不远处，还有哥布林弓箭手对着秦风射出一道道箭矢 ，miss， 一连串的箭矢落在秦风的身上，却根本没有造成半点伤害。秦风现在的护甲值已经达到了360点，以哥布林战士目前的输出伤害来说，根本没办法破防。所以，秦风直接抬起手中的异化法杖，对着眼前袭来的一众哥布林战士，瞬间释放了一道群体惩戒术。在技能释放的瞬间，无数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这群哥布林战士身上。-1435， -2900，暴击-1435。就在技能瞬间爆发时，一道洗头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触发了双重施法 buff， 技能再次释放。刹那间，又一道群体惩戒术落下。在2道群体惩戒术的攻击之下，眼前所有哥布林战士瞬间血量清空，倒在地上爆出了不少金色光团。提示：您击杀了哥布林战士，青铜级，获得了500点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哥布林战士，青铜级，获得了500点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7。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8。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335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255点。一波直接让秦风提升了2级。而在提升了2级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走上前去拾取战利品。第9章，黄金哥布林，黄金级 BOSS。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皮甲，青铜级。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长裤，青铜级。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腰带，青铜级。拾取完物品后，秦风打开背包扫了一眼，发现都是10级的青铜阶装备。现在的他暂时没办法佩戴这类装备，所以秦风也没有仔细去看装备效果，直接关闭了背包面板，看向了眼前的哥布林营地。虽然秦风一波瞬间秒杀了大量哥布林，但是在哥布林营地深处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哥布林战士涌出。这些哥布林飞速散开，呈现出围剿的姿态，朝着秦风靠近。而看到这群哥布林出现后，秦风顿时笑了笑，直接开始了屠杀。接下来，圣光束不停爆发，一道道白色光芒闪烁，一头头哥布林战士被瞬间击杀。大量的经验值快速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提示：您击杀了哥布林战士，青铜级，获得了500点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哥布林战士，青铜级，获得了500点经验值。而在7秒过后，群体惩戒术的 CD 冷却好了。秦风再次抬起法杖，瞬间对着聚集的大量哥布林使用了群体惩戒术。在技能爆发的瞬间，无数的金色光芒落下，眼前成群的哥布林犹如被镰刀收割的稻草一般，倒在地上爆出一个个金色光团。击杀了大片哥布林战士后，秦风身上再次涌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9。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35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300点。在等级提升到9级后，秦风迈步继续朝着哥布林营地内走去。此时，攻守局势已经瞬间转变，原本围剿秦风的哥布林战士们，此刻却恐惧的连连退后。而秦风可不会管这些，在面对这些哥布林魔物时，秦风不停释放圣光束，肆无忌惮地屠杀着这些哥布林魔物。在秦风击杀了大量哥布林后，一头浑身金黄色的哥布林出现在了秦风的视线范围之内。提示：您屠杀了大量哥布林，引起了领主魔物黄金哥布林，黄金级 BOSS 的注意，请玩家小心。看到这个提示后，秦风的目光直接落在了这头黄金哥布林身上。黄金哥布林，黄金级 BOSS， 等级10，等阶黄金级，生命值2000-20000，攻击力1000-1100，防御值300，技能召唤哥布林，血腥杀戮3连斩，血脉觉醒，高级猛击，高级怒吼。秦风扫了一眼黄金哥布林的属性，这 BOSS 领主的属性真的强的不是一点半点，2万点的血量，再加上1000加的攻击力和300点防御属性，单单是这个属性就能让普通玩家望而却步。
更别提围绕在其身旁的众多哥布林魔物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攻击这头 BOSS， 而是继续屠杀四周的哥布林战士。而那头黄金哥布林领主 BOSS 看到这一幕，直接挥动长刀，指挥着麾下大群哥布林战士朝着秦风杀去，是要将秦风击杀于此。原本这些哥布林战士都已经被秦风杀得崩溃了，秦风还得一个个用圣光术慢慢击杀。可如今黄金哥布林领主 BOSS 的出现，却帮了秦风大忙，直接将这些原本溃败的哥布林战士送到了秦风的刀口之下。秦风笑了笑，继续发动群体惩戒技能，神圣的金色光芒落下，大量的哥布林战士被瞬间秒杀。而这时，秦风直接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奖励。秦风在击杀了这群哥布林后，便再次开始慢悠悠地打扫起了战场。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长刀，青铜级。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匕首，青铜级。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长靴，青铜级。看到麾下的哥布林战士被屠杀，黄金哥布林领主 BOSS 再次挥动长刀，发出一阵诡异尖锐的叫声。四周瞬间出现了大群的哥布林战士和弓箭手，这些哥布林战斗单位飞快加入战场，再次朝着秦风扑去。秦风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好笑，这不就是纯送经验吗？秦风现在已经要到10级了，一旦抵达10级，那就可以穿戴哥布林装备，从而获取装备的加成 buff 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继续挥舞法杖，释放出一道道圣光束，继续屠杀袭来的哥布林战士和弓箭手。7秒过后，秦风一道群体惩戒术丢出，一头头哥布林战士瞬间被击杀。而与此同时，金色的光柱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秦风身上。提示：您击杀了哥布林战士，青铜级，获得了500点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365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345点。提示：作为此届第一位抵达10级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生命种子乘1。即将发布神域世界通告，请编辑专属于您的代号。如未编辑，则默认为真实姓名发布世界通告。请为您的代号命名，请输入代号。秦风看着眼前的提示，微微一愣，他竟然是此届第一位抵达10级的玩家，这多少有点让秦风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他这一届同批进入神域世界的玩家大概有1亿人，而这1亿名职业者玩家将会和他一样，被分散于各处新手营地猎杀魔物，提升自身等级。可以说，秦风面对的是以亿为单位的残酷竞争。在这些人之中，绝对不乏有天赋极高的佼佼者。第10章生命种子。当然，在新手区域还是很公平的，毕竟这片区域可是高级别职业者无法涉足的，这也代表着背景深厚者无法利用资源对普通职业者进行降维打击。简而言之，这就相当于前世的高考。秦风能成为首个晋级10级的玩家，其含金量绝对是极高的，更何况首个晋级10级的玩家还能获得极为特殊的奖励。不过秦风很快回过神来，第一时间在代号面板输入了暗影君主4个字。下一刻，一道提示和世界通告顿时响起。提示：代号命名成功，即将发布世界通告。世界通告：华夏区域职业者暗影君主成为此届第一个晋级10级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生命种子乘1。世界通告：华夏区域职业者暗影君主成为此届第一个晋级10级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生命种子乘1。世界通告。在这一道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神域世界之中无数玩家都被吸引了，而在世界频道之中，来自世界各国的职业者都开始了刷屏。这次竟然是华夏区域的职业者夺得第一，有点意思啊！距离上次华夏大区夺得第一，我记得已经有好久了吧？是的，准确来说，华夏区域的职业者近年来面对的打压有点严重。不过，除了第一之外，每一届前10基本上都有几个席位是华夏人，还是足以说明华夏强者不少。华夏，该死！这个暗夜君主晋级10级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才第一天就晋级10级了，刷新记录了。看来又有一尊镇国级别的强者要出现了。哈哈哈，天才又如何？华夏大区陨落的天才还少吗？别说了，你小心被查水表。怕什么？这是神域世界，又不是现实世界。只要我不自曝身份，没人知道我是谁。暗影君主牛逼！华夏 YYDS， 华夏人怎么可能登顶第一？该死！我米国大区才是最强的。此刻，暗影君主这个代号瞬间响彻了整个神域世界，而秦风却根本没有在意这些。此时的他任由四周的哥布林战士攻击自己，随后自顾自地点开背包，将散发着绿色光芒的生命种子拿了出来。生命种子，等级1，等阶。
效果：使用后可使玩家凝结一枚生命种子，随机获得高额体质加成、血量恢复等特殊永久加成。看到眼前的道具提示，秦风顿时一愣。生命种子，这道具秦风只是看效果就足以看出道具的牛逼之处。高额体质加成和血量恢复，而且还是永久加成。这类道具若是拿去拍卖，估计也能卖出一个天价。不过秦风显然是不会拿去卖的，所以接下来秦风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使用生命种子。刹那间，生命种子瞬间碎裂开来，化作数道流光，缓缓涌入秦风的胸口处。而接下来，秦风感觉到一股股磅礴的生命力瞬间涌入四肢百骸。随着这些生命力的涌动，一道系统提示音缓缓响起。提示：您成功凝结了一枚生命种子，体质加1000点，每秒恢复10%生命值。提示：距离生成生命结晶剩余数量为1/1000，获取新的生命种子可催生凝结生命结晶，一旦凝结成功，将会获得超凡加成。请玩家注意。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100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20660点。人物提升等级也会提升生命值，不归于体质属性计算之中，所以体质对生命值的算法可能有些出入，影响不大。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血量恢复 buff， 效果：每秒恢复100%生命值。在凝结了生命种子后，秦风可以说一波起飞了。首先是体质的暴涨，直接让秦风的生命值属性提升了2万点，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每秒恢复100%生命值的 buff。百分比恢复生命值的回血 buff 是极为稀有的，更何况还是一个每秒恢复100%生命值的永久 buff。有了这个 buff 加成，就代表秦风现在每秒能顺回20660点生命值，若是再加上圣光树的1000点生命值恢复，那就是21660点生命值的回血。可以说现在的秦风才叫完全没有短板。之前的黄金哥布林领主 boss 的攻击伤害能秒杀秦风，现在挠痒痒都谈不上。不过秦风直接看向了凝结生命结晶的提示，想要凝结生命结晶，竟然需要1万枚生命种子。按照生命种子的加成强度，若是能凝结生命结晶，那该有多强？不过同类物品是无法重复触发天赋加成的，所以下一次想触发天赋加成，只能获取大量生命种子凝结生命结晶。此时秦风直接关掉了眼前的一堆提示，随后只见其提起法杖，无视四周的哥布林小怪，对着不远处的黄金哥布林 BOSS 发动了技能圣光束。下一刻，双重施法被瞬间触发。提示：您触发了双重施法 buff。 在提示弹出的瞬间，2道圣光束瞬间落在了黄金哥布林 BOSS 身上。-2590暴击，-1145，两道技能伤害数字浮现，而黄金哥布林 BOSS 的血量也在一瞬间锐减了1/5。在遭受到攻击后，黄金哥布林顿时暴起。该死的人类！嘶哑拗口的声音自黄金哥布林口中突兀的传出。顷刻间，领主 BOSS 黄金哥布林直接一跃而起，瞬间提起长刀，猛然朝着秦风砍去。-730加730，一击命中，黄金哥布林瞬间转身，再次朝着秦风砍来。而这时，秦风直接抬手，一发圣光束瞬间丢出。-2590暴击，-2590暴击，瞬间2发圣光束爆发，直接带走了黄金哥布林5900加的血量。而此时，黄金哥布林领主一刀刀疯狂砍下，状若癫狂。-722加722，-716加716，-700加700，拿着大刀一顿输出，不掉血，黄金哥布林领主顿时陷入了懵逼状态之中。第11章未知礼盒黄金级。这他娘打秦风一下不掉血，秦风一个技能下来直接重创，就这个差距还打个屁！意识到自己并非秦风的对手，黄金哥布林瞬间转身试图逃离此地。而秦风看到这一幕，直接一发圣光束丢出。-2590暴击，-2590暴击，黄金哥布林 BOSS 的血量直接锐减到只剩下6000不到了。而这时，秦风的群体惩戒术技能冷却瞬间好了，随后只见秦风挥动法杖，瞬间丢出一道群体惩戒术。顷刻间，-2990暴击，-2990暴击，两道暴击伤害瞬间触发，直接将黄金哥布林 BOSS 领主的血量清空。不！黄金哥布林 BOSS 领主不甘心地发出一阵怒吼，随后跌倒在地，爆出了一堆金色光团。而四周哥布林族群的战士和弓箭手看到这一幕，纷纷退散开来，朝着远处逃去。提示：您击杀了黄金哥布林，
黄金级 BOSS 对 BOSS 输出贡献为 100%， 判定为单人击杀。特别奖励：未知礼盒，黄金级。区域通告：当前区域黄金 BOSS 已被职业者玩家暗影君主击杀，镇守区域封印 BOSS 强度提升。请玩家们注意，区域通告：当前区域通告：当前区域。在击杀了黄金哥布林后，和秦风在同一区域的职业者们都震惊了。我他妈，这就把黄金级 BOSS 给击杀了！好家伙，这也太牛逼了吧！兄弟们，镇守封印 BOSS 强度提升了，这咋整？要离开封印区域进入神域主区域，感觉难度很高啊。封印 BOSS 的等阶应该不是黄金阶位的了。暗金级 BOSS， 怕个勾巴，有暗影君主在，突破封印还不是轻轻松松？真的牛逼！据我所知的消息，各大区域的顶尖强者都在试图攻略黄金阶位的 BOSS， 不过好像都没那么顺利。而暗影君主这一波单人击杀有点太强了，真是将其他大佬按在地上锤。那也是暗影君主 YYDS， 别吹了，赶快升级吧！我们可不能比其他区域晚突破封印，毕竟第一个突破封印抵达主区域是能获得大量奖励的，均摊到每个人身上都是很香的。兄弟们，赶快冲！此时，玩家们都被秦风的操作给震惊到了。毕竟，现阶段的玩家除了少数几个佼佼者之外，其他的还远远没有能攻略黄金级 BOSS 的实力。而秦风这波单人速刷 BOSS， 简直是将其他顶尖玩家按在地上摩擦。这就好比学校里有一堆学霸，结果学霸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学神，将其他学霸狠狠一顿碾压。所以也不难理解其他玩家的震惊。而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秦风却没有第一时间去看奖励的礼盒，而是走向 BOSS 的尸体，开始拾取掉落的战利品。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太刀，黄金级。提示：您拾取了物品哥布林护手，黄金级。提示：您拾取了物品锐利鹰眼药剂，黄金级。提示：您拾取了金币10枚。秦风在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后，又清扫了一波其他哥布林掉落的物品。做完这些后，秦风才点开背包，看向了背包之中满满登登一大堆物品。首先，秦风直接将10级的青铜级装备全部整理出来，随后将其中具备增益 buff 且他可以穿戴的装备挑了出来。做完这些后，秦风开始一件件佩戴装备，触发天赋加成。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移速 buff， 效果移动速度正 3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回血 buff， 效果每秒恢复500点生命值。提示：您的回血 buff 和圣光束 buff 为同类 buff， 触发融合机制，您获得了新的 buff 回血 buff， 效果每秒恢复1500点生命值。青铜级别的装备总共让秦风获得了3个 buff， 这3个 buff 对秦风来说作用都很大。移速 buff 能让秦风跑图效率提高，节省不少时间，并且移速这个属性是极为关键的。一旦移速叠高，那么秦风完全可以无限风筝敌人，让敌人一直处于攻击范围内，但是却无法攻击到自己。而若是移速不够高，在秦风全智力加点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其他玩家利用风筝打法恶心他。将移速叠高，就是秦风来恶心其他人了。除了移速 buff 之外，回血 buff 就有些平平无奇了。毕竟多500点回血，对秦风来说只能算锦上添花，并不算产生质变。最让秦风感觉有些意外的，应该是 buff 融合机制的出现。同类 buff 会触发融合，并且是以叠加的形式进行融合，这就代表着秦风将会有一条可以通过吞噬同类 buff 的物品，从而提升自身所拥有 buff 的途径。简单来说，就是秦风可以选择性的将一些强大的 buff 效果提升上来，例如可以购买兑换一些拥有增加智力属性、百分比伤害加成 buff 的物品，从而叠加智力属性和百分比伤害。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随后看向了其他几件黄金级物品。哥布林太刀是战士职业用的装备，秦风是无法装备并享受装备 buff 加成的，所以秦风直接无视了这件装备，看向了后面2件物品。第12章哥布林护手，黄金级。哥布林护手，黄金级，等级10，等阶黄金级，装备基础护甲值加100，装备额外特殊加成：1. 体质加50， 2. 施法速度正 10%， 3. 被攻击时将会返还 10% 的伤害给予敌人，持续10秒，冷却30秒。适配职业全职业，锐利鹰眼药剂，黄金级，等级10，等阶黄金级。效果：服用药剂后可获得 15% 的暴击率加成，持续10秒，药剂冷却60秒。一个护手装备，一个增加暴击率的药剂。秦风想都没想，直接将装备佩戴上。下一刻，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施法速度 buff， 效果：
施法速度正1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反甲 buff 效果，被攻击时将会返还100%的伤害给予敌人。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105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21660点。提示：您的护甲值提升至460点。看到这2道提示后，秦风直接拿起最后的暴击药剂开磕。随着药剂被秦风喝完，一道系统提示再度弹出。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鹰眼暴击 buff 效果，获得150%的暴击率加成。提示：您的鹰眼暴击 buff 和技能暴击 buff 为同类 buff， 触发融合机制，您获得了新的 buff 暴击 buff 效果，暴击几率正200%，新增3个 buff， 施法速度 buff、反甲 buff， 还有最后的融合产生的暴击 buff。其中施法速度 buff 直接提升到了100%，这个加成对于牧师职业来说算是顶级加成了。毕竟牧师和法师都是需要施法时间的，到了一定级别，牧师和法师掌握的技能都会需要吟唱或者蓄能时间，而这个时间则取决于每个玩家的施法速度和敏捷属性加成，以及施法时间减免的特殊加成。秦风这一波获得了100%的施法速度加成，则代表目前秦风的施法时间将会是其他玩家的一半。当然，这个加成并不算很强的加成，影响技能吟唱蓄能时间最关键的还是施法时间减免。一旦施法时间减免叠加到100%，那所有技能包括顶尖的禁咒，秦风都能做到瞬发。再加上技能冷却减免和回蓝 buff， 人形移动炮台无疑了。当然，除开了施法时间加成的 buff 之外，反甲 buff 也是极为恶心的 buff。在神域世界之中，反甲比例能叠加到90%就已经有点离谱了。有些战士和骑士玩家就喜欢玩反甲恢复流，硬堆血量恢复和反伤比例，只要回血够快，反伤都足以反死敌人。而秦风获得的这个反甲 buff， 只要被攻击就会返还100%的伤害给予敌人。这代表什么？只要攻击命中秦风，造成1000点的伤害，那么对方也会遭受到1000点的伤害。若是对方瞬间打出1万甚至是10万的伤害，也能瞬间100%返还。这个 buff 多少有点太恶心了。有了这个 buff， 秦风觉得自己站着不动都能刷怪了。当然，最后的暴击几率正200%，算是有些多余了。毕竟暴击几率达到100%就已经满了。不过在遇到一些能减免暴击几率的情况下，这个溢出的暴击几率还是挺有用的。根据秦风所知，在神域世界之中，可是存在不少能降低敌人暴击几率、攻击速度、各项属性的物品或者技能。而秦风现在要做的就是均衡发展，做一个6边形战士。暴击几率如果能堆，肯定还是继续往上堆。其他的也同理。此时，在清点完收益后，秦风便将目光落在了背包里面的最后一件物品之上。未知礼盒，黄金级，等级1，等阶黄金级。效果：开启后可以获得随机奖励，包括但不限定于装备、药剂、材料、金币、技能书等。限制：开启物品最高为黄金阶。看到眼前的未知礼盒，秦风直接选择了开启。下一刻，礼盒被瞬间打开，一道道金色光芒自其中涌现。提示：您开启了未知礼盒黄金级，成功获得了金币乘1万，复活术技能书黄金级乘1万金币和一本复活术技能书。秦风对这一次礼盒开启获得的奖励还是挺满意的，毕竟金币可是神域世界的硬通货币。简单来说，在离开了初始区域进入神域主区域后，想要购买装备道具等物品就需要用到金币了。而金币的获取途径也会在进入神域主区域后增加不少。除了常规的击杀魔物能获取金币之外，还能接取一些具有金币报酬的雇佣任务，获取大量金币。1万金币的数额对秦风来说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这笔金币足以让秦风在前期不会太缺金币，还能氪金一波选择性叠加一些 buff， 可以说还是挺香的。除了金币的奖励之外，复活术技能书算是牧师职业必学的神技。不会复活队友的牧师能叫牧师吗？当然，复活术这类技能都是有学习门槛的。此时，秦风直接将目光落在了复活术技能书上。复活术技能书黄金级，学习等级10，等阶黄金级。简介：学习后可掌握 LV1 复活术。技能效果：消耗500点魔力值，对一名已阵亡的友军单位释放复活术，将其破碎的灵魂从永夜的黑暗之中召回现世。友军单位复活后将会恢复 20% 的生命值和魔力值，技能冷却时间为5分钟。学习条件：1. 牧师职业； 2. 智力属性大于等于300点； 2. 掌握技能 LV1 群体治疗术。复活术是牧师职业的核心技能，
想要学习这个技能，还是有前置条件的，那就是掌握技能群体治疗术，并且智力属性大于等于300点。智力属性这个要求，秦风刚好满足，但是群体治疗术秦风还没掌握，所以复活术暂时是学不了了。第13章，亡灵法师暗金级 BOSS。不过，群体治疗术技能书获取难度不高，等后续进入了神域主区域再获取也不迟。想了想，秦风直接关闭了背包面板。就在秦风准备离开哥布林营地时，距离秦风不远处，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柱冲天而起。看到这一道光柱后，一道区域提示也随之响起。区域提示：当前区域内大于5级玩家超过 50%。区域封印魔物领主 BOSS 诞生。攻略封印魔物后，当前区域将融合进入神域主区域，请所有玩家注意。区域提示：当前区域封印魔物领主 BOSS 阶位提升，击杀魔物领主 BOSS 后，奖励提升 100%。攻略魔物将会根据伤害治疗贡献占比分配奖励，占比越高则奖励越高。区域提示：封印魔物领主 BOSS 可通过击杀玩家吞噬灵魂提升等级阶位，若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击杀此封印魔物领主 BOSS， 将会诱发未知后果。听到这一道区域提示，整个初始区域内的玩家都炸了。这么快封印魔物 BOSS 就诞生了？这多少有点离谱了呀！好家伙，别说了，都往封印魔物 BOSS 区域赶吧，别让这个 BOSS 吞噬其他魔物变强了，不然就糟糕了。放心，我们可不想失去玩家资格，一辈子待在新手村当个废物。兄弟们，冲冲冲！集合集合！秦风看到封印魔物诞生后，也毫不犹豫朝着封印 BOSS 魔物所在地奔去。对于初始区域的玩家来说，封印魔物 BOSS 一旦诞生，就必须要举全区域玩家之力共同攻略，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特殊的机制，那就魔物领主 BOSS 是会吞噬其他魔物玩家进阶的。一旦一开始对其不管不顾，等到玩家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估计魔物领主 BOSS 都达到20-30级了，并且阶位也提升了好几个层次。而面对远超于自身的封印魔物领主，玩家们哪怕用人海战术也没办法剿灭对方，反而会成为魔物 BOSS 的养分，让其再度成长进阶。最后的结果就是初始区域内的所有玩家都丧失进入神域主区域的资格，成为彻彻底底的废人。所以只要区域封印魔物 BOSS 诞生，所有玩家都会第一时间朝着封印魔物 BOSS 所在赶去，不让封印魔物 BOSS 有机会吞噬其他魔物变强。秦风距离封印魔物 BOSS 的距离不算远，不到片刻便赶到对方所处之地。提示：您成功踏入了封印之地。提示：您受到了封印魔物领主 BOSS 的特殊攻击，血量每秒-10点。Miss Miss Miss。 秦风头顶不停冒出一道道免疫伤害的符号，对于他来说，很显然这10点伤害根本破不了防。无视了 BOSS 造成的伤害，秦风直接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色的大地，褐色的焦土之下，一个个巨大的青铜色石碑矗立其中。而在大地最中心，黑色的光柱冲天起，在光柱的洗礼之下，四周的青铜石碑纷纷破碎，化作一地的石块。在黑色的光柱之中，一只干枯的白骨缓缓穿透而出，随即一头被黑色破碎长袍包裹的枯骨穿过了黑色光柱，出现在了这片大地之上。随着这头类似亡灵生物的领主 BOSS 突破封印，黑色光柱缓缓消散，只留下满地的青铜碎石。结，终于出来了！这一次，我要屠杀所有生灵，让世间万物再度沉沦在不死亡灵的国度之中。亡灵 BOSS 中二的声音传遍了整片黑色大地。话音落地，只见挥动手中的法杖，顷刻间，从黑色的大地之中顿时涌现数十道法阵。在这些法阵生效时，大量的亡灵骷髅兵被其召唤了出来。秦风听到对方的话后，嘴角微微抽搐，多少觉得这 BOSS 透露出一股浓浓的愚蠢气息。不过看到对方召唤出的大量小怪，他还是快速回过神来，快速点开了对方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亡灵法师暗金级 BOSS， 等级10，等阶暗金级，生命值50000-50000，攻击力1400至1450，防御值500，技能召唤亡灵、噬灵瘟疫、黑暗献祭、邪能诅咒、亡灵吞噬、骨强。提示：特殊 BOSS 击杀后将会突破初始区域封印，回归神域主区域。不得不说，亡灵法师 BOSS 的强度的确高，起码比起秦风遇到的黄金哥布林还要强很多。当然，这头 BOSS 在秦风眼里和黄金哥布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毕竟他们的伤害和血量以及防御力上并没有巨大的差距。眼前的亡灵法师 BOSS， 秦风就是站着给对方打，估计对方都打不死。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朝着亡灵法师飞奔而去。对于秦风来说，自然是趁着其他玩家还没赶到，第一时间将 BOSS 击杀最好。
毕竟这样才能最大化的提升自己对 BOSS 的输出贡献，达到领取高额天道奖励的目的。就在秦风踏入亡灵法师攻击领域时，瞬间便吸引了亡灵法师的注意。渺小的蝼蚁，就让你化作死亡的尘埃吧！亡灵法师再度发出中二的怒吼。嘶哑的声音响起时，被其召唤出来的亡灵骷髅兵大军便如同潮水般奔着秦风杀去。秦风看到这些小怪袭来，直接选择无视。而这些骷髅兵魔物在靠近秦风后，便对着秦风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无数的技能和普攻落在了秦风身上。Miss， 秦风高额的护甲值直接抵挡了大量的伤害。而唯一有些可惜的是，由于伤害被免疫，所以并没有触发反伤效果。否则，秦风就是站在原地，都能靠反伤将这群亡灵骷髅兵击杀。第14章，玩家们的震惊。不过，秦风硬扛着这些骷髅兵魔物的攻击，很快便来到了亡灵法师身旁不远处。在确认亡灵法师 BOSS 进入技能攻击范围之后，秦风毫不犹豫，同时释放了圣光束和群体惩戒术，两道技能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顷刻间，神圣的金色光芒夹杂着白光自亡灵法师身上涌现。负4880，群体惩戒术的暴击伤害对黑暗生物造成200%的伤害。负4880，负2390，圣光束暴击，负2390，暴击，爆裂的伤害直接让亡灵法师的生命值瞬间下跌了一大截，而四周的亡灵骷髅兵则在顷刻间便被全数清空。秦风也在此时再度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提示：您获得了大量经验值，由于区域等级限制，当前经验值自动存储进入经验池之中，突破封印融合进入神域主区域后将解锁等级限制。请玩家注意。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后，秦风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就是神域世界的规则限制，只有击杀了封印镇守魔物，才能让初始区域和主区域融合，从而解锁等级上限。而这对于秦风来说并不难。此刻，亡灵法师在遭到了恐怖的重创后，顿时陷入了暴怒状态之中。他状若癫狂般的怒吼道：“该死的蝼蚁！我要你品尝亡灵法师的怒火！”话音落地，只见亡灵法师再次挥动法杖，召唤出大群亡灵骷髅兵，并且在其将亡灵骷髅兵召唤出来后，他又一次挥动法杖，凝聚了一道黑色魔法，朝着秦风丢来。看到这一幕，秦风眼前一亮，好家伙，这就是瞌睡了上赶着送枕头来了。秦风可是有反伤 buff 的，并且还有高额的回血 buff。BOSS 的攻击对秦风不仅无效，还可以帮秦风弥补一下技能中空期的伤害。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上前主动接了一波技能。轰！黑色的魔法球落在秦风身上。提示：您遭受了噬灵瘟疫技能攻击，当前技能持续10秒，请玩家注意。刹那间，秦风头顶顿时浮现一道道红绿交织的数字：负990，加990，负1010，加1010，负995，加995。在技能触发伤害之时，又一道系统提示弹出。提示：亡灵法师 BOSS 技能攻击触发反伤 buff 效果，返还给予对方990点伤害。提示：亡灵法师 BOSS 技能攻击触发反伤 buff 效果，返还给予对方1010点伤害。提示：亡灵法师 BOSS。一瞬间，亡灵法师头顶也再次浮现了一连串的伤害数字：负990，负1010，负995。亡灵法师在遭受反伤攻击后，只觉得有些恶心。他能感受到那些属于自己的亡灵之力不知为何竟伤害到了自己。不过，而在其还未反应过来时，秦风抬手再度丢出一道圣光束技能，白光涌现，如同火焰般灼烧着亡灵法师。负2390，圣光束暴击，负2390，暴击。受到伤害所引发的愤怒情绪，很快便让其丧失了理智。接下来，只见他怒吼一声，继续抬起法杖，凝结黑暗魔法，朝着秦风丢去。而秦风依旧不躲，直接硬抗对方的技能。在秦风肉身接技能时，技能瞬间造成了大量伤害，这些伤害也再次触发了反伤 buff 效果，再度削减了 BOSS 不少生命值。而就在秦风和 BOSS 激战正酣时，远处也逐渐出现了不少玩家的身影。快看，那是封印魔物，而且是亡灵黑暗系魔物。好家伙，这波攻略难度属实是拉满了呀！黑暗系亡灵魔物应该是最难攻略的那一批了吧？恶心的亡灵流打法，不清理亡灵小怪也不行，清理的话又能重复召唤，感觉好恶心啊！不是，你们都没注意到吗？那亡灵 BOSS 好像在和一个职业者交战。啥？我操！真的是有人在和这头亡灵魔物 BOSS 交手啊！这是打算单人攻略这尊封印魔物 BOSS？ 想啥呢？都多少年没人单人击杀过封印魔物了，
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小喽啰，这他娘是暗金级魔物领主 BOSS， 而且还是封印级别的特殊 BOSS， 还能通过吞噬魔物强大自身。这想要单人攻略，难度那不是一般的大。可嗨嗨，那人好像是暗影君主，这一届首个抵达10级的大佬，是他啊！那没事了，当我前面在放屁就行了。此时，越来越多的玩家出现在了四周，而此时秦风的群体惩戒术冷却也好了，于是乎，他毫不犹豫再度释放了一道群体惩戒术。下一刻，神圣的金色光芒如同液体流光般迅速落下，顷刻间便将所有亡灵魔物笼罩其中。-4880，-4880，恐怖的高额伤害瞬间在所有亡灵魔物头顶升起，亡灵骷髅兵直接全部被秒杀。远处的玩家们看到这个画面后，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伤害，我没看错吧？瞬间接近1万点的伤害，这他妈，这哪里是大佬，这他娘是巨佬啊！那家伙应该就是暗影君主了吧？这实力简直太离谱了啊！才10级伤害这么高，不对劲，非常不对劲。哪怕群体惩戒术对黑暗系魔物有双倍伤害，也不应该这么离谱啊！这伤害30级的牧师玩家也不一定能打出来吧？太强了，这就是暗影大佬。别人的牧师是牧师，我的牧师是牛马。呜，哭了。不少玩家在看到了秦风的恐怖伤害后，都被震惊到了。当然，震惊归震惊，这些玩家很快便回过神来，迅速朝着亡灵法师杀去。现在有秦风这个大佬在，其他玩家基本可以躺着玩了，无脑对着亡灵法师 BOSS 输出就完事了。可封印镇守 BOSS 显然不会那么简单。在这些玩家靠近之后，亡灵法师 BOSS 顿时抬起法杖，瞬间朝着袭来的玩家们丢出一道技能。第15章镇压 BOSS， 黑暗魔能瞬间命中几名玩家，随后这群玩家头顶顿时冒出一个个高额的伤害数字，直接被瞬间秒杀。而在被秒杀后，一道道猩红色的光团从这些玩家的尸体中涌出，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汇入亡灵法师 BOSS 的身体之中，并且这些被击杀的玩家也纷纷化作了亡灵魔物，朝着秦风飞快袭来。+345，+251，+623，+722，一连串的血量恢复数字在亡灵法师 BOSS 头顶浮现。不仅如此，由于吞噬了这些玩家的力量，亡灵法师的各项属性再次开始增长，并且那些被看到这一幕，秦风没有意外，所有封印镇压初始区域的 BOSS 都具备强大的恢复能力和进化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有使用限制的。在释放了一波吞噬技能之后， BOSS 就进入了技能真空期，而技能真空期的时间完全足够秦风将其击杀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继续开始对着 BOSS 释放圣光束。-2390，圣光束暴击。-2390，暴击。刹那间 BOSS 的血量再次下跌，而此时远处幸存的玩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战场之中，无数技能倾泻而下。-2 miss miss -425 miss -8，玩家对 BOSS 的伤害基本有限，大多数玩家都只能打出个位数的伤害，只有一些具备破甲技能的职业者才能对 BOSS 造成高额伤害。而看到这一幕，不少玩家都觉得有些自闭。他奶奶的，这 BOSS 也太肉了吧！我们根本不破防啊！我竟然只能打出个位数的伤害，这 BOSS 有点离谱啊！暗影君主大佬是怎么打出那么高额的伤害的？难道他的攻击全是真伤？感觉大佬觉醒的天赋有点不一般啊！废话，大佬是真的牛逼，我400多的基础攻击力，还是全攻击加点，加上技能伤害，也才打出个位数的伤害。大佬那块破万的瞬间伤害，简直碾压我等啊！可嗨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强的初始封印镇守 BOSS， 这应该是因为大佬先击杀了黄金阶 BOSS 吧？所以区域镇守 BOSS 等阶提升了，要不然应该不会这么强才对。强就对了，毕竟有暗影君主在，肯定是要提升点难度，这也是神域天道对我等的考核。若是能击杀 BOSS 进入主区域，那必定能够获得大量的天道奖励啊！真香！别说了，我躺好了。暗影君主大佬牛逼！在场的玩家基本都明白了自身和秦风所存在的差距，毕竟自己的攻击不破防，秦风却能瞬间打出接近万点的伤害，足以看出其强大之处。而秦风没有理会这些玩家，只是继续挥舞法杖，对着这头亡灵法师 BOSS 不停输出。-2390，圣光束暴击。-2390，暴击。-2390，圣光束暴击。-2390，暴击。随着一道道圣光束技能的爆发， BOSS 的血量疯狂下跌。而这一刻，亡灵法师 BOSS 顿时暴怒，对着秦风疯狂释放着技能。秦风也不闪避，直接选择硬抗。在这些技能命中秦风的瞬间，
他的头顶再一次浮现了红绿交织的数字：负966加966，负1056加1056，负983加983。四周的玩家看到这一幕，纷纷露出茫然的神色。我是谁？我在哪？这 BOSS 的攻击是怎么回事？打出伤害又瞬间恢复。而就在这群玩家茫然之时， BOSS 的血量瞬间锐减了一大截，直接血量清空，瞬间暴毙。这不可能！亡灵法师不甘地伸出手指向秦风，仿佛在试图抓住点什么。可惜下一刻，他头颅之中的灵魂之火逐渐熄灭，枯骨组成的身躯缓缓跌落地面，最后爆出了几个金色光团。而在亡灵法师 BOSS 被击杀之后，一道道世界通告再次响彻了神域世界。世界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初始区域镇守封印 BOSS 亡灵法师暗荆棘 BOSS， 作为此届首个击杀镇守封印 BOSS， 并且贡献值达到 99% 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幸运女神之雕塑神话乘1。提示：当前初始区域正式融入主区域，请玩家注意。话音落地，秦风抬起头看向不远处。此时，在黑色大地的边缘，一个巨大的封印阵法彻底破碎。而随着这道封印阵法的破碎，迷雾开始朝着初始区域外蔓延，覆盖所见之一切。只不过，在迷雾蔓延了片刻之后，一道道耀眼的金色光柱顿时出现在了秦风不远处。看到这些光柱，四周的玩家都激动了起来。他们来了！好激动啊！也不知道来的会是哪些势力，战争圣殿会来吗？我就想见见安夏女神。我们既然是第一届击杀镇守魔物的，那么全球顶尖的阵营势力必然会派人前来，毕竟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可嗨嗨，当然主要还是为了招揽暗影君主大佬。看看吧，我估计随便选个 B 级势力加入就算不错了，其他我也不奢望。我想冲一下 A 级势力，至于头部的那几个 S 级别的阵营势力，我就不想了，那都是顶级天才才有机会加入的。别怕，反正保必冲 A， 稳就完事了。在这些光柱出现后，一道道身影从中走出，来的人不少，足足有数十人。只不过这些人等级实力都各不相同，最高级别的是一名90级的女法师，最低的则是一名50级的刺客。这些人在出现后都将目光投向了正在打扫战场的秦风。此时秦风直接无视了降临此地的强者们，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全部收入了囊中。提示：您拾取了黑暗亡灵法杖暗荆棘。提示：您拾取了黑暗亡灵长袍暗荆棘。提示：您拾取了召唤亡灵技能书暗荆棘。提示：您拾取了金币乘45。第16章幸运女神之雕塑神话。将战利品全部收入囊中之后，秦风直接打开背包，看向了获得的奖励：幸运女神之雕塑神话，等级1，等阶神话。效果：将雕塑激活后，可获得幸运女神的祝福加持，增加100点幸运值。激活所需：1. 献祭100W 金币领100W。 2. 献祭一件具备神性物质的特殊物品。看到眼前的幸运女神雕塑，秦风顿时眼前一亮，这奖励简直堪称逆天级别的。要知道，幸运属性的提升可是极难的，而且这个幸运女神之雕塑是永久增幅100点幸运值。这种道具可和之前秦风获得的幸运金币不一样。幸运金币是时效性道具，虽然稀有，但是价格对比眼前能永久增加100点幸运值的道具来说，显然相差巨大。更别提秦风的天赋完全可以将这雕塑增加的100点幸运值增幅到1000点。1000点永久幸运值，再加上之前秦风所拥有的幸运值，他所拥有的幸运值属性，整个神域世界应该没多少人比他高了。只不过想要获得这1000点幸运值加成，还需要献祭100W 金币和一件具备神性物质的特殊物品才行。100W 金币对于秦风来说不难，难的是具备神性物质的特殊物品。这类物品一般来说都价值不菲，且基本都被各大阵营势力所垄断，想获取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摇了摇头。随后只见其看向了剩下的2件装备和一本技能书。技能书秦风用不了，是魔法师才能学习的，直接可以无视。而黑暗亡灵法杖和黑暗亡灵长袍这2件装备对秦风来说都是可以穿戴的装备。看都没看装备属性，秦风便直接将2件装备穿戴上了。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暗黑免疫 buff， 效果：黑暗系魔法伤害负 100%。 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108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22260点。提示：您的护甲值提升至460点。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380点。提示：
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745点。两件装备不仅给秦风贡献了一个特殊 buff， 还增加了不少基础属性值。当然，秦风最在意的并非加成的属性，而是新获得的 buff。此时，秦风直接看向了 buff 的增益效果：暗黑免疫 buff， 黑暗系魔法伤害负 100%。秦风看到这个 buff， 只觉得有些意外，这 buff 竟然能免伤 buff， 而且是百分比魔法免伤。有了这个 buff， 秦风面对黑暗系魔物基本来说已经是天克了。想明白这些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随后看向了不远处缓缓走近的一行人。根据秦风的记忆，在初始区域汇入神域主区域后，神域主区域一般都会有各大阵营势力的负责人降临前来招揽成员。当然，每个阵营势力都有属于自身的等阶划分，最强大的自然是被称之为 S 级的阵营势力。而 S 级阵营势力的序列之中存在着3个特殊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隶属于华夏阵营的镇魔司、米国阵营的光明教廷，以及一个的特殊的中立组织战争圣殿。3大 S 级阵营势力底蕴深厚，强者无数，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并且还拥有各职业进阶所需的完整进阶技能和知识，以及一些隐藏的传承序列。可以说，这3大阵营势力几乎是碾压其他实力阵营的存在，单拎出来一个都可以镇压其他所有阵营势力。而秦风自然是有资格加入这3大 S 级别阵营势力之中的，毕竟他可是单人击杀了初始区域的镇守封印 BOSS， 碾压同界的所有职业者的存在。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几道身影缓缓靠近秦风，其中一位身穿着金色战甲，面容不停扭曲，装备隐藏面容状态的长发女子走到秦风面前，率先开口对着秦风说道：暗影君主阁下，我代表战争圣殿向您发出邀请，若是阁下同意加入我们，战争圣殿愿意为阁下提供一份 S 级隐藏职业进阶序列，其他待遇暂定为 S 级合约级别。安夏女神，是安夏女神！天哪，这也太绝了！这身高应该有快2米了吧？还有她的身材也太好了吧！这个大长腿，爱了爱了 ！S 级隐藏职业进阶序列，还附带 S 级合约的待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S 级合约应该是最低每年1000万金币，并且随着职业者等级逐级提升。这就是顶尖阵营势力的手笔吗？一出手就是王炸呀！太羡慕了！安夏女神亲自招揽，我想没有一个男人会拒绝吧。隐藏职业序列应该是目前暗影君主最缺的，毕竟除非亲自前往神明试炼之地，否则根本没办法获得 A 级以上的职业序列。而神明试炼之地难度极高，哪怕暗影君主都不一定能通关。第17章，镇魔司 S 级隐藏职业序列的稀有程度，无异于将暗影君主送上了顶尖强者的预备役队伍。从战争圣殿的这份邀请礼物的分量来看，暗影君主的潜力评级应该是极高的。如果他加入战争圣殿的话，不久的将来，或许战争圣殿能新增一位镇国级别的强者。镇国级别，想太多了吧？我感觉暗影君主差得远。想要成为镇国级强者，首先是要能活下去。别忘记了，之前可是有不少被魔物灭杀的天才，他们的潜力可一点都不低。可最后呢，还不是死了？唉，希望暗影君主能熬过魔物和邪神一族的针对围剿吧。那群家伙可不好对付。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站在安夏身旁的一名男性圣职者走了出来，对着秦风微微躬身，笑着说道：暗影君主阁下，我是来自光明教廷的罗德，我想应该没有其他阵营势力比我们更契合阁下。阁下的职业为牧师，而光明教廷之中存在的 S 级牧师进阶序列，我可以给予阁下随意挑选的权利，并且我们将会给予阁下 S 加合约的待遇，并且额外附赠一把成长型神话武器为礼物。听到罗德的话，在场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不得不说，光明教廷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秦风是最契合的，毕竟秦风的牧师职业所需的东西在教廷里面都有，包括高阶技能、传承知识、职业进阶序列、职业神器等等等等。光明教廷的待遇是真的不错，这待遇 S 加再加上一把神话级成长型武器，直接把战争圣殿按在地上锤啊！没办法，谁叫光明教廷土豪呢？不过光明教廷的确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是暗影君主，我会选光明教廷，只要加入光明教廷，一路躺就完事了。反正牧师职业需要的东西，教廷里面都有。不一定，看看吧，镇魔司还没出手呢，急什么？这可是隶属于我大华夏的顶尖阵营势力，拿出的奖励应该不会比光明教廷少，就看暗影君主大佬怎么抉择了。秦风看到两人说完之后，没有回答，只是安静地看向了两人身后的一名老者。老者身穿着一袭古朴的墨黑色战甲，看上去倒是透露出几分沧桑之色。而秦风只是扫了对方一眼，老者的属性便浮现在了秦风面前。等级、生命值、攻击力、护甲值、魔抗值、技能，眼前这老者不简单。而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老者缓缓走上前，
笑容满面地盯着秦风说道：“我在想，你的心里或许早已有了选择，对吗？”小伙子，秦风微微一愣。这老者看到秦风的表情后，笑了笑，接着说道：“他们出的条件我都能给你，只要你加入镇魔司。真不愧是镇魔司，华夏镇魔司无敌！”哈哈哈哈！我就说，黄老都出马了，这还不稳稳拿下？暗影君主这波应该要加入镇魔司了。镇魔司才是我华夏职业者的归宿，什么战争圣殿、光明教廷都往一边靠着。哈哈哈！稳呀稳啊！有一说一，镇魔司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后，实力的确大不如前了。要不然的话，我感觉战争圣殿和光明教廷加一起也不够他打的。这一波，我将扶起镇魔司之大旗，扬我华夏之威。醒醒，不是你被招揽好吗？都让开，我尿多，让我滋醒他。此时，在听到黄老的话后，秦风笑了笑说道：“我愿意加入镇魔司，镇魔司欢迎你。”黄老直接对着秦风发了一道阵营加入邀约，还有一份 S 加的待遇契约。下一刻，秦风眼前顿时弹出一道系统提示：提示职业者黄玉泉邀请您加入 S 级阵营势力镇魔司。加入拒绝。提示您获得了 S 加待遇契约，加入镇魔司后将自动签署当前契约。契约内容一：给予职业者隐藏 S 级别进阶序列乘1。契约内容二：给予职业者专属成长型神话武器乘1。契约内容三：每年给予职业者最低2000W 金币，若级别提升，则每提升1级额外给予100W 金币。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加入。而在秦风选择加入的瞬间，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笼罩在了秦风的身上。提示：您成功加入了 S 级阵营势力镇魔司。提示：您成功签署了 S 加待遇契约。提示：您获得了牧师职业进阶序列自选卷轴 S 乘1。提示：您获得了金币乘2000W。提示：您获得了光之权杖神话级乘1。提示：您获得了镇魔司 S 级阵营势力阵营 buff 加成，阵营增益 buff 3，攻速正 10%， 阵营增益 buff 4，移速正 10%， 阵营增益 buff 5，幸运值加10，阵营增益 buff 2，暴击率正 10%， 阵营增益 buff 3，技能冷却负 5%， 阵营增益 buff 3，施法速度正 10%， 阵营增益 buff 1，四维属性加1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效果，成功获得了攻速 buff 效果，攻击速度正 1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效果，成功获得了移速 buff 效果，移动速度正 1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效果，成功获得了四维属性 buff 效果，四维属性加10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效果，成功获得了技能冷却 buff 效果，技能冷却时间负 50%。提示：由于您获得了同类 buff， 您的 buff 产生融合，您获得新的 buff 技能冷却 buff 效果，减少技能 80% 的冷却时间。第18章光之权杖神话级。提示：您融合 buff 后获得了移速 buff 效果，移动速度正 130%。提示：您融合 buff 后获得了幸运 buff 效果，幸运值加200。提示：您融合 buff 后获得了施法速度 buff 效果，施法速度正 110%。提示：您融合 buff 后获得了暴击率 buff 效果，暴击率正 300%。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208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42260点。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138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4745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1007点。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1006点。只是一个工会的加成 buff， 直接让秦风的各项属性全面得到了提升。不仅如此，他原本获取到的大部分 buff 在融合后也获得的相对应的增益。这一波，哪怕扣除掉其他获得的奖励，单单把这些获取的 buff 拎出来，秦风的收益也是相当的炸裂。技能冷却减少 80%， 秦风现在完全可以无限释放圣光术和群体惩戒术了。再加上高额的四维属性增益，秦风虽然等级不高，但是在实力强度上已经远远碾压了其他同级别的玩家。而在秦风查看着自己获得的奖励之时，一旁的黄老则笑着对秦风说道：“好了，既然你已经加入镇魔司，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路要你自己走了。”多谢。秦风只是轻声回了一句。黄老点了点头，随后便径直走向了人群之中，开始下一轮招募。招募秦风是首要任务，而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作为 S 级阵营势力的镇魔司也是要吸收新鲜血液的。于是乎，只见黄老对着众人喊道：“A 级天赋以上者，可来我这申请加入镇魔司；合格通过者，
将会根据天赋强弱潜力发放合约。听到镇摩斯的招募标准后，大多数玩家都摇了摇头。A 级天赋可不是什么大白菜，在场也没有多少人满足资格。而此时，战争圣殿的安夏女神瞥了秦风一眼，随后便缓缓开口，对着秦风说道：“暗影君主，战争圣殿随时欢迎阁下。1年后，若是想换个阵营势力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秦风点了点头，也没有拒绝。一般来说，像是这种 S 级阵营势力招揽天才职业者，在合约期内一般不会脱离原有的阵营势力，而在合约期过了之后，就可以自由选择了。不过，秦风显然没有选择战争圣殿的想法。1年后，说不定秦风会自己创建属于自己的阵营势力。毕竟他的实力成长速度可比其他人要快太多了。在安夏说完那句话后，一旁的罗德也走过前来，对着秦风重复了一遍同样的话，欢迎秦风在合约期过后选择他们。而在此之后，其他阵营势力的代表也开始在人群中开启招募。B 级阵营势力招募成员，满足条件的可以直接领取到10金币的奖励。星空之狼招募成员了，快来啊！只要是人就可以加入。你特娘的这个星空之狼不是 F 级工会吗？快靠边站，挡住我加入其他工会了。F 级工会怎么了？我们工会妹子多。什么？妹子？我直接冲！妹子？嗨，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我会因为妹子多就加入一个 F 级工会吗？当然不会，我主要想陪着 F 级工会一路成长，主打的就是一个左拥，不对，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秦风扫了一眼四周的人，摇了摇头。目前来说，秦风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前往神域主区域，开启隐藏职业进阶序列，突破等级限制，获得职业技能传承。而此时，秦风直接看向了刚刚获得的牧师职业进阶序列自选卷轴。牧师职业进阶序列自选卷轴 S 级，等级 S， 效果使用后将开启职业进阶序列自选面板，玩家可从中选定一位牧师的隐藏职业进阶序列进行职业转职，并获取职业传承技能。限制牧师职业专属。看到眼前的职业进阶序列自选卷轴，秦风陷入了沉思之中。按照神域之中的设定，除了基础职业进阶是固定的，其他隐藏职业都有各自的分级，而且每一个隐藏职业的进阶路径都不一样。一旦选定了隐藏职业序列，基本那个职业就固定了，很难再去更改。可以说，职业和天赋是同等重要的。一旦转至一个高级别序列的隐藏职业，那基本都能碾压其他同等级职业。不过 S 级并不是所有隐藏职业序列中阶位最高的，想要获取隐藏职业进阶序列，一般都有几种途径。第一是奇遇，例如宝箱开出来、抽奖抽出来，或者是系统奖励、某个高阶位任务的奖励等等。而第二就是神明试炼。神明试炼和副本秘境有些类似，每开启一次，所有未转职者都可以进入其中试炼，从而获取到不同阶位序列的职业转职卷轴。当然，神明试炼之所以叫神明试炼，是因为这个试炼的难度极高，普通玩家进入后能存活个1分钟都算不错的了。不过，神明试炼若是表现得好的话，是有机会获得高于 S 级的隐藏职业进阶序列的。意识到这一点，秦风觉得可以先试试神明试炼。若是神明试炼之中获得了高于 S 级的隐藏进阶职业序列卷轴，那自然是最好的。若是获取不到更高序列的隐藏职业卷轴，也有一份保底。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收起卷轴，随后看向了背包里的成长型神话装备光之权杖。光之权杖神话级，等级1，等阶神话，装备基础攻击力1000-1100，装备额外附加效果：1. 智力加150， 2. 光系技能冷却负 30%， 3. 光系魔法伤害值治疗量额外提升 30%， 4. 永不磨损，效果装备耐久度无限，无法被任何手段破碎。 6. 成长型特性，效果当前装备可消耗特定物品进行进阶，装备耐久度，装备进阶所需获取光元素结晶神话乘101。第19章魔窟。看到眼前的装备，秦风只觉得有些震惊。这装备的加成效果真的不愧是神话级别的武器，单单是1级的基础攻击力加成就有1000点了，再加上智力加成，就是足足有1500加的基础攻击力加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光系魔法的增益多少有些离谱了。30%的光系技能冷却减免，再加上30%的光系魔法伤害治疗量加成，可以说简直是牧师职业的顶尖神器。牧师职业的技能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光系技能，而30%的光系技能冷却减免，再配合上秦风刚刚叠到80%的冷却减免，直接能零 CD 释放光系技能，再加上30%的光系技能加成，秦风的伤害可以说瞬间暴涨了数倍。要知道，
秦风可是能100%暴击的，再加上双重施法，他现在的输出伤害完全是其他同级别玩家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更别提这2个加成还能触发天赋增幅效果了。当然，除了这些加成之外，这件装备的2个特殊效果都是极为稀有的。永不磨损就不用说了，装备使用是会掉落耐久值的，而想要补充耐久值，只能氪金购买修复石，或者找一些副职业铁匠级别高的玩家进行维修。当然，除非使用最高级别的修复石和顶级的铁匠维修，不然每次修复都会掉落一定的耐久值上限，到最后会导致装备报废。而有了永不磨损这个装备附加特效，就可以不用管装备的磨损，一直用到死。对于成长型的武器来说，这个特殊效果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个装备附加特效之外，成长型特性也是极强的装备附加效果。有了这个装备特效，这件神话级别的装备秦风就可以一直用了，不用到了一定级别还需要更换装备。不过，想要让装备跟上秦风的等级，还是需要收集神话级别的光元素结晶才行。神话级别的光之结晶，只有一些特定的秘境副本才有产出，或者以后想办法接取一些以光之结晶为报酬的任务，也能获取到这类材料。意识到这些后，秦风回过神来，随后将装备直接替换下了黑暗亡灵法杖。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148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6295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光系技能冷却减免 buff 效果，光系技能冷却负 2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成功获得了光系魔法伤害值治疗量增幅 buff 效果，光系魔法伤害值治疗量额外提升 300%。在触发了天赋增益效果后，秦风这波装备加成 buff 直接增强了10倍，技能冷却直接负 200%， 伤害增幅 300%。这加成有点太变态了。2895点基础攻击力，在 300% 的增幅下，直接能打出18885的恐怖伤害。当然，暴击伤害的算法是叠加算法，也就是 200% 的双倍伤害正 300% 的增幅伤害，基本上秦风的单体伤害能造成 500% 的百分比增幅伤害上限，也就是能打出31475的基础输出伤害，配合上双重施法，只能说现在秦风的伤害太超标了，根本不是他这个级别的玩家能打出来的。而在消化完这一波加入镇魔斯的奖励之后，秦风直接关闭了装备面板，随后只见其无视四周众人，快速朝着野外深处走去。在神域主区域和初始区域融合之后，玩家就可以穿过封印的虚无之地前往主区域了。而现在秦风要做的就是穿过虚无之地进入主区域，从而前往神域试炼之地，开启神明试炼，获取更高阶位序列的隐藏职业转职卷轴。明确目标后，秦风很快踏入了迷雾之中，快速朝着野外深处奔去。此时，不少关注秦风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快看，暗影君主大佬前往虚无之地了，我们也跟上吧。反正现在也加入了阵营势力了，基本保底奖励都拿到手了。走吧走吧，都跟上，追随大佬的步伐，冲啊！哈哈哈，以前穿越虚无之地还很有难度，但是现在我们好像跟在暗影君主大佬后面就行了，躺就完事了。躺得了一时，躺得了一世吗？你这种想法要不得。我劝你现在就走另外一条路，就让我来跟着暗影君主大佬好了。你有病吧？笑死了，别骚了，快跟上暗影君主大佬吧。大量的玩家再一次跟上了秦风的步伐，踏入了虚无之地中。而在这群玩家快速朝着虚无之地奔去时，黄老、安夏以及罗德三人聚在一起，看向了秦风离开的方向。此时，安夏瞥了一旁的黄老一眼，说道：“黄老，7号魔窟如何了？还稳固吗？”黄老笑眯眯地说道：“放心，我这次派遣了3道分身前往镇压，很快就能平定7号魔窟的动乱。只不过，最让我担心的还是那些侵入现实的高阶魔物。不要太担心，我们已经派遣光明教廷的圣骑士军团和大祭司前往排查了，应该在不久后就能彻底清除所有入侵的魔物。”一旁的罗德笑着回应道。黄老盯着他平静地说道：“这次入侵的魔物可不简单，3尊半神级别的魔物领主陨落，1位高阶异神亲自出手，小心点，他们的目的不简单，很有可能是针对我人族的天才职业者，做好一切防范措施吧。”罗德点了点头，没有反驳黄老。一旁的安夏迟疑了片刻，随后才开口说道：“黄老，我想进入4号魔窟寻找进阶的机会，能否请您为我护道？”黄老盯着安夏，有些意外地说道：“我记得不久前你才刚进阶，又要破境界了。”有些机缘。安夏平静地开口道：“若是黄老愿意，我愿意给予相对应的报酬。”第20章异化魔虫白银级，1颗神力碎片。黄老直接报价。听到黄老的话，安夏也不讨价还价，直接开口答应道：“可以，那就有劳黄老了。”
在两人谈妥合作之后，一旁的罗德眼中闪过一丝阴翳。只不过，黄老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般，飞快看向了罗德。罗德面色瞬间恢复如常，面容平静地看向黄老问道：“怎么了，黄老？”“没事，只是隐约感觉到有一股黑暗的气息浮现。”黄老挠了挠头，笑着说道：“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吧。好了，这边的好苗子我也招得差不多了，下一个初始区域应该快要融合了，我先走一步了。”说完，只见黄老化作一道白光，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而安夏看到这一幕，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而是继续扫视眼前的众多职业者，试图寻找合适招揽的职业者。罗德看了一眼安夏，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挥手化作一道金色光芒离开了此地。另一头，秦风在进入虚无之地后，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了出来。提示：您进入了虚无之地。提示：当前区域为特殊区域，怪物级别为10到20级，请玩家小心。提示：穿越虚无之地，可进入神域主区域。听到这3道系统提示，秦风抬起头看向了远处。虚无之地中弥漫着大雾，而在雾霭之下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魔物。这些魔物呈现出不规则的躯体，看上去更像是蠕动的幼虫。它们生长着巨大的口气，尖锐锋利的圆形锯齿密密麻麻遍布于口腔之中，看上去就不好招惹。而秦风在看到这些虫类魔物后，这些魔物的属性便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异化魔虫，白银级，等级10，等阶白银级，生命值5000，攻击力300-310，防御值100，技能高级吞噬嗜血本能极血高阶异化。异化魔虫的属性并不算强，对现阶段的秦风来说基本都是瞬秒的。而在看完异化魔虫的属性后，秦风直接朝着这群异化魔虫走去。当秦风踏入对方的攻击范围后，无数异化魔虫纷纷看向了秦风。他们在发现了秦风后，便发出一阵阵尖锐的叫声，快速朝着秦风蠕动而来。异化魔虫单一一头并不算什么，但是眼前密密麻麻一大群异化魔虫就多少有些恶心了。若是寻常玩家面对这等情况，也只能逃之夭夭。可秦风面对着袭来的大群异化魔虫，缓缓抬起手中的法杖，瞬间释放一道群体惩戒术。下一刻，-31875，-31565，-31455，一瞬间，密密麻麻的赤色伤害数字浮现，眼前的所有异化魔虫都被瞬间秒杀。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虫，白银级，成功获得了1000点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虫，白银级，成功获得了1000点经验值。提示：经验值已存储进入经验池之中，请尽快转职解锁等级上限。在提示音响起的瞬间，不少金色光团被爆了出来。秦风看到这一幕，直接走了过去，将掉落的物品全部捡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材料异化魔虫利齿，白银级，乘16。提示：您获得了材料异化魔虫心脏，白银级，乘23。提示：您获得了装备异化魔虫项坠，白银级。秒杀了一大群异化魔虫，也就获得了1件装备，其余物品基本上都是材料。当然，这些材料都是白银级的稀有特殊材料，等后续前往各大神域主城就可以出售换取金币了。而若是不想换取金币，也可以利用材料去打造属于自己的装备。不过前提是秦风得解锁铁匠这个副职业才行。将所有材料放进背包里，秦风直接拿出了刚获取的异化魔虫项坠。随后，秦风直接选择了佩戴项坠。下一刻，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150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6355点。提示：您的天赋融合，您获得了新的 buff 生命汲取 buff 效果，技能命中敌人时有 70% 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 70% 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还不错，吸血 buff 提升了 20% 的吸血量，触发几率也达到了 70%。配合上秦风现在的高额幸运值，基本上能达到 90% 的几率触发吸血效果。而技能吸血效果加数值回血 buff 加百分比回血 buff， 秦风现在的恢复能力多少有点恐怖。可以说，只要秒杀不了秦风，那对他而言就没有任何威胁。而在消化完这一波的收益后，秦风便继续朝着虚无之地深处走去。在秦风离开后不久，一群玩家也来到了此地，而他们在看到满地的异化魔虫尸体后，只觉得有些震惊。卧槽，这就是暗影君主大佬的实力吗？这也太顶了吧！这群异化魔虫基本都是15级的精锐白银怪，这都能刷得这么快，有点强的离谱啊！真的溜，暗影君主大佬在获得了一波镇魔司的合约奖励后，真的起飞了呀！羡慕啊！别说了，
我们快跟上，别掉队了。这些异化魔虫可是会不听凝聚的，要是跟不上大佬的步伐，我们可能就凉在这里了。说的也是，走吧，快跟上大佬的步伐！冲冲冲！大群的玩家快速朝着秦风追去，可秦风的移动速度显然不是这群玩家能比的。毕竟，在高额的移速加成之下，秦风跑图的速度简直快得离谱。更何况，现在秦风见到的怪物基本都是瞬秒，一路镇压，很快便将身后的玩家们甩远了。接下来，秦风一路刷着异化魔虫，一边拾取战利品，很快便获得了大量的异化魔虫材料和装备。第21章领主 BOSS 提示：您的天赋融合，您获得了新的 buff 生命汲取 buff 效果，技能命中敌人时有100%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100%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融合了不少装备后，秦风的汲取生命效果 buff 也顺利提升到了100%。当然，不过秦风感觉100%的生命夺取比例并不是最终的数值，这个比例还是可以通过获取其他同类 buff 堆上去的。若是能将这个比例提升到1000%，甚至2000%、3000%，那才是真的离谱。攻击打出高额的伤害，再附加10倍吸血，这才是无敌回血流。不过，就在秦风融合获得了新的 buff 之后，远处一头巨大的异化魔虫蠕动着身体，直接将身旁的一头异化魔虫咬住，瞬间将其当作口粮吞噬进入口气之中。墨绿色的鲜血散落一地，虫体的内脏器官顺着口气散落下来，随着这头巨型异化魔虫的咀嚼而耸动着，看上去画面极为诡异。而秦风在看到这头巨型异化魔虫后，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惊喜之色。如果秦风没猜错的话，这是一头领主级别的魔物 BOSS。就在此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瞬间印证了秦风的猜测。提示：异化魔虫领主出现在附近，请玩家注意。异化魔虫领主 BOSS 抬起头，一边咀嚼着同类的尸体，一边看向了秦风所在之地。当他察觉到秦风这位人族的气息时，顿时兴奋了起来。在虚无之地中，人族对于异化魔虫可是很好的食物，特别是像秦风一样的强者，身上涌动的能量波动，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好的食材。若是能吞噬秦风，异化魔虫领主感觉自己绝对能更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境界。人类，吃！几声诡异的音节响起，随后便飞快蠕动着巨大的身躯，朝着秦风猛然袭来。看到这一幕，秦风笑了笑，直接对着异化魔虫领主抬起法杖。下一刻，一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轰！-31575，-31356。神圣的金色光芒之下，群体惩戒术爆发出恐怖的伤害。只是一眨眼，异化魔虫领主 BOSS 的血量便直接见底清空。异化魔虫领主有些茫然地倒在大地之上，庞大的身躯瞬间溅起漫天的黑色尘埃。他到死也不明白，眼前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强。而在击杀了异化魔虫领主后，秦风耳边顿时弹出一道系统提示：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异化魔虫领主 BOSS 白银级 BOSS。由于玩家对 BOSS 输出伤害大于100%，判定为单人击杀 BOSS， 特别奖励玩家经验乘5万，潜能点乘1。这次单杀 BOSS 获得的奖励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之前秦风是获取的白银级宝箱和额外经验加成，而现在直接获得了一点潜能点。潜能点对于秦风来说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潜能点是可以用来提升技能等级，或者是学习职业专属知识的。神域之中，各个职业想要提升技能等级，要么不停利用技能击杀魔物提升熟练度，要么只能氪潜能点。潜能点在游戏初期算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的，毕竟前期的技能都不是什么强力技能，往往都不需要利用潜能点提升技能等级。可到了后期，技能强度提升，大多数掌握了高级职业知识的玩家都可以学习传说级别的技能，或者是史诗级别的技能。到了那个时候，潜能点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在获得了高阶技能后，完全可以氪一波潜能点，将技能等级提升到10级满级，直接节省了大量的练技能时间。而除开技能之外，学习职业知识也是需要用到潜能点的。神域之中，高阶技能都必须要掌握相对应的职业知识，例如魔法师就必须学习元素专精类的知识，比如火元素原理、冰元素构建等等知识，才能学习传说级以上的高阶魔法。而这些知识都是通过知识书籍来进行学习的，一般来说都需要玩家消耗不少时间来掌握这些知识。但有了潜能点后，就可以直接消耗潜能点学习，不需要耽误任何时间，可谓是极度省心。而现在秦风获得的潜能点，他自然是留着，等到后期再用。反正潜能点也不嫌多，留着就完事了。接下来，秦风直接走上前去，开始打扫战场。提示：您获得了材料异化魔虫利齿，白银级，乘116。提示：
您获得了材料异化魔虫心脏，白银级，乘323。提示：您获得了装备异化魔虫领主利刃，白银级。提示：您获得了装备异化魔虫领主护肩，白银级。提示：您获得了装备金币，乘251。再次获得了一大堆材料和不少装备。而此时，秦风直接将所有可以转化为永久 buff 的装备佩戴上。刹那间，提示：您的天赋融合，您获得了新的 buff 生命汲取 buff 效果，技能命中敌人时有100%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150%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提示：您的天赋融合，您获得了新的 buff 生命汲取 buff 效果，技能命中敌人时有100%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200%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生命汲取直接提升到了200%，这一波提升还是很香的。只不过秦风感觉也到上限了，因为异化魔虫他都刷了不少了，该获得的装备基本上都获得了。而按照同类 buff 无法触发第二次天赋增益效果来说，秦风想要继续叠加吸血 buff 的比例，就需要获取其他带有吸血 buff 的装备才行。第22章异化魔灵虫。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面板。随后，只见秦风看向了虚无之地深处，无数蠕动的异化魔虫此时正朝着秦风所在地涌来。四周的异化魔虫在失去了领主级魔物的震慑下，开始疯狂吞噬四周的异化魔虫。同类相识，场面让人极度恶心。不过，秦风只是深吸一口气，便径直朝着虚无之地深处走去。而一边走，秦风一边释放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随着神圣的金色光芒落下，无数的异化魔虫被瞬间击杀。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虫，白银级，成功获得了1000点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虫，白银级，成功获得了1000点经验值。提示：经验值已存储进入经验池之中，请尽快转至解锁等级上限。接下来，秦风一路屠杀异化魔虫，很快便穿越了异化魔虫的领地，来到了虚无之地的中心地带。而抵达中心区域后，异化魔虫的身影尽数消失。黑色的大地之上，一种异化的特殊怪物出现在了秦风面前。这些魔物有着僵硬的鳞甲，僵硬的虫类身躯之下，四对如同钢铁般的利刃钉刺在大地之上，划出一道道细密的裂纹。而在其遍布鳞甲的身躯之上，一双猩红的瞳孔扫视着四周，仿佛在寻找着猎物一般。秦风在看到这些异化虫类魔物后，一道熟悉面板便浮现在了他的面前。异化魔灵虫，黄金级，等级15，等阶黄金级，生命值7000，攻击力450-460，防御值300，技能高级吞噬嗜血本能，高级极血，高阶异化死亡之舞。异化魔灵虫算是异化魔虫的进阶版本魔物。异化魔灵虫若是顺利完成阶位升华，那就可以产生蜕变成为异化魔灵虫。而眼前的异化魔灵虫属性比异化魔虫增幅了不少，但是技能没有多少变化，也就多了一个死亡之物。秦风现在要做的自然是猎杀一波异化魔灵虫，获取一批带有极血 buff 的装备和物品。想都没想，秦风直接朝着这群异化魔灵虫奔去。1分钟后，秦风眼前的所有异化魔灵虫被屠杀殆尽，眼前只剩下几个悬浮在半空的金色光团，以及一地的异化魔灵虫尸体。秦风也不耽误时间，直接走上前去，将地上掉落的战利品全部捡了起来。提示：您成功获得了异化魔灵虫护甲，黄金级。提示：您成功获得了异化魔灵虫长刀，黄金级。提示：您成功获得了金币乘12。这一次的收获不少，足足有10件装备，其中虽然只有3件是牧师职业可穿戴的，但还是挺不错了。能吞噬一波，获取一下 buff 加成也是挺香的。不过，眼前的异化魔灵虫是15级的，掉落的物品基本上都是这个级别的，而秦风只有10级，暂时来说还是装备不上，得等到秦风成功转职隐藏职业，才可以突破等级上限，从而吞噬这些装备。对秦风来说，他目前的实力完全足够了，这些装备可以先留着，等后面突破等级上限后再来铭刻一波永久 buff 加成。所以接下来，秦风毫不犹豫，继续朝着远处前进，继续屠杀那些挡路的异化魔灵虫。就在秦风疯狂屠杀异化魔灵虫时，跟在秦风身后的玩家都有些懵逼，因为此时他们发现自己竟然追不上秦风。这代表什么？代表秦风哪怕一直刷怪，他的速度都远比这群玩家快得多。此时的玩家才意识到自己和真正大佬之间的差距。在人群之中，其实不乏有加入了 A 级阵营势力的强者，但是这些玩家在看到秦风这恐怖的刷怪手段之后，只觉得有些茫然。
他们想过秦风会很强，但是没想过竟然这么强。要知道，他们可是一直不停赶路，眼前的野怪基本都被秦风清空了，并且在途中，他们还看到了一头 BOSS 级别的魔物尸体。按照他们推测，秦风击杀怪物应该都是瞬秒。不仅如此，秦风的移速绝对比他们快很多，这样才能在击杀怪物后，还能从容地捡完所有战利品，并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这暗影君主也太离谱了吧！这刷怪速度有点太快了，真大佬无疑了，哈哈哈！我们还要快点赶路才行。要是有新魔物刷新，就 GG 了。这些魔物的强度，只要拦路一下，感觉都能跟丢大佬。快走吧，躺就完事了。离开了虚无之地，就可以进行职业转职了。此时，韩巧儿也跟随着队伍朝着秦风追去。而听着四周众人的议论，韩巧儿扫了一眼周围遍地的魔物尸体，他隐隐约约有种预感，秦风将会达到他此生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只不过，在生出这种心思后，他又陷入了担忧之中。要知道，魔物的背后是来自于黑暗虚空亘古之地的邪恶异神，这些异神在很多年前便开启了对人族天才职业者的围猎。在漫长的时光之中，有数不清的天才强者还未成长起来，便陨落于邪恶异神的猎杀之下。所以，大多数天才强者，大多数都会选择韬光隐晦，默默苟发育。像是秦风这般进入初始区域便大放异彩的职业者，基本上都会面临邪恶异神的针对，排除高阶魔物强者进入现世进行猎杀。韩巧看向远处，只能在心中为秦风祈祷，希望秦风能够异神的围猎之下存活，并且成长起来。至于他，自然是想办法变强。毕竟在神域世界之中，只有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基础。意识到这一点后，韩巧继续跟上大部队，朝着远处飞速奔去。而在另一头，秦风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异空间维度之中。异空间维度是独立于神域世界之外的特殊区域。第23章异神围猎。在这里，存在着无数个独立的位面，这些位面之中曾经存在着不少璀璨的文明，只不过这些文明都被邪恶异神所摧毁，彻底成为了一片死亡寂静之地。而此时，在这片广袤的空间之中，一道道虚无中的庞大身影浮现。这些扭曲的不可名状的异神在出现后，其中一位异神缓缓开口道：此次的人族职业者之中，可是出现了一位极为了不得的人。知道，就是那位暗影君主，他的确是这么多年来最优秀的职业者，只不过目前我们还未掌控他的具体信息。他已经加入了镇魔司，并且还获得了 S 家的合约，所以此人必须要谨慎对待。我可不希望又有一位人族神明。无妨，我们已经派遣伪装者前往探寻此人的信息，不久后估计就能获取到他的身份信息。一旦获取，就可以开启围猎计划。希望如此，我会派遣暗影邪灵前往协助。另外，我希望能携带邪神之眼降临现实，同时搜寻此人的信息。准许。既然如此，那就以伪装者、暗影邪灵，并且额外派遣虚灵族强者携带邪神之眼进入现实，寻找暗影君主的信息。一旦确认此人身份位置，立刻开启围猎计划。在决定下达后，所有异神都默许了这个安排。接下来，一条条信息以未知的渠道快速传出异空间维度，而那些邪神所掌控的黑暗力量也在此时快速行动了起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出秦风的真实身份，在他还未成长起来之前，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存在于此的异神在决定好应对秦风的计划后，便开始决定其他人族职业者天才的应对计划。异神和神域强者之间的博弈是以100年为跨度的计划，而异神需要做的就是一点点蚕食人族强者的生命力。当然，异神对人族的渗透显然已经超出了人族强者的预想。毕竟秦风才刚刚崭露头角，这些异神便能掌握秦风的信息，足以看到人族之中存在着不少这些异神的爪牙。而这也不难解释，每一届都有天才职业者莫名陨落。在异神开始围猎计划时，整个人族高层也开始了应对计划，所有天才职业者都将会派遣护道者暗中保护。只不过人族需要面对的事情极多，强者分身乏术，基本很难顾全所有人，所以注定有不少天才将会在这场博弈之中陨落，成为浩瀚时光长河中的一粒尘埃。另一头，虚无之地中，神圣之光瞬间落下，一道道金色光明的照耀之下，无数的异化魔灵虫被瞬间击杀。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灵虫，黄金级，成功获得了2000点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灵虫，黄金级，成功获得了2000点经验值。提示：经验值已存储进入经验池之中，请尽快转职解锁等级上限。这一波再次击杀了一大堆的异化魔灵虫。秦风在解决掉这群异化魔灵虫后，远处的迷雾之中顿时涌出几头有着巨大血色翅膀的虫类生物。
这些带着血色翅膀的虫类生物和异化魔灵虫有些类似，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更像是带着血色翅膀的异化魔灵虫。在这些异化魔灵虫身上缭绕着黑色的死亡之气，看上去就有些不一般。而这些生物在出现后，便第一时间朝着秦风飞来。秦风只是观察了一番这些生物后，便确认了它们是虚无之地中最高级别的魔物——高阶异化魔灵虫。这类生物是异化魔虫进阶的最终生物，也是由异化魔灵虫蜕变后产生的高级魔物。当然，这类魔物对秦风的威胁不大，毕竟秦风现在的实力可是极度超标的。在秦风观察完眼前的高阶异化魔灵虫后，便直接抬起手中的光之权杖。接下来，群体惩戒术瞬间爆发，顷刻间，神圣的光芒再次落下，降临在每一头高阶异化魔灵虫身上。-30675，-30336，--30784。高阶异化魔灵虫瞬间被全数秒杀，而秦风也在此时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接下来，秦风直接走上前去，将战利品全部捡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高阶异化魔灵甲，黄金级，乘2。提示：您获得了高阶经验加成药剂，乘1。提示：您获得了高阶异化魔灵法杖，乘1。提示：您获得了金币，乘63。在拾取完战利品后，秦风便快速朝着虚无之地边缘奔去。秦风在遇到高阶异化魔灵虫后，他便知道此时距离进入神域主区域已经不远了。接下来，秦风一路屠杀高阶异化魔灵虫，很快便来到了虚无之地和神域主区域接壤的特殊地带。在这里聚集着大量的高阶异化魔灵虫，除此之外，还有几头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正徘徊于此地，试图猎杀任何敢于穿越此地的生灵。而抵达此地后，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虫群之中的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下一刻，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黄金级 BOSS， 等级20，等阶黄金级，生命值80000，80000，攻击力2000-2100，防御力1000，技能嗜血之舞，死亡之吻，精神震慑，异化之力，极速之刃，破甲攻击。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对于其他玩家来说显然是极难攻略的，毕竟高达8万点的生命值，再加上1000点的防御力，直接让这个 BOSS 成为前期新手玩家的噩梦。而秦风在看完这头 BOSS 的属性后，便提起光之权杖，飞快朝着虫群奔去。当他靠近虫群后，一头头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察觉到了秦风的存在。吼！第24章神域主区域，黎明帝国。一道道怒吼声此起彼伏响起，四周的虫群在这一刻仿佛注入了生命一般，飞快拍打着翅膀，朝着秦风飞快扑来。而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也跟随在虫群之中，朝着秦风飞速袭来。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抬起手中的光之权杖，神圣的力量再次爆发，一道道金色光明从天而降。群体惩戒术在释放后，只是刹那间，一大片的高阶异化魔灵虫被击杀，而被群体惩戒术命中的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则只剩下不到2W的血量。吼！一道道怒吼声响起，无数的虫族魔物飞快涌上，弥补了死亡魔物的空隙。而秦风还没释放第二道技能，无数的魔物便将其包围了。这一刻，密密麻麻的攻击直接落在了秦风的身上。-212，加212，-251，加251，-266，加266，密密麻麻的伤害落在秦风身上。而高额的回血 buff 直接让秦风每一秒都恢复大量的生命值，所以这些高阶异化魔灵虫的攻击基本对秦风造不成半点伤害。此时，秦风硬扛着这些虫族魔物的攻击，抬起手中法杖，继续释放群体惩戒术技能。在技能释放的瞬间，神圣的光芒在秦风身体四周瞬间绽放。-30634， -30936， -30844，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再度浮现，直接将秦风四周的所有魔物全数秒杀。而在这时，两头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也被瞬间击杀。提示：您成功击杀了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黄金级 BOSS。由于玩家对 BOSS 输出伤害大于 100%， 判定为单人击杀 BOSS， 特别奖励玩家经验乘10万，潜能点乘1。提示：您成功击杀了高阶异化魔灵虫领主 BOSS 黄金级 BOSS。由于玩家对 BOSS 输出伤害大于 100%， 判定为单人击杀 BOSS， 特别奖励玩家经验乘10万，潜能点乘1。击杀了两头黄金级 BOSS， 直接多了2点潜能点。潜能点的奖励秦风还是很满意的，毕竟
潜能点可是可以提升技能等级和学习职业高级知识的。在前期虽然没什么用，但是到了后期，潜能点的作用就很大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抬起手中的光之权杖，对着眼前的虫群继续释放群体惩戒术。金色的神圣光芒再度淹没了眼前所有的魔物。几分钟后，秦风眼前的所有魔物都被清除殆尽，而这一波的确浪费了秦风不少功夫。不过，这一次猎杀的魔物也是数量惊人，其中 BOSS 级别的魔物就有足足10头之多。按照正常的路径来说，想要穿过虚无之地，单靠玩家的个人力量是很难的。想通过虫群驻守的边缘地带，必须要一步步慢慢清理四周的高阶异化魔灵虫，随后再慢慢攻略 BOSS。但是对秦风来说，基本上只需要无脑丢技能，后续的虫群魔物就会自动送上门来，化作秦风的经验值。而此时，秦风看着悬浮在魔物尸体上空的战利品，刚准备开始打扫战场，身后便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秦风皱起眉头，侧过头，只见乌泱泱一大群玩家出现在了秦风的视野之中。秦风在看到这些玩家后，摇了摇头，快速转身开始打扫战场。而不远处的玩家在看到秦风之后，纷纷都愣在了原地。此时，引入众人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魔物尸体，这些尸体堆积成片，如同血腥的修罗场一般。在这些魔物尸骸堆砌的大地之上，秦风那略显单薄的身影行走于其中，多少有点诡异。当他们看到那人是秦风之后，众人纷纷惊呼了起来。那人是暗影君主大佬！我靠，我还以为跟不上大佬的步伐了，没想到竟然能追上大佬！哈哈哈，真不错啊，真不错！那特么大佬是真的牛逼啊！这么多魔物，这是杀了多少啊？好家伙，里面好像有不少 BOSS 的尸体，这就是大佬的实力吗？可嗨嗨，大佬的实力毋庸置疑，兄弟们，我们也别愣着了，有尸体提取天赋技能的可以冲一波了，反正大佬也不要这些怪物尸体，赶快提取一波材料。哈哈哈哈，还得是你啊！薅大佬羊毛第一人，真有你的哦！人群之中，韩巧儿看着不远处的秦风，心情有些激动。能看到秦风以一人之力猎杀如此多的魔物，他只为秦风感到高兴。当然，他没有选择前去打扰秦风，只是安静地站在远处看着。秦风此时则不停拾取着掉落的装备和物品。提示：您获得了高阶异化魔灵长靴，黄金级，乘2。提示：您获得了高阶经验加成药剂，乘1。提示：您获得了高阶异化魔灵匕首，乘1。提示：您获得了金币，乘263。在将所有物品全部捡起来后，秦风再次获得了不少装备和高阶经验加成药剂。装备和药剂都是20级才能使用的，所以秦风目前暂时只能将这些东西留着。在打扫完战场后，秦风扫了一眼身后的玩家们，随后便快速朝着神域主区域走去。神域主区域和虚无之地有着极为明显的分界，黑色的虚无之地和被绿色覆盖的大地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模样。而此时，秦风直接越过虚无之地，瞬间踏上了神域主区域之中。提示：您成功进入了神域主区域，您解开了界域封锁，当前区域可进行职业转职，职业等级上限已解锁，请玩家注意。提示：您进入了新的地图黎明平原。提示：当前区域隶属于帝国阵营势力黎明帝国。看到眼前弹出的3道系统提示，秦风顿时陷入了思索。黎明帝国，这是一个 A 级顶尖阵营之一，也算是实力底蕴极其强大的组织。当然，跟镇魔司这种 S 级别阵营对比，黎明帝国就只是个弟弟而已。第25章魔窟诞生。根据秦风所知的信息，黎明帝国占据了7座主城，麾下不仅有大量的玩家，还统治着大量的神域世界土著。当然，这些土著也被职业者们亲切地称呼为 NPC。 神域世界之中的土著一点也不简单，他们的实力有强有弱，强者登顶成神，弱者只能沦为平民。当然，职业者们在刚进入神域主世界后，都会在土著 NPC 手中接取雇佣任务，从而获取经验值、装备、道具等，提升自身实力。而强大的玩家也是可以发布雇佣任务的，只是对比玩家来说，土著 NPC 的任务显然更有性价比，当然土豪玩家除外。而秦风在进入了神域主区域后，身后密密麻麻一大群玩家也快速进入了神域主区域。在踏上了这片大地后，这些玩家的等级上限都成功解锁了，不少玩家身上涌现一道道金色光芒，瞬间完成了职业转职。除开秦风之外，还有不少拥有强力天赋的玩家，刷经验的速度都不慢。在秦风提升到10级后不久，这些玩家也纷纷抵达了10级的门槛。离开了初始区域后，等级上限被解开，这些玩家自然使用了转职卷轴，直接进行了职业转职，所以才有了眼前这一幕。终于转职了，
冲啊，兄弟们！新世界在等着我们！哈哈哈，跟着暗影君主就是爽，直接躺过虚无之地啊！美滋滋美滋滋，这一波直接领先其他初始区域的玩家，真的顶！还要没转职的，尽快去转职了，别耽误时间。等20级还会有一次全民试炼秘境开启，要是晚升级就有点赶不上了。组队，有组队的吗？刚通过 B 级阵营势力考核，求几个同样是 B 级阵营势力的强者一起刷级，求一个奶妈，奶量在600加以上的来。不少玩家此刻都开始组队刷级了。在进入神域主区域后，这些初始玩家面临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尽快提升自己的等级实力，以此来应对不久之后将会开启的副本秘境。这个副本秘境是由3大 S 级阵营势力联合举办的，而目标自然是筛选出顶尖的玩家。在这次的秘境副本之中，会根据副本排名发放特殊奖励。当然，这次的秘境副本试炼之中，若是展现出超凡的实力，哪怕天赋阶位不高，也有机会加入3大 S 级阵营势力之中。不过这些都与秦风无关。秦风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开启神明试炼，获取高于 S 级的隐藏职业进阶序列。在想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看了一眼地图后，便朝着距离此地最近的主城奔去。看到秦风离开，四周的玩家没有选择继续追上去，而是四散开来，朝着野外飞奔而去。沙沙沙，风吹过柔软的草地之上，发出一阵细微的声响。而秦风的身影穿过迷雾，很快便遭遇到了一队正在围剿魔物的玩家。坦克顶上，小心这头魔化犀牛的冲撞技能，利用霸体格挡可以免疫掉他的伤害。后排小心输出，别把仇恨拉脱了。放心，前排的坦克沉稳地举起巨盾，瞬间往魔化犀牛头上一敲，砰！一声巨响，直接让魔化犀牛进入了眩晕状态之中。而在其身后的数位职业者便开始疯狂输出。秦风看到这一幕，并没有出手抢夺这个魔物，而是径直这些玩家围剿魔物的区域，快速消失在了不远处。这些玩家看到秦风离开，纷纷松了一口气。原本他们还担心秦风是来找事的，没想到秦风竟然只是路过。不过其中一位女玩家有些试探性的开口问道：我怎么感觉刚才那个职业者有些眼熟？眼熟吗？我也有点眼熟的感觉，总觉得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卧槽，我想起来了，他是暗影君主，就是本届第一的天才职业者。听说他已经加入镇魔司了。镇魔司？这要牛逼，怪不得也不抢怪，应该是看不上。快上职业者联盟论坛，暗影君主加入镇魔司的视频都传开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暗影君主的实力真的很离谱。你看看他进入虚无之地的视频，特么的刷怪刷到其他人追都追不上，是吗？那我去看看。另一头，秦风很快便遭遇了一堆魔化犀牛。魔化犀牛是25级的魔物，面对这种魔物，秦风看都没看，直接抬起法杖丢了一道群体惩戒术，神圣光芒落下，瞬间将魔化犀牛全数秒杀。可就在秦风击杀了一群魔化犀牛，正打算继续赶路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在其耳边弹出。提示：当前区域发生未知异变，特殊空间裂缝诞生，请玩家们尽快远离此地。提示：您受到了未知力量影响，生命值每秒负1000点。提示：您触发 S 级特殊任务镇压魔窟。提示：玩家可前往坐标512611区域，协助镇守使镇压空间裂缝。在秦风听到耳边的提示后，只觉得有些意外。神域世界之中存在着无数链接异时空次元的通道，而这些通道在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关闭状态，可一旦有外力影响，这些通道便会形成一个个特殊的空间裂缝。诞生的空间裂缝之中，将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恐怖的黑暗魔族生物。这些魔族生物具备高级智慧，并且实力极为恐怖，所以一旦魔窟诞生，都会有强者前往镇压。除此之外，四周的所有职业者若无要事，都会前往驰援。此时秦风沉思了片刻，没有选择立刻驰援诞生的魔窟裂缝。魔窟裂缝诞生后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镇压的，秦风感觉他先完成神明试炼，后续再来完成一波镇压魔窟的任务也来得及。想明白这些后，秦风直接朝着不远处的主城奔去。第26章 Buff 大全。十几分钟后，月之主城作为神黎明帝国麾下的7大主城之一，月之主城承载了连接黎明帝国北部诸镇的作用，是一处核心的战略要塞。而在这座主城的北部城门入口，常年聚集着大量的玩家。瞧一瞧看一看喽，新鲜出炉的30级暗金级长剑，带有双特效，战士职业过渡首选，出售大量药剂，黄金级以下都有，需要的老板直接来。代练求活，速通50级以下的任何地图，代练1小时起可1拖4。接打造附魔铭文
镶嵌等业务。7级铁匠在线接活。血色修道院来一个法师，要求掌握光系攻击魔法，智力属性达到1000点。另外再来一个奶妈，躺着过。此时秦风的身影出现在了城门处，在猎杀了无数的魔物后，秦风才顺利抵达了这座距离自己最近的主城。而抵达此地后，秦风微微松了一口气。神明试炼的开启方式在各大主城之中都有，只要秦风想，就可以直接前往随便一座神殿开启试炼。只不过在开启试炼之前，秦风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将自己的实力再提升一波。想到这里后，秦风直接走到玩家和 NPC 售卖的摊子上，开始挑选自己需要的物品。秦风现在的等级才10级，所以他想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只能挑选10级以下的物品。虽然秦风目前实力已经很恐怖了，但是他获取的 buff 还不够多。10级的装备、药剂、道具等等，还有很多可以叠加自身 buff 的物品。秦风打算先氪金一波，将自己能转化为 buff 的物品都买一波，提升完自身实力，并且做好了万全准备后，再去开启神明试炼。这一切的主旨就是一个字：稳。此时秦风直接开启扫货模式，提示：您消耗了10金币购买了双倍经验药剂黑铁级。提示：您消耗了10金币购买了破碎琉璃长靴黑铁级。提示：您消耗了10金币购买了圣水药剂黄金级。10分钟后，秦风将所有自己能获得 buff 的物品全部购买了一波。而现在，秦风直接点开背包，开始穿戴使用刚购买的物品。提示：您服用了双倍经验药剂黑铁级。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双倍经验 buff 效果，获得的所有经验乘2000%。提示：您装备了破碎琉璃长靴黑铁级。提示：您的天赋触发，您获得了同类天赋，融合后成功获得了移速 buff 效果，移动速度正150%。提示：您的天赋触发，您获得了同类天赋，融合后成功获得了反甲 buff 效果，被攻击时将会返还300%的伤害给予敌人。提示：您装备了圣水药剂黄金级。提示：您的天赋触发，您获得了同类天赋，融合后成功获得了智力增幅 buff 增加智力600点。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190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7555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体质增幅 buff 效果，增加体质属性300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238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48260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敏捷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敏捷属性20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1207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力量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敏捷属性200点。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1206点。花费了10几分钟后，秦风顺利将所有物品装备都佩戴了一波，触发了一下天赋对 buff 的永久加成。而做完这些后，秦风身上的 buff 也全部完成了一波升华，效果都提升了不少。此时秦风直接点开了自己状态栏的 buff 看了起来。奉献光环 buff 效果，增加护甲值1000点，持续时间为永久。攻击 buff 效果，增加500点攻击力，持续时间为永久。魔力恢复 buff 效果，每秒额外恢复1000点魔力值。智力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智力600点。力量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敏捷属性300点。体质增幅 buff 效果，增加体质属性200点。敏捷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敏捷属性200点。双重施法 buff 效果，释放技能时有100%的概率触发双重施法。血量恢复 buff 效果，每秒恢复150%生命值。回血 buff 效果，每秒恢复2500点生命值。施法速度 buff 效果，施法速度正150%。反甲 buff 效果，被攻击时将会返还300%的伤害给予敌人。暗黑免疫 buff 效果，黑暗系魔法伤害负100%。攻速 buff 效果，攻击速度正150%。移速 buff 效果，移动速度正250%。幸运 buff 效果，幸运值加250。暴击率 buff 效果，暴击率正500%。技能冷却 buff 效果，减少技能100%的冷却时间。施法速度 buff 效果，施法速度正220%。四维属性 buff 效果，四维属性加1000。光系技能冷却减免 buff 效果，光系技能冷却负200%。光系魔法伤害值治疗量增幅 buff 效果，光系魔法伤害值治疗量额外提升300%。生命汲取 buff 效果，
技能命中敌人时，有100%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400%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双倍经验 buff 效果，获得的所有经验乘2000%。第27章开启神明试炼。这一波氪金直接消耗了秦风100多万金币。当然，氪金获得的收益也是极为恐怖的。秦风的所有 buff 都基本上获得了增益加成。这一波最大的收益还是将技能冷却减免 buff 叠加到了100%的冷却减免。在拥有100%冷却减免之后，秦风的所有技能几乎都能做到无冷却，瞬间施法。当然，其他的加成基本上都提升了不少，四维属性基本都增幅了几百点，护甲值、回血、回蓝 buff 也获得的强化增幅，并且反伤 buff 也达到了300%反伤的比例，也获得了一波增益。吸血 buff 也提升到了400%的吸血比例。另外还新增了一个经验 buff， 获得的经验直接提升500%。而在全面提升了一波实力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背包，随后只见其飞快朝着月之主城内的神殿奔去。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朝着不远处的神殿走去。月之主城的确繁华，玩家和土著 NPC 的身影络绎不绝，行走于城市之中，倒像是穿越回到了古代的繁华都城。秦风一路前行，只是片刻便来到了神殿之外。提示：您发现了奇迹建筑神殿。神殿是供奉诸神的特殊建筑，所有的神殿都是从很久远之前便存在于此的。而在初代职业者降临神域世界之后，这些极为特殊的奇迹建筑也逐渐被顶尖阵营势力所掌控。能被称之为奇迹建筑的，自然拥有其特殊性。首先，每一种奇迹建筑都是有其特定的功能的。例如眼前的神殿，主要功能便是开启神明试炼，获取隐藏职业进阶序列。只不过，想要开启神明试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你要是未转职的10级以下玩家，并且你作为开启者，实力必须极为强大。按照开启神明试炼的标准，需要隐藏战力达到一定数值才能顺利开启。而战力数值的标准就是单项属性突破1000点。秦风恰好满足这个要求，所以他来开启神明试炼自然是很轻松的。只要秦风开启了神明试炼，那么其他未转职的玩家也可以通过献祭金币或者物品进入神明试炼秘境副本之中。当然，神明试炼的难度极高，一般玩家估计不会浪费那个资源，所以只要进入神明试炼的职业者基本都没有弱者。想到这里，秦风摇了摇头，随后快速推开神殿大门，朝着神殿内部走了过去。而在秦风刚踏入神殿之中时，一位身穿着红衣的女祭司便出现在了神殿之中。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红衣祭司，只是看到对方第一眼，秦风便被对方的容貌和气质惊艳到了。猩红色的长袍之下，如雪般的肌肤仿佛闪烁着微微荧光，其黑发如瀑，唇若点樱。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她那双赤色的瞳孔，看上去带着一丝清冷诡异的美感。不得不说，这位红衣祭司的容貌堪称绝色。只不过秦风可不会看了如此绝色便走不动道：镇魔司的人。红衣祭司盯着秦风，率先开口问道。听到对方的话，秦风平复心神，缓缓开口说道：正是，此次前来神殿，希望祭司阁下为我开启神明试炼。红衣祭司瞳孔微微收缩，随后只见其盯着秦风审视了片刻，在感知到秦风拥有的力量之后，红衣祭司海拉缓缓开口说道：跟我来。话音落地，海拉直接浮空，快速朝着神殿内部飞去，而秦风没有犹豫，直接跟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很快便穿过了神殿内部，快速抵达了一处密室之中。在秦风来到这处密室内时，便看到了内部放置的一个巨大神石。神之石，神石悬浮于半空之中，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惊人的能量波动。而秦风知道，这就是开启神明试炼的核心物品。将手放上去，只要满足条件，就可以开启神明试炼了。海拉缓缓开口，对着秦风说道。听到对方的话，秦风没有犹豫，直接将手放在了神之石上。下一刻，一道选择面板顿时浮现在了秦风面前。提示：玩家未转职1。提示：玩家单项属性达到1000点1。提示：玩家满足开启神明试炼要求，是否立刻开启神明试炼？开启、取消。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直接选择开启神明试炼。而在秦风选择成功的瞬间，一道光柱从天而降，降临至秦风的身体之中。与此同时，一道道世界通告顿时响彻了整个神域世界。世界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开启神明试炼，玩家们可通过献祭金币、物品进入其中。通过神明试炼者将会获取到神明馈赠的特殊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世界通告：
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开启神明试炼，玩家们可通过献祭金币、物品进入其中。通过神明试炼者将会获取到神明馈赠的特殊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整个神域世界内的玩家都震惊了，因为神明试炼已经有太久没有人开启过了。每一个开启神明试炼的职业者玩家，若不夭折，基本都能成为镇国级别的强者。而现在，暗影君主这个名字再一次进入了所有职业者的视野之中。这就是暗影君主大佬吗？太顶了吧！这就开启神明试炼了？他还没转职吗？我都转职了。大佬在加入镇魔司的时候就获得了 S 级隐藏职业进阶序列卷轴了，只是大佬想要搏一搏更高阶位序列的职业卷轴而已，要不然你追得上人家？那也是，大佬牛逼啊！哈哈哈哈！神明试炼开启，我这必须得冲一波啊！冲就完事了，这还用想吗？神明试炼副本如果能顺利通过，奖励一个特殊的隐藏职业，也比通用常规职业好啊！可嗨嗨，我就不去了，神明试炼的门票太贵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神明试炼的通关难度极高，感觉不是一般玩家能冲的。别慌，冲就完事了，顾虑那么多干啥？靠，早知道大佬要开启神明试炼，我就不转职那么早了，这一波血亏啊！气都冷。第28章火元素巨人。不少玩家在这一刻都选择了进入神明试炼，当然也有不少玩家此时悔的肠子都青了。毕竟秦风开启了神明试炼，若是没转职的话，是可以进去搏一搏的。而一旦转职之后，除非气运超凡，成功开启了双职业，否则是无法进入神明试炼秘境副本的。在秦风开启了神明试炼副本秘境后，秦风身上顿时涌现一道金色光芒，随后只见一道金色法阵出现在秦风脚下，提示正在传送进入神明试炼之地。提示 1%、10%、50%、100%。在进度条飙升到 100% 后，秦风身旁的海拉缓缓开口说道：“神明试炼之地危险重重，一定要小心。”话音落地，秦风还没来得及感谢，便被金色的光芒彻底淹没。不知过了多久，一道清冷的机械声音响起：“副本提示，您成功进入了神明试炼之地。副本提示，请玩家存活10分钟。”秦风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赤色的大地，大地之上的天空赤红如血，一轮红日凌空，看上去极为诡异。而在秦风还未反应过来之时，一头浑身由火焰组成的怪物瞬间朝着秦风扑来。负251加251，负362加362，负511加511。一瞬间，无数的伤害和恢复数字从秦风头顶冒出。不过，在这些伤害数字浮现的瞬间，反伤 buff 也被同时触发。负753，负1086，负1533。一瞬间，反伤的伤害瞬间让眼前的火焰怪物损失了部分生命值。而与此同时，四周无数的火元素怪物凭空出现，快速朝着秦风袭来。秦风的目光落在其中一头火元素怪物身上，对方的属性面板顿时浮现：火元素巨人，黄金级，等级30，等阶黄金级，生命值火元素巨人，这算是神明试炼之中最常见的怪物了。不过，因为巨大的等级差，秦风无法看到火元素巨人的具体属性，这显然对秦风来说没什么，看不到属性也无所谓，反正眼前的火元素巨人也杀不死自己。接下来，秦风只要能在秘境副本之中存活10分钟，就可以获得一阶段的奖励。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抬起手中的法杖，对着眼前的火元素巨人开始释放群体惩戒术。下一刻，神圣的金色光芒降临，瞬间落在火元素巨人的身上。负37234，负36275，负36822。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浮现，火元素巨人的血量飞速下跌。而这时，秦风再次衔接释放了一道群体惩戒术。负37341，负37341，负36781。刹那间，大群的火元素巨人被瞬间秒杀。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一枚神灵印记。提示：副本秘境排行榜开启，您当前为第1名。提示：登顶副本秘境排行榜前10者，副本秘境结算时将会有额外附加特殊奖励。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一枚神灵印记。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一枚神灵印记。秦风直接击杀了不少火元素巨人，而这时，他直接看向了一旁新弹出的副本秘境排行榜。神灵试炼排行榜，第1名暗影君主，28枚神灵印记；第2名黑月，2枚神灵印记；
第3名韩风2枚神灵印记。在排行榜上，秦风的排名显然要远远领先第2名的玩家。不过，第2名的玩家实力也还行，能在秦风刚开启神灵试炼副本就获得了2枚神灵印记，说明他还是有点东西的。只可惜他的实力相差秦风太多了，这次的神灵试炼副本估计只能陪跑。想到这里，秦风收回目光，随后继续看向了远处。此时，一道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而从光柱之中走出不少职业者。这些职业者在出现后都遭遇到了火元素巨人的袭击。这火元素巨人怎么这么强？第1阶段就是30级的黄金怪，这难度有点超标了吧？救我！我要凉了！进来的玩家基本都非弱者，在面临火元素巨人的袭击时，这些玩家都纷纷展现出惊人的手段，开始不停利用自身的优势反击火元素巨人。秦风看到这一幕，直接无视了4周的玩家，直接开始猎杀所有见到的火元素巨人。副本排行榜的奖励他是必须要获得的，而且神灵试炼的通关评分也是和击杀魔物数量挂钩的，评分越高，获取到的职业进阶序列就越好。所以现在秦风必须要将见到的所有魔物全数击杀，当然其中也包括那些正在和其他职业者交手的火元素巨人。一发发群体惩戒术落下，只要是秦风见到的火元素巨人都被其2发群体惩戒术直接带走。而此时4周的玩家却有些懵逼，他们刚进入神明试炼之地，刚跟火元素巨人交手了一波，消耗了部分血量，结果被人2发技能直接带走了。像是秦风这种几乎是瞬杀怪物的情况，怪物击杀者会自动判定为秦风，而不是先刷怪的职业者。所以在秦风抢怪后，不少职业者都看向了秦风，有些恼火。你抢怪干嘛？有病，是暗影君主大佬啊！那没事了，大佬请便。真是暗影君主大佬，我说怪不得这么猛呢，2个技能就把火元素巨人给带走了，这伤害真的牛逼。兄弟们，走吧，别和大佬抢怪了，大佬要刷神灵印记的，我们在这有点碍事。兄弟，你直接说我们在这根本抢不过大佬，不就完事了？你他妈！不少玩家在看到秦风后都纷纷转头，朝着和秦风相反的方向奔去。对于他们来说，跟秦风这种顶级强者争夺怪物，不如赶快溜，找个其他地方刷怪更好。毕竟在神明试炼秘境之中是可以击杀其他职业者，并且不受到罪恶之惩罚的。除开这一点之外，让众人忌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一旦被对方击杀，自己获取到的神灵印记也会全数被对方掠夺。要是惹到秦风，估计下场只有一死，白白浪费了进入神明试炼的门票也就算了，还会有死亡惩罚，简直血亏。第29章火元素结晶黄金级。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1枚神灵印记。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1枚神灵印记。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1枚神灵印记。一道道提示不停响起，秦风获得的神灵印记数量在此刻飞快飙升。而就在他击杀了几十头火元素巨人时，一道金色光团便从火元素巨人尸体中爆了出来。看到爆出来的金色光团，秦风有些迷茫。按照他对神明试炼攻略的了解，神明试炼副本出产的可都是极品，爆率自然是极低的。而秦风才击杀了几十头火元素巨人就出战利品了。不过仔细一想，秦风觉得这应该和他高额的幸运值有关。高额的幸运值加成下，爆率自然提升了不少。而此时，秦风直接走上前去，将地上掉落的战利品捡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火元素结晶黄金级。在秦风将物品捡起来后，便将目光落在了火元素结晶之上。火元素结晶黄金级，等级1，等阶黄金级。效果：使用后可永久增加4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看到获得的物品，秦风觉得神明试炼之地爆出来的东西果然不错。加4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若是能触发天赋加成，那就是40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而这种魔法抗性类似于魔法减伤，也就是魔抗类型的分支。叠加40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后，秦风遭受到火元素魔法的攻击后，就可以减免400点的伤害值，还是很可观的。当然，若是火元素魔法抗性叠加起来后，那么每一次遭受火元素攻击都能减免大额伤害，还是挺不错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使用火元素结晶。刹那间，火元素结晶化作一道火焰，快速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一股赤红色的火焰瞬间覆盖在了秦风的身体之上，让其瞬间变成了一个火人。火焰形成的异象只是持续了片刻，便缓缓消散。而这时，秦风耳边也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效果，获得了火元素抗性 buff 效果，
永久增加40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提示响起之后，秦风缓缓回过神来。而这时，四周再次刷新出一堆火元素巨人。这些火元素巨人在看到秦风后，便飞快朝着秦风猛然扑来。一道道恐怖的烈焰技能如同雨点般落在秦风的身上。-53加53 miss -56加56，原本还能对秦风造成不少的火元素巨人，此刻的伤害直接大幅削减。不得不说，火元素抗性这一波来的还是挺不错的。虽然秦风这一波会失去不少反伤 buff 的伤害，但是能叠加一波火系魔抗还是要叠的。先叠加一波魔抗恶心一波敌人再说，等敌人好不容易破防打出高额伤害的时候，结果直接反伤 buff 一波教他做人，这不是美滋滋。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抬起法杖，对着眼前的火元素巨人使用群体惩戒术。神圣的金色光芒再度降临，一道道光芒落在火元素巨人的身躯之上。-37461 -37784 -36552，恐怖的伤害数字升起，又一波火元素巨人被瞬间秒杀。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一枚神灵印记。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一枚神灵印记。提示：您击杀了火元素巨人，成功获得了一枚神灵印记。在秦风清空了这群火元素巨人后，又一个金色光团掉落了下来。看到这个掉落的金色光团，秦风直接走上前去，将战利品捡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火元素结晶黄金级乘2，这一次直接获得了2枚火元素结晶，还算不错。只不过同类物品是无法触发天赋效果的，但是这个物品是可以无限制叠加火元素抗性的，也就是说，哪怕秦风不触发天赋加成，单单使用也是可以的，只是没有触发天赋那么强而已。想都没想，秦风直接选择了使用。下一刻，2道火焰瞬间汇入秦风身体之中。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44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48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还不错，叠加了2波火元素抗性后，秦风的火系魔抗也不低了。而接下来，秦风觉得还能再刷几波，哪怕不触发天赋加成，能多叠加点火元素抗性数值也是挺不错的。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一道系统提示突然弹出：区域提示，请注意，当前区域即将诞生 BOSS 级别魔物，击杀 BOSS 魔物可获得大量神灵印记以及特殊战利品，请玩家注意。区域提示，请注意，当前区域即将诞生 BOSS 级别魔物，击杀 BOSS 魔物可获得大量神灵印记以及特殊战利品，请玩家注意。一旦激起千层浪，进入神明试炼之地副本的玩家们都振奋了起来。兄弟们，这波 BOSS 直接冲，嘎嘎起飞就完事了。哈哈哈，别冲了，你们是不是忘记暗影君主大佬在附近了？这个 BOSS 我劝你们别想了，都是大佬的。什么？大佬在附近？那还玩个屁！这个 BOSS 算了，我感觉跟我没关系了，继续刷火元素巨人得了。暗影君主大佬，他在这附近，溜了溜了，我赶快跑。要是被大佬带到，那我不记了。在秘境副本中被人击杀可没有罪恶值，还能掠夺对方的神灵结晶。楼上的大兄弟别慌，大佬还是很友善的，只刷怪不砍人，放心好了。第30章，火元素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就在玩家们振奋之时，秦风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此时被秦风击杀的火元素巨人尸体处纷纷涌现出一道道火焰光芒，这些光芒缓缓汇聚成一团，形成一个巨大的火元素巨人。在秦风看到这头火元素巨人时，他便明白了，这头火元素巨人就是区域提示里的 BOSS。 而神明试炼之地秘境副本中，秦风推测只要击杀了大量的火元素巨人，就会自动诞生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这应该就是秘境副本内的规则。明白这一项规则后，秦风顿时笑了起来。要知道，秦风利用这个副本秘境的规则，就能批量不停制造出多个火元素领主 BOSS， 这样就能快速刷神灵印记以及火元素结晶。当然，这个规则一般玩家也是没办法利用的，毕竟要能击杀大量火元素巨人，单单是这项要求就能剔除 99% 进入副本内的职业者玩家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看向了远处的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在目光落在对方身上之时，火元素巨人领主的属性面板便缓缓浮现。火元素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等级30，等阶暗金级，血量、攻击力、防御、技能。介绍：由无数火元素凝结而成的火元素领主，
看到眼前的火元素巨人领主属性面板，秦风觉得有些无奈。没办法，这火元素巨人领主的确领先他太多级了。暂时来说，秦风是没办法看到他的属性的，除非获取到一些同数类的技能，才能跨越20级看到对方的属性。不过这对秦风来说影响不大，暗金级的 BOSS 属性他大概都能知道。在目前秦风冷却负 100% 的情况下，击杀一头30级的暗金级 BOSS， 丢个10几道群体惩戒术就能轻松击杀。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抬手对着不远处的火元素巨人领主丢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在技能释放的瞬间，神圣的光芒不停落下。顷刻间，-36161，-36184，-36152，高额的伤害数字升起，只是片刻 ，BOSS 的血量瞬间暴跌一大截。而看到这一幕，秦风继续不停对着 BOSS 输出。在林坎德拉情况下，群体惩戒术像是不要钱一样疯狂倾泻而下。只是短短几秒时间，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的血量就下跌到了一半以下。在血量下降到一半后，火元素领主顿时暴怒：“该死的蝼蚁！”怒吼声响起的刹那，一道道恐怖的火焰技能落在了秦风身上，火焰如雨点般密集的落下，不停灼烧着秦风的身体。而秦风却没有理会对方的攻击，因为 BOSS 的攻击造成的伤害，秦风基本上瞬间就恢复了。而反伤 buff 触发后，还能再帮秦风补一波伤害，所以硬扛着输出就行。在秦风疯狂对着火元素领主攻击时，在不远处也冒出了几名玩家。这些玩家在看到秦风和 BOSS 对轰的场景后，都有些懵逼。其中一名玩家对着身旁的一名战士说道：“老大，是我眼花了吗？一名牧师竟然在和火元素领主 BOSS 战撸，而且那牧师还不掉血，这也太假了吧！你好好看看那个牧师的 ID。” 战士队长瞥了他一眼，回应道。听到自家队长的话，这名玩家才看向了秦风的 ID。当他看到暗影君主这几个字后，顿时明白了，原来是暗影君主大佬啊。那没事了，别人的牧师是垃圾，他的牧师跟开了挂一样，没法比。队长摇了摇头，随后直接开口说道：“好了，别看戏了，我们都撤吧，继续刷一下其他火元素巨人，尽量避开大佬刷怪的地方，别等会刷半天火元素巨人，结果大佬路过直接给秒了。”也是，兄弟们撤！一队玩家直接连夜提桶跑路，而其他玩家也在秦风刷怪之时陆陆续续赶到了此地。火元素领主 BOSS 诞生时的标志很明显，所以这些职业者第一时间便朝着这里赶了。在不少职业者抵达之时，都看到了和 BOSS 激战的秦风。看到秦风后，大多数职业者都选择了离开，只有少数的职业者选择留下，尝试着争夺 BOSS 补刀。秦风也没有理会四周出现的职业者玩家，在他看来，这些职业者玩家都是乌合之众，能和他对抗的一个都没有。敢来抢 BOSS， 真的是在找死。所以秦风没有在意，继续挥动法杖，释放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36161，-36184，-36152。在群体惩戒术的不停攻击之下，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的血量疯狂下跌，只是短短1分钟不到，便已经跌到了 10% 以下。而就在这一刻，火元素领主四周顿时刷新出大量的火元素巨人。这些火元素巨人在出现后，瞬间便化作了一道道火焰，快速融入火元素巨人领主的身体之中。加10000，加10000，加10000，密密麻麻的恢复血量数值从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头顶浮现。顷刻间，火元素巨人领主的血量直接恢复到了 50%。而接下来，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顿时怒吼一声，飞快脱离战场，朝着其他火元素巨人聚集之地奔去。看到这一幕，四周的玩家顿时脸色一变。不好，这 BOSS 要靠吞噬其他火元素巨人回血，快阻止他！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以为暗金级 BOSS 这么容易击杀？看大佬怎么做吧，我们静观其变就好，不用出手。稳住，兄弟们！这 BOSS 是真的强啊，要换我上，估计一波就 GG 了。大佬真的牛逼，能打到 BOSS 强行逃跑脱离战场，也是猛人。重点是暗影君主大佬才10级，而且还没转职获取到职业专属技能，吊打30级暗金阶位 BOSS 可还行。第31章争夺 BOSS， 全数镇压。而秦风看到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脱离战场，瞬间便追了上去。他拥有高额的移速加成，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想要甩开他根本不可能，所以秦风疯狂追上了火元素巨人领主，并且开始不停丢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好！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怒吼一声，没有选择还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攻击对秦风没有用，并且还会造成反伤伤害，所以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憋屈的转头，继续朝着其他火元素所在地奔去。四周的玩家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震惊，这是什么情况？
好家伙 ，BOSS 都不攻击大佬了，真的骚啊！这 BOSS 只会逃跑了，哈哈哈，笑死我了！真的是活久见。你们没发现吗 ？BOSS 的智商还是在线的，他的攻击打在大佬身上根本没用，要是浪费时间，这 BOSS 就要 GG 了。那也是，这神灵试炼副本果然不一般，这 BOSS 要是换我们来攻略，那是真的难。的确，哪怕顶尖职业者组成的小队，也未必能顺利攻略这 BOSS 吧？你这不是废话吗？这 BOSS 可是30级的暗金阶位 BOSS， 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 ，BOSS 的血量疯狂下跌，很快便降低到了10%以下。而这个时候，秦风直接加速，瞬间卡住了 BOSS 的位置，不让他继续吞噬其他火元素巨人尸体回血。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在被秦风卡住位置后，顿时进入了绝望的状态之中。现在的他只觉得有些憋屈，眼前的人类跟个乌龟壳一样，又臭又硬，根本打都打不动。最关键的是，他的伤害还奇高无比。这打个屁！该死的人类！火元素领主巨人 BOSS 怒吼一声，转头朝着另一处奔去。可下一刻，秦风的身影瞬间出现，直接挡在了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面前。神圣的金色光芒瞬间落下。-36351， -36673， -36845。被群体惩戒术命中后，火元素领主 BOSS 猛然朝着另一侧逃去。可下一刻，秦风的身影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到秦风出现，火元素领主 BOSS 再也忍不住了。该死！火元素领主 BOSS 身形瞬间暴涨，猛然对着秦风发动攻击。一道道赤色的火焰疯狂落下，直接将秦风的身体瞬间淹没。而在火焰之中的秦风却如鱼得水，直接硬扛着火焰的攻击，继续抬起手中的法杖释放技能。一道道群体惩戒术落下。-36351， -36673， -36845。恐怖的伤害瞬间让火元素领主 BOSS 血量下降到只剩下一丝。而就在这一刻，异变陡升，一道道黑色身影从虚空中浮现，瞬间朝着火元素领主 BOSS 猛然发动攻击。下一刻，利刃携裹着暗影能量的攻击瞬间穿透了火元素领主 BOSS 的身体。Miss -311 Miss Miss， 哪怕只剩下一丝血， BOSS 还是抗住了这群刺客玩家的攻击。看到这一幕，秦风目光一冷，有意思，竟然有人和自己争夺 BOSS 的补刀，这些人真的是在找死。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挥动法杖，群体惩戒术瞬间爆发。顷刻间，所有试图争夺 BOSS 补刀的职业者纷纷脸色巨变。他们在未能一击完成 BOSS 补刀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被动的局面。由于看不到 BOSS 的血量和防御，所以他们只能靠感觉预判再出手。可他们在出手后，却发现自己对 BOSS 根本破不了防。而在秦风释放群体惩戒术的瞬间，这些刺客职业者根本来不及退后，便被一道道神圣的金色光芒覆盖。下一刻，-38275， -38456， -38853，一道道伤害数字在这些职业者头顶升起。只是一个技能，全员都被瞬间秒杀。不仅如此，这一道群体惩戒术还顺路带走了火元素领主 BOSS 最后一丝血量。火元素领主 BOSS 不甘地看了秦风一眼，随后才消散在了天地之间，爆出了几个金色光团。提示：您击杀了玩家破伤，获取到了6枚神灵印记。提示：您击杀了玩家不敬女筛，获取到了2枚神灵印记。提示：您击杀了玩家黑刃，获取到了3枚神灵印记。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火元素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成功获得了100点神灵印记。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火元素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成功获得了100点神灵印记。3道系统提示响起，整个副本内的玩家都有些震惊。BOSS 出现到现在，才过了1分多钟，这就被击杀了，这也太离谱了！这就是暗影君主大佬吗？真的太强了吧！真的牛逼！暗影君主 YYDS， 不愧是这一届的黑马，真的太强了！我还以为这个 BOSS 没人能击杀呢，都多久没人击杀过火元素领主 BOSS 了？大佬这一波可是单人击杀，我们都没出手。兄弟们仔细想想，往届有谁能做到？太顶了！这就是这一届最强的职业者吗？单人击杀30级暗金阶 BOSS。而在玩家震惊之时，秦风直接走上前去，随后只见他将地上掉落的战利品全部捡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火元素结晶暗金级乘12枚。提示：您获得了火元素领主之心暗金级乘1，就掉落了12枚火元素结晶和1件暗金级装备，还有额外获得了100点神灵印记。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这个奖励秦风觉得多少有点少了，只不过
副本产出的物品的确都是极品，能获得12枚火元素结晶，秦风又能叠加不少火元素魔抗，还是很不错的。至于火元素领主之心，秦风直接将目光落在了这件辅助特殊装备身上。第32章火元素领主之心暗荆棘，等级30，等阶暗荆棘，装备基础加成：1. 四维属性加100点；2. 火属性魔抗加200点；3. 火属性魔法技能冷却负 15%； 4. 火属性魔法技能伤害正 20%； 5. 简易效果，佩戴装备时装备要求等级20，耐久度3300。提示：当前装备为特殊装备，不占用常规装备栏。火元素领主之心这件装备还是挺不错的，四维属性加100点，还加200点火系魔抗。除此之外，对火系魔法技能的冷却减免就有些拉胯了。毕竟秦风的冷却减免已经叠加到了 100%， 这个火系魔法减免对他来说没什么作用。而火属性魔法技能伤害正 20% 也是很不错的，若是能触发天赋加成，那才是真的香。当然，最后的简易装备特效很关键，因为这件装备是30级的暗金阶位特殊装备，秦风现在才10级，如果没有这个简易装备特效的话，那他是无法在10级穿戴30级装备的。看完眼前装备的属性后，秦风直接装备上了火元素领主之心。下一刻，火焰自秦风身上升起，持续了片刻后，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00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7855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新的火元素抗性 buff， 效果：永久增加248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新的火系魔法增幅 buff， 效果：火属性魔法技能伤害正 200%。穿戴好装备后，秦风的火元素抗性也叠加到了2480点。副本秘境内的火元素怪物基本都对秦风造不成半点伤害了。不过这点抗性还不够，毕竟以后秦风还会遇到更强的火系魔物，抗性还是叠加的越高越好。当然，有机会秦风觉得还是叠加一些百分比魔抗减伤的 buff 比较好点。这种固伤的 buff 还是有点一般，毕竟需要一直叠减免魔抗才可以应对越来越强的魔物。虽然固伤魔抗减免比百分比免伤要差，但是还是可以用着过渡的。想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拿出获取的火元素结晶。火元素结晶暗荆棘，等级1，等阶暗荆棘，效果：使用后可永久增加6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暗荆棘的火元素结晶只能叠加60点的火元素魔法抗性，比黄金阶位的结晶多了20点，这就是永久加成抗性物品的稀有之处。哪怕提升一个阶位，基础加成也不会提升特别多。当然，秦风有12枚暗荆棘火元素结晶，还是可以增加不少火元素魔抗的。想到这一点，秦风直接选择了使用火元素结晶。下一刻，随着火元素结晶被一枚枚使用，一道道火焰疯狂涌入秦风身体之中。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新的火元素抗性 buff， 效果：永久增加308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374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火系魔法抗性直接叠加到了3740点。而这只是开始，因为秦风还能继续刷一波火元素结晶。接下来，秦风也没有耽误时间，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面板，随后看向了远处刷新出来的火元素巨人。这些火元素巨人此时正漫无目的地徘徊于赤色的大地之上。看到这些火元素巨人，秦风提起法杖，飞速朝着其中一头火元素巨人杀去。四周的玩家看到秦风再次进入了刷怪模式之中，也纷纷选择了离开此地。他们刚刚可是亲眼看到了秦风击杀其他刺客玩家的画面，不得不说，其他职业者在秦风面前根本就是废物一样，一个技能都承受不住。若是按职业克制来说，牧师是其他职业随意揉捏的角色，哪怕成长起来，也是需要其他职业者保护才能发挥出其强大作用。可秦风的牧师多少有点变态了，一点短板都没有。副本秘境之中，无数玩家疯狂刷着火元素巨人，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秦风疯狂击杀火元素巨人，很快便诞生了第二尊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在这尊火元素巨人领主诞生后，无数玩家再次涌向了 BOSS 所在地。可这群玩家刚抵达目的地， BOSS 便被秦风轻松击杀了。而这样的场景在副本秘境之中重复上演。秦风不停猎杀着火元素巨人，利用秘境副本的规则，不停卡出一头头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很快10分钟一晃而过，赤色大地之上，
神圣的光芒降临，瞬间一头火元素巨人领主 BOSS 血量清空，瞬间爆出一堆金色光团。而这时，秦风刚准备走上前去捡取战利品，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副本提示：您成功存活了10分钟，获得副本一阶段奖励火元素结晶暗金级乘10。副本提示：您成功存活了10分钟，由于玩家乃副本秘境排行榜第1名，特别奖励火元素结晶暗金级乘100。副本提示：副本秘境进入第2阶段，请所有玩家前往中心坐标001区域守护火焰神明的雕像，击杀所有试图毁掉雕像的魔物。完成第2阶段目标后，可获得大量特殊奖励，就火元素结晶奖励，其他的没有。不过聊胜于无，能多对一下火系魔抗也不错。所以秦风直接将所有获取的火元素结晶全部使用。下一刻，结晶化作一道道火焰，接二连三涌入秦风身体之中。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380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1034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第33章群英聚集。在秦风将所有获得的火元素结晶都使用完之后，他的火系魔抗也顺利达到了10000加。这个火系魔抗可以说目前副本秘境内秦风可以无视其他魔物的伤害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看向了第2阶段的目标。这一次的副本秘境目标很简单，那就是前往中心坐标001区域守护火焰神明的雕像，击杀所有试图毁掉雕像的魔物。这种类型的目标任务就是守护类任务，经常出现在大型副本秘境之中。而守护类任务往往是最难的，因为这类任务是面向副本秘境内所有职业者的，也就是说，单一玩家是很难靠个人实力守护目标单位的，必须团结其他职业者一同保护目标，从而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当然，这些对秦风来说都不成问题，他的实力完全足以镇压副本秘境内的所有魔物。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副本秘境之中的所有火元素巨人都纷纷朝着副本秘境中心奔去，其他玩家也一样，直接跟随着火元素巨人的移动步伐，朝着副本秘境中央奔去。看到这一幕，秦风也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朝着中心区域奔去。秦风的速度极快，只是浪费了几分钟，便来到了副本秘境的中心区域。而在副本秘境的中心区域，此刻正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火焰神明的雕像。火焰神明雕像巨大无比，浑身燃烧着赤红色的烈焰，虚无扭曲的空间在雕像四周形成，让整个雕像显得极为神秘。直视这尊雕像时，秦风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神明在直视自己。此时，秦风直接点开雕像的属性面板，火焰神明的雕像，生命值 100W。雕像算是建筑单位，生命值 100W 点，还是能扛得住不少攻击的。只不过，通关当前阶段的奖励是有评分判定的，火焰神明雕像受到的伤害越少，那通关当前阶段的玩家奖励就越丰厚。当然，也要看击杀魔物的数量。想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看向了四周，四周不少玩家的身影都缓缓浮现。这些玩家在出现后，便都看向了秦风所在的方向。是暗影君主大佬，他怎么这么快？好家伙，快！大佬能用快来形容吗？这不是侮辱人吗？楼上你他妈别开车了，好骚啊！论整活还得是你们啊！说真的，这次的守护雕像任务有点难啊，感觉除了暗影君主大佬和我之外，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辈！你什么身份地位，敢和暗影君主大佬相提并论？笑死了，真是人才啊！不少玩家都纷纷聚拢在了火焰雕像四周，而这些玩家基本都是这一届最顶尖的职业者。此时，一名身材高挑的女职业者直接朝着秦风走了过来，其身后还跟着数位职业者。看到这群人后，四周不少眼尖的玩家都看出了几人的身份。那为首的不会是洛玉吧？应该就是他，这个 ID 没错，就是镇国强者洛球的孙女。听说他可是本届最强大的职业者之一，掌握的天赋级别奇高。洛玉，好家伙，他也还没转职。我以为这种顶尖强者的后代都会有安排高级别的进阶路径呢，没想到还来和我们争。你以为高位阶的进阶序列那么容易获得吗？这洛玉可不简单，他身后那一堆人都是顶尖职业者，我刚看过他们刷火元素巨人，基本上几秒就砍死一头，感觉都不简单。那他来这是打算做什么？找暗影君主大佬？我感觉应该是为了招募暗影君主大佬。虽然暗影君主大佬加入了镇摩斯，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副本秘境组成小队。而一旦有了暗影君主的加入，他的小队在副本秘境之中就有点太无敌了。在所有玩家的注视之下，
骆玉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秦风面前。秦风抬起头扫了对方一眼，眉头微皱。骆玉身穿着暗金长袍，手持深蓝法杖，头戴着一顶俏皮的灰色巫师帽，看上去倒是有种巫女小萝莉的既视感。而这时，骆玉抬起头，盯着对着秦风说道：“暗影君主，你很强，一起组个队如何？”听到骆玉的话，秦风感觉有些滑稽。一个小萝莉邀请自己组队，虽然他知道对方很强，并且还是一位镇国级别强者的孙女，只不过这些都不是招揽他加入队伍的筹码。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开口说道：“抱歉，我没有加入别人队伍的打算。”骆玉盯着秦风，只觉得秦风很有意思。按照正常的套路，秦风应该会答应他的入队请求，再不济也会提出一些条件，可拒绝的如此干脆，这只能说不愧是他看上的人。脑海中闪现过这些信息后，骆玉盯着秦风说道：“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说完，只见他带着一群人头也不回地走向另外的区域，而骆玉的目标自然是那些有着巨大潜力的玩家。他作为镇国级别强者的孙女，自然是要为未来布局，招揽一些种子选手来培养，好为后续自己建立阵营势力做准备。当然，这些只是他自己的想法，按照镇国级别强者的智慧来说，应该早已为其孙女安排好了一切。而在骆玉招揽其他玩家时，还有不少强者抵达了此地，其中包括副本排行榜上的黑月和寒风也来到了此地。黑月是一名身材极好的少女刺客，其曼妙的身体在虚空中若隐若现，看上去便知道绝对拥有极为强大的刺客天赋。而寒风则是一名骑士，手提长枪，英姿飒爽。这两人在抵达之时便纷纷看向了秦风，在两人心底，秦风简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要知道，在副本秘境之中，黑月和寒风一直牢牢占据了排行榜第2、第3的位置，可两人的神灵印记数量加起来，却连秦风的一个零头都达不到，可想而知他们和秦风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两人在抵达此地后，没有选择和秦风搭话，而是看向了远处，安静的等待着。第34章，天赋增强。此刻，在众人目之所及之地，一头头火元素巨人正飞快朝着神明雕像袭来。看到这些袭来的火元素巨人，聚拢在此的玩家们都感觉有些发怵。这么多火元素巨人，我们能打得过吗？担心个锤子，这不是有大佬在吗？也是，暗影君主、黑月大佬、寒风大佬，还有骆玉这些顶级强者，应该稳了吧？这一届的顶级强者都在这里了，要是还不稳，那基本没辙了。顶住就好，这些火元素巨人其实也没多强，冲就完事了。就在玩家们议论纷纷之时，天空中猛然浮现空间裂缝。下一刻，所有玩家猛然抬起头看向了天空之上，在这些空间裂缝之中，一头头黑色的幽蓝色火焰魔物被疯狂投放下来。这些魔物降临大地后，便瞬间和所有火元素巨人混合在了一起，疯狂朝着神明雕像所在地扑来。提示：空间传送裂缝诞生，异空间生物已进入此地，请所有玩家击杀所有魔物，保护神明雕像。提示：空间传送裂缝诞生，异空间生物已进入此地，请所有玩家击杀所有魔物，保护神明雕像。在系统提示响起的瞬间，秦风缓缓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火焰的光芒倒映在其瞳孔之上，让其增添了一份妖异之色。在秦风的注视之下，那些被投放于此地的异空间生物如同瘟疫般，瞬间将其他火元素魔物全数同化。至此，原本赤色的火元素巨人群体变成了幽蓝色的地狱火巨人组成的魔物军团。看到这一幕的玩家们都开始惊呼了起来。这是地狱火军团？好家伙，这第2阶段就要面对这么猛的魔物吗？好家伙，兄弟们顶住啊！这些可是异空间魔物，击杀了应该有大量奖励的。冲一波！火元素军团全被转化了。好家伙，这就是异空间魔物吗？也太恶心了吧！此刻，秦风直接将目光落在了其中一头魔物身上，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在了秦风眼前。地狱火巨人，黄金级，等级35，等阶黄金级，生命值、攻击力、护甲值、魔抗值、技能，还是和之前一样，属性都看不到。不过，秦风也获得了很关键的一个信息，那就是这些地狱火巨人还是黄金阶位的，只不过等级比火元素巨人提升了5级而已。这个等级提升对于秦风来说影响不大，要是提升个10级、20级，秦风觉得就有些恶心了。但是提升5级的话，他补一点伤害就能击杀对方，也就多丢一个技能的事情。看完地狱火巨人的属性后，秦风直接关闭了属性面板，随后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目之所及之地，一头头地狱火巨人疯狂朝着此地袭来。只是眨眼睛，
这些地狱火巨人便抵达了众多职业者的攻击范围之中。丢技能，能杀多少魔物就杀多少魔物，顶住啊！只要守住一定时间，应该就可以了。前排分成2队，轮流抗伤，保护后跑输出和奶妈。在场的职业者们自发地组成了阵列，前排坦克全部聚拢在一起，形成2道防线，1、2梯队轮流扛伤。而后续的奶妈和输出队伍也分开来，避免技能真空期和回蓝期被地狱火巨人突破防线。无数的技能开始疯狂落在这些袭来的地狱火巨人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从这些地狱火巨人头顶升起。-823，-511， -1341，能到现在还没被淘汰的，基本上都是实力不差的。所以，在一轮输出后，还是有不少地狱火巨人被瞬间秒杀了。只不过，前排的坦克在此刻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瞬间被地狱火巨人的攻击打得有些怀疑人生。秦风看到这一幕后，直接抬起头法杖，瞬间开始大范围的释放群体惩戒术。顷刻间，神圣的金色光芒一道道落下，被群体惩戒术覆盖的魔物直接被金色光芒吞没，化作了黑色焦灰，散落一地。而此时，看到这一幕后，黑月等人都有些震惊，这就是暗影君主的实力吗？黑月看着那不停释放一道道群体惩戒术的秦风，感觉有些自闭。要知道，他击杀这些地狱火魔物都需要一定时间，可秦风释放的几道技能直接一堆全秒，这差距简直太大了。而就在黑月震惊之时，其他人也一样，都被秦风打出的恐怖伤害给搞得有些自闭。秦风每秒造成的伤害，估计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还高。此时的众人才明白，为什么秦风能那么快突破初始区域的封锁，进入主区域。有这种恐怖实力，能不快吗？此刻，秦风不停丢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瞬间缓解了前排玩家的压力。而其他牧师玩家也开始奶人，将前排的玩家血量奶起来。其中不少牧师对视一眼，随后快速靠近秦风。随后，只见这群牧师直接挥动法杖，瞬间给秦风加了几个 buff。秦风还没反应过来，一道道金色光芒便从他身上涌现。提示：您融合获得了新的天赋，奉献光环 buff， 效果增加护甲值3000点，持续时间为永久。提示：您融合获得了新的天赋，回血 buff， 效果每秒恢复6000点生命值。提示：您融合获得了新的天赋，血量恢复 buff， 效果每秒恢复 200% 生命值。融合获得了3个天赋，而这3个天赋效果基本都是秦风之前就获取过的。这一波牧师的增益技能直接让秦风的3个 buff 获得了大幅度增强，护甲直接叠加到了3000点。这一波只要是3000点以下的物理伤害，对秦风来说直接无效。而回血直接增加到了6000点，配合上高额护甲和魔抗增益，秦风的坦度基本已经远远领先其他骑士和战士玩家了。再加上一个百分比回血增幅的 buff， 秦风现在可以说是无敌回血流牧师，强的离谱。第35章，震惊的玩家们。在获得了一波增幅 buff 后，秦风转身看向身后的一堆牧师说道：多谢诸位。而听到秦风的感谢，这些牧师都纷纷激动了起来。大佬不用谢，大佬加油，杀光这群魔物，我们就躺着等领取通关奖励就完事了。哈哈哈，大佬冲！这 buff 加的好像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感觉这个 buff 光芒太耀眼了。我也发现了，可能这就是大佬吧。大佬是有点不一样的对吧？那必须的。秦风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接下来，只见秦风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地狱火巨人军团。地狱火巨人军团的数量锐减了不少，可天空之中的黑暗裂缝还在不停传送出一头头地狱火巨人。在这些地狱火巨人出现后，都纷纷朝着秦风这边扑来。而看到这一幕，秦风笑了笑，这些地狱火巨人还是不错的，自动送上门来，根本不需要秦风操心。想都没想，秦风继续抬起手中的法杖，直接朝着远处的地狱火巨人释放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神圣的光芒落下，瞬间将大片的地狱火巨人全数击杀。-36051， -36173， -36045。在100%冷却减免的 buff 增幅之下，秦风几乎是同时释放数道技能，而数道技能的叠加伤害，基本上都能将袭来的地狱火巨人秒杀。在大量地狱火巨人被秒杀时，一枚枚金色光团掉落了出来。看到这一幕，秦风没有第一时间捡取这些掉落的战利品，而是选择了继续刷地狱火巨人。四周的玩家们此刻却和秦风截然不同，他们都有些懵逼的看向了不停爆出的金色光团。在他们的印象里，这神明试炼之地基本都是不会爆出战利品的，可现在竟然爆出了一堆战利品。这大佬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爆率这么高？开挂了，开挂实锤了！这他妈
爆率怎么可能这么高？挂个锤子挂，这明明是幸运值影响，幸运值高的话，爆率的确会很高。但是这个爆率，幸运值的多高啊！呜呜呜！大佬不愧是大佬，真的牛逼！这个爆率，幸运值爆表啊！哈哈哈，大佬是真的稳，怪不得那么强，幸运值这么高能不强吗？说实话，兄弟们怎么叠幸运值啊？我想学一波，叠不了，这个得看气运。不得不说，秦风这爆率属实是震惊了所有玩家。毕竟，幸运值可是极难获取的，而有如此恐怖的爆率，玩家们基本都能猜测到，幸运值绝对不是一般的高。拥有极高的幸运值，再加上强大的天赋实力，秦风绝对称得上是天命之子。而就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地狱火巨人军团之中突然爆发出巨变，一头巨大的幽蓝色火焰巨人瞬间出现。这头巨人领主在出现后，所有玩家耳边都收到了一道系统提示：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诞生，击杀领主 BOSS 将会获得大量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诞生，击杀领主 BOSS 将会获得大量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连续3道系统提示响起，无数玩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出现的 BOSS 级别魔物。在这头魔物诞生时，秦风也将目光投了过去。而映入秦风眼帘的是一头巨大的由幽蓝色火焰组成的魔物，浑身燃烧着幽蓝之火，在其庞大的身躯之上，一股股玄奥的黑色符文不停闪烁着，看上去极为神秘。在这头魔物领主 BOSS 出现后，其他地狱火巨人便瞬间发出一阵阵怒吼，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朝着神明雕像扑来。而地狱火领主巨人 BOSS 也跟随在大部队之中，朝着秦风所在的方向袭来。看到这一幕，所有的玩家都紧张了起来。兄弟们，稳住 ！BOSS 交给暗影君主大佬，我们守住这些小怪，别让他们突围就好。顶住压力，没事的。前排分成3个梯队，轮流抗伤，别无脑上。输出小心，保护输出。这既然是暗金级 BOSS， 卧槽，还好只是出现一头，大佬应该能解决。牧师给治疗。前排小心拉脱仇恨。秦风看到加快速度朝着神明雕像涌来的魔物，没有任何慌张。对他来说，这些魔物基本都是来送的，他巴不得来得越多越好。此刻，只见秦风继续不停挥动法杖，一道道神圣的光芒不停落下，将技能范围内的所有魔物全部击杀。而在秦风屠杀着地狱火巨人时，那头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也注意到了秦风。该死的蝼蚁！地狱火巨人领主嘶吼一声，随后便瞬间对着秦风丢出一道幽蓝色的火焰。看到 BOSS 释放技能，四周的玩家顿时脸色巨变，连忙闪躲。快散开 ！BOSS 丢技能了，不好 ！BOSS 的目标是暗影君主大佬，怕个屁！大佬根本不怕对方的攻击，我们稳住就好，不用管大佬，小心点，别被 BOSS 技能命中了，都注意一下走位。散开，都散开！秦风四周的玩家都纷纷快速散开，而在玩家们散开之后，一道道幽蓝色的火焰瞬间命中了秦风。恐怖的火焰瞬间如同枯骨之躯般飞快灼烧着秦风的身体，但就在火焰燃烧之时，秦风头顶却冒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免疫符号 ，miss， 一道道免疫符号升起的瞬间，所有玩家都懵逼了，这是什么鬼 ？BOSS 的攻击直接全部免疫，卧槽，这也太强了吧！这就是暗影君主大佬吗？这是叠加了大量火系魔抗吧？不然怎么会这么猛？直接免疫伤害，真的 C 大佬的火系魔抗，我初步估计至少在几千以上，恐怖如斯啊！好家伙，没想到大佬不单单是输出伤害高，特奶奶的连防御力都这么猛，还给不给我们坦克玩家活路了？疯了吧？你管这叫牧师？这明明是大爹啊！好家伙，这就是大佬吗？这也太顶了，能奶能输出，还特么防御高。第36章，紫金级 BOSS 魔物。四周的玩家此刻都陷入了震惊之中，当然，不少拥有高阶位天赋的玩家此刻都有些怀疑人生，因为他们的实力也不差，其中不乏有进入了 S 级阵营势力的强者，像是黑月、落玉、寒风这些人都和秦风一般加入了 S 级阵营势力，可如今他们才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和妖孽之间的差距。而就在这些玩家震惊之时，远处的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朝着秦风飞奔来，继续不停对着秦风发动一道道火焰攻击。很快，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便进入了秦风的技能攻击范围之中。在其踏入秦风技能攻击范围之中时，秦风毫不犹豫释放出一道群体惩戒术。下一刻，-35411，-35341。在一道群体惩戒术命中后，秦风继续不停释放群体惩戒术。-35341，-35412，
负35351，负35615。群体惩戒术造成的伤害不停削减着这头 BOSS 的血量，只是短短几秒时间 ，BOSS 的血量便快速锐减到50%以下，而且血量还在飞速下跌。不远处，黑月挥舞利刃，瞬间击杀一头地狱火巨人。他抬起头看向了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可在看到 BOSS 的血量后，他顿时揉了揉眼睛，有些不可置信。刚刚这 BOSS 不是还满血吗？怎么就只剩下半血了？在脑海中升起这个疑问时 ，BOSS 的血量再度下跌大半。看到这一幕，黑月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秦风，密密麻麻的幽蓝之火落在秦风身上，让其覆盖上了一层层幽蓝之火，看上去犹如魔神降世一般。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秦风还在不停对着 BOSS 释放着技能。随着一道道技能落下， BOSS 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般。以黑月的眼光来看，这 BOSS 也只剩下等死这一条路了。好强！黑月有些震撼地呢喃了一句，随后他的目光逐渐坚定。对于黑月来说，追逐强者的步伐才能成为强者，所以他深吸了一口气后，便转头继续开始刷怪。而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战场的各处。在秦风不停对着 BOSS 释放群体惩戒术时，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的血量很快便下跌到了 20%。而就在这时，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身上瞬间涌现出一道道黑色气息。这些如同粘稠雾气般的黑色气息在出现后，便瞬间将四周的所有地狱火巨人全数吞噬。刹那间，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在所有玩家耳边响起。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荆棘 BOSS 发生异变，正在进阶中，请所有玩家注意。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荆棘 BOSS 发生异变，正在进阶中，请所有玩家注意。看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秦风顿时笑了笑，因为他根本不担心 BOSS 进阶，反而他更希望这头地狱火巨人领主完成进阶。因为一旦地狱火巨人领主进阶，那就是紫金级别的 BOSS， 而紫金级别的 BOSS 秦风还没击杀过，也就是说秦风还能拿多一个首杀的同时，增加一下第二阶段副本秘境的通关评分。就在秦风想到这些时，他直接避开了正在进阶中的 BOSS 领主，直接开始清扫四周的地狱火巨人领主。而就在这时，数头幽蓝色的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从虚空中诞生。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荆棘 BOSS 诞生，击杀领主 BOSS 将会获得大量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荆棘 BOSS 诞生，击杀领主 BOSS 将会获得大量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看到这些出现的地狱火巨人领主，四周的玩家们都感觉有些不妙。卧槽，地狱火巨人领主出现这么多，这怎么打？大佬怎么不把那个正在进阶的地狱火巨人领主杀了呀？就这样放任他进阶吗？你懂个屁！大佬这是想拿紫金级 BOSS 的击杀奖励，你不懂吗？ BOSS 阶位越高，奖励的物品就越好，而且通关奖励也会更高。懂了，但是这不是只出现一头紫金级 BOSS 啊，还有那么多头暗金级 BOSS， 这怎么搞？我怕大佬玩着玩着发现崩了。那倒是，也不知道暗影君主大佬能不能解决那些 BOSS， 这 BOSS 数量有点多啊，一次性出现了5只 BOSS， 压力好大。就在玩家们忧虑之时，秦风则直接抬起法杖，向其他刚诞生的领主 BOSS 丢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负35411，负35341，负35341，负35412，负35351，负35615。在技能命中这些 BOSS 后， BOSS 的仇恨值也被秦风牢牢拉住。这些刚诞生的 BOSS 级别魔物此刻都纷纷朝着秦风袭来，无数的幽蓝色火焰飞快落在秦风的身上。 Miss Miss Miss， 高额的火系魔抗直接免疫了所有伤害。而就在秦风攻击着这些 BOSS 时，不远处的地狱火巨人领主也完成了进阶。此刻一团团粘稠的雾气迅速收缩，最后彻底融入了一头巨大的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身体之中。在完成了融合的瞬间，一股恐怖的幽蓝色火焰瞬间冲天起。远处虚空裂缝之中射出一道道黑色光芒，这些黑色光芒快速涌入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身上，让其身形再度壮大了数倍。而在完成这一切后，一道道系统提示在所有玩家耳边响起。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荆棘 BOSS 进阶为紫金阶魔物，击杀 BOSS 可获得大量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提示：地狱火巨人领主暗荆棘 BOSS 进阶为紫金阶魔物，击杀 BOSS 可获得大量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第37章稀有牧师技能卷轴紫金级。在 BOSS 进阶为紫金级魔物后，便直接朝着秦风飞速袭来。之前被秦风所支配的恐惧转化为了仇恨。进阶后的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将秦风彻底绞杀于此。而秦风看到紫金阶的地狱火巨人领主朝着自己袭来，直接便挥动法杖，开始不停丢出一道道技能。下一刻，神圣的金色光芒不停落下，在技能命中地狱火巨人的瞬间，一道道恐怖的伤害瞬间爆发。-34341，-34562，-34524，-524，--34543，一道道伤害数字在紫金阶 BOSS 头顶升起。只是瞬间，紫金阶 BOSS 的血量便锐减了一大截。而这头 BOSS 血量锐减之时，猛然挥动双手，对着秦风射出一道道恐怖的黑暗火焰。Miss，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秦风血一点都没掉。众多玩家看到这一幕，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大佬吗？这有点太顶了吧！哈哈哈哈，这紫金级 BOSS 估计懵逼了吧？一顿攻击，结果一点血没掉。我只能说，大佬牛逼！就在 BOSS 疯狂攻击着秦风时，秦风继续不停释放群体惩戒术，一道道技能不停落下。很快，处于技能范围内的其他几头暗金级 BOSS 的血量直接锐减到了 20% 以下。不过这些 BOSS 都没有触发进阶提示，只是对着秦风疯狂释放着大招，试图将秦风击杀于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的5头暗金级魔物直接被全部击杀，一大堆金色光团也随之掉落。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地狱火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成功获得了500点神灵印记。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地狱火巨人领主，暗金级 BOSS， 成功获得了500点神灵印记。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响起，而四周的玩家此刻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秦风击杀 BOSS 已经是常规操作了。BOSS 的攻击对他都造成不了半点伤害，就这种情况下，击杀 BOSS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在击杀了这几头暗金级地狱火巨人 BOSS 后，秦风直接看向了还在硬抗的紫金级 BOSS。紫金级地狱火 BOSS 此刻的血量已经锐减到了 50% 以下，突破了阶位之后，紫金级 BOSS 的确要比暗金级的要强很多。只不过，在高额火系魔抗伤害减免的秦风面前，这 BOSS 显然是废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秦风疯狂释放出一道道群体惩戒术，不停削减着眼前这头 BOSS 的血量。随着技能伤害的不停爆发， BOSS 的血量快速锐减到 40%、30%、20%， 直到最后只剩下 10%。 到了这个阶段，所有玩家都看向了战场中央，神圣的光芒化作金色的光柱，不停落在紫金级 BOSS 身上。只是短短几秒钟， BOSS 的血量便被彻底清空。紫金级地狱火巨人领主 BOSS 不甘地发出一声怒吼，随后便猛然爆开，化作漫天的黑色气息，不少金色光团也随之被爆了出来。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地狱火巨人领主，紫金级 BOSS， 成功获得了500点神灵印记。副本通告：由于玩家暗影君主单独击杀了地狱火巨人领主，紫金级 BOSS， 成功获得了特殊奖励稀有牧师技能卷轴，紫金级。在一连串的副本通告响起后，所有玩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此刻，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秦风这一波获得的奖励，紫金级的技能卷轴，这奖励是真香啊！哈哈哈，紫金级的技能也不知道能开出什么，如果让大佬开出个牛逼的技能，那不起飞。紫金级技能也很高阶位了，这种技能在主城区域都很难学习，想要掌握必须要刷一波贡献度或者氪金，要么就运气好才能获得，要么得氪金。大佬这波羡慕死我了，太强了呀！紫金级 BOSS 不过如此，哈哈哈，这不被大佬轻松绞杀了？大佬牛逼！此刻，在紫金级 BOSS 阵亡后，远处天空之上的裂缝缓缓收缩，最后消弭于天地之间。而不远处，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地狱火巨人朝着秦风涌来。看到这一幕，秦风一边释放群体惩戒术，一边开始打扫战场。提示：您获得了火元素结晶，紫金级，乘42枚。提示：您获得了地狱火勋章，紫金级，乘1，掉落了42枚紫金阶的火元素结晶和一件紫金阶位的装备。这个奖励还是很香的。而此刻，秦风直接将目光落在了这件装备之上。地狱火勋章，紫金级，等级40，等阶紫金阶，特殊装备加成：1. 火系魔抗加1000点；2. 火系魔法技能伤害正 20%； 3. 火系魔法技能冷却负 20%； 4. 佩戴当前勋章者，4周2×2单位范围内所有敌人每秒将自动受到1000点火系魔法伤害。耐久度10000，1000000，装备的加成很不错，1000点魔抗加成，再加上 20% 的伤害加成，还有领域伤害类的装备光环。一旦触发天赋加成效果，原有的 buff 增强一波的同时，还能获得一个新的领域攻击类 buff， 只能说真香。唯一有些可惜的
大概就是这件装备是4世级的装备，秦风暂时是没办法佩戴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将装备放进了背包之中。随后，秦风直接看向了获得的技能卷轴，稀有牧师技能卷轴，紫荆棘，等级1，等阶紫荆棘，效果使用后可随机掌握一项紫荆阶位的牧师职业技能，限制智力属性大于1000点。看到眼前的稀有牧师技能卷轴，秦风自然毫不犹豫选择了使用。下一刻，眼前的卷轴瞬间碎裂开来，化作了点点金色光芒，快速涌入了秦风身体之中。随后，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第38章 LV1 圣光降临。提示：您成功掌握了技能 LV1 圣光降临，效果消耗1000点魔力值，对5×5单位范围内的目标单位降下圣光。圣光持续10秒，对处于范围内的敌对单位造成每秒3000加的光属性魔法伤害，而处于范围内的友军单位将会每秒恢复3000加的生命值。技能冷却时间为30秒。看到获得的技能，秦风觉得这一波血赚。圣光降临是高阶光系魔法技能之一，而且还是群攻系技能，并且这个技能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让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友军单位也能享受回血增益。而以秦风高额的智力加成来说，处于范围内的友军基本上就等同于有了一个移动泉水。最重要的是，秦风的技能冷却时间是减少100%的，也就是说，这个技能秦风可以一直释放，给友军回血。现在来说，对秦风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参加一些类似于镇守魔窟的军团任务时，这个技能就会变成神技了。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副本提示，您成功完成了守护神明的雕像任务，特别奖励火元素结晶紫荆棘乘50。副本提示，您成功完成了守护神明的雕像任务，由于玩家乃副本秘境排行榜第1名，特别奖励火元素结晶紫荆棘乘200。副本提示，副本秘境进入第3阶段最终阶段，请跟随苏醒的神明雕像前往镇守死亡禁地，阻止邪恶异神的复苏。完成最终阶段任务将会获得大量奖励，请玩家们注意，一波获得了250枚紫荆棘的火元素结晶，加上之前秦风获得的，秦风一下子就拥有292枚紫荆阶的火元素结晶了。这一波妥妥能多堆不少火系魔抗。当然，此时还是有不少暗荆棘和黄荆棘的火系元素结晶掉落，秦风还没来得及拾取。若是所有火系元素结晶都加上的话，秦风的火系魔抗应该还能叠加不少。只不过秦风看向了一旁的神明雕像，原本沉睡的雕像此刻却像是活过来了一般，一股股赤红色的光芒瞬间覆盖住了神明雕像的身体，让其显得如同真正的神明一般。在其身后，一轮虚影一闪而逝，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悬浮于空中的金色符文阵法，玄奥莫名。此时，神明雕像缓缓睁开双眼，金色的光芒从其空洞的眼瞳之中投射出来，让人不敢直视。这神明雕像苏醒了，这么快就要进入副本最终阶段了，真的快啊！还得是暗影君主大佬最猛，硬生生把我们带到了最终关卡。感谢我暗影君主大佬！这波全体起立！这神明雕像也太酷了吧！妈耶！冲冲冲！最后一波了，解决完那个什么苏醒的异神就收工，干就完了，兄弟们！在众多玩家的注视之下，神明雕像缓缓迈步，朝着不远处的死亡禁地走去。而秦风看到这一幕，直接开始打扫战场。提示：您拾取了火元素结晶暗荆棘乘2。提示：您拾取了火元素结晶暗荆棘乘13。提示：您拾取了火元素结晶暗荆棘乘6。在拾取了大量火元素结晶后，秦风才快速转身朝着神明雕像追去。一边赶路，秦风一边将所有获取的火元素结晶全部使用。下一刻，结晶化作一道道火焰，接二连三涌入秦风身体之中。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1041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31540点火元素魔法抗性。在将所有火元素结晶全部使用完之后，秦风的火元素抗性 buff 也达到了惊人的31540点。单单是这个抗性 buff 加成的火系抗性，就可以让60级以下的火系魔物对秦风造不成半点伤害。特别是火元素体所组成的魔物，秦风遇上就是天克，直接碾压。而目前来说，这个火系魔抗还可以继续叠一波，毕竟副本还没结束。在将火元素结晶全部用完后，秦风很快便关闭了面板。而这时，秦风也追上了玩家们的步伐，来到了神明雕像的后方。而这时，神明雕像还在不停朝着前方奔去。
四周火元素巨人们在遭遇神明雕像后，都纷纷退避开来，根本没有给其他玩家出手的机会。秦风也不着急，继续跟着神明雕像朝着死亡境地奔去。接下来花费了几分钟赶路后，众多玩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门。这个青铜门突兀地矗立于赤红的大地之上，看上去和四周节节不入。而神明雕像在抵达此地后，便直接停了下来。轰！一道如同钟鸣般的声音响起，随后青铜门被缓缓开启。巨大的青铜门后，虚无的空间泛起一丝波澜。随后，一头头体型壮硕的恶魔从其中走出。这些恶魔浑身赤红色，生长着巨型的翅膀，以及尖锐的獠牙和双脚，呈现出类人形态。而在这些恶魔出现后，神明雕像顿时挥动右手，顷刻间，一道道火焰飞射而出，落在这些恶魔身上。轰！恐怖的火焰瞬间席卷，将几头刚降临的恶魔烧成灰烬。只不过，在神明雕像的一轮攻击过后，又是一批恶魔穿越青铜门，出现在了众多玩家的视野之中。看到这一幕，不少玩家都纷纷出手，干死这群恶魔！最后一波了，兄弟们，冲！好好刷一波神灵印记！哈哈哈哈，争取更上一层楼，兄弟们！稳就完事了，这一波有暗影君主这些大佬在，放心输出。秦风没有理会四周的玩家，而是直接将目光投到了其中一头恶魔身上。第39章瞬秒 BOSS， 低阶恶魔，黄金级，等级40，等阶黄金级，生命值、攻击力、护甲值、魔抗值、技能40级的黄金级魔物。对于秦风来说，这些低阶恶魔还是很好应对的，毕竟他有高额的护甲值和回血。而其他玩家面对40级的黄金阶魔物，估计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关闭眼前的属性面板。随后，只见秦风抬起头看向了远处的低阶恶魔。在秦风查看这些低阶恶魔的属性时，从青铜门中再一次涌出了大量的低阶恶魔。而这些低阶恶魔在出现后，便纷纷朝着四周的玩家飞速袭来，看样子似乎是想解决掉玩家，然后再去围剿神明雕像。扫了一眼后，秦风直接抬起手中的光之权杖，释放技能圣光降临。在技能释放的瞬间，一道圣洁的白光从天而降，覆盖在了青铜巨门的四周。所有被白光覆盖的低阶恶魔，此时头顶上瞬间冒出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52275、-52512、-52451、-52562、-52345、-52656。一道道伤害数字升起，只是片刻，所有低阶恶魔全部被秦风击杀。而处于圣光降临范围之内的玩家，全部血量直接回满，加3451，加1234，加231，一道道回血的绿色数字升起，让一旁的玩家们都纷纷看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好奶！这是暗影君主的圣光降临技能，好家伙，一波奶量真的爆炸啊！兄弟们，直接冲就完事了，只要站在技能覆盖范围内，就能一直获得持续性回血。冲啊！大佬真牛逼！这就是顶级牧师吗？太强了！哈哈哈哈，真的顶啊！在秦风的圣光降临释放后，所有玩家都朝着青铜巨门杀去，飞快进入了圣光降临技能覆盖范围之中。而秦风也不阻止，隔一段时间丢出一道圣光降临。圣光降临是持续性群攻技能，在零 CD 的情况下，可以同时存在5道圣光降临技能。秦风只要不停释放技能，就能保持1秒触发10道技能伤害的恐怖强度。而青铜巨门之中涌出的低阶恶魔，只要一冒头，就瞬间被白光直接秒杀，掉落了不少金色光团。玩家们沐浴在圣光的范围之中，突然发现好像自己有点多余。不远处，神明雕像也沉寂了下来，他盯着一旁不停释放圣光降临的秦风，目光之中金色光芒涌动，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低阶恶魔从青铜巨门之中涌出，只可惜这些低阶恶魔只是一出现便被瞬间秒杀。秦风也不耽误时间，一边释放圣光降临，一边开始打扫战场。提示：您拾取了血腥之结晶黄金级乘1。提示：您拾取了血腥之结晶黄金级乘3。提示：您拾取了血腥之结晶黄金级乘1。秦风将所有战利品都捡起来后，便直接拿出一颗血腥之结晶看了起来。血腥之结晶黄金级，等级1，等阶黄金级。效果：使用后可获得 15% 的集血加成，持续10秒。使用冷却1分钟。看到眼前的血腥之结晶，秦风微微一愣，他没想到这竟然是能增益吸血加成的物品。想都没想，
秦风毫不犹豫，直接使用。下一刻，血色的结晶化作了一道细长的血线，快速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刹那间，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您的 buff 获得了增幅，您获得了生命汲取 buff 效果。技能命中敌人时，有100%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550%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在使用完血腥之结晶后，秦风的吸血也获得了一波强力增幅，直接从400%增幅到了550%。这个增幅幅度已经算很不错了。只不过有点可惜的是，血腥之结晶只能触发一次 buff 增益，后续是无法持续叠加的。所以，黄金阶位的血腥之结晶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想到这里，秦风摇了摇头，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青铜巨门。此时，在秦风的注视之下，一头巨大的恶魔穿过了青铜巨门，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在这头恶魔出现的瞬间，一道道系统提示弹出：提示：低阶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出现，击杀当前 BOSS 可获得大量奖励。请玩家们注意，系统提示弹出的瞬间，低阶恶魔领主 BOSS 直接被一道道白色光柱命中。顷刻间，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升起，直接带走了他的全部血量。-51346， -51461， -51783， -51456， -51345， -51351。5道圣光降临的伤害，直接秒杀了低阶恶魔领主 BOSS。与此同时，副本通告顿时在所有玩家耳边响起。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低阶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成功获得了200点神灵印记。而就在副本通告弹出时，玩家们都有些懵逼，发生了什么？我是谁？我在哪里？这特么 BOSS 刚出现就被秒了，这也太 bug 了吧！真的6，我直接扣6！哈哈哈哈！我刚准备输出一波，结果 BOSS 没了，我人妈了呀！这就是暗影君主的战场统治力吗？太顶了，太顶了 ！BOSS 刚出现就被秒，这大佬，你这有点太无敌了吧？躺得好舒服啊！哈哈哈哈！暗影君主大佬是真的牛逼！暗影君主 YYDS， 不少玩家都被秦风这波给震惊到了。BOSS 刚出现就被秒杀了，这简直太快了，快到其他玩家还来不及输出 ，BOSS 就没了，这速度多少有点离谱。而就在玩家们震惊之时，一头又一头 BOSS 从青铜门降临而来。提示：低阶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出现，击杀当前 BOSS 可获得大量奖励。请玩家们注意，提示：低阶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出现，击杀当前 BOSS 可获得大量奖励。请玩家们注意，第40章通关神明试炼秘境。而在这些低阶恶魔领主 BOSS 出现后，一连串的白色光柱落下，瞬间将其全数击杀。与此同时，所有玩家耳边也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低阶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成功获得了200点神灵印记。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低阶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成功获得了200点神灵印记。玩家们听到这一连串系统提示，已经人妈了。这 BOSS 被瞬秒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可以说已经完全不需要其他玩家出手了，秦风一个人就可以通关副本的最终阶段。此时，秦风继续不停释放出一道道圣光降临，而从青铜巨门之中也开始涌出大量的 BOSS 级别魔物。这些低阶恶魔领主 BOSS 在出现后，也逃不过被瞬间秒杀的结局。随着大量的低阶恶魔领主 BOSS 被击杀， BOSS 的尸体化作一道道黑色光芒涌入青铜巨门之中。只是片刻，青铜巨门之中顿时传出一声怒吼：该死的人类，休想阻止无主的复苏！话音落地，只见一只巨大的手臂瞬间穿过虚无，瞬间抓住了青铜巨门的边沿。随后，一个巨型恶魔的头颅穿过青铜巨门，挣扎着试图逃离青铜巨门的束缚。而这时，所有玩家都看到了眼前的异变，这是 BOSS 出现了，最终 BOSS！ 兄弟们顶住！你应该说大佬顶住，哈哈，我们看戏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出手。那倒是，大佬顶住！这 BOSS 有点变态啊，50级的紫金级 BOSS， 这神灵试炼副本这么离谱的吗？好家伙，要是暗影君主大佬不在的话，这谁能通关啊？遭不住啊！还好有大佬在。巨型恶魔在穿越青铜门后，便遭受到了圣光降临的攻击。刹那间，-50146，-50341，-50783，-50783，-50784，-50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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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50413，负50341，负50567。一瞬间，10连攻击落下，眼前的 BOSS 血量直接清空，刚冒头便被瞬间击杀。
其他玩家还没来得及反应 ，BOSS 的头颅便跌落大地，瞬间爆出一堆金色光团。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了起来：副本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了低阶恶魔领主紫金级 BOSS， 成功获得了1000点神灵印记。在这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后，所有玩家都愣住了。我是谁？我在哪里？这 BOSS 是怎么没的？好家伙，瞬杀50级紫金阶 BOSS， 这也太猛了吧！我是废物！这一刻，包括黑月等顶尖强者都是懵逼的。没办法，秦风实在是太强了。紫金级的 BOSS 黑月、落玉等人都能对付，但是50级的紫金级 BOSS 真不是现阶段的他们能解决的。按照正常的试炼来说，到了这一关，基本都是靠神明雕像打输出，并且充当前排，其他玩家在旁边补伤害，这样才有一定机会能够通关眼前的副本秘境。而现在，秦风竟然直接把大 BOSS 秒了，这就有点离谱了吧？就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一道道世界通告顿时响彻了整个神域世界。世界通告：玩家暗影君主、牧师成功通关神明试炼。神明试炼通过评分为 SSS+， 特别奖励序列001号职业转职卷轴为1乘1。世界通告：玩家暗影君主、牧师成功获得了神明赐福 buff， 效果幸运值加500点。世界通告：玩家暗影君主、牧师成功获得生命种子乘10。在一连串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整个神域世界都震动了起来。无数强者在此刻都记住了暗影君主这个 ID。此时，神域一处魔窟之中，几尊神明级别的强者抬起头对视一眼。咦，竟然有人能通过神明试炼，而且还能获得 SSS 加评分，有意思。果然是危难之际必是天才辈出，若此子能成长起来，人族或能续命千载。我等后继有人了，只是是否要派遣护道人？护道人现在还未知晓他的真实身份，等知晓了再说吧。可是我担忧，若是魔族探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就糟糕了。无妨，既然如此，便顺其自然吧。话音落地，魔窟之中陡生异变，无数的黑暗魔物从其中涌出，试图降临这片天地。而在场一尊强者直接杀出，一击便将所有魔物全数灭杀。随后，魔窟之中再次出现大量的魔物，而随着魔物一同涌出的，还有几尊浑身被黑色死亡之气缭绕的恐怖魔族强者。杀！一声暴喝之下，所有神明级别的强者共同出手，和出现的魔族强者战作一团。另一头，秦风在通关了神灵试炼秘境后，他的身上顿时涌向数道金色光芒。与此同时，一道道系统提示音也紧接着响起。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的 buff 产生了融合，您获得了神明赐福 buff， 效果幸运值加5250点。副本提示：您成功完成了阻止邪恶一神复苏任务，特别奖励生命种子乘1。副本提示：由于玩家乃副本秘境排行榜第1名，特别奖励力量种子乘1。副本提示：副本秘境已通关，玩家可选择离开秘境副本。副本提示：副本商城已开启，神灵印记可兑换稀有物品。请所有玩家注意，在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后，秦风只觉得这次的试炼秘境来得太值了。不仅获得了001序列的唯一限定隐藏职业卷轴，还获得了神明赐福 buff 以及生命种子和力量种子，这一波可以说是血赚了。第41章转职晋级牧师。此时，秦风直接打开背包，看向了获得的物品，而最先映入秦风眼帘的是一个漆黑古朴的卷轴。在他将目光落在卷轴之上时，卷轴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职业转职卷轴为1，等级10，等阶效果使用后可获得序列001号的牧师进阶职业路径，并顺利完成第一次职业转职进阶。提示：1. 当前职业卷轴具备唯一性。2. 牧师职业方可使用。介绍：从上古时期遗留下的特殊卷轴，其中蕴藏着一份极为特殊的超凡职业进阶路径。看到眼前的职业转职卷轴，秦风只觉得有些激动。要知道，能够拥有序列的进阶路径都是极为强大的隐藏职业，而进阶序列越靠前，那就说明这个职业越强大。序列001的进阶职业基本是最顶尖的隐藏职业了，并且能够具备唯一性质的隐藏职业转职卷轴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秦风使用了这个卷轴，其他人便无法进阶为同类职业。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这个职业的强大之处了。想到这里，只见秦风直接使用掉眼前的隐藏职业转职卷轴。下一刻，卷轴碎裂开来，化作一道道金色光芒，快速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而这时，秦风只感觉身体之中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突然苏醒，仿佛有一道道枷锁被彻底打开，一股超脱于现实的力量在秦风身体之中逐渐孕育、诞生，最后凝结。不知过了多久，秦风身上爆发出一股可怕的力量，他身上的各项属性也在此刻开始疯狂飙升。提示：您使用了职业转职卷轴为1，成功转职为隐藏职业竞技牧师为1。您的职业进阶路径已开启，当前职业每提升1级将会增加30点智力值，其他3为力量、敏捷、体质属性各增加10点。提示：转职成功，您的等级上限已解除，下一阶段职业升华阶段为30级。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审判之力，被动效果，所有攻击将会自动转化为审判之力，审判之力将对敌人造成无视护甲魔抗的真实伤害。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 LV1 真言护盾，效果，消耗1000点魔力值，对目标单位自身释放真言护盾，护盾血量为智力乘2，持续30秒，真言护盾庇护之下，玩家施法将不会被打断。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 LV1 精神震爆，效果，消耗2000点魔力值，对4周5×5范围目标发动精神震爆技能，对敌人造成5000点灵魂伤害，并附带3秒的眩晕。当前技能命中敌人将会吸收大量仇恨值。提示：您的经验池已解锁。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1。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30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8755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248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5026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1307点。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1306点。在转职的瞬间，秦风的等级上限也被彻底解锁，经验池内储存的经验直接让秦风突破到了20级，这个升级效率简直没谁了。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秦风之前就击杀了大量的魔物，储存积累的经验很容易便能让他提升到20级。现在提升到20级之后，经验池内储存的经验也全部消耗殆尽，接下来想要继续升级，还是要刷一下怪，或者做一些雇佣任务才行。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将目光落在了转职后获得的传承技能之上。在转职后，秦风获得了3个技能，1个被动技能，2个主动技能。职业被动技能是一个职业的核心，和职业的强弱息息相关，而秦风获得的这个职业专属被动效果当然是 T 铃铛的强大职业被动，能将所有的攻击自动转化为审判之力，打出无数护甲和魔抗的真实伤害。这代表什么？代表哪怕是顶级的 BOSS 护甲魔抗破100万，秦风也可以直接无视护甲魔抗打出绝对的真实伤害。可以说这个被动是一个极为强大的职业被动，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T0 级别的。当然，除开审判之力这个职业被动之外，秦风还获得了一个防御性护盾技能真言护盾。这个护盾技能能释放出一个护盾保护秦风，而护盾的其他作用秦风觉得不重要，最重要的只要在这个护盾的保护之下，秦风释放技能是不会被打断的，也就是不会中断施法，并且这个技能是可以给其他队友使用的，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辅助型守护技能。而最后的精神震爆则是带控制效果的群体攻击技能，用来弥补秦风控制手段不足的缺点，还是很不错的。在秦风看完转职后获得的技能加成后，秦风直接点开了背包，看向了这一次收获的物品。除开转职卷轴和神明赐福之外，秦风还获得了11枚生命种子和1枚力量种子。在不久前，秦风便获得过1枚生命种子，而生命种子的作用是很强大的，1枚都足以让秦风的体质属性生命值暴涨，还能获得额外的 buff 加成。至于力量种子，自然是增加力量属性的。当然，这2个奖励对于秦风来说都是很不错的奖励，虽然没有获得增加智力的智慧种子，但是能提升一下体质和力量属性也还是很香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将11枚生命种子拿了出来。第42章体质力量双暴涨。随后只见秦风瞬间选择了使用生命种子，生命种子缓缓碎裂开来，化作数道绿色荧光缓缓涌入秦风的胸口处。在绿色光芒汇入身体之时，秦风只觉得一股股磅礴的生命力在体内爆发。感知到这一股股磅礴的生命力诞生，一道道系统提示音随之响起。提示：您成功凝结了1枚生命种子，体质加100点，每秒恢复生命值正 1%。提示：距离生成生命结晶剩余数量为2110000。获取新的生命种子可催生凝结生命结晶，一旦凝结成功将会获得超凡加成。请玩家注意，提示：距离生成生命结晶剩余数量为1210000。
获取新的生命种子，可催生凝结生命结晶。一旦凝结成功，将会获得超凡加成。请玩家注意，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358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2260点。提示：您的 buff 获得了增强，您获得了血量恢复 buff 效果，每秒恢复211%生命值。第二次使用生命种子后，效果就削弱了不少。第一次能增加1000点体质属性和10%的百分比回血，可现在只能增加个100点体质和1%的百分比回血。不过对于秦风来说，还是聊胜于无，能提升一波基础的体质属性就可以了。而唯一有些可惜的是，同类物品无法再次触发天赋加成，不然还能再增加不少血量恢复 buff 的百分比比例。秦风没有多想，在使用完生命种子后，秦风又看向了手中的力量种子。力量种子呈现出菱形的结晶形态，散发出莹莹的红色光芒，看上去就和血腥结晶有些类似。不过秦风能隐隐约约感受到其内存在的澎湃能量，只要将这股力量吞噬，秦风的核心力量属性就能暴涨一大波了。想都没想，秦风直接选择了使用力量种子。红色的力量种子缓缓碎裂，化作红色光芒涌入秦风的身体四肢。在光芒凝聚之时，一股澎湃的力量从虚无中涌现，而随即一道道系统提示音随之响起。提示：您成功凝结了一枚力量种子，力量加1000点，近战物理攻击力正10%。提示：距离生成力量结晶剩余数量为1/1000。获取新的力量种子，可催生凝结力量结晶。一旦凝结成功，将会获得超凡加成。请玩家注意，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2306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物理攻击力增幅 buff 效果，近战物理攻击力正100%。秦风看着这个新获得的 buff 有些无语。秦风可是牧师，近战攻击力百分比加成多少有点鸡肋了。不过鸡肋归鸡肋，也不是完全没用，毕竟秦风后期如果掌握一些战斗牧师的技能，这个加成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将奖励都消化完之后，秦风直接关闭了提示面板。随后只见其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副本秘境之中。在秦风击杀了大量低阶恶魔后，地上掉落了不少金色光团。看到这些战利品，秦风毫不犹豫走上前去，将这些东西全部捡了起来。提示：您拾取了恶魔之雍紫金级乘1。提示：您拾取了血腥之结晶紫金级乘12。提示：您拾取了血腥之结晶暗金级乘3。提示：您拾取了血腥之结晶黄金级乘1。在收拾完战场后，秦风直接开始使用血腥之结晶叠加吸血 buff。1分钟后，提示：您的 buff 获得了增幅，您获得了生命汲取 buff 效果，技能命中敌人时有100%的几率触发汲取生命效果，将对方损失生命的1050%夺取，以此恢复自身生命值。使用完所有的血腥之结晶后，吸血 buff 直接提升到了1050%的吸血加成。当然，这个生命汲取以后还是可以再叠加一波，叠加的越高越好。而将血腥之结晶全部使用后，秦风直接看向了获得的紫金级装备。这一次秦风击杀了紫金级的 BOSS， 就获得了一件紫金级装备。不得不说，神灵试炼秘境副本的爆率属实低的离谱，秦风所拥有的幸运值也才爆出一件紫金级的物品，更别提其他玩家了。此时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获取的物品之上。恶魔之雍紫金级，等级50，等阶紫金级，装备基础加成3000点生命值，装备额外附加效果： 1. 增加150点智力属性， 2. 增加1000点护甲， 3. 增加500点魔抗， 4. 使用技能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将触发恶魔之吻效果，使对方每秒损失 5% 最大生命值的血量，持续5秒，冷却10秒，耐久度10000，10000。这件恶魔之雍装备的效果还不错，各项加成都有生命值、智力、护甲、魔抗，还附带一个削减对方最大生命值的技能。恶魔之吻这个特殊加成是能每秒削减对方 5% 最大生命值的。虽然对小怪没什么用，但是一旦遇到一些血量破千万级别的顶尖的 BOSS， 恶魔之吻一旦触发，往往能削减对方大量的生命值，还是很不错的。只可惜目前这件装备的等级是50级，秦风才20级，暂时无法装备。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将其放入背包之中。在消化完此次副本的奖励后，秦风直接看向了最后的副本商城。几乎所有大型的顶尖秘境副本在通关后都会开启副本秘境商城，而秦风在副本之中获取到的神灵印记就是副本秘境商城的货币。秦风可以用神灵印记去兑换自己需要的物品。当然
每个副本秘境商城出产的物品都是随机的，能不能有好东西，多少得看点运气。想到这一点，秦风直接点开了副本秘境商城。第43章兑换物品。副本秘境商城神明试炼，当前神灵印记数量53411枚。当前可兑换物品：一、光明女神之泪传说集，兑换价格5万；二、破损的不灭圣杯传说集，兑换价格5万；三、虚空庇护项坠传说集，兑换价格5万。秦风扫了一眼，发现可兑换的物品很多，大多数都是5万神灵印记碎片的价格，而这些物品的阶位都是传说级别的。传说级物品在整个神域世界之中都算极为稀有的，获取难度极高。暗金、紫金、赤红后面才是传说，而能兑换传说级物品已经让秦风感觉很不错了。只不过目前秦风手上拥有的神灵印记只够他购买一件物品，所以秦风必须要好好选择才行。想到这里，他开始点开物品详细属性栏，一个个物品看过去。在看了10几个可兑换的传说级物品后，秦风很快便选定了自己要兑换的物品。于是乎，秦风毫不犹豫消耗了5W神灵印记，直接选择了兑付。下一刻，提示：您成功消耗了5万点神灵印记，兑换了物品破损的不灭圣杯传说级。在这一道系统提示弹出的瞬间，秦风手中也多出了一个破损的冰蓝色圣杯。当秦风的目光落在圣杯之上时，圣杯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破损的不灭圣杯传说级，状态破损，等级1，等阶传说级，特殊装备基础加成，生命值加5000，特殊装备额外加成效果：一、体质加100点；二、每秒恢复15%的血量；三、受到致命伤害时可解除所有负面效果以及控制效果，并且恢复100%的血量。在血量恢复至满值时，将会额外获得一个血量为自身200%生命值的护盾，持续10秒，冷却时间30分钟。修复所需未知。提示：可前往寒霜主城寻找铁匠大师艾诺，他或许能修复这尊强大的传说器。耐久度5000，10000。不灭圣杯的属性很强，5000点生命值加100点体质，1点体质兑换20点生命值，等于7000生命值。单单是这个生命值加成就很香了，更何况还有一个每秒恢复15%的血量加成效果。当然，最让秦风看重的还是最后的装备加成。受到致命伤害时，可解除所有负面效果以及控制效果，并恢复100%的血量，还能额外获得一个血量为自身200%生命值的护盾。这个装备加成效果可不简单。要知道，常规的保命技能都是直接致命伤害后回血，可这个装备不一样，是直接解除所有负面状态以及控制效果，在将血量回满的同时，还能多给你套个护盾。对于秦风这种血牛来说，这个加成就很香了。若是转化为 buff 后能增强一下效果，那就更好不过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选择装备上圣杯。下一刻，破碎的圣杯化作一道虚无的投影，悬浮于秦风的身后。若隐若现的金色符文在圣杯虚影身旁闪烁，看上去极为的玄奥。这是传说级装备以上才有的特效。而在这个特效生成的瞬间，一道道金色光芒瞬间涌入了秦风的身体之中。提示：您的 buff 获得了增强，您获得了血量恢复 buff 效果，每秒恢复361%生命值。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免死 buff 效果，每隔3分钟可生成一个免逝 buff， 受到致命伤害时可解除所有负面效果以及控制效果，并且恢复100%的血量，在血量恢复至满值时，将会额外获得一个血量为自身200%生命值的护盾，一个 buff 增强。另外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免死 buff， 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有些可惜，免死 buff 每隔3分钟才可以生效一次。不过这个效果也是可以叠加的，只要秦风后续还获得同类的 buff， 就可以增强这个 buff 的效果，让这个 buff 的生效时间缩减到了1秒钟生效一次。而在触发完天赋加成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面板。随后，只见其将剩下的神灵印记全部兑换成了金币后，便直接离开了副本秘境。随着一道白光降临，秦风直接消失在了秘境之中。神殿之中，随着一道白光降临，秦风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此地。秦风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则是正盯着他看的红衣祭司海拉。不错，海拉露出一丝笑容，对着秦风说道：“通过神明试炼的人不是没有，只不过如你一般的能够获得 SSS 加评价的，可是前所未见。多谢夸奖。”秦风平静的回应。而听到秦风的话后，海拉收起笑容，盯着秦风一脸凝重的说道：“你可知道魔族和异神一直在围猎我人族的天才？”话音落地，秦风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魔族和异神在近年来绞杀的天才数都数不清。当然，这些人要么是自己暴露了身份，要么是有护道者的情况下，依旧被异神派遣的魔族强者围杀。总之，秦风深知一件事，那就是在神域世界里面可以随便浪，但是唯独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暴露，以他目前展现出来的实力，绝对会引来异神的疯狂针对。所以，秦风必须要尽快的变强，积累实力。而在没有能力直面那些邪恶异神时，还是先苟着最好。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对着眼前的红衣祭司海拉说道：“放心，我不会暴露身份的。”听到秦风的回答，海拉点了点头说道：“你知道就好。另外，不要相信任何人，人族之中存在着不少异神的爪牙。”秦风点了点头，这么多天才强者陨落，自然是少不了邪神爪牙的功劳。可以说，就像是在玩狼人杀，只要对方不暴露身份，你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狼人。总之，除了自己，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归咎于不可信任的行列。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点了点头说道：“多谢。”道谢之后，秦风也没耽误时间，直接离开了神殿。而红衣祭司海拉看着秦风离开的背影，目光微微闪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第44章回归现世。走出神殿后，秦风看着眼前繁华的月之主城，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首先，秦风目前的等级是20级，而竞技法师的下一个进阶门槛是30级，所以秦风首要的目标就是先将等级提升到30级，30级就能获取到职业进阶路径所需的进阶任务了。而就在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数道系统提示顿时弹了出来。提示：您的降临时间已消耗殆尽。提示：即将离开神域世界，请玩家注意。这两道信息出现的同时，和秦风一同进入神域世界的玩家们，在这一刻都将被强制返回现实。每个职业者在神域世界待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只要时间消耗殆尽，就需要返回现实世界休息。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也不墨迹，直接选择了返回现实。随着一道白光降临，秦风的身体缓缓化作一道道数据流，彻底消散于空气之中。北川基地市一处小区内，一道白光一闪而逝，秦风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卧室之中。在返回了现实之后，秦风微微吐出一口浊气。对他来说，在神域世界之中，基本是一刻不停的强大自身，而现在回到现实世界，更像是回到了安全区。虽然这个安全区并不是那么安全。摇了摇头，秦风将紊乱的思绪甩出脑海。随后，只见其打开一旁的电脑，快速浏览起了关于神域的信息。在秦风进入神域世界的这一段时间内，现实发生了不少大事，而这些事情基本都冲上了网上的新闻热榜。通关神明试炼，天才牧师诞生，2号魔窟发生暴动，3位强者陨落，东营区域诞生新型魔窟，预计魔窟级别为 S 级。此魔窟为本年第3个新增的魔窟。暗影君主通关神明试炼秘境全过程解析。此届强者排行榜已出，榜首为暗影君主，第2为黑月。华夏各大发生异变，大量伪装魔族潜入人族区域，各大基地市进入紧急状态。秦风扫了一眼，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而秦风第一个关注的就是2号魔窟的暴动。魔窟相当于链接异时空的通道，异时空次元的邪神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向现实降下投影，并且派遣魔族和邪恶的从属种族跟随一同降临现实。当然，每一次魔窟发生暴动，都代表爆发了一次恐怖的战争，一次人族强者与邪恶异神的战争。而每次战争过后，必然会有强者陨落，与之相对应的，自然有邪恶异神的投影被击杀而陷入虚弱状态，从而使人族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族和邪恶异神此刻正处于僵持阶段，谁也奈何不了谁。只不过魔族在制定了围猎计划后，无数人族天才被其猎杀，而人族虽然也有反制手段，但是作用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好，只能算是被迫应对。若是长此以往，人族恐怕会被邪恶异神所蚕食，最后只能被迫沦为邪恶异神的从属。应该还有时间，秦风缓缓呢喃道。对于他来说，已经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一丝危机。现在的他虽然身处人族强者的庇护之下，但这种依托于他人庇护的感觉实在是不妙。想要解决这个烦恼，唯有变强这一条路。当然，强于其他人不够，要强大到足以碾压所有异神才行。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继续看向其他信息。扫了一圈，秦风发现基本上都是关于他的信息，以及一些新魔窟的诞生和各国强者的分析。新诞生的魔窟有3个，不单单是东瀛，华夏也有一个新的魔窟诞生，只不过等级只有 A 级，比起东瀛的魔窟来说，阶位上差了一个档次。而除开东瀛和华夏之外，米国也诞生了一个 A 级魔窟，算是和华夏差不多。华夏区域的魔窟
刚好就距离秦风所在的北川基地市不远。若是秦风现在全力赶路的话，应该半个小时内就能赶到。只不过，秦风可不会在现实世界前往魔窟猎杀异族魔物，对他来说，隐藏身份和实力才是第一要务。但是，以现在大量伪装魔族潜入人族区域的情况来说，应该已经有不少魔物隐藏于北川基地市内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眉头微皱。接下来，他还是需要谨慎点才行。看完所有的热榜信息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电脑。随后，就在他刚准备点外卖的时候，一阵敲门声顿时响起。听到敲门声，秦风顿时皱起了眉头。他穿越到此方世界也没多久，根本不了解四周的情况。而现在有人上门，秦风倒是有些疑惑。沉思了片刻后，秦风直接走出卧室，朝着门口走去。可就在秦风走进大门时，一股强烈的危机感顿时在秦风心中升起。而这股危机感的来源，就是眼前的大门。秦风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股极为隐晦的血腥气息从大门处飘来。不对劲！秦风顿时眯起双眼。现在对秦风来说，最好的选择自然是远离大门。毕竟能让秦风感知到血腥气息和危机感，门外的家伙绝对不简单，很有可能是潜伏进入此地的魔族或者是异神从属。而若是秦风和对方交手，能击杀是最好，但是也有暴露身份的危险。若是不能击杀对方，那就有点尴尬了。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一道清脆的少女声音顿时响起：“请问是秦风先生吗？我们是镇魔司的，刚刚在此地发现了异族的踪迹，为了防止伪装者潜入此地，还请阁下开门接受镇魔司的检测。”声音清脆悦耳，听起来如同邻家少女。可秦风却根本不信，在这个世界之中，异族可是拥有不逊色于人族的智慧的，要不然怎么能潜入人族世界，并且渗透人族的高层？所以，秦风只是站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下一步动作。第45章击杀魔物，伪装身份。门外，一位浑身染血的少女正舔舐着娇嫩的嘴唇，在其手中正攥着密密麻麻的黑色头发，而沿着头发往下看，一颗颗头颅正死不瞑目地瞪大着眼睛，不甘、绝望、震惊、恨意等等情绪流露其上，看上去极为骇人。提着这些头颅的少女歪头看向房间内部，根据她的感知，这屋内应该是有人的，只不过看上去好像是个普通人，身上一点能量波动都没有，不像是自己刚刚猎杀的几位职业者，只是刚发现自己就暴露出了他们职业者的身份。应该是个普通人，算了，不浪费时间了，也该离开这里了，再耽误下去镇魔司的人该来了。低声呢喃一句，少女直接提起头颅，刚准备离开此地，远处一道身影缓缓浮现，一个身穿着朴素长裙的小萝莉出现在了楼道的尽头。在小萝莉出现后，第一时间看到了远处出现的提着一堆人头的少女。看到这个提着一堆人头的少女，以及一侧房间之中流淌出的鲜血，一瞬间，林婉玉只觉得身体僵硬，巨大的恐惧袭来，仿佛一个封印般将其禁锢在了原地。啊！她尖叫着后退，一个踉跄，顿时跌倒在地。而不远处的妖异少女盯着这出现的小萝莉，舔了舔娇艳的嘴唇，缓缓朝着对方走去。她已然感知到眼前这个小萝莉身上若隐若现的未知力量，也就是说，眼前之人就是一名职业者，所以她今日必死无疑。可就在此时，咔嚓，身旁的大门被缓缓打开，妖异少女脸色巨变，下一刻，一道身影猛然从其中飞射而出，瞬间一拳命中其头部。轰！负27672，恐怖的力量直接让妖异少女瞬间进入重伤状态。妖异少女在遭受重创后没有犹豫，猛然转头朝着远处的楼道奔去。此时的她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逃得越快越好。可就在她刚转身跑了几步后，一道光芒一闪而逝，只见其身躯直接被斩成两半。在其上半身跌落地面后，她仍旧挣扎着，双手并用，试图逃离此地。在失去了伪装力量之后，妖异少女逐渐显露原形，长着犄角的人形态怪物出现在秦风和林婉玉眼前。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怪物挣扎着朝转角走去。而这时，秦风缓缓走上前去，瞬间一脚将其头颅踩成粉碎。在怪物被击杀后，几个金色光团掉落了出来，而秦风自然是毫不犹豫将这些金色光团全部收入囊中。提示：您获得了伪装者面具黄金级乘1。提示：您获得了魔族之刃黄金级乘1。提示：您获得了魔化水晶黄金级乘1。在完成这些后，秦风才抬起头看向了走道的另一头。此时，一名身穿着黑色轻甲的御姐提着剑从走道的暗面走出来。她看了一眼秦风后，平静地开口问道：“很不错，你是战士职业者？”秦风点了点头。他此次出手，主要还是
为了救林婉玉。林婉玉是住在他对门的邻居，在秦风穿越之时便见过对方，只不过两人一直没什么交集，只是有过几次照面而已。秦风不是圣母，他不想出手是因为担心暴露身份，而为了隐藏身份，让林婉玉死在自己面前，他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在出手时，秦风没有使用任何技能，只是用普攻、普通攻击打伤害，这样就可以伪装成一名战士职业者，避免暴露真实身份。而得益于高额的力量属性加成以及近战百分比加成的 buff， 秦风的普攻伤害也是很高的，虽然没有技能伤害那么恐怖，但解决一些普通魔族还是很简单的。此刻，远处的黑甲御姐缓缓开口说道：“接下来这里交给我处理就好，你们都是职业者，最近要小心点。”秦风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了一旁的小萝莉。林婉玉此时已经从死亡的恐惧中彻底恢复了过来，她看着秦风，只觉得有些微微失神，不知道用何种言语来形容对秦风的感激，她只是有些迟钝的开口说道：“谢谢。”秦风看林婉玉没事后，便点了点头，径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之中。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秦风觉得还是得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现实太危险，没有实力的话，随便一个魔物都可以杀死自己，那未免也太憋屈了。而在秦风离开后，黑甲御姐看了一眼林婉玉说道：“她本可以不出手。”说出这句话，只是因为她不想让林婉玉以为她能活着是自己的功劳。若不是秦风出手，恐怕等她赶到时，林婉玉已经身首异处了。而说完这句话，黑甲御姐便转身快速离开了此地。在这名御姐离开后，不少身穿着镇魔司服饰的人抵达了此地，开始清理战场。镇魔司作为华夏官方组织的顶尖阵营势力，一直是清理魔物的核心组织。像是这种被击杀的魔物，自然是由他们派遣人员来清理战场。毕竟这些魔物的尸体也是有价值的，必须要带回去好好保存研究。林婉玉看着眼前忙碌的众人，有些呆滞地看向了秦风所在的房间。不过很快，他便恢复了精神，快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而在房间内，秦风直接掏出手机，快速点了一份外卖。魔物入侵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秦风在脑海中复盘了自己刚才的举动，虽然有些冒险，但是应该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顶多也只是发现自己是个战士职业者罢了。而战士职业者必然不会像是牧师这个职业一样引来无数魔物的围剿。可以预见的是，现阶段只要觉醒了牧师职业的人类，处境一定很惨。只要发现是牧师，估计都是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想到这一点，秦风觉得后续在现实之中，自己可以以战士的身份去面对官方机构，在游戏里当个牧师就好，这样就能完美避开魔族的窥探。第46章伪装 buff。 在想明白这些后，秦风也熄灭了出门逛2圈的心思。毕竟现阶段应该是各个魔窟的活跃期，每个魔窟应该都有魔物渗透进入现实，所以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免得横生枝节。等过一段时间，积累一波实力后，应该就可以拥有自保的能力了。到了那个阶段，哪怕暴露身份也不怕，谁来谁死。而这时，秦风摇了摇头，直接看向了自己刚获得的几件物品。伪装者面具，黄金级，等级30级，等阶黄金级，装备基础属性护甲值加1000点，装备额外特殊加成效果：1. 体质加200。2. 伪装被动效果，佩戴此面具后，可让自身进入伪装状态，外表属性都幻化为固定目标一致，持续10分钟，但当前效果有一定几率被探查类同数所察觉，请玩家注意。技能冷却5分钟。3. 简易效果，佩戴装备时，装备要求等级20，耐久度5000。看到这件伪装者面具，秦风顿时眼前一亮，这个物品是真不错。伪装类装备，佩戴上直接可以进行伪装，幻化为他人外形属性的特殊存在。关键是这伪装是需要具备探查类同数才能察觉的，而探查类同数是极为稀有的，一般人很难拥有这类技能，高阶的人族强者和魔物才可以拥有这类技能。所以有这个伪装技能，秦风基本可以伪装成一个弱者，低调一波。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将眼前的装备佩戴上，随后一道金色的面具顿时浮现在了秦风脸庞之上。而下一刻，秦风眼前顿时弹出一道系统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伪装 buff， 自身进入伪装状态，外表属性都幻化为固定目标一致，持续时间为永久。伪装失效后5分钟后将再次进入伪装状态之中。触发了天赋，秦风有些懵逼。他原本以为这个加成应该是没办法触发天赋效果的，但是还是触发了一波。而触发后的伪装 buff 直接从持续10分钟进阶为持续永久，这一波属实是史诗级加强了。
在转化为 buff 后，秦风直接闭上眼睛，使用伪装 buff。下一刻，只见秦风外形不停变换，一会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一会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国字脸，再细看又变成了林婉玉的模样，最后才恢复到了自己本来的模样。秦风这一波伪装外形不变，只是他将自己伪装成了一名职业者战士。自此，只要秦风不遇到一些太强的具备探查类瞳术的人，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一名平平无奇的战士职业者。在伪装好了之后，秦风便关闭了眼前的提示面板，看向了后面的2件物品。魔族之刃黄金级是战士的装备，秦风是牧师根本无法佩戴，所以直接可以丢背包里。至于最后的魔化水晶黄金级，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这件物品之上。魔化水晶黄金级，等级30，等阶黄金级，效果使用后有一定几率获得一个 buff 属性有 50% 几率为负面效果。提示蕴含一丝特殊魔能的晶石。看到眼前的魔化水晶，秦风笑了笑。50%的概率为负面 buff， 这概率如果脸黑的非洲人来说，那是相当容易获得负面效果 buff， 但是对秦风来说，他现在的幸运值足足有5250点，在幸运值的加持下，几乎 99% 的概率出正面增益型 buff， 所以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使用 buff。 下一刻，眼前的晶石化作黑色雾气，快速涌入了秦风的身体之中。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您成功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死亡惩戒 buff， 效果击杀敌人后死亡惩罚乘 200%。 看到获得的 buff， 秦风觉得这一波简直血赚。死亡惩罚，这基本是对人族才有效果的特殊 buff， 在神域之中，职业者一旦死亡，那就代表会损失经验值等级和一定的装备和道具，而这个死亡惩戒 buff 能让这个死亡惩罚直接翻倍，原本只需要掉1级，直接掉2级，掉落1件装备变成掉落2件。最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可提升的 buff， 未来秦风在神域之中面对人族内部的一些蛀虫时，就可以用这个 buff 恶心他们一波了。不过这个 buff 能不用还是不用，低调发育最重要。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关闭了 buff 提示。与此同时，无数异神从属和魔族强者进入了人类世界之中，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出人类天才强者的现实身份。这一天，不少天才职业者因为身份暴露而死于异神的围猎之中。当然，人族强者也开始组织清扫行动，开始逐步将这些潜藏于现世的魔物全部清理干净。就在这种血腥动荡的序幕之下，一夜时光缓缓消逝。在第2天的朝阳普照大地之时，新的一天开始了。秦风缓缓伸了一个懒腰，随后从床上爬了起来。而在苏醒后，第一件事就是点开了初始印记。下一刻，提示您获得了8个小时的登录时间。提示是否立刻进入神域世界？进入取消。新的一天又获得了8小时的登录时间，而这个时间自然是宝贵的。若是可以，秦风还是希望能延长一下登录时间。只不过能增加登录时间的，一般都是在职业进阶后。想到这里，秦风关闭了面板，随后缓缓起身，朝着外面走去。接下来，秦风直接拿出几个面包当做早餐。可就在这时，一道敲门声响起。请问有人在吗？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听到声音之后，秦风皱起眉头。根据声音，来的人应该是住在隔壁的小萝莉。只不过，他来做什么？想到这里，秦风直接走了过去。第47章魔族攻城 S。 打开门，映入秦风眼帘的是一个身穿着简洁白裙的小萝莉。不得不说，林婉玉虽然看上去很像小萝莉，但是身材却是发育的极好。此时身穿着白裙，将其身姿展露无遗。而若说她的容貌，自然也是上上之色，不说人间绝色，也是颇具灵气，让人看之便生出怜惜之色。此刻，林婉玉看着正在打开门的秦风，脸上顿时升起一丝红霞，连忙将手中的东西递给秦风，说道：“秦风哥哥，这是我亲自做的早点，感谢您昨日的恩情，还请收下。”秦风看着眼前被包装的极为精致的餐盒，有些无奈。不过，拒绝是不可能拒绝的，毕竟是别人的一番心意。想到这里，秦风直接伸出手接过早点，随后缓缓开口说道：“谢了。”“不用谢，应该道谢的是我才对。”林婉玉红着脸连忙说道。看到对方一副窘迫的模样，秦风倒是觉得十分有趣。想了想，秦风直接开口说道：“好了，没什么事情就回去吧。”“林婉玉点了点头。”砰！大门直接合上。林婉玉看着眼前合上的大门，有些茫然。“我是谁？我在哪里？”这还没说2句话就把门关上了。迟疑了片刻后，林婉玉顿时如同泄气了一般。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感谢对方，可秦风却好像完全不在乎一般。林婉玉摇了摇头，再次打起精神起来。她不是喜欢欠别人什么的人，所以只能以她的方式去报答秦风，而这份早餐只是报恩的开端。另一头，回到家后，秦风看着手中的早点，迟疑了片刻后，秦风直接打开看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份精心准备的蛋炒饭。看到这东西，秦风嘴角微微抽搐，谁早餐吃蛋炒饭啊？不过终究是一份心意，所以秦风还是将这份蛋炒饭全部吃完。而在吃完蛋炒饭后，秦风休息了片刻后，便毫不犹豫选择了进入神域世界。刹那间，一道金色光芒瞬间降临，携裹着秦风消失在了原地。不知过了多久，秦风缓缓睁开双眼，提示：欢迎您降临神域世界。提示：您所处之地为月之主城。提示：您获得了8小时的降临时间。在听到系统提示后，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所处的位置。离开神域世界之前，秦风刚走出神殿，所以此时他出现的地方正是神殿之前。在降临此地后，秦风还没来得及思考接下来准备去做什么，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区域提示：区域魔窟发生未知异变。区域提示：您受到了未知力量影响，生命值每秒负2000点。区域提示：您接取的 S 级特殊任务镇压魔窟进阶为 SS 级任务。区域提示：玩家可前往坐标512611区域，协助镇守使镇压空间裂缝。在这一道区域提示响起的瞬间，整个月之主城的玩家们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魔窟不是有强者去镇压了吗？真是不省心啊！该死，都别忙活其他了，驰援魔窟！快！应该是魔窟暴动了，都小心点，小心魔物进攻主城！驰援魔窟，坐标512611。完了，估计是镇守失败了，都小心点。这次诞生的魔窟不简单，神域世界和现实都存在着魔窟。魔窟是链接异世界的通道，而这些魔窟一旦开启，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魔物从中涌入，吞噬所在世界的生灵。魔窟诞生后，基本都会有强者前去镇压。秦风在神明试炼之前，这个魔窟刚好诞生，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完成镇压，反而任务级别等阶提升了一个档次。这就说明这次出现的魔窟很可能级别极高，根本守不住，或者情况更差，那就是前去镇守魔窟的人族强者已经陨落，而魔物大军或许此刻正在朝着月之主城袭来。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缓缓深吸一口气。对他来说，魔窟是一个很好的刷经验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要去一趟这个新诞生的魔窟。意识到这一点，秦风也没犹豫，直接跟着玩家群体朝着魔窟杀去。在高额移速的加成之下，秦风很快便来到了城门处。而就在这时，城门却被瞬间关闭。区域通告：月之主城进入战争模式，所有玩家不可出城。提示：您接取到了特殊镇守任务魔族攻城 S。提示：战争区域已划定，战争排行榜开启。华夏通告：月之主城遭受魔物攻城，请玩家立即驰援月之主城，协助主城士兵进行防守任务。华夏通告：月之主城遭受魔物攻城，请玩家立即驰援月之主城，协助主城士兵进行防守任务。在一道道系统提示响起的瞬间，四周的玩家都愣住了，因为他们很显然都清楚魔族攻城意味着什么。该死，魔窟沦陷了，有些不妙。别说了，快上城墙，准备协助防守，抗住第一波魔物攻城。另外派人前去守护传送阵，别被伪装魔物给破坏了。主城核心也派遣点人，小心魔族破坏防御法阵。杀光这群该死的魔族！在众多玩家议论纷纷之时，整个神域世界华夏区域的玩家都纷纷朝着月之主城汇聚。毕竟魔族攻城可是核心的大事件，参与这类事件的收益是极高的，所以在这一时间，无数的职业者纷纷通过传送阵朝着月之主城传送而来。秦风在听到世界通告后，毫不犹豫直接朝着城墙之上走去。在魔族攻城之时，他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击杀所有来袭的魔族。而根据秦风的预估，这一次魔族攻城来的魔物等级不会太低，并且防守住魔族攻城只是第一步，若是守不住这座主城，那就麻烦了，魔族很有可能会以此为据点，蚕食四周的城池要塞。而失去城池要塞为核心防守点，人族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将其夺回来了。第48章 Buff 增益，再度变强。想到这些时，秦风已攀登上了城墙之上。而到了城墙之上，秦风耳边顿时弹出一道系统提示：区域提示：月之主城2号传送阵被破坏，请玩家们注意。区域提示：
月之主城5号传送阵被破坏，请玩家们注意，一瞬间几座传送阵被破坏。而这个情况，秦风已经预料到了。魔族可不蠢，在魔窟诞生之时，必然已经派遣了大量的伪装者渗透进入附近城池之中。当然，这些伪装者也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若是魔族大军杀出魔窟通道，降临神域世界，那么他们就会配合大军摧毁核心传送阵。一旦失去了传送阵，就代表着月之主城将不会那么快有驰援的人降临，这样就充分给了魔族大军攻城的时间。只要在一定时间内占据月之主城，那魔族就算达到了初步的战略目标。当然，人族也不是傻子，在几座传送阵被摧毁后，隐藏在暗中的传送阵瞬间开启，直接将其他城池的职业者玩家全部传送到了月之主城之中。而这时，大量的职业者降临后，都纷纷朝着四周杀去。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四周的魔族伪装者全部杀死。当然，还有大量的职业者直接朝着城墙飞去。这些职业者中存在着大量骑乘着飞行坐骑或者腾空飞行的强者，基本上这些人都是高级别的职业者，来镇守此地，主要是为了应对魔族派遣的强者。此时，秦风没有在意这些降临城墙的职业者，而是抬起头看向了远处。在目之所及处，一股股黑色的死亡气息缓缓涌动，朝着月之主城快速袭来。而在这些死亡气息之下，是被魔族挟裹的无数魔物。第一波攻城的敌人就是这些魔物，他们被黑暗的魔能所掌控，驱使着朝主城袭来。作用自然是削减人族的力量。在解决了第一波的魔物攻城后，异神麾下的从属军团才会登临战场，届时就是真正的血腥战役。而第三波才会面对上真正的魔族军团以及魔族之中的强者。想到这里，秦风缓缓回过神来，远处的死亡黑雾缓缓逼近，城墙之上，无数玩家逐渐汇聚。就在此刻，一道金色光柱缓缓落下，下一刻，全身笼罩在白光之中的少女从金色光柱之中缓缓走出。而看到这名身穿着圣殿修女长袍的少女，在场的所有职业者都沸腾了起来。来了来了，兄弟们，是光明教廷的圣职修女！好家伙，圣职修女是真的好看，这身材，啧，我宣布修女长袍 YYDS。 可嗨嗨，今晚的梦有着落了。圣职修女来了就稳了，只是就怕有魔族强者针对啊，毕竟是辅助型职业，虽然很强，但是比起其他强攻系职业来说，还是弱点太多了。放心，应该只是第一个到的大佬，后面还会有大佬降临的，稳住就好了。那也是。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圣职修女直接挥动金色权杖，顷刻间，整个城池内所有玩家身上都多了几道 buff 加成，而秦风的天赋也在此刻被瞬间触发。提示：您的 buff 融合成功，您获得了回血 buff 效果，每秒恢复7000点生命值。提示：您的 buff 融合成功，您获得了魔力恢复 buff 效果，每秒额外恢复2000点魔力值。提示：您的 buff 融合成功，您获得了防御加成 buff 效果，增加护甲值4000点，持续时间为永久。受到 buff 增益的玩家们此刻都纷纷，一波加成直接让整面城墙之上的玩家都获得了3道 buff 增益。而秦风这一波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毕竟其他人只能获得基础的3个 buff 加成，秦风直接增幅10倍，和之前获得的 buff 效果相叠加，还是很香的。只是有点可惜，这是大型群体增益性高阶技能，所以基础效果都是比较弱的。而若是能够让这名圣职修女单独给他加个几道 buff 的话，那估计秦风就直接起飞了。只不过现阶段来说，圣职修女肯定是不会给他加 buff 的，毕竟辅助型职业来说，肯定是给越强大的人加 buff 收益越高。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多想这些，收回自己的思绪，看向了不远处。此时，随着浓烈死亡气息的袭来，携裹着无尽魔物一同抵达了城池之下。在这些魔物抵达城池下方时，所有玩家耳边都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提示：魔物攻城开始。在这道系统提示弹出的瞬间，无数的魔物开始冲击月之主城的城墙和城门处。而这一刻，无数玩家开始释放出一道道技能，剑矢、魔法，无数的攻击如同潮水般倾泻而下。除此之外，城墙之上的防御魔法高塔也开始缓缓亮了起来。经过蓄能后的魔法高塔，瞬间朝着魔物群射出一道道魔法射线，被这些射线命中的魔物几乎全部被瞬间秒杀。看到这一幕，秦风没有着急输出，而是直接给自己加了一手真言护盾。在技能释放的瞬间，一个半透明的金色护盾出现在了秦风的身体四周。提示：您获得了 LV1 真言护盾技能加持，护盾血量为4600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
真言护盾 buff 效果，每秒消耗10点魔力值，获得真言护盾庇护，护盾血量为46000点。真言护盾庇护之下，玩家施法将不会被打断。护盾破碎后10秒后将会自动恢复。在看到天赋被触发后，秦风顿时愣住了。秦风，这护盾竟然也能触发 buff 加成？秦风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护盾技能都是不能触发天赋加成的，可现在着实给了他一个惊喜。在真言护盾触发了天赋加成后，真言护盾的血量直接提升为46000点。这个血量的护盾再叠加上秦风的血量，自保能力再度飙升了一个级别。第49章疯狂升级。而接下来，秦风回过神来，看向了城墙之下的无数魔物。第一波袭来的魔物是大量的异化魔珠。在秦风将目光投在这些魔物身上之时，异化魔珠的属性顿时浮现在了秦风眼前。异化魔珠白银级，等级40，等阶白银级，血量15000，15000，攻击力1305至1329，防御1000，技能腐蚀毒液突刺术蛛网缠绕。介绍：未知原因产生异化的蜘蛛。40级的白银级魔物属性并不算强，对于现在的秦风来说，这种异化魔汁是真的来多少杀多少，全部都是经验宝宝。看完这些异化魔汁的属性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属性面板。随后，只见秦风看向了城墙之下。由于这些魔物距离秦风还有一定距离，所以最好的选择还是利用圣光降临来打输出。所以，只见秦风毫不犹豫抬起法杖，对着下方的魔物直接发动圣光降临。刹那间，大量魔物直接被一道道从天而降的白光命中。-58775，-58451，-58783，-58783，-58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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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87，负-58683，负-58804，一道道伤害数字瞬间浮现，瞬间将一大片的魔物全部秒杀。而这时，大量的经验值迅速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蛛，获得了经验加20000点。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蛛，获得了经验加20000点。提示：您击杀了异化魔蛛，获得了经验加20000点。在2000经验加成的 buff 之下，在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后，秦风身上顿时升起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1。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3。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39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9025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361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286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1337点。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2336点。瞬间连升3级，秦风的四维属性再度暴涨，基础攻击力也提升到了9000加。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秦风继续对着底下攻城的异化魔族疯狂释放技能，圣光一道道不停降临，所有被圣光命中的异化魔之全部被瞬间秒杀。城墙之上，不少玩家都看到了这一幕。快看，那不是暗影君主大佬吗？真的猛啊！这圣光降临，伤害太离谱了吧？他的技能是不要 CD 吗？怎么做到连续释放的？好家伙，这也太猛了吧！真的哎，大佬的技能好像真的不需要 CD。卧槽，我发现了画点！哈哈哈哈，大佬应该有增益减 CD 的装备和道具，刻一波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满 CD 状态的，只不过那起码装备是神话装备，道具也至少是神话的，还要搭配一些特殊辅助装备和嗑药才能达到满 CD 吧？大佬才20级，怎么做到的？别问，问就是大佬牛逼，真的猛！卧槽，又升级了！大佬这升级速度快得离谱啊！此时，秦风身上再度涌现2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4。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5。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45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9205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363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326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1357点。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2356点。再次提升了2级，直接来到了25级。此时的秦风只觉得很舒服，在这种大型的攻城战役之中，他这种存在简直就是 bug， 站着一直输出就可以了。而以秦风目前的效率来说，很快他便能提升到30级，并且还能撑着这一波战役积累下一阶段职业升级所需的经验值。就在秦风想到这些时，
远处的天空之中飞出无数密密麻麻的魔物，这些魔物在出现后便直接朝着城墙上的职业者们袭来。而秦风则受到了重点照顾，一大堆赤红色的巨型蝙蝠飞快朝着秦风扑来，毫不犹豫射出一道道恐怖的黑色锋刃。秦风站在原地，直接硬吃了无数黑色锋刃的攻击。Miss， 只可惜这些异化蝙蝠的基础伤害并不高，连秦风的护甲都没破。四周的玩家就有些倒霉了，不少玩家被这些异化蝙蝠偷袭一波，直接化作白光，瞬间原地去世。操，这群蝙蝠啊！救我！给奶给奶！奶我一口啊！去死！他奶奶的，我最讨厌蝙蝠了！看我不干死你们！都注意一点，保护一下法师和弓箭手，还有牧师！奶我奶我！姐姐奶我！城墙之上的职业者实力参差不齐，有强有弱。而此时，还有大量的异化蝙蝠袭来，飞快攻击着四周的玩家。看到这一幕，秦风毫不犹豫发动精神震爆，轰！一股无形的冲击波瞬间以秦风为中心蔓延开来，在技能释放的瞬间，四周的时空好像有一刹那的停滞，空中的无数异化蝙蝠瞬间呈现出僵直的状态，随后他们的头顶都纷纷浮现出一道道伤害数字：-71025，-71581。一瞬间，所有异化蝙蝠血量清空，径直跌落大地，爆出不少金色光团。而在秦风释放了这个技能后，无数的异化蝙蝠飞快朝着他冲来。没办法，精神震爆这个技能是能吸收大量仇恨值的。虽然吸引仇恨值的主体是被攻击的魔物，但是在战场之上，肯定是你杀的魔物越多，就越会被针对。所以此刻大量的异化蝙蝠飞快朝着秦风杀来。第50章，职业2次转职任务 SSS。而与此同时，秦风身上再度涌现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6。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48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9295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364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328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1367点。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2366点。在秦风升级过后，大量的异化蝙蝠飞快朝着秦风袭来，无数的黑色光刃爆发，瞬间将秦风四周化作一片死亡之地。而在异化蝙蝠群对着自己释放技能时，秦风毫不犹豫对着自己释放了一道圣光降临。没办法，秦风自己倒是能硬扛住这些异化蝙蝠的攻击，可四周的职业者就顶不住了。若是秦风不出手，估计会有一堆职业者暴毙于此。而就在秦风释放圣光降临的瞬间，一道道白光瞬间降临在了四周所有职业者和异化蝙蝠身上。顷刻间，加61475，加61452，-61563，-61245，密密麻麻的绿色数值和红色数值升起，几乎只是瞬间，处于圣光降临之中的职业者全部血量回满，而且还在持续不停的回血。在看到自己血量瞬间回满后，这些玩家纷纷转头看向了秦风。这就是暗影君主大佬吗？这也太强了吧！这一口奶直接回满，而且还是持续回血的，这就是顶级奶妈吗？这个回血真猛！哈哈，我以为暗影君主是假牧师，就是伤害高而已，没想到能 C 能奶，真的牛逼！这一口奶是真舒服了，美滋滋啊，省了好多回血药剂。稳了，真顶级牧师，这奶量比60-70级的奶妈还强了吧？暗影君主好像才20多级，他怎么做到的？暗影君主，我只是随意出手，就已是这个段位的极限。在不少职业者的注视之下，秦风身上一连升起数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7。提示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提示您的等级已达到进阶门槛，无法继续提升等级，请玩家尽快完成职业升华，突破阶位，方可解锁等级上限。所获取经验将自动存储至经验池中。提示您触发了职业升华进阶任务，职业2次转职任务 SSS。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60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9655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368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408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1407点。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2406点。一波直接让秦风升级到了30级。而在等级提升到30级后，秦风也获得了职业2次转职的任务。这个职业2次转职任务就是职业者的进阶路径，只有完成了转职任务，
才可以达成职业升华，突破职业瓶颈上限。当然，每一次职业转职节点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要完成了任务，职业升华后都会奖励大量的基础属性值，并且可能还会觉醒职业天赋，被动的。所以这个2次职业转职任务对秦风来说还是要尽快完成的。意识到这一点，秦风也没理会眼前的战场，一边丢出一道道圣光降临，一边点开职业2次转职任务看了起来。职业2次转职任务 SSS 等级 SSS 任务内容：想要突破竞技法师的2次转职阶位，必须要获取超凡物品，方可使职业进阶升华，产生蜕变。请玩家收集圣光药剂传说集乘5、贤者之证传说集乘1、竞技之物传说集乘1，并击杀一头传说级的 BOSS 领主魔物，便可完成竞技牧师2次职业转职。任务所需：1. 圣光药剂传说集乘5 05 2. 贤者之证传说集乘1 01 3. 竞技之力碎片传说集乘1 01 4. 击杀一头传说级领主魔物01。任务成功奖励：完成职业升华，解锁更高阶段职业路径，并有一定几率获取到职业天赋、buff、被动、主动技能等。看到眼前的任务，秦风顿时一愣，好家伙，这任务是真的不当人，才2次职业转职就要收集传说级的物品，并且还要击杀一头传说级别的领主魔物。要知道，单单是传说级别的物品就很难获取了，没有强大财力或者是深厚的背景，想获得这些转职所需的物品都是极为困难的。哪怕是秦风，也需要一个个去慢慢获取。最简单的就是圣光药剂传说集，而这种药剂的购买途径还好一点，在镇魔司内部就可以买到，只是需要氪一波金。而贤者之证传说集这个物品想获取，就必须要前往魔法高塔，通关一个特殊的秘境副本，唯有达到完美级别的 SSS 加通关评分，才能获得贤者之证。至于竞技之力碎片传说集，获取途径暂时未知，只不过肯定不简单就是了。而最后的传说级领主 BOSS 对于秦风来说也不算特别难，很有可能在这一次的守城战役之中就直接能遇到传说级领主 BOSS， 到了那个时候直接拿下补刀就可以完成任务，还是没什么特别大问题的。看完眼前的2次转职任务的内容后，秦风直接关闭了任务面板，随后只见其继续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战场。现在秦风所在的城墙是西城墙，除了这一片战场之外，其他3面城墙都在遭受着异族的强攻，而秦风这边倒是还好，毕竟有秦风这个 BOG 级别的职业者存在。第51章 LV10 神圣庇护。而其他的3面城墙此时也陷入了绞肉机模式之中，不少职业者被击杀，而后方传送阵之中还有源源不断的职业者降临，补充这些被击杀之人的位置。悬浮在城池上空的圣职修女扫视了一圈战场，随后侧过头看向了秦风。不得不说，秦风的实力的确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可以说，他虽然并不是这片区域的最强职业者，但是他在战场上的作用的确是极大的，吸引了无数的异化蝙蝠的攻击，在释放圣光降临奶了一波身边的职业者，直接让四周的职业者全部状态回满。这面城墙有暗影君主在，应该问题不大。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牧师职业在战场之中存活率极低，特别是秦风这种如此亮眼的，一定会引来魔族的针对。想到这里，圣职修女直接挥动权杖，瞬间对着秦风释放了一道技能。下一刻，一道金色光芒瞬间落在了秦风身上，而被金色光芒覆盖的秦风此刻却瞬间感知到了一股澎湃的能量在身体之中猛然爆发。在这股能量爆发的瞬间，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圣职修女对您释放了技能 LV10 神圣庇护，效果护甲值加5000，持续30分钟。提示：您的天赋产生了融合，您获得了防御加成 buff， 效果增加护甲值54000点，持续时间为永久。在听到系统提示后，秦风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圣职修女。多谢。秦风轻声说道。仿佛听到了秦风的话，圣职修女转头对着秦风浅浅一笑，在接触到秦风的目光后，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后，便将目光挪向其他地方。秦风看到这一幕，收回目光看向别处。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圣职修女竟然会选择给他单独加个神圣庇护技能。虽然这个技能是加护甲的，但是基础的技能效果就可以加5000点护甲值啊！在天赋触发加成效果后，秦风的护甲值直接破5万。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是物理攻击的话，对秦风的输出伤害必须要在54000加以上，才能堪堪破甲打出伤害数值。秦风这一波直接防御力爆炸。此时，就在秦风获得了加成之后，
大量的异化蝙蝠飞快朝着秦风扑来。而城墙之下，其他魔物的身影也再次出现。秦风毫不犹豫开始释放圣光降临技能，一道道技能不停爆发，白光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墙之上，无数的异化蝙蝠被瞬间秒杀。而被白光覆盖的所有职业者也在同一时刻获得了秦风的治疗加成。可以说，这一刻秦风就是所有职业者心中的爸爸。什么叫奶妈？这才是无敌大奶。而秦风释放圣光降临治愈所有玩家之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您当前已进入战役排行榜前10，请玩家注意。提示：战役结算后，排行榜前10玩家将会获得额外天道奖励。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秦风顿时一愣，这就进入排行榜前10了？要知道，这可不是之前只有10级以下玩家的神明试炼副本，这可是所有职业者都可以参与的魔物攻城战役。在这种环境之下，秦风的竞争者可是从10级到100级都有的，甚至还有100级以上的职业者。只不过，高级别的职业者一般不会轻易出手，毕竟他们击杀眼前的这些低级魔物是无法获取经验值的。所以目前来说，秦风面对的竞争者是极多的，能在这个阶段杀进战役排行榜前10，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此时，远处的死亡黑雾之中，逐渐显现几道巨大的身影。在这几道身影出现后，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战役提示：魔物 BOSS 加入战场，请所有玩家注意，击杀 BOSS 将会获得额外天道奖励。在这一道战役提示响起的瞬间，不少人都注意到了远处的几道巨型魔物。来的魔物是异化魔之领主 BOSS， 他们的身形巨大无比，血色的口气张合之间流出大量腐蚀性的粘液，看上去极为恶心。秦风转头看向了袭来的 BOSS 级别魔物，下一刻，这些 BOSS 的属性面板便浮现在了秦风面前。异化魔蛛领主黄金级 BOSS， 等级40，等阶黄金级，血量1000000，1000000，攻击力4500-4830，防御2000，技能腐蚀毒液、群体突刺术、蛛网缠绕、召唤魔蛛、血腥吞噬。介绍：未知原因产生异化的蜘蛛。异化魔蛛领主 BOSS 的血量很高，防御攻击也是极为强大的。在战场之上，这类魔物都需要大量职业者一同攻略。而此时的战场之上，同一时间出现了6头异化魔蛛领主 BOSS。在这6头异化魔蛛领主 BOSS 出现后，便快速朝着城墙所在的地方飞速靠近。在靠近的途中，这些异化魔蛛飞快喷吐出一道道蛛网，朝着城墙上的职业者们射去。都小心点，这个蛛网有毒，别中招了。持续性伤害技能可以分散站位吧，实在躲不了就磕点解毒或者净化药剂，接触一下毒液效果。怕个屁，我在大佬的圣光降临范围内，每秒回血几万，这能死？想死都死不掉，直接莽就行了，兄弟们别怕，干他丫的！在大佬圣光降临范围内的都稳住，抓紧输出。收到收到，一道道蛛网瞬间落地，直接命中了大量的职业者。可下一刻，负4411加4411，负4341加4411，所有在圣光降临范围内的职业者，基本上血量一直都是满的。这 BOSS 根本打不动他们，毕竟秦风的圣光降临回血每秒就几万加，这4000加的伤害根本没办法打出输出。第52章沉默 buff。 当然，除非玩家的血量上限不足4000，这种情况就来不及奶就会被秒杀。此时，随着这群异化魔之领主 BOSS 的靠近，很快一道道群体突刺术瞬间爆发，无数的尖刺猛然从地底刺出，直接将不少职业者身体贯穿。不少被贯穿的玩家原本都要记了，可下一刻却被秦风的圣光降临硬生生奶了回来。牛逼！暗影君主大佬好奶，爱了爱了，稳啊！我这都被捅穿了，愣是没死，绝了，无敌啊！虽然被暴狙很难受，但是没死就可以了。可恶，这异化魔之领主有病吧？老娘要杀了你！看着不少恼羞成怒的玩家，一头头异化魔族领主 BOSS 发出一阵阵怒吼，飞快抵达了城墙之下。而在他们来到城墙下方时，瞬间便召唤出大量的异化魔蛛。这些异化魔蛛在出现后，便随着这头领主 BOSS 一同疯狂对城墙建筑和城门发动攻击。城墙之上的秦风看到这一幕后，直接抬手朝着其中一头 BOSS 丢出一道道圣光降临，一道道白色光柱落下，进入圣光降临范围内的魔物全部被瞬间秒杀。而异化魔蛛领主 BOSS 瞬间被数道白光命中，血量瞬间见底，负63275，负63341，负63341，负63754。只是短短2秒时间，这头异化魔蛛领主 BOSS 便被瞬间击杀。
而 BOSS 被击杀后，一道区域提示顿时响起。区域提示：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异化魔蛛领主黄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暗金级乘1，击杀了一头 BOSS， 额外获得了一个暗金级宝箱。这个天道奖励多少有点抠门，不过对秦风来说也算可以了，毕竟以他的幸运值来说，天道宝箱往往都能开出不少好东西。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着急开启宝箱，而是转头看向了另外几头异化魔蛛领主。此时，在秦风的视线之中，一名身穿着黑色战甲的御姐直接一发剑气，瞬间将一头异化魔蛛领主 BOSS 给斩成了2半。而看到这名御姐，秦风顿时一愣，因为此人和之前秦风在现世所见到的黑甲御姐有点相似。不过，在神域世界之中，每个人大多数人都会隐藏自身身份，所以很有可能只是相似而已。在黑甲御姐斩杀异化魔蛛领主 BOSS 之时，一道区域通告顿时响起。区域提示：玩家剑心成功击杀异化魔蛛领主黄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暗金级乘1。剑心，秦风记住了这个名字。随后，秦风也没浪费时间，直接看向了其他 BOSS 所在的地方。在 BOSS 出现后，这些强者纷纷出手，有强大的召唤师职业者召唤出一头召唤兽，瞬间将 BOSS 撕成2半。也有魔法师释放出一道道元素魔法，将 BOSS 直接灭杀。还有弓箭手职业者连续10箭，直接将 BOSS 射成马蜂窝。区域提示：玩家百里穿心成功击杀异化魔蛛领主黄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暗金级乘1。区域提示：玩家御兽大师成功击杀异化魔蛛领主黄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暗金级乘1。短短1分钟不到，这些 BOSS 便被全数击杀。而这时，所有的职业者都开始转头，开始攻击下方的异化魔蛛。在 BOSS 阵亡之后，这些异化魔蛛就是行走的战场积分，无脑刷就完事了。秦风也不例外，直接开始进入疯狂丢技能的状态之中。当然，一边丢着技能，秦风一边打开背包，看向了刚获得的暗金宝箱。天道宝箱暗金级，等级1，等阶暗金级，效果开启后将会随机获得一件暗金级的物品。看到宝箱的简介后，秦风直接选择开启。下一刻，啪嗒，随着一道宝箱被打开的声音，秦风眼前顿时浮现一枚暗金色的符文。当秦风的目光落在符文之上时，符文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寂静符文暗金级，等级1，等阶暗金级，效果使用后，玩家技能攻击命中敌人时，有 5% 的几率附带寂静效果，一旦触发效果，敌人将会进入沉默状态，持续3秒。提示：沉默状态中将无法使用所有主动技能，持续时间5分钟。介绍：蕴含特殊力量的符文，上面似乎流淌着某种神秘的法则。看到眼前的寂静符文，秦风顿时一愣。这寂静符文是一次性的特殊道具，作用很简单，就是使玩家的攻击有一定几率让敌人进入3秒沉默状态之中。而这种符文一般都是极其稀有的，想要获取难度极高，毕竟它是可以拔高一个职业者强度的。比如说，若是一名职业者在面对另一名职业者时，同等情况下，其中一人使用了寂静符文，只要脸不是那么黑，都是有一定概率触发沉默效果的。而一旦触发了沉默效果，3秒的时间足以奠定胜局。秦风这一次获取的寂静符文对他的作用原本是不大的，但是若能触发天赋加成效果，那就另说了。毕竟 5% 的沉默几率和5分钟的持续时间显然没法跟 50% 的沉默几率、永久的持续时间相提并论。所以秦风毫不犹豫捏碎眼前的符文，瞬间选择了吞噬符文之力。刹那间，一股股特殊的冰蓝色光芒快速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只是短短片刻，一股特殊的力量便诞生于秦风的身体之中。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也缓缓弹出。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沉默 buff 效果。玩家技能攻击命中敌人时，有 50% 的几率附带寂静效果，一旦触发效果，敌人将会进入沉默状态，持续30秒。第53章火系地形龙领主暗金级 BOSS。 看到眼前的 buff 效果，秦风只觉得这个 buff 多少有点恶心人了。 50% 的几率触发沉默效果，这个几率可不低。以秦风的幸运值加成来说，沉默效果应该很容易触发，而一旦触发了沉默效果，直接持续30秒沉默状态。这个沉默效果只能说有点太强了，寻常3秒的沉默都足以恶心死其他玩家了，30秒的沉默，这不是直接能沉默到死？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看向了眼前的战场。
扫了一眼一面倒被屠杀的异化魔蛛，秦风沉默了。这些魔物好像有点太弱了，一点也发挥不出沉默 buff 的特效啊！仿佛听到了秦风的心声一般，远处一道道身影缓缓浮现，又有新的魔物再度加入了战场。而这些魔物在出现后，秦风耳边顿时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提示大量魔物加入战场，请所有玩家注意。提示大量领主级 BOSS 魔物加入战场，击杀领主级 BOSS 魔物将会获得额外天道奖励，请所有玩家注意。此时，秦风看向远处，大量的魔物携裹着不少领主级 BOSS 飞快朝着城墙处袭来，而这一次出现的魔物基本等级都比上一波更高，并且其种类也更多。此时，秦风直接无视了其他普通的魔物，将目光落在了靠近自己这边的 BOSS 领主魔物身上。这头魔物是一头巨型的行龙，深黑色的鳞甲之上燃烧着猩红的烈焰，看上去极为不凡。而在秦风看向这头地形龙之时，对方的属性面板顿时浮现了出来。火系地形龙领主，暗金级 BOSS， 等级60，等阶暗金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也还好，就是60级的暗金 BOSS。 只不过秦风觉得应该扛不住自己多少攻击，想要试验沉默 buff 的效果估计不太行。想到这里，秦风暂时放弃了试验这个 buff 的想法，毕竟这些领主级魔物都扛不住他几发技能，还是等后续遇到一些更强的 boss 再说吧。秦风回过神来之时，不远处的火系地形龙领主 boss 已经逼近城墙处了。他喷吐着火焰，直接朝着秦风所在的区域发动了技能攻击。瞬间，城墙之上的玩家都被火焰给彻底覆盖。而在火焰靠近之前，秦风直接一发圣光降临，直接将这片城墙区域的职业者覆盖在内。圣光和火焰彻底碰撞在一起，火焰灼烧的伤害落在了大量职业者身上。可下一刻，圣光降临技能的治疗效果瞬间生效，直接将损失的生命值直接弥补了回来。好家伙，感谢暗影君主大佬，大佬牛逼！一口奶直接起飞，哈哈哈哈，真的强！要是没有大佬这个奶的话，我估计就 G 了。感谢大佬救命之恩啊！哈哈哈哈，都给我冲！杀光这群载种魔物！远处，不少领主级别的魔物都注意到了秦风这边的异变，在发现了秦风这边有强力治疗的牧师之后，大量的领主级别魔物顿时掉头，飞快朝着秦风这边袭来。战场之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击杀对方的辅助牧师，要不然的话，以秦风这种奶量来说，这些领主级别魔物可能会被逐个击破，硬生生耗死在这里。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这些领主级别魔物在感知到秦风的强大后，才会调转方向，朝着秦风这边飞速杀来。而此时，不少职业者都看到了这一幕。秦风虽然很强，但是作为牧师，保命能力一般都不会很强，所以在见到领主级别魔物都往秦风这边靠近之时，几尊职业强者直接朝着秦风这边支援而来。都是人族之人，自然是要守望相助。而此时，黑甲御姐和之前的召唤师一同降临到了秦风的身旁。两人在降临之后，黑甲御姐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向远处，等待着魔物的降临。至于那名召唤师，则直接抬手，瞬间召唤出了2头巨型召唤兽，直接将其丢到了战场下方，和袭来的魔物展开厮杀。在这两人降临后，陆陆续续又有几名强者降临了此地。这些人在等级上基本都比秦风高很多级，但此刻却不约而同地降临此地，保护秦风。可以说，这些人的战略眼光都是很高的，能判断魔物的战略目标，从而针对性地进行反制。只不过，秦风看着这些降临的强者，有些无奈。目前秦风的保命能力是极为恐怖的，这些职业者中的强者来到此地，反而是他们受到了秦风的庇护。而秦风显然不打算赶走这群职业者，毕竟这样的话，在战场之中也能吸引更多的领主级魔物前来。当然，魔物也是有智慧的，若是想要在秦风这面城墙所在地建立起优势，就必然要先把秦风给铲除掉，从而为后续魔族大军降临月之主城做出铺垫。此刻，在这群职业强者降临保护秦风之后，远处又有不少领主级魔物转头朝着秦风这边袭来。秦风细细一看，发现竟然有15头领主级别的魔物，而且这15头领主级别的魔物各不相同，其中还有几头飞行系的魔物领主 BOSS。 一般职业者要是看到这种阵容，那估计会被吓尿。但是对于秦风来说，这些领主魔物 BOSS 自然是越多越好。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看向远处的魔物领主，开始等待了起来。随后15头领主魔物 BOSS 飞速袭来之时，秦风身旁的职业者们纷纷激动了起来。好家伙，15头领主级别的魔物，这阵势也太大了吧！这都是来针对暗影君主大佬的，应该是
真的牛逼啊！暗影君主大佬这一波就等于牵制了所有的魔物顶尖战力。只不过暗影君主大佬有那么多职业强者保护，应该没啥问题吧？这能有什么问题？我们被奶一口直接升仙，这些大佬被奶一波，这些魔物领主能打得动？要我看，这些职业强者都是混子，最强的还是我暗影君主啊！毕竟暗影君主才20多级。哎，暗影君主怎么就30级了？他升级这么快的吗？30级了！我操，这大佬升级速度这么离谱的吗？好家伙，就几分钟没看，大佬就从20级升到30级了，这升级速度跟坐火箭一样了吧？可能是氪了10倍经验药剂，放轻松，兄弟们，稳住心态。第54章，全员沉默，玩家们的震惊。此时，众多玩家都发现了秦风的等级变化，短短几分钟就从20级飙升到了30级，这个飙升的幅度只能说有点恐怖。不过，大多数玩家都只是怀疑秦风氪了10倍经验药剂而已，谁也不会想到秦风身上的经验 buff 基础就是20倍之多。当然，就在玩家们议论纷纷之时，远处魔物领主 boss 们也飞速地靠近了城墙处，而此时的职业者实力不强的基本上已经彻底退出了这片区域。毕竟这里要面对10多名 boss 的进攻，必然是一片死亡之地。哪怕有秦风在此，这些玩家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安然无恙地存活于此。就在这种情况之下，15尊魔物领主 boss 瞬间降临了战场。在抵达此地后，这群魔物领主 boss 瞬间爆发出10几道技能，直接朝着秦风所在地发动了攻击。顷刻间，10几道技能直接将秦风所在地的所有职业者全数淹没，而秦风只是抬手丢出一道圣光降临，降临的白光一道接一道落在所有职业者身上。负6123，加6123，负10241，加10241，一连串的伤害输出和恢复数字在职业者玩家身上升起，硬生生扛住了数十道技能的恐怖攻击。而这时，职业者们顿时感受到了有个无敌大奶的好处，有这奶量，几乎可以说在战场上可以横着走了。要知道，秦风这一波可是直接将15头 BOSS 的攻击全部挡了下来，而且秦风的回血技能还在不停恢复着这群职业者们的生命值。这奶量，暗影君主这么强，你确定他这才30级？这奶量都比得上70多级的牧师了吧？好家伙，我都准备氪神圣恢复药剂了，这暗影君主直接把我奶回来了。我以为其他职业者在那尬吹，没想到我竟然是小丑，这暗影君主有点太强了吧？怪不得能加入镇魔司。黑甲御姐抬起头看向了秦风，只觉得有些震惊。他没想到30级的牧师能这么离谱。他降临此地只是因为领主级 BOSS 都要往这边来，保护秦风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猎杀多几头领主级 BOSS 刷一下战场积分。可现在他哪怕不用动，任由那些 BOSS 领主攻击自己也死不掉。这奶量已经不是一个普通30级牧师能拥有的了。如果是一名70级的牧师有这个奶量，那可以说他很强，但是30级的牧师有这种级别的奶量，那只能说一句变态。想到这一点，黑甲御姐瞬间调整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将原本的击杀领主级 BOSS 调整到保护秦风之后。像是秦风这样的牧师天才，在神域之中死一次可是损失极大的，所以他必须要保护好秦风，不能让秦风阵亡于此。而不仅仅是黑甲御姐，在场不少职业强者都瞬间朝着秦风身旁靠拢，开始全力保护秦风。秦风显然没想那么多，他直接看向不远处靠近的领主级别魔物，直接丢出一道圣光降临。刹那间，3头领主级别魔物 BOSS 直接被技能命中，一道道恐怖的白光瞬间降临。负63514，负63546，负63894，负63452。技能命中的瞬间，原本还打算释放技能的3头领主级 BOSS 直接哑火，瞬间进入了沉默状态。3头领主 BOSS 在沉默状态生效的刹那，这3头 BOSS 领主直接懵逼。技能对于 BOSS 级别的魔物领主来说是很重要的，而现在直接全部进入了沉默状态，而且还是长达30秒的沉默时间，简直恶心的要命。不少职业者都看到了魔物领主头顶的沉默标志，看到这个沉默标志后，这群职业者也是有些懵逼。这 BOSS 怎么被沉默了？好家伙，一下沉默3头 BOSS， 这是用了啥稀有道具吗？哈哈哈，这 BOSS 估计要 G 了，这沉默一波，以暗影君主这伤害，估计很快就能直接全杀了。我现在就一个担心，这些 BOSS 魔物不会中途逃跑吧？跑个屁，他们后面可是有魔族军团的，只要敢跑就是死路一条。那倒是，这个沉默有东西的，该不会是暗影君主大佬放的吧？很有可能，哈哈哈。在这3头领主级别魔物进入沉默状态后，
秦风继续不停丢出一道道圣光降临魔法，随着白光一道道落下，三头 BOSS 的血量飞快下降，只是短短几秒，三头 BOSS 便被直接击杀了。而在临死之前，他们也没释放出一道技能。BOSS 被击杀后，一连串熟悉的区域提示不停响起。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异化不死魔狼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火系地形龙领主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黑暗异化蜥蜴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3道区域通告响起，所有职业者都往秦风这边看了过来。而这时，12头领主级魔物 BOSS 直接朝着秦风围了过来。所有玩家只看到秦风瞬间释放了数道圣光降临术技能，直接将所有领主级别魔物 BOSS 覆盖其中。下一刻，这些玩家看到了让他们懵逼的一幕，因为袭来的12头领主级魔物竟然在此刻同时进入沉默状态。怎么回事？这12头 BOSS 全部被沉默了。卧槽，我刚用瞳术看了一下，这些 BOSS 全部被沉默30秒。什么？30秒沉默？这他妈绝了呀！这是用了啥道具吗？这么猛！30秒的沉默，我见都没见过。神话道具也未必能沉默30秒吧？这是什么鬼？好家伙，暗影君主是真的牛逼啊！太强了吧！沉默30秒，这 BOSS 基本全员 GG 啊！第55章镇压 BOSS， 乱杀！30秒的沉默效果，直接把周围的职业者们搞懵逼了。而黑甲玉洁此时也看向了 BOSS 的属性面板，当他看到那长达30秒的沉默效果后，顿时也懵逼了。沉默状态效果，无法使用任何技能，持续时间为30秒。这是沉默效果？30秒？黑甲玉洁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沉默效果。要知道，以他知道的能造成群体沉默效果的道具或者装备来说，哪怕是最高阶位的都很难打出30秒的群体沉默。可以说，秦风这一手直接是把其他职业者都给克制的死死的。30秒的沉默期，这谁能扛得住？只要没了技能输出的伤害，直接强度弱一半。而这个效果显然是最克制法师职业的，毕竟法师没了技能，基本就是最废物的职业了，没有之一。就在黑甲玉姐震惊之时，远处的12头领主 BOSS 魔物都陷入了癫狂之中。他们在进入沉默状态之后，只能被动的利用普通攻击，不停攻击着眼前的城墙。而在他们头顶之上，一道道白色光柱不停落下，疯狂削弱着他们的血量。只是短短几秒时间，这群 BOSS 的血量便被削减到了 50% 以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四周的职业强者们都纷纷出手，开始疯狂攻击这12头领主级 BOSS。负63514，负35411，负63341，负4511，负63784，负94511，负63454。无数道伤害密密麻麻从这些 BOSS 头顶升起，而 BOSS 领主们也察觉到了危机。此时，几头飞行系的领主 BOSS 直接朝着被保护的秦风快速飞去。电光火石之间，几头领主 BOSS 直接来到了秦风的面前。黑甲玉洁等职业强者刚准备出手，便感知到身后突然爆发出一股可怕的能量波动。轰！负73275，负73612，负73512，负73745。在精神震爆的恐怖力量之下，几头袭来的飞行系领主 BOSS 直接陷入了眩晕状态之中，猛然跌落在城墙之上。轰！在其跌落城墙之时，不少无辜的职业者被直接砸死，化作一道白光消散在空气之中。而下一刻，秦风没有对着这几头飞行系领主留手，继续发动精神震爆，恐怖的灵魂攻击再度爆发，疯狂剥夺着这几头飞行系领主 BOSS 的生命值。负73462，负73657，负73784，负73676。在秦风身旁的黑甲玉姐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多余。明明他来这里是为了保护秦风的，可现在他才发现，需要保护的似乎是自己。就在此时，远处几名职业强者的话缓缓传入黑甲玉姐的耳中：“你确定这是30级的牧师？嗨，我他妈也不知道啊！这30级的牧师能这么强？服了，这还保护个屁保护，还是继续刷我们的怪吧！这变态让他自己玩去。”听到四周职业强者的话，黑甲玉洁脸色一黑。下一刻，只见其看了一眼秦风，随后直接朝着离得最近的一头领主级 BOSS 杀去。没办法，以秦风展现出来的实力来说，他感觉自己多少有点拖后腿了。
与其在那浪费时间，不如多杀几头领主魔物，缓解一波秦风的压力。当然，一旦秦风遇到危险，他还是会第一时间驰援的。毕竟，人族的天才和他不一样，守护这些人成长起来，人族才有未来。而他，死一次不打紧。就在黑甲御姐朝着其他领主级魔物杀去时，秦风几发精神震爆，直接将来袭的几头飞行系魔物全部击杀。而在击杀了这几头领主级魔物后，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异化寒冰翼龙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死亡秃鹫领主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黑月魔符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一波再次获得了3个紫金级的天道宝箱。而这时，秦风耳边再次响起了几道世界通告：区域通告，玩家绫罗成功击杀异化3头魔狼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区域通告，玩家百战成功击杀黑暗地形龙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又有2头领主级别的魔物被击杀了。而这时，秦风扫了一眼击杀这2头 BOSS 的玩家，绫罗和百战他都很熟悉，之前在游戏论坛上曾经了解过这2个人。2人都是上一届通过神选的职业者，在进入神域世界后，2人都依靠着强大的天赋和底蕴，加入了 S 级阵营势力之中，并且获得了高阶位的隐藏职业进阶序列。而现在，这2人应该算是上一届职业者选手之中最顶级的那一批了。只不过这2人仍旧和秦风存在着绝对的实力差距，毕竟秦风现在灭杀这些领主级别魔物如同喝水。想到这里，秦风摇了摇头，随后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战场之上。在秦风灭杀了3头飞行系魔物后，远处的领主级别魔物还处于沉默状态之中，被其他职业强者按在地上一顿暴锤。而看到这一幕后，秦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对着这群魔物领主丢出一道道圣光降临。下一刻，密集的白光再次降临战场。与此同时，恐怖的伤害瞬间爆发。-63562， -63584， -63673， -63467，一道道圣光降临，不停丢出。而处于战场之中的职业强者们纷纷脸色一变。第56章 BOSS 进阶。好家伙，暗影君主大佬真的不给我们活路啊！他奶奶的伤害这么高，我怎么抢 BOSS 不到啊？想偷偷摸摸杀个 BOSS 都不行，无语死了！太难了吧，大佬让个 BOSS 行不行？失毒石是可耻的。在秦风降临战场之后，其他职业强者都有些无语。没办法，秦风的输出伤害的确是很超标的。他的伤害并不是单体伤害，而是每秒2次伤害。毕竟有双重施法 buff 存在，秦风的圣光降临技能每秒能对单一 BOSS 领主造成 12.6W 加的恐怖伤害。就以这种伤害来说，在场的玩家基本没一个能比得过他的。而能比得过秦风的，也不会在此时出手。毕竟那些真正的强者击杀这些领主魔物都是获得不了天道奖励的。所以此时其他玩家看到秦风的伤害输出后，都纷纷选择退避开来，不和秦风争夺 BOSS 的补刀。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秦风继续对着这群 BOSS 领主释放圣光降临技能，一道道恐怖的白光落下，这群 BOSS 领主的生命值飞速下跌。可就在这时，其中一头巨狼却浑身爆发出恐怖的雷光，身上涌现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而在异象诞生的瞬间，一道道区域提示在所有玩家耳边弹出。区域提示：异化雷狼按荆棘 BOSS 产生未知异化，异化完成后可使 BOSS 完成进阶，请所有玩家阻止 BOSS 完成异化。区域提示：异化雷狼按荆棘 BOSS 产生未知异化，异化完成后可使 BOSS 完成进阶，请所有玩家阻止 BOSS 完成异化。一道道系统提示响起的瞬间，所有职业者的目光都投了过来。而这时，秦风倒是眼前一亮，因为 BOSS 异化进阶，这就是他所希望的。击杀普通暗金级的 BOSS 都能获得紫金级的宝箱奖励，若是能击杀紫金级的 BOSS 的话，那岂不是能获得赤金级的宝箱奖励？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绕开这头 BOSS， 直接释放技能攻击其他 BOSS。而远处的玩家们看到这一幕，都有些微微失神。暗影君主大佬这是做什么？放过这头 BOSS 了，直接不攻击？这是打算等 BOSS 进阶？紫金级 BOSS 可不是普通的 BOSS， 大佬快把这头 BOSS 杀了吧！别浪了，真的不行，紫金级 BOSS 可不简单啊！大佬不阻止这 BOSS 进阶的话，我就去了。你去个屁！大佬这明显就是想养肥了再杀，看着就好，
别出手了，真的骚啊！别人都是怕 BOSS 进阶，到大佬这里就是养肥再杀，绝了！另一头，御兽大师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的秦风和正在进阶的异化雷狼，只觉得有些懵逼。这暗影君主也有点太强了吧？这暗金级 BOSS 在他面前就是弟弟，随手就能镇压，而现在竟然敢让 BOSS 从暗金级进阶到紫金阶位。要知道，每次 BOSS 进阶可都是恢复全部状态，并且全属性大幅提升的同时，还会新增不少专属技能的。若是让他来面对紫金级的 BOSS， 他虽然有把握击杀对方，但是也没办法像是秦风这样轻松。特别是在眼前的战场之上，自然是不要给对方机会进阶为好。可秦风却偏偏不按套路出牌，直接不攻击这头进阶的魔物 BOSS， 转头开始清理其他 BOSS。想到这里，御兽大师只觉得自己有些失了锐气，和真正的强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摇了摇头，将脑海中紊乱的思绪甩开后，御兽大师也没理会秦风的操作，继续召唤出几头召唤物开始刷怪。而远处，秦风继续不停释放着一道道圣光降临，很快便带走了剩下这些 BOSS 领主的所有生命值。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魔牛领主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火蜥蜴领主暗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金级乘1。这一波直接贡献给了秦风6个紫金级的天道宝箱，而剩下走远的2头魔物，此时也被其他职业者强者悉数瓜分。至此，秦风所在的区域内就只剩下一头异化雷狼领主 BOSS 了。秦风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异化雷狼，映入眼帘的是一头浑身涌动着电光的巨型魔狼，它浑身银白色，涌动的电光让其毛发耸立，看上去如同炸毛一般。而就在此时，几名职业者出现在了异化雷狼附近。下一刻，无数技能倾泻而下，不停攻击着陷入沉默状态之中的异化雷狼。看到这一幕，秦风也没觉得有什么。这些职业者想要的是击杀这头领主 BOSS， 而他想要的是让这头异化雷狼进阶，然后宰了。其实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群职业者多少有点无脑。现在其他职业强者都不出手，无非就是因为秦风想要让这头异化雷狼进阶。聪明人都知道，现在若是对异化雷狼出手，那必然会得罪自己。只有不带脑子的人才会觉得自己能拿下这头领主 BOSS 是血赚不亏的。此时，异化雷狼在遭受攻击后，直接爆发出恐怖的力量，猛然朝着进攻的几名职业者杀去。在进阶之中的异化雷狼仿佛觉醒了未知的力量，眨眼睛便将其中一名职业者咬住。救我！该死，这异化雷狼速度怎么这么快？救人！牧师给奶啊！此刻，四周的职业者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这几个职业者有些蠢。暗影君主要是想杀这头 BOSS， 还有你们出手的机会吗？蠢逼！真的无语，别笑乐了，这几个职业者活该，能救还是救吧，都是人族。你真他娘的是圣母啊，绝了，这还救？自己不自量力上赶着去送，你救吧，你是菩萨心肠，你清高你了不起。笑傻了，这群人才60级，是什么给了他们勇气去争夺这 BOSS 的？第57章赤金级宝箱。只是短短几分钟，这几名职业者都被异化雷狼虐杀致死。而在这时，异化雷狼也彻底完成了进阶。在其进阶完成的瞬间，一道道金色光柱冲天起，区域通告也在附近所有职业者耳边响起。区域通告：异化雷狼暗金级 BOSS 完成进阶，当前阶位为紫金，击杀异化雷狼紫金级 BOSS 可获得特殊天道奖励。请附近所有玩家注意，在这一道区域通告弹出的瞬间，秦风毫不犹豫出手。顷刻间，只见一道道白光瞬间降临在异化雷狼身上。-63563， -63685， -63907， -63676。恐怖的光系魔法攻击瞬间爆发，直接让异化雷狼 BOSS 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嘶吼。吼！异化雷狼 BOSS 怒吼一声过后，猛然转头看向了秦风。在确认好是秦风攻击自己后，异化雷狼毫不犹豫朝着秦风飞速扑来。进阶之后，他只觉得自己现在强大的可以无视一切攻击，这个敢挑衅自己的家伙，他必须要杀了。此时，异化雷狼一跃，瞬间便落在了城墙之上，而在其降落后，便飞快朝着秦风扑来。看到这一幕，秦风顿时乐了，这 BOSS 多少有点无脑了。要是离得远的话，秦风还只能用圣光降临打输出，可若是近身的话，秦风的精神震爆的伤害要比圣光降临还高不少，并且还能打出3秒沉默效果。而在对方靠近之时，
秦风不停丢出一道道圣光降临，做出一副阻挡对方靠近的假象。异化雷狼 BOSS 硬扛着无数光系魔法攻击，很快便靠近到了秦风的面前。电光火石般的瞬间，异化雷狼 BOSS 张开利齿，瞬间朝着秦风咬下。秦风笑了笑，毫不犹豫发动了精神震爆。轰！一股无形的灵魂攻击瞬间爆发。顷刻间，原本要将秦风吞噬的异化雷狼 BOSS 身体瞬间僵硬，猛然倒在了一旁的地上，陷入了眩晕状态之中。-73562， -73563， -73455， -73854。在其进入了眩晕状态后，秦风继续不停发动精神震爆。-73562， -73563， -73455， -73854。密密麻麻的恐怖灵魂伤害从其头顶浮现，而远处看到这一幕的职业者们都愣住了。我靠，这就是暗影君主吗？这 BOSS 在他面前好像有点不够看啊，这血量怎么这么快就掉到 50% 以下了？那必然的，这 BOSS 我感觉要 GG 了。大佬这输出伤害太离谱了，每秒的输出都有 14W 了，这谁能扛得住？真的离谱！这就是牧师吗？能 C 能奶，太强了吧！不少玩家正在议论之时，眼前的紫金级 BOSS 血量快速见底，而当 BOSS 刚从眩晕状态之中恢复时，他的血量已然被彻底清空。异化雷狼 BOSS 在遭受致命伤害后，有些不甘地看了一眼秦风，原本熠熠生辉的瞳孔逐渐暗淡了下来。轰！头颅倒地，溅起一地的尘埃。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异化雷狼紫金级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乘1。看到这头 BOSS 被击杀后，大多数职业者都麻木了。虽然在场的职业者或多或少都知道暗影君主这个名字，但是如此近距离去见识秦风的实力还是很不一样的。可以说，在场的不管是老职业者还是萌新职业者，此刻都对秦风的实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可以预想的是，在这一场战役之后，秦风在人族之中的声望将会大大提升。当然，在异神和魔族眼里，秦风将会再次上升一个威胁度，从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就是异神对他的围剿力度将会提升不少。而此时的秦风显然并不在意这些。在击杀了异化雷狼 BOSS 后，秦风直接获得了一个赤金级的宝箱。除了一个赤金级宝箱之外，秦风还获得了12个紫金级的宝箱，可谓是收获巨大。此时，秦风扫了一眼战场之上，发现肆虐的魔物基本都被清除殆尽了，剩下的也就是小虾米1、2只，其他职业者自然会去解决。看到这一幕，秦风呢喃道：“可以开一波宝箱了。”随后，只见其直接打开背包，将获得的紫金级宝箱率先拿了出来。开箱子和强化武器装备一样，都是需要垫子的，所以秦风打算先把紫金级的宝箱全开了，然后再去开赤金级的天道宝箱。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选定所有紫金级天道宝箱，毫不犹豫全部开启。下一刻，啪嗒啪嗒，紫金色的宝箱全部被缓缓开启，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宝箱之中投射而出，随同金色光芒一同涌现的还有不少闪烁着光芒的特殊物品，其中不乏有道具、装备、材料等。在这些物品出现后，一道道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提示：您开启了天道宝箱紫金级，成功获得了物品寒霜披风紫金级。提示：您开启了天道宝箱紫金级，成功获得了物品痛苦之刃紫金级。提示：您开启了天道宝箱紫金级，成功获得了物品灵魂项坠紫金级。在将所有天道宝箱都开启过后，秦风直接开始挑选起了自己能用的东西。而筛选了一波后，秦风发现开了12个紫金级宝箱，竟然全部都是极品物品，只不过能用的就5个。此时，秦风直接将5件物品全部拿出来：寒霜披风紫金级，灵魂项坠紫金级，不朽者炼金术秘籍紫金级，破碎的神秘药剂紫金级，神圣复活十字架紫金级。第58章药之新 buff， 这5件物品都是秦风用得上的。此时，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了第一件装备披风之上：寒霜披风紫金级，等级30级，等阶紫金级，装备基础护甲值加1000，装备基础魔抗值加500，装备额外附加特殊效果：1. 体质属性加200， 2. 寒冰系魔抗加500点， 3. 寒霜领域符文被动效果，每秒将会对4周所有敌人造成1000点的寒冰魔法攻击，耐久度10000 10000。寒霜披风的装备属性还是很不错的，有护甲有魔抗，
还额外增加了不少体质属性和一个符文被动。当然，其中魔抗和符文被动都是可以触发天赋加成的，对秦风来说还是很香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选择穿戴上眼前的寒霜披风。下一刻，随着秦风装备上披风，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寒冰魔抗 buff， 效果：寒冰系魔抗加5000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寒霜领域符文 buff， 效果：每秒将会对四周所有敌人造成10000点的寒冰魔法攻击。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3848。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7280点。再度获得了2个新的 buff， 这个收获还是挺不错的。而在获得了2个新的 buff 后，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后面一件装备上：灵魂项坠紫荆棘，等级30，等级紫荆棘，装备基础魔抗值加500，装备额外附加特殊效果：1. 智力加200点；2. 每秒恢复 10% 的魔力值；3. 灵魂重创被动效果，每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提升 20%， 耐久度10000 10000。灵魂项坠的等级也是30级，刚好秦风可以佩戴。而这件装备2个加成都是秦风用得上的，一个是回蓝，一个是伤害加成。在看完这个装备的属性面板后，秦风便毫不犹豫选择了穿戴上灵魂项坠。在装备上项坠后，天赋效果瞬间被触发。提示：您触发了天赋融合，获得了魔力恢复 buff， 效果：每秒恢复 100% 的魔力值，并额外每秒恢复2000点魔力值。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伤害增幅 buff， 效果：每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提升 200%。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80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0255点。装备上灵魂项坠后，秦风的智力属性得到了大幅提升，直接让基础攻击力冲上了10000加，10000基础伤害就相当于一个门槛。万伤牧师这个强度基本都需要60到70级才能达到，而秦风目前才30级，已经算是很强了。在提升了一波基础攻击力后，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了其他3样物品上面。不朽者炼金术秘籍紫荆棘，等级1，等阶紫荆棘，效果：使用后可转职副职业炼金术师，并掌握 LV5 级别的炼金术，有一定几率触发未知副职业专长。限制：智力大于1000点。不朽者炼金术秘籍是开启副职业炼金术的物品，还算是比较稀有的特殊知识系道具。使用后，玩家就可以掌握 LV5 级别的炼金术。要知道，副职业的级别最高目前是 LV10级，而开局普通玩家只能学习掌握到 LV1 级别的炼金术。秦风能直接获得 LV5 级别的炼金术，直接节省了大量修炼副职业的时间。除此之外，使用这个道具还有一定几率获得副职业专长。副职业专长的获取难度极高，一般来说都需要一定的机缘才能触发专长，而每一个副职业专长都是很特殊的，往往能帮助职业者快速修炼副职业，从而提升副职业等级。当然，以秦风的幸运值来说，获取副职业专长的几率近乎100%。想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使用不朽者炼金术秘籍。下一刻，眼前的秘籍顿时化作了一道金色光芒，涌入了秦风的身体之中。随后，秦风只觉得脑海中涌现了大量炼金术的知识。片刻后，秦风将脑海中的知识消化殆尽，而一道系统提示也在此刻响起。提示：您开启了副职业 LV5 炼金术师。提示：掌握副职业技能 LV5 炼金术，效果：炼制药剂时成功率提升 25%， 消耗材料减少 25%， 制作时间减少 25%。提示：您从不朽者炼金术秘籍之中产生了顿悟，觉醒副职业专长药之心，效果：炼制药剂时有 10% 的几率使药剂品质提升。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炼金术 buff， 效果：炼制药剂时成功率提升 250%， 消耗材料减少 99%， 制作时间减少 100%， 消耗材料 99% 就是上限，制作时间同理。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药之心 buff， 效果：炼制药剂时有 100% 的几率使药剂品质提升。看到获得的 buff， 秦风有些懵逼，这直接炼金术触发了 buff 加成， LV5 的炼金术直接10倍增幅，这波提升只能说强的离谱。要知道 LV10 的炼金术师也不能达到炼制药剂成功率提升 250%， 并且消耗材料减少 99% 的同时，制作时间也减少 100%。这代表什么？同样的材料消耗，秦风能炼制出100瓶药剂，
而其他掌握炼金术玩家只能炼制1瓶，甚至更少，毕竟别人的成功率加成并不高。而且时间上来说，秦风直接可以一直制作，1秒1瓶，单单是这2点就足以秒杀其他炼金术师了。若是再加上最后的药之心副职业专长，那就更离谱了，100%的几率触发药剂品质提升，这专长 buff 可是极强的。第59章智力增幅，毕竟只要秦风炼制黄金级药剂，就直接可以获得暗金阶位的药剂。而若是秦风炼制神话级别的药剂呢？这个100%触发药剂品质提升，直接就能让秦风获得神话阶位以上的药剂。要知道，秦风的 buff 获取途径主要还是嗑药和装备，炼金术这个职业就很契合他。以后需要什么 buff， 直接自己炼制对等的药剂，然后开课就完事了。在掌握了副职业后，秦风深吸一口气，随后直接看向了剩下的2件物品：破碎的神秘药剂紫金级，等级1，等级紫金级，效果服用后将会获得未知 buff 加成，持续24小时，限制无。神圣复活十字架紫金级，等级1，等级紫金级，效果使用后将会获得1次复活机会，死亡后复活效果触发，免除神域死亡惩罚，并恢复100%的生命值和魔力值，限制无。这2件物品都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是能获取未知 buff 的道具，一件使用后可以获得1次复活机会的物品。想都没想，秦风毫不犹豫将2件物品全部用掉，药剂和十字架化作2道金色光芒，瞬间落在了秦风身上。提示：您的天赋产生了融合，您获得了智力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智力3600点。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5800点。提示：基础攻击力提升至19255点。提示：您获得了1次复活机会，死亡后复活效果触发，免除神域死亡惩罚，并恢复100%的生命值和魔力值，获得智力增幅类 buff 了。秦风有些惊喜地看着增幅的智力属性，这一波直接给秦风增加了3000点智力属性。要知道，秦风之前获得了大量的 buff 增益，其中智力增幅 buff 是最少的，而现在这神秘药剂一波增益，直接增加了3000点智力属性，这增幅的数量可不低，直接让原本刚破基础万伤门槛的秦风瞬间抵达了2万基础伤害的大门前。唯一有些可惜的就是复活没有触发 buff， 要是复活能触发 buff 加成的话，秦风这一波可就真的血赚了。当然1次复活也够用了，以秦风现在的保命能力来说，真的是想死都死不掉。将所有紫金级宝箱开出的物品全部消化殆尽后，秦风直接看向了一旁的赤金级宝箱。在开启了全部紫金级宝箱后，就来到了这一次的重头戏了。赤金级宝箱算是极为稀有的特殊宝箱了，这个阶位的物品不会太差。想都没想，秦风毫不犹豫开启宝箱，啪嗒，随着赤金级宝箱被开启，一道道赤金色光芒从宝箱内部涌现出来，而在金色光芒之中，一个特殊的物品出现在秦风面前。红衣祭祀海拉降临卡赤金级，等级1，等阶赤金级，效果使用后可触发特殊选项，选择1，召唤红衣祭祀海拉降临战场，协助玩家战斗30分钟。选择2，红衣祭祀海拉将降临下未知力量给予职业者，使职业者短暂拥有红衣祭祀海拉的部分力量，效果持续30分钟。限制：使用后可能触发未知剧情。看到这个降临卡，秦风微微一愣，这是什么鬼？降临卡，而且还是红衣祭祀海拉的。这个红衣祭祀海拉貌似就在月之主城的神殿之中，可现在似乎根本没有出现在战场之上。这张卡片是能召唤红衣祭祀海拉加入战场的，可是秦风觉得核心的用法还是降下未知力量，让秦风短暂拥有红衣祭祀海拉的部分力量。获取红衣祭祀海拉的部分力量，应该也能获取到 buff 增幅吧？秦风暗自揣测道。而就在秦风沉思之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区域通告，当前第1阶段守城战役完成，所有玩家发放第1轮积分奖励。本次排行榜第1名为暗影君主，特别奖励玩家战场积分乘 100%， 等级加10，金币乘1000W。第2名为区域通告，魔族大军即将发起第2阶段进攻，请所有玩家注意。区域通告，魔族大军即将发起第2阶段进攻，请所有玩家注意。在这一道道系统提示响起后，在场的玩家们都纷纷被这一次战役排行榜的奖励给震惊到了。好家伙，怎么第1是暗影君主？这样牛逼吗？这第1名竟然是30级的暗影君主大佬？不是吧，这有点假了呀！特奶奶的，老子竟然是第4！血亏啊，前3的奖励是真的好，第4的奖励直接滑铁卢。哈哈，
还得是暗影君主大佬啊！这一波直接起飞，无敌，真的牛逼，积分直接加倍，这后面只要稳住，基本没人能超过他了。历史第一次有30级的玩家在这种战役之中杀到第1名的吧？以前这种情况好像从来没发生过，毕竟这种战役之中可是有大量高级玩家的。这暗影君主是真的牛逼，主要是最后一波暗影君主杀了不少 BOSS， 还有那头赤金级 BOSS 也给他贡献了大量战场积分，要不然也没办法登顶第一。就看第2阶段他能不能稳住了，能稳住那就是真的牛逼了。不得不说，秦风这一手登顶第一，直接给其他人干懵逼了。毕竟秦风面对的竞争对手可都是实力不菲的强者，其中不乏有前几届之中的顶尖职业者，他们的天赋极强，更有着等级差距。可就是这些强者在第1阶段之中还是被秦风一波反超了回去，登顶第一拿下奖励。不得不说，秦风的实力已经极为恐怖了。而在此时，秦风没有丝毫欣喜，因为他获得的奖励暂时都用不到。提示：您获得了战场积分乘100%，等级加10，金币乘1000W。提示：由于等级上限，等级提升奖励自动转化为升级所需经验值，存储于经验池中。请玩家注意。第60章血腥恶魔黄金级。第1阶段的奖励并不多，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第1阶段的难度很低。要知道，获取到的等级加10对于高级别的玩家来说都是极为稀有的，直接能让他们瞬间跨越巨大的等级差，远远拉开和其他玩家之间的差距。毕竟等级越高，升级所需的经验就越多。而秦风获得这个奖励倒是有点亏了，不过他并不看重第1阶段的奖励，他要的还是第2、第3阶段的奖励。若是能将后续的奖励全部拿到手，那才是真的香。在发放完系统奖励后，秦风直接朝着远处看去，而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恶魔军团。恶魔族群是魔族麾下统治的战争种族，这个种族存活在破碎的黑暗世界之中，在被异神麾下的魔族发现后，便以强大的力量所奴役，最后变成了异神和魔族手中的铁血战争军团。当然，每个恶魔族群的类型都不一样，也由此分裂出数支截然不同的恶魔军团。而来袭的恶魔军团就是最常见的血腥恶魔军团。这支恶魔军团的实力并不算强，算是恶魔军团之中实力最低的军团之一。毕竟血腥恶魔的能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嗜血本能，一旦闻到血腥气息就会进入狂暴状态，从而展开疯狂的杀戮，让战场化作血腥的绞肉机。也正因如此，所以他们便被冠以血腥之名。虽然看上去这支军团的名字很唬人，但是血腥恶魔的阶位普遍不高，还是很容易对付的。当然，这是对秦风这样的强者来说，对于弱一点的职业者，在这场战役之中也是极难生存的。此刻，在秦风的视线之中，一头头身形壮硕的血色恶魔拍动着翅膀，直接朝着城墙所在袭来。而地面之上，无数黑色的战争机器正缓慢地朝着月之主城靠近。细细看去，秦风能看出这些战争机器有些类似于人族的投石机，只不过这投石机上似乎刻画着某种诡异的血色符文，看上去极为特殊。就在秦风看到这投石机时，在其身后顿时传来了一道呐喊：小心！轰！秦风还没反应过来时，一道恐怖的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秦风身上。轰轰轰轰！负5万，加50000，负5万，加50000，负5万。在遭受攻击的瞬间，四周的所有职业强者都懵逼了。该死，他们的目标是暗影君主，现在怎么办？暗影君主好像还没死，这回血有点太强了吧？都快离开这里，城墙要塌了！糟糕！就在这些职业强者懵逼时，整个城墙瞬间崩塌。在这座城墙坍塌的瞬间，不少职业者都跌落城墙，瞬间化作白光阵亡了。此时，在摧毁了城墙之后，恐怖的黑色光芒缓缓消散，而名为剑心的黑甲御姐此时连忙看向了秦风所在的方向。在刚才的一波攻击之下，整座符文附魔造就的巨型城墙彻底被破开了一个口子，细密的尘埃如同雾气般遍布了城墙之下的裂口。看到如此情景，不少玩家都露出了落寞的神色。完了，这暗影君主应该是 G 了，这么猛的攻击，谁能挡得住啊？我感觉我80级都不一定扛得住刚才那种攻击，暗影君主这波必死无疑啊！没办法，在战场上太耀眼就会被针对，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暗影君主这波亏大了，才刚刚到第2阶段就阵亡了，复活代价应该挺大的。怕个屁，有圣职修女在，复活术给一发就行了。那倒也是。听到四周的议论，剑心的目光看向眼前的尘埃之中，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直觉在告诉他，秦风还没有死。而在这种感知之中，尘埃缓缓散去，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剑心在看到这道身影后，
顿时瞳孔一阵收缩。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剑心有些不可置信的呢喃道：“要知道，刚才那攻击可是魔族的战争机器发出的高阶位的魔法，一发这种攻击，直接能摧毁主城的城墙，足以看出这种魔法的恐怖之处。若是剑心位于被攻击的核心，那他绝对扛不住这一发魔法的攻击。可现在，秦风不仅抗住了，而且还一点事都没有，简直是变态！我靠，你们快看，暗影君主没死！什么？没死？这怎么可能？真是变态啊！这就是暗影君主吗？一点事都没有。好家伙，真的牛逼啊！你确定这是30级的牧师吗？能扛得住这种级别的魔法？太离谱了吧！看不懂，完全看不懂。众人的议论之中，秦风缓缓抬起头看向了远处，映入秦风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血腥恶魔军团。在城墙破碎之后，这群恶魔便如同闻到血腥味道的鲨鱼一般，飞快朝着秦风这边袭来。城墙的裂口就相当于一个突破点，只要能突破这个缺口，进入到内城，就有机会摧毁城池核心，从而占据月之主城。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血腥恶魔突破这个缺口进入内城。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笑了笑，这不正合他意？这个缺口绝对会引来大量的血腥恶魔，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刷怪点。所以秦风这波完全可以占据此地，开始疯狂刷怪。想明白这些后，秦风目光锐利地看向前方，而与此同时，一头头血腥恶魔很快便来到了秦风面前。当秦风的目光落在其中一头血腥恶魔身上时，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血腥恶魔，黄金级，等级60级，等阶黄金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60级的黄金阶位恶魔还算可以。反正秦风目前的伤害已经提升了一波，60级的黄金阶魔物估计也是能瞬秒的。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关掉了眼前的面板。第61章纳诺德。随后看着不远处袭来的大群血腥恶魔，秦风抬起手中的法杖，毫不犹豫丢出一道圣光降临。顷刻间，恐怖的白光瞬间落下，将所有袭来的血腥恶魔全数包裹其中。-154564， -155435， -154353， -154564。一道道伤害数字从这群血腥恶魔头顶升起。这群血腥恶魔只是刚被白光命中，血量便瞬间清空，被当场秒杀。而秦风的耳边也响起了大量系统提示音，提示：您击杀了血腥恶魔，黄金级，成功获得了20万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血腥恶魔，黄金级，成功获得了20万经验值。不远处的玩家们看着秦风打出的伤害，都纷纷进入了懵逼状态。阿烈，这是什么伤害？我没看错吧？15W 加的伤害？好家伙，大佬这是嗑药了？怎么这么猛啊？我没记错的话，大佬之前的这个技能伤害好像才6W 加，怎么就突然打出15万加的伤害了？这也太离谱了吧！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暗影君主应该是这一届的最强职业者了，真的太猛了！这伤害提升完全不对劲，大佬的天赋究竟是什么呀？怎么这么离谱？这伤害提升，坐火箭都没这么快吧？剑心听着四周众人的惊呼，只觉得自己有些恍惚。他看着那密密麻麻的15万加伤害的恐怖数值，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自己看错了。虽然这不符合常理，可事实是秦风的确打出了如此恐怖的伤害。要知道，能打出15万伤害的职业者不是没有，还是挺多的。但是30级的牧师能打出这么高输出的，一个都没有。更别提秦风那恐怖的抗伤保命能力，以及他暴露出来的无 CD 释放技能等等。这些超凡的能力汇聚到一个人身上时，都会让人感觉到有些不真实。而就在剑心被秦风的实力震撼到时，远处的魔族投石器瞬间发动了攻击。小心！魔族投石器发动攻击了，注意躲避！别愣着了，符文巨石是会爆炸的，伤害很高，大家注意！都散开，别聚在一起！一轮投射过后，一枚枚燃烧着火焰的符文巨石猛然朝着秦风等人所在之地砸来。轰！轰！轰！巨石瞬间砸在了城墙之上，不少职业者瞬间化作了白光，消失在了原地。而与此同时，无数血腥恶魔瞬间降临城墙，和职业者们战作一团。战争在此刻正式拉开了帷幕，而秦风所在之地却面临着无数血腥恶魔的攻击。在缺口打开的瞬间，就注定了秦风这里将会是魔族的突破口。月之主城外，死亡黑雾之中，几尊和人族极为相似的高阶魔族强者正俯瞰着不远处的月之主城。其中为首的正是魔族中拥有皇族血脉的纳诺德。纳诺德身材高挑，
身穿着黑色长袍，长相妖异而俊美。若是不仔细看，普通职业者或许不会将其和魔族联想到一起，只会觉得此人是人族之中某位贵族。纳诺德身为拥有魔族皇族血脉的强者，本身阶位已晋升至传说阶，实力极强。此次入侵神域世界，他被派遣而来，任命为血腥恶魔军团的统帅，而目标自然是建立初步据点，从而让后续大部队进入现实做准备。而当纳诺德将目光投向了秦风所在之地，顿时露出一抹疑惑的神色。他原本以为在利用魔能打开城墙缺口后，血腥恶魔军团便能迅速扩大优势，直接拿下这座主城。可没想到，秦风竟以一人之力镇压住了所有试图穿过缺口的血腥恶魔，这多少有点离谱了。仿佛是察觉到了纳诺德的疑惑，在其身旁的一位魔族强者缓缓开口，瓮声瓮气地说道：“此人名为暗影君主，是本次人族神选之中的最强者。”最强者？纳诺德嗤笑一声，随后目光冰冷地说道：“哪怕是最强者，他也必须死。第二梯队血腥恶魔派上去，另外领主级别恶魔也派上去，先清理四周城墙上的人族，然后最后再来解决这个暗影君主。”遵命。另一位魔族强者答应一声，随后便飞快开始传达纳诺德的命令。而纳诺德盯着秦风所在之地，目光冰冷的呢喃道：“在魔族眼里，人族都不过是蝼蚁罢了，最强者，可笑！”在命令下达的瞬间，血腥恶魔军团如同巨大的战争机器般动了起来。第二梯队的血腥恶魔迅速加入了战场，随之一同加入的还有血腥恶魔领主。此时，秦风还在不停释放着一道道圣光降临，处于圣光降临范围之内，几乎形成了一个绝对的死亡领域。所有踏入这片领域的血腥恶魔都在顷刻间被秒杀。但即使如此，这些闻到血腥气息的恶魔们还在不顾一切地冲入圣光降临之中。秦风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太轻松了。这获取经验和战场积分，只需要不停放技能就完事了。在零 CD 和几乎无限魔力值的情况下，就是无脑丢技能。而就在秦风疯狂屠杀着血腥恶魔时，远处的黑雾之中，密密麻麻的血腥恶魔领主出现了。在这些恶魔领主出现后，一道道系统区域提示突然响起：区域通告，血腥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加入战场，请所有玩家注意，击杀 BOSS 将会获得大量战场积分。区域通告，血腥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加入战场，请所有玩家注意，击杀 BOSS 将会获得大量战场积分。一道道系统提示响起，秦风直接看向了远处。当秦风看到这些血腥恶魔领主时，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血腥恶魔领主按荆棘 BOSS， 等级70级，等阶暗荆棘。第62章杀入黑暗领域。70级的暗荆阶 BOSS， 这个阶位和等级的 BOSS 强度绝对不逊色于之前出现的魔物。不过对于秦风而言，这种 BOSS 也就多几发圣光降临就能秒的，不算什么大问题。而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待这些 BOSS 来袭。此时，大量的血腥恶魔军团飞快朝着秦风所在的城墙袭来。可这一次，这些血腥恶魔没有第一时间攻击秦风，而是开始朝着四周的职业者杀去。无数血腥恶魔和大量的血量恶魔领主在这一刻都加入了战场之中。而秦风看到这一幕，没有感到任何意外。魔族可不简单，他们在应对这种战争时都是有绝对的战略计划的。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秦风这里虽然打开了一个城墙缺口，但是只要他不死，来多少血腥恶魔都是白给。所以清理秦风四周的职业者显然是最佳策略。只要解决了四周的职业者，就可以慢慢处理秦风了。不过这些魔族强者显然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秦风完全可以选择不防守。此时秦风猛然朝着血腥军团杀去，一道道白色光芒落下，瞬间将挡在秦风面前的血腥恶魔全部秒杀。在高额的移动速度之下，秦风很快便杀到了一头血腥恶魔领主面前。下一刻，只见秦风挥动手中权杖，圣光降临，瞬间爆发。轰！负154524，负156785，负153457，负156754。一道道伤害数字不停升起，只是短短片刻，眼前的血腥恶魔领主 BOSS 直接被秒杀。看到 BOSS 技能都来不及释放就被瞬间秒杀，四周的玩家都纷纷愣住了。这都秒了？这可是70级的暗金阶位 BOSS 啊！就一个照面直接瞬秒，好家伙，太强了吧！这70级的 BOSS 都扛不住暗影君主大佬的一轮输出啊，真的牛逼。不过我发现大佬好像能通过未知的途径强化自身，根本不能看他的等级评判其实力。的确如此，真的猛啊！就在众多玩家懵逼之时，一道区域通告瞬间响起。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暗荆棘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荆棘乘1。再次获得了一个宝箱过后，秦风直接将地上掉落的物品全部捡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血腥恶魔领主护肩暗荆棘。提示：您获得了血腥恶魔领主长刀暗荆棘。提示：您获得了金币乘21211。之前秦风都是在城墙上输出，掉落的物品基本都是要等战役结束后才能去拾取，可现在不一样了，秦风只要杀了对方就可以直接捡取掉落的战利品。只不过这些战利品基本都是70级的暗荆棘装备，秦风现在暂时用不上，只能先留着。而在拾取完这些战利品后，秦风毫不犹豫朝着下一个 BOSS 杀去。随后在众多职业者的注视之下，秦风再次释放圣光降临，直接将一头血腥恶魔领主击杀。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暗荆棘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荆棘乘1。在秦风又击杀了一头血腥恶魔领主后，再次将地上掉落的物品全部拾取了一波。做完这些后，秦风抬起头看向了远处的黑雾之中，无数的血腥恶魔从中涌出，不停加入眼前的战场。想了想，秦风毫不犹豫朝着黑雾之中冲去。想要吸引仇恨，自然要做出一些特殊的举动，比如像是秦风这样杀入对方的恶魔军团之中，这样必然会引来无数血腥恶魔的围剿。否则一直在城墙处防守太过被动了，而且刷战场积分的速度也太慢了。而在秦风冲入死亡黑雾时，无数的血腥恶魔领主顿时察觉到了，这些血腥恶魔领主毫不犹豫朝着秦风杀了过来。提示：您进入了黑暗领域，您遭受到了5000点黑暗属性魔法伤害。提示：您进入了黑暗领域，您遭受到了5000点黑暗属性魔法伤害。秦风听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顿时笑了笑。以领域攻击造成的伤害来说，对秦风根本不痛不痒。而在此时，无数血腥恶魔出现在秦风四周，猛然朝着秦风发动了攻击。结，死吧，卑微的人类，杀了他！无数攻击如同雨点般落在秦风身上，四周恶魔的低语不停回荡在秦风的耳边。而此时，秦风毫不犹豫抬起手中的法杖，一道道白光降临在此地，四周的血腥恶魔顷刻间烟消云散，掉落了一地的金色光团。在秦风击杀了无数血腥恶魔时，一道女子的声音缓缓传来：暗影阁下，太危险了，快回来！听到声音，秦风微微扭头，只看到不少人族职业者不停斩杀着血腥恶魔，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杀来，其中有不少都是极为强大的职业者，如同黑甲御姐剑心、召唤师御兽大师以及另外几名在战场上单独斩杀过领主魔物的强者。这些强者此刻正快速朝着秦风所在的地方杀来，看样子似乎是要劝自己回去。看到这一幕，秦风想都没想，头也不回地冲入黑雾之中，消失在了这几人的眼前。而此时看到秦风消失之后，剑心等人顿时脸色一变。不远处无数的血腥恶魔袭来，瞬间将他们挡在了此地。糟糕了，暗影君主进入了死亡领域，绝对会面对无数恶魔的围剿，若是他死在领域内，就没办法利用复活术复活了。那也是他自己选的，好好的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杀出去？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吗？不要这么说，我们都是人族，暗影君主这已经为我们吸引了无数血腥恶魔了，你没发现吗？所有的血腥恶魔领主此时都去围剿进入死亡领域的暗影君主了。虽然如此，别说了，他做的是对的，不过我感觉他应该能自保。走吧，回去裂口处守住裂口，等后续城墙修复了就好了。第63章神秘老者。剑心看了一眼秦风消失的地方，最后还是放弃了进入其中的想法，跟随着几人离开了此地。不是不想进，而是他知道自己一旦进去黑暗领域之中，很有可能就出不来了。剑心毕竟没有秦风那样强大的保命能力，所以他只是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秦风能平安归来。此时的秦风则极为轻松，他漫步在黑暗领域之中，四周密密麻麻的血腥恶魔飞快朝着秦风扑来，随后便被圣光彻底融化。而此时大量的血腥恶魔领主飞快袭来，可在进入了秦风的圣光领域范围后，这群血腥恶魔领主直接被瞬间秒杀，根本顶不住秦风那恐怖的高额伤害。与此同时，一道道区域通告开始不停响起。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暗荆棘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荆棘乘1。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暗荆棘 BOSS。 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荆棘乘1。一连串的区域通告响起后，月之主城战场的玩家们都懵逼了，特别是其他几面城墙的玩家，此刻都觉得有些震惊。这暗影君主也太猛了吧！
他是嗑药了吗？这么变态，一次杀了这么多偷血腥恶魔领主 BOSS， 我直呼好家伙，真的牛逼啊！这就是暗影君主吗？他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一个人拉了无数头血腥恶魔领主 BOSS 的仇恨？应该拉不了，我们这边都是一头头 BOSS 慢慢杀的。变态，真他娘的变态！这一直在刷怪啊，这么猛吗？你们快看他的排行榜积分，固定第一了，太猛了，超过第2名1倍多。卧槽，真的太顶了吧！这就是暗影君主吗？此时，系统提示还在不停响起，而秦风则一路向前，不停屠杀着袭来的血腥恶魔和领主 BOSS。这一次，他算是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疯狂刷积分。在这种级别的战场之上，只要无脑丢技能就完事了。可以说，秦风这一次刷怪的经验值，估计都够他用到100级了。除此之外，获得的物品也不少。秦风一路拾取了大量的装备和道具，这些战利品哪怕拿去卖，也能卖上不少金币。更何况，击杀 BOSS 还有天道宝箱奖励，这才是战役的核心。此时，秦风抬起头看向了黑雾之中不远处，在目之所及之地，一台台巨型的魔族投石车正在投放着一轮又一轮的符文巨石。看到这一幕，秦风觉得自己似乎可以把这些投石车摧毁一波。投石车属于战争机械单位，摧毁后是有机会获得一些特殊奖励的。所以，秦风想都没想，直接朝着魔族投石车所在的位置飞快杀去。而身旁无数的血腥恶魔如同飞蛾扑火一般，飞快朝着秦风涌来，最终被圣光净化，成为了秦风的经验值。死亡之雾中，纳诺德目光汇聚于秦风身上。当他看到秦风竟然放弃了镇守城池，朝着魔族投石车杀去时，顿时眼神锐利了起来。要知道，魔族投石车可是战争机械单位，制作这种战争机器可是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所以这种机械是极为珍贵的，绝对不能让秦风摧毁。就在他想派遣手下前去阻止秦风时，一道声音顿时在其耳边响起：“久违了，纳诺德。”听到这一道声音，纳诺德的身体一颤，有些不可置信地抬起看向不远处，而虚空之中，一道身影缓缓出现。来者是一名身穿着长袍的老者。这名老者在出现后，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降临在了纳诺德和他四周之人的身上。纳诺德有些惊恐地呢喃道：“你不应该在镇守2号魔窟吗？怎么会出现在此地？”老者没有解释，只是看向了不远处的秦风，缓缓开口呢喃道：“你说此子可为我人族续命多少年？你是为了他而来？”纳诺德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为了一个30级的牧师，竟然派遣了一尊如此恐怖的强者降临这种低级别的战场，简直是不可思议。而此时，老者笑了笑说道：“正是，我很期待他成长起来的那一天。不可能的，他的身份迟早会被异神知晓，到了那一刻，他不过是一个夭折的天才罢了。别忘记了，人族之前那些被围猎的天才职业者是怎么死的。”纳诺德笑了笑，有些癫狂地说道。听到纳诺德的话，老者笑了笑说道：“你们害怕他成长起来，不是吗？”纳诺德脸色一阵铁青。老者说的的确是实话，他们惧怕人族的天才成长起来，不是一个天才，而是所有的天才。在围猎计划开启之后，人族的天才夭折了不少，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能力挽天青的存在出现，而这就是异神和魔族心中的恐惧之源。若是让秦风这种级别的天才职业者成长起来，或许未来人族真的会成为异神和魔族的梦魇。老者没有等纳诺德的回答，直接对着纳诺德伸出手。下一刻，纳诺德这尊传说级的强者便瞬间被一股神秘的元素力量覆盖。不，别杀我，求你！纳诺德扭曲的面孔在元素力量的侵蚀之下支离破碎，最后的呐喊也缓缓回归于虚无。在击杀了纳诺德之后，老者看了不远处的秦风一眼，随后直接朝着远处的魔窟走去。他来此地，并非是来专门为秦风护道的，只是顺路看一眼秦风这位天才强者。而在看到秦风的表现后，他自然也放心了。为秦风处理完魔族主将后，其他的都是蝼蚁，交给秦风等人解决即可。至于他，自然是前往镇压新诞生的魔窟。第64章，一波大捡漏。此时身在死亡之雾中的秦风只听到一声巨大的响动，他察觉到一股空前庞大的力量在他正前方一闪而过，随后又极快地消失不见。这股力量之强大，至少要比他眼前的这些血腥恶魔领主要强数百倍。秦风察觉到一丝不妥，这种程度的力量怎么会出现在这种战场上？难道是系统在一瞬间出错了？来不及多想，秦风已经第一时间往前移动过去。然而穿越死亡之雾来到了黑暗领域的深处之后，秦风看到的就只有虚空吞噬之后产生的残余能量，以及一地的掉落奖励。很明显，刚刚有另一个人在这里出手击杀了某个魔族，然后又瞬间离开了。但问题是，这地方可是魔族掌控的黑暗领域，
谁会闲着没事跑到这里来？秦风弯腰尝试捡起这些掉落奖励。此时，由于击杀者已经彻底退出了这个位面，掉落物的归属也已经自动变成了无主，因此秦风很轻易就捡起了这些奖励。提示：您已获得天雷法袍传说级。提示：您已获得智慧种子 X15。提示：您已获得禁忌之力碎片传说级。提示：您已获得随机通用牧师技能卷轴传说级。一连串的识取提示让秦风顿时感到震惊，这些掉落奖励品质竟然全都是传说级的。那也就是说，这个被击杀在这里的魔族是一头传说级的魔族。这一波抵抗入侵的任务虽然是 SS 级，但主力最多也不过是60到80级的暗金级恶魔领主。这传说级的魔族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前区域的魔族等级了。唯一可能的解释，这魔族就是这次入侵月之主城的领军主将。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刚刚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就更是离奇了。也就是说，刚刚是有某个大能路过此地，出手瞬秒了这个领军的魔界主将，而且在出手之后，这个大能连掉落都没有拾取，直接就离开了这里。这个大能到底是谁？出现在这种低级战场又是为了什么？秦风心里掠过不少疑问，但却始终得不到合理的答案。但不管怎么样，至少现在有人替他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隐患。毕竟传说级的魔族主将，如果他还活着，对秦风而言绝对是个麻烦的存在。即使是以秦风如今的实力，要应付传说级的魔族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而且最让秦风感到惊喜的是，这位大能直接出手秒杀，把他的二转任务里所需的禁忌之力碎片也直接给打了出来。本来秦风还在头疼着这玩意应该上哪找，因为这碎片不仅是传说级的道具，而且从一般的野怪身上还爆不出来，只有高等且地位尊贵的魔族，比如主将这种级别的才有可能掉落出来。要符合以上这些条件，而且还得是传说级魔族，本身是很难找的。但现在直接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么一来，秦风的二转任务就只剩下贤者之证的获取以及击杀一头传说级 BOSS 了。至于圣光药剂，此时他已经拥有了各种炼金术的 buff 加成，连买都省了，直接自己造就行了。秦风打开背包，顺带检索起剩余的其他掉落。除了禁忌之力碎片之外，这一波最有灵性的掉落就是智慧种子了。秦风直接选择使用，将这些智慧种子全部汇入体内。随着智慧种子纷纷化作蓝色光芒，秦风体内顿时有一股庞大的魔法之力也随之做出回应。蓝色光芒全部汇入秦风体内，结成智慧结晶的最初形态。提示：您成功凝结了一枚智慧种子，智力提升1000点，法术攻击力正 10%， 距离生成智慧结晶的数量为1/1000。继续获取更多的智慧种子，可凝结出智慧结晶，获取巨额的超凡加成。提示：您已成功凝结了一枚智慧种子，智力提升100点，法术攻击力提升 1%， 距离生成智慧结晶的数量为15100000。继续获取更多的智慧种子，可凝结出智慧结晶，获取巨额的超凡加成。提示：您的智力属性已提升至7800点。提示：您的法术攻击力已提升至25000点。智慧种子果然是这几种属性种子里最适合秦风的一种，他的智力、法术攻击力都瞬间获得了巨大的加成，并成功在他体内开始凝结智慧结晶。可惜这智慧种子和其他属性种子一样，除了第一枚的加成特别巨大之外，后续种下的新种子效果都削弱了不少。不过这种子本身只是最终凝结出来的结晶的铺垫，稍微有点加成也足够了。等这结晶真正孵化出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大提升。此外，掉落奖励里还有一件装备、一件道具，恰好都是适用于秦风的牧师职业的。天雷法袍传说级改了一下装备格式，这样看上去应该更好点。等级30级，等阶传说级，基础装备属性加1000点智力，加500点魔抗。装备额外附加效果：一、正 30% 雷电伤害；二、正 50% 雷电抗性；三、你所造成的所有麻痹效果加深3秒。描述：由纯雷电元素织成的高阶装备，据说只有高阶雷电祭司才能驾驭。这天雷法袍的属性优秀，而且唯一效果也完全吻合秦风的职业。牧师职业的攻击手段不多，基本都集中在光属性和雷属性上。这装备对于秦风而言，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件过渡装。秦风马上穿戴这件天雷法袍，他的身上顿时好像被电网缠绕一样，披上一件纯电能量组成的法袍，让人望而生畏。而他手上最后一件掉落奖励，则是那本随机的技能卷轴了。随机通用牧师技能卷轴传说级，功能：使用后随机获得一个牧师职业通用的技能，该技能品质锁定为传说级。这种随机的技能卷轴在神域世界里很常见，能够在各种任务的奖励里得到。
因为是通用的职业卷轴，所以获得的技能不管是牧师的哪个转职分支都一定能使用。但秦风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通用职业卷轴，竟然还有传说级品质的版本。第65章天罚之怒，这意味着他这波是必定能得到一个传说品质的通用牧师技能。秦风二话不说，马上打开了手上的这本技能卷轴，一道金光从他手上闪过，随后一个全新的技能随即解锁在秦风的技能栏之上。提示：你已获得全新技能 LV1 天罚，天罚 LV1， 效果：消耗1000魔力值，幻化雷霆庇佑自身，在100秒内，玩家受到任何伤害都会以天罚雷霆反击，造成7000加雷电伤害，并麻痹敌人2秒。这技能属于自我增益型，是牧师的通用技能里常见的种类。这技能的机制类似反伤，但有一点更胜于反伤被动的是，反伤是根据敌人造成的伤害来反击的，敌人伤害高则高，敌人伤害低则低，无法控制。但这个天罚技能伤害却和其他魔法一样，都能基于秦风的智力属性获得提升，而且由于附带雷元素的麻痹效果，自然是比单纯的反伤要有用多了。秦风二话不说，直接给自己上了一道天罚 buff。 提示：您的 buff 获得了增强，您获得了天罚 buff， 受到伤害时自动以雷霆反击，造成 7W 雷电伤害。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永久天罚 buff， 雷霆永久庇护，每次受到伤害都会对伤害来源进行雷霆打击，造成7万加魔法伤害，并麻痹20秒。果然，这天罚作为一个增益技能，理所当然是可以触发秦风的天赋的。现在天罚转化为了永久 buff， 秦风身上也顿时多了一阵阵若隐若现的雷霆之力缠绕，让人不敢靠近。此时这天罚 buff 最妙的地方在于，它造成的是雷电属性伤害，还能被秦风新换上的天雷法袍进一步增强伤害，简直绝配。秦风刚打扫完这波收益，这周遭大量的血腥恶魔领主已经很快跟了过来，全都不要命似的扑向他。秦风还没来得及对他们出手，这些血腥恶魔领主刚碰到秦风一根汗毛，天空中瞬间传来恐怖的警告之声，随后一道道狂雷瞬间劈下，真正的天罚直接劈到这些血腥领主身上。78600雷电伤害，78600雷电伤害，78600雷电伤害，78600雷电伤害。这些血腥恶魔领主一个个都被雷霆劈得头晕目眩，当场全身麻痹。恐怖的伤害在他周遭大片大片的冒出，雷光四溢。秦风举起光之权杖，一道道圣光降临，直接落下。四周这密密麻麻的血腥恶魔领主大片大片的倒下，简直好像割草一样简单。您已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按荆棘获得165000经验值，获得战场积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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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风身上的天罚 buff 疯狂被触发，让他好像置身于雷云中心一样。原本一片昏暗的黑暗领域，如今却被一道道恐怖的电光照亮。大量血腥恶魔领主被秦风电成焦炭，只剩下一具烤熟了的尸体倒在地上。秦风刷怪的速度也大幅提升，从死亡之物里扑出来的魔族领主明显越来越少了。由于纳诺德这个魔族的领头主将被秒了，这波魔族入侵的难度一下子就已经被降下来了。原本这里至少还有上百头血腥恶魔领主要跨越位面传送过来，但现在没有了主将纳诺德支撑传送门，两个位面之间被打开的那个缺口已经开始自动愈合。神域世界本身的完整性还是很好的，只要不是有人刻意用力量支撑，一般的空间裂缝都会在短时间里自动缝合。此时深黑暗领域之外的那些人族高手们只听到区域通告不断从里面传出来。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按荆棘获得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荆棘。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按荆棘获得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荆棘。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腥恶魔领主，按荆棘获得特别奖励天道宝箱紫荆棘。区域通告：当前第2阶段守城战役完成，所有玩家发放第1轮积分奖励。本次排行榜第1位为暗影君主华夏大区，特别奖励玩家战场积分 X100%， 等级加10 1200W 金币。一连串的通告陆续出现，黑暗领域之外的那些人族强者们全都惊呆了。暗影君主进去了魔族掌控的黑暗领域之后，不仅没有死，反而还将里面彻底清场了，直接打穿了这些魔族的进攻。被死亡之物包围着的黑暗领域，就是这些魔族打开的裂缝缺口所在，等于是对方刷冰出来的地方。一般而言，职业者是绝对不应该踏入这种死亡区域的。这就好比在一场势均力敌的大战里，直接跑到人家出兵的大本营去一样。然而秦风不仅这么做了，
还直接端了人家的大本营，硬是把第2阶段给整个打掉了。这战绩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强势，这暗影君主不讲武德呀！这都行？谁能告诉我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在里面开无双了？就算是人形高达在里面都不管用吧？里面很有可能有魔族主将的，那可是传说级的存在。等等，第2阶段的进攻被打掉了，岂不是意味着他连主将都打败了？没有这么恐怖吧？真是绝世天才强者啊！周遭的各路人族强者都忍不住纷纷感叹起来，难以想象暗影领主在黑暗领域里的战况有多惨烈。此时随着通告传出，周遭笼罩的死亡之物开始逐渐退去，第2阶段被职业者们击退，代表着魔族制造的缺口已经开始愈合，魔族掌握的区域开始被净化恢复，死亡之物不断往后撤退。大雾散去之后，人族的各路强者才纷纷赶往裂口的深处走进去。第66章，战绩傲然。此时没有了黑雾的覆盖，被秦风所屠戮的那些血腥恶魔尸体全都露了出来。秦风本人也随着黑雾的退散而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此时秦风身上被雷霆缠绕，所站着地方围满了一圈的恶魔领主尸体，全部都烧成焦炭。满眼望去，整个平地上满片焦土，更是直接看呆了这些人族强者。一个人杀进去黑暗领域里，还能取得这么压倒性的战果，这种天赋我只在上古传说中听过。剑心冲在这些人里的最前面，也是第一个被震惊住的人。他原本还在黑雾之外，非常担心秦风在里面的安危。毕竟华夏这些年里，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尊天赋超然的天才，不论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做好护道的工作。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暗影君主的实力简直强大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竟然能单人匹马杀进对方的领域，还能杀出来。此时其他强者也纷纷赶到，看见毫发无伤的秦风以及满地的血腥领主尸体，也一个个全都惊掉了下巴。这一口气把战线往后推了至少上百米，我们不用窝在这城墙里打了。打个屁，我们在外面打几只漏网之鱼，主力全都让人家大神在里面搞定了。我好歹也是5年前的天才，没想到今天也有躺赢的一天。真是人比人比死人，兄弟我也想跟大佬进去拼，但我的实力不允许啊。此时这些职业强者们无不对秦风表露出自己的羡慕之情。他们之中不少人都是当年的阴界天才，一个个也都曾经做过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但今天一看，和暗影君主相比，他们瞬间都变得比普通玩家还要不如。普通玩家起码能在同一个区域打怪，最多只是打的怪质量不同而已，但他们和暗影君主之间连在同一个地方战斗都做不到，因为暗影君主实在太激进和变态了，他们的实力根本跟不上。赶紧结束吧，我还有事情赶着做呢。秦风活动筋骨，看着退至远处的黑雾，喃喃自语道。经过2个阶段的取胜以及主将的突然暴毙，原本已经逼近到月之主城城墙附近的入侵，如今已经被秦风将战线往后回推了上百米。现在的战场已经从那个小小的城墙缺口被逼退回广阔的平原了，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能容纳更多的人族职业者，并且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人都能发挥实力。此时区域的通告也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开始在所有人上空播报。区域通告：魔族大军的第3阶段进攻已开始，请全体玩家警惕。随着区域通告的响起，被秦风逼退回去的黑雾里开始刷出无穷无尽的第3波进攻。但这一次，黑雾里涌出的不再是先前那种一波一波的规律性入侵，而是一口气同时爆发出来的大混战。出现在秦风以及在场其他人族强者眼中的是地平线上密密麻麻的各类恶魔军团，有前几波的战争恶魔、血腥恶魔，也有新出现的影子恶魔、进化恶魔等等。要知道，魔族世界不同于神域世界，低阶的恶魔往往没有多少智力可言，几乎绝大多数种类的恶魔都是充满了原始的破坏欲、杀戮欲望的生物。除了那些高阶恶魔的命令之外，他们基本上和野生的猛兽没什么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恶魔往往是以军团形式出现，而且必须有将领层层控制。因为低阶恶魔的智力太低，只有同种类的恶魔才不会互相攻击。如果是像现在这样，全部类型的低阶恶魔同时释放出来，他们不仅会攻击人族，更会互相攻击、互相吞噬。这样的战术，但凡魔族那边有一个主将，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但现在由于那诺德的突然暴毙，这些恶魔军团全都不受控制的同时爆发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自毁战术？剑心看到魔族的第3阶段进攻突然来了这么一出，也忍不住说道：这该不会是因为连续被击败，开始垂死挣扎了吧？其余和他同行而来的强者也纷纷感到不解。他们在神域世界征战多时，也几乎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些魔族真恶毒啊，竟然想通过不同种类的恶魔吞噬，想制造大量的变异恶魔出来。但人群里很快也有其他强者指出了这种可能性。恶魔的天性就是吞噬他人，如果放任这些不同种类的恶魔互相吞噬的话，
确实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变异恶魔出现。但即使这样，这种做法终究还是弊大于利，纯粹是他们想多了。就在他们还在为此讨论的时候，秦风已经第一个率先就冲了上去。秦风今天刚上来，手上也就只有8个小时在线，他还要精打细算，留着时间去做2转任务呢，没时间在这里慢慢跟这些魔族磨蹭了。此时他抬手就是一发圣光降临，直接白光降下，恶魔们全部发出嚎叫，身上被审判之力深刻焚烧起来。168000真实伤害，168000真实伤害，168000真实伤害，168000真实伤害。在审判之力的被动作用下，秦风的主动技能全部造成的是真实伤害。这一道白光下来，16万群体真伤在秦风周围疯狂跳动起来，瞬间秒杀了不少恶魔军团。您已击杀阴影恶魔黄金级，获得20W 经验值，获得战场积分。您已击杀阴影恶魔黄金级，获得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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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值，获得战场积分。由于秦风是冲在第一个，加上伤害值又高，很快就成为了这波混战的主要仇恨对象。大量冲在第一线的战争恶魔、血腥恶魔、阴影恶魔全都转而扑向他。秦风等的就是这下，马上站住不动，生怕这些恶魔追不上自己。第67章失控的恶魔军团。糟糕，暗影君主被围攻了，快去帮忙！剑心见到秦风冲得这么快，一下子已经把海潮般的恶魔吸引了过去，将他瞬间覆盖掉。他当即发动身边的人族高手，一同前往驰援。秦风这种脱离常规的不要命打法，他们几个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此时也顾不上惊讶了，大批的人族职业者纷纷跟上，都向战线冲去。此时秦风那边瞬间天色大变，天罚降临，一道道落雷直接劈落，将秦风那个汇聚了大量恶魔的地方直接炸开一片。雷电魔法，那边什么恶魔还能用这么高级的法术了？等等，这雷电伤害貌似不低啊，每段都能跳几万伤害，不会是真的有变异 BOSS 吧？赶紧过去，小心暗影君主这回真的撑不住了。恶魔还能打这么高的魔法伤害？不可能吧？此时这些人族职业者远远的看到落雷天罚，还以为是那边战场上出现了能使用雷电法术的恶魔。然而等他们走近了，才发现他们完全理解错了，这一道道从天而降的落雷竟然是暗影君主的伤害。此时秦风被海水一般的恶魔吞没，身上开始疯狂触发伤害反击判定。一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8000雷电伤害，一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8000雷电伤害，一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8000雷电伤害，一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8000雷电伤害。一道道恐怖的雷霆电流疯狂劈下来，将这些胆敢靠近秦风的恶魔全部电得头皮发麻。电光在他身边几乎是不间断的在触发，因为他周遭的恶魔实在太多了。一时之间，秦风仿佛置身于雷霆风暴之中一样，简直让人不敢靠近。连续不断的天罚反击之下，凡是靠近秦风的恶魔，几乎在3到4次反击之内就已经全部被斩杀。就算侥幸活下来，也被麻痹折磨得无法动弹，跟留在原地等死也没什么区别。您已击杀阴影恶魔黄金级，获得20W 经验值，获得战场积分。您已击杀阴影恶魔黄金级，获得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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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值，获得战场积分。秦风耳边不断传来击杀的提示，他本人身上都不需要出手，光是闲庭信步的往前走动，身边就已经连续刮起恐怖的雷霆，斩杀一大片。剑心他们看到这一幕，才终于明白秦风刚刚是怎么在死亡之屋里杀出来的。暗影君主竟然还拥有自动反击类型的元素魔法，这种魔法在神域世界里至少是传说级品质才能拥有的，而且极其难以寻找。因为这类法术同时具备了自动运作、自动反击、无法躲避、伤害极高几个特点。法师拥有了这种技能，就等同于身上凭空多长了一双手，不断在自动瞄准、自动释放同一个法术来攻击四周的敌人。而且由于是自动反击魔法，所以根本不耗蓝。这对于一个玩家的输出效率提升的可不只是一星半点。我靠，刚刚还没看到大佬有这技能的，现在怎么？好恐怖，真的好恐怖！暗影君主这大神竟然还留有这么多后手和底蕴，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镇压 SS 级的任务竟然还不慌不忙的留有后手，这才叫真正的天道宠儿吧？谁知道大佬手上到底还有多少牌啊？此时这些人族强者全都误以为秦风在这么激烈的战场上竟然还有藏后手的余地，一个个更是对秦风感到深深的敬畏，全都不敢以新人的目光看待他了。
原本他们都以为秦风只是借着莽夫镜杀进死亡之物，但现在这么看来，人家手上可是藏着大量后手，所以才从容不迫的进去给主城拉仇恨。这么一对比起来，蠢的反而是他们这些职业者了。就连剑心也没想到，暗影君主这么一个才30级的玩家，手上竟然一直藏有这么强力的后手，而且一直到刚刚才显露出来。要知道，这次驰援月之主城魔窟的难度本身就是失控的，从 S 提升到了 SS 级。大家都知道失控的魔窟威胁有多大，所以根本没人敢留后手，都是输出技术操作全部拉满的。暗影君主既然如此从容不迫，很可能代表他手上还有更多的底蕴和后手，对眼前的魔窟危机根本不放在眼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的打法会这么激进和出人意料，因为他这根本不是莽夫，而是压根就不把这次魔窟入侵放在眼里。一想到这里，剑心顿时就对秦风的真正实力更是感到恐怖。此时秦风带着一众人族强者全面杀向恶魔混军，战线僵持。这无数的恶魔混战里，除了人族和恶魔军团的厮杀之外，还有大量恶魔在后方自己就已经率先打了起来，互相开始了吞噬。果不其然，恶魔这种只遵循原始欲望的低等怪物，很快就开始产生互相吞噬的变异恶魔。缝合恶魔领主暗金级 BOSS， 等级60级，等阶暗金级，生命值 60W， 攻击力、防御力、技能血腥冲击、战争咆哮、阴影分裂、杀戮意志。描述：不同种类的恶魔互相融合，吞噬之后产生的变异领主同时具有不同恶魔的力量。大量缝合恶魔领主开始在后方一个个出现，他们一个个全都同时拥有血腥恶魔、战争恶魔、阴影恶魔的部分特征，体型不仅巨大，而且肢体互相融合变异，模样非常恶心恐怖。由于是变异出来的领主，基础属性也相比起一般的恶魔领主要高。什么怪物？剑心面前突然就耸立起一头缝合恶魔领主，巨大的体型直接把他震慑在了原地。这缝合恶魔领主张开巨口，马上就朝着剑心吞噬过去。第68章全面逼退魔族入侵。就在此时，一道由圣光真言组成的护盾瞬间降落到剑心身上，直接给予他不可侵犯的庇护。缝合恶魔领主的重击打在这护盾上，竟然无法突破这护盾的层层防护。剑心自己都明显愣了一下，因为他刚刚一个走神，才让这恶魔领主找到机会。按照常理，他此刻早就应该被重击打飞，至少要掉大半管血了。然而他此刻却被什么人出手庇护，竟然安然无恙。别傻站着了！此时一句话在他耳边掠过，秦风的身影瞬间从他身边经过。秦风手上爆发出数道圣光，瞬间已经穿透了眼前这头缝合恶魔领主。他身上套着的是真言护盾，出手庇护他的人竟然是秦风。剑心顿时满脸通红，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次镇压魔窟的战役，本来他才应该是秦风的庇护者，没想到现在还要秦风这个30级的新人反过来保护他。就在他这么想着的片刻，秦风早已经冲到了战线的最前端。这些缝合恶魔领主的实力虽然较之先前的血腥恶魔领主要更强，但秦风此时已经更新了技能和装备，对他来说，这些 BOSS 无非就是天罚加圣光的事情。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拉仇恨，将尽可能多的恶魔都拉到自己这边来。他被集火的频率越高，天罚的触发次数就越高。秦风周遭开始再次卷起雷霆风暴，无数道天罚疯狂从他周遭落下，大量缝合恶魔领主的重击同时集火到秦风身上，引发雷霆劈落。15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8000雷属性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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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风身边顿时雷光大作，几乎瞬间照亮了战线的最前端。其他职业者都被秦风这阵仗给吓到了，还以为那边发生了什么。电光过后，大量缝合恶魔领主的烧焦尸体全部倒下。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缝合恶魔领主，暗金级，特别奖励天道宝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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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人族职业者们还在战线里僵持着，秦风那边已经很快在战线里打开了一个缺口，一路杀了进去。这大量的恶魔军团也不完全傻，一看到秦风这战力，也纷纷不敢再靠近过去，绕开秦风，开始全部扑向月之主城下的那些职业者们。然而今非昔比，此时的人族职业者们已经不再需要守在那个小小的城墙缺口里战斗。在这广阔的平原上，
职业者们的战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秦风身上的圣光降临全开，沿途一边杀一边捡。提示：您获得了血腥恶魔精髓 X5， 按荆棘。提示：您获得了战争恶魔精髓 X5， 按荆棘。提示：您获得了阴影恶魔精髓 X5， 按荆棘。提示：您获得了缝合恶魔精髓 X5， 按荆棘。除了天道宝箱的奖励之外，这些恶魔身上也掉落了大量的精髓和材料。这些材料全都是用来制作稀有药剂的材料，秦风自然一个不落，全部收下。此外，还有一部分装备也被他一并收入背包里，但这部分装备全都是70级以上才能穿戴的，距离秦风现在的等级10万8千里，所以秦风连看都没看，直接就先扔到背包里再说了。此时职业者那边逐渐取得战果，将战线不断往后推移。原本已经逼近到月之主城的魔族入侵，如今竟然能奇迹般的被人族反推了回去。此时周遭的魔界裂缝瞬间发出一阵巨大的死亡之雾，这黑雾不断浓厚，从战场的左右两端同时夹击过来，飞速逼近战场上的职业者们。小心，是黑雾魔兽！谁快点去提醒暗影君主，让他退回来。撑过这波我们就赢了，一定要保住暗影君主大神，绝对不能让他出事。你这话说的倒是容易，谁能追得上暗影君主那速度？人家直接往人堆里冲的。不对劲啊，这次 SS 级入侵怎么连主将都没有，直接跳到最后一波了。此时战场上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职业者们已经纷纷说道，剑心连同御兽大师他们几个也已经立即赶往秦风所在的地方。有经验的职业者都知道，魔界入侵只会在自认为入侵无法成功的时候才会触发黑雾巨兽机制，在这个情况下，大量的死亡之物会被释放，死亡之物里会被召唤出一种只能在魔界里存在的特殊巨兽，这种巨兽的毁灭之力几乎等同于传说级的皇族领主，但无法在其他位面生存，所以只能依靠死亡之物入侵其他位面。黑雾巨兽的攻击能力非常恐怖，但具有敌我不分的特性，所以魔界入侵不会轻易用这招，除非他们认为这次入侵的胜算已经不高了，与其和人族继续纠缠在这里，不如借黑雾巨兽之手多击杀几个人族强者。至于那些可能会被误伤的低阶恶魔，对魔界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魔界入侵的位面如恒河沙数，每个被占领的魔窟都能孕育出无数低阶恶魔，区区牺牲对魔界来说毫无痛痒。此时这两团不断逼近战场的死亡之物里，果然都睁开了一双通红且巨大的眼睛，如同在黑雾里隐藏着什么巨型怪物一般。一阵野兽的悲鸣瞬间从黑雾中同时发出，果然是黑雾巨兽。这道恐怖的悲鸣传遍战场，秦风一抬头，这黑雾里若隐若现的巨大身影随即出现在所有职业者眼里。黑雾巨兽赤金级 BOSS， 等级等阶赤金级，生命值攻击力15万6千，防御力技能毁灭、破坏、黑洞、死亡。描述：极其特殊的魔界巨型生物，无法离开魔界位面，只能依靠死亡之物移动。第69章特殊魔物来袭。15万攻击力的黑雾巨兽，这杀伤力远超场上任何一个恶魔领主，几乎能和秦风的伤害相媲美了。死亡之物开始疯狂逼近战场，隐藏在其中的黑雾巨兽没有从黑雾中现身，而是瞬间放射出一道死亡射线，横扫战场。他们无法离开魔界位面，所以只能借助死亡之物短暂出现在其他位面。一旦攻击完毕，不管战场上是死是活，他们都会立即返回魔界。因为这个特性，加上黑雾巨兽的面板属性非常强大，所以在众多魔窟入侵里，虽然他们时常现身，却很少听到有谁能击杀他们。此时两道死亡射线瞬间从左右两边同时放射，直接朝着战场上横扫过去。凡是被死亡射线波及的单位，不管是属于魔界的恶魔军团们，还是人类职业者，全部都一概遭受重击。大量恶魔军团被扫射瞬间击毙，伤亡大片。然而人类职业者们也不好过，不少冲在前线的职业者也被这死亡射线瞬间命中，化作碎片消失在战场上。此时两道死亡射线同时合并，突然转动方向，朝着秦风袭击而去。两道射线同时汇聚，准确无比地控中了秦风，将他定在原地无法动弹。秦风原本就没打算闪躲，被这左右两道死亡射线同时冲击，巨大的威力直接撕裂他脚下的地形，形成一个外人无法靠近的死亡魔法力场。暗影君主，糟糕了，快点用护盾魔法！剑心见到秦风被两道死亡射线同时夹击的瞬间，大惊地喊道。然而已经太晚了，两道顶级死亡法术的左右夹击，直接形成了一个剧烈的冲撞力场。其他人别说上去放技能，就连靠近都很难做到。该死啊！这黑雾巨兽明显就是冲着暗影君主大神去的。他们这些魔族基于我们的天才，又不是一天两天的，这有什么稀奇的？暗影君主大佬还是太嚣张了，就不应该让他跑这么远的距离啊！我们根本跟不上。
有没有顶尖的牧师啊？过去尝试救一救啊！楼上的大佬自己本身就是牧师好吗？人族职业者里顿时引发一阵骚动，很多人族强者都试图冲进去秦风那边救援。然而2道死亡射线同时汇聚，产生的威力实在是太大，而且他们之中不少人都是经验老道的玩家了，大家都很清楚黑雾巨兽的杀伤力有多强。如今暗影君主被2头黑雾巨兽同时狙击，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存活的可能。此时秦风身上的天罚 buff 也在一瞬间被触发了，2道天雷同时从左右两边的黑雾巨兽头顶劈下，也在同时间疯狂雷击这2头巨型怪物。65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7000雷属性伤害，加65000血。65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7000雷属性伤害，加65000血。65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7000雷属性伤害，加65000血。秦风从攻击的中心缓缓站起来，极其诡异的一幕出现在所有职业者眼中。秦风竟然硬扛着这2道死亡射线，并没有被马上瞬杀掉。而且诡异的是，他身上的血条每秒钟都以极快的速度下降，但又在同一时间疯狂地回复上来。死亡射线的每一段伤害都几乎能秒杀掉秦风，然而秦风回血的速度甚至比伤害还要快，他的血量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疯狂来回横跳，竟然硬是死不掉。而且附带的另一个效果就是，由于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秒杀，后续天罚反击已经瞬间跟上，2道恐怖的天雷也正在同一时间疯狂电击着2团死亡之物。这个场景简直是太诡异了，战场上的2头黑雾巨兽正以死亡射线斩杀同一个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头上也不断有落雷持续攻击他们自己。这剑心距离秦风最近，顿时已经被左右两边响起的巨大雷光给吓得当场愣住。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对眼前所见的事情如何反应，因为在他这些年的4处征战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特么的还是人能打出来的战斗吗？这血量是硬扛着掉不下去啊！开玩笑吧，虽说是牧师，但暗影君主这回血速度也太恐怖了吧！回血量竟然能跟得上死亡射线，真正恐怖的根本不是回血量，而是人家大神的防御力。终于有董翔的了，说得对，最恐怖的是防御能力才对。15万攻击力到大神那只能打出6万伤害了。此时周遭的人族职业者无不万分震惊，都傻愣着站在原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因为这一幕实在是太诡异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能做点什么。此时身在攻击中心的秦风反倒是全场最淡定的人，只要没能一击秒杀掉他，后续的伤害就不足为惧，他对自己的回血 buff 有绝对的自信。要知道此刻秦风可不是白站在这挨打的，天罚雷击可是以完全一致的频率疯狂地在反击，等于双方都在疯狂掉血。只不过不同的是，他掉血可以瞬间回满，但这些黑雾巨兽掉血可就是真的在掉血，所以秦风根本一点都不着急，他倒是想看看到底谁会先熬不住。看到了吗？暗影君主大佬甚至没想要还击，还在悠闲站着。御兽大师指着攻击中心的秦风，惊讶地说道：“是反击，他在跟那些黑雾巨兽比谁先熬不住，快点集中火力！”剑心被他这么一提醒，总算是惊醒过来，马上招呼着其他傻站着的职业者，朝着左右两侧移动过去。再过去，黑雾巨兽一旦出来清场，人类职业者都是只能抱团撤退，没什么好办法。但这次有秦风突然卡住了他们，职业者们就能放开怀抱的对着黑雾巨兽集火了。虽然黑雾巨兽属于跨位面单位，生命值是看不见的，但看不见不代表无敌，被攻击命中也一样会掉血。此时大量职业者都纷纷冲向左右两侧的死亡之物，冲着雾里的巨兽疯狂丢技能。第70章，黑雾巨兽也要拿下。疯狂的集火之下，果然开始奏效。这些黑雾巨兽发出又一声悲鸣，竟然第一次未能完成毁灭的任务，反而被逼得停止了攻击。他们被秦风的天罚雷击持续锁定反击，累积下来的伤害极高，根本扛不住。再加上各路职业者们的集火辅助，很快就让黑雾巨兽第一次产生了畏惧。他们随军队征战不同位面多年，从来都没有碰到过如此恐怖的对手，竟然在死亡射线烤制了整整5分钟下都死不掉。黑雾巨兽本来是超模单位，各项属性都是以传说级单位为模板被创造出来的，但纵使如此，最终也还是耗不过秦风这无比赖皮的永久回血。此时黑雾巨兽的2道死亡射线瞬间停止收回，与此同时死亡之物也迅速开始回退，往魔界裂缝处逃离。魔界的入侵第一次出现如此的惨败，不仅入侵失败，而且还被人族追得如此狼狈。这就不打了，那就轮到我了。秦风笑了笑，头上的血量直接恢复到满血，同时朝着左边的那头黑雾巨兽冲去。这死亡之物撤退的速度极快，
与此同时，所有恶魔军团都开始沿途阻拦人族的追击，掩护自己的撤退。然而秦风周遭不断降下圣光，仿佛开路机一般，凡是胆敢阻拦的，一进入到秦风这个领域里，立即被瞬秒无疑。156000真实伤害，156000真实伤害，156000真实伤害，156000真实伤害。秦风那极其恐怖的伤害在前方疯狂撕碎魔物的身躯，在他身后留下沿途的大量尸体。其他人族职业者获得巨大的鼓舞，呼声震天，顿时全都跟在秦风身后追击魔族。你已击杀阴影恶魔领主，按荆棘获得172000经验值，获得战场积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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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风耳边闪过大量击杀提示，但他眼里只有那正在快速撤退的黑雾以及黑雾里的巨兽，而跟在他身后的则是大量来自不同大区的人族职业者们。这些人多年来参与过无数魔窟镇压，哪次不是被魔族打得头都抬不起来，每次都只能勉强镇压下去。这次难得有机会由人族占据上风，甚至能赶着这些魔族跑，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这特么的才叫战役，太爽了！终于不用打得这么憋屈了。就是啊，以前那些镇压魔窟真叫一个憋屈，到哪都被挨打，每次都要死守。你们这些该死的魔族，终于也轮到我们追击你们一次了吧？哈哈！暗影君主大佬 MB， 我们出了这么一尊天才，这回该到你们害怕了吧？此时这些职业者全都被秦风所鼓舞，顿时间士气大振，战意高涨。如果有谁在旁边看到这一幕，绝对会为之感到惊奇。因为在月之主城这个战场上，竟然是一个30级的低级玩家在低头冲锋，鼓舞士气，反倒是一群60级甚至是70级的高级强者们都跟在这个30级的玩家身后欢呼。这一幕简直太魔幻了。此时秦风很快就已经追上了死亡之物，纵身进去的同时，直接圣光降临，无数圣光从他周遭爆发，将这死亡之物里照得闪亮。124500真实伤害，124500真实伤害，124500真实伤害，124500真实伤害。恐怖的伤害在死亡之物里瞬间爆发出来。纵使这些黑雾巨兽拥有高额的防御力，但对秦风的伤害也减免不了多少。由于冷却几乎等于0，秦风的技能爆发简直恐怖。12万的 DPS 从释放开始就几乎没间断过。黑雾巨兽被圣光连续刺入身体，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嚎叫。一声巨响之下，死亡之物里有什么巨大的东西猛然倒下。众人一看，从死亡之物里暴露出来的，竟然是被秦风直接打死的那头黑雾巨兽。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死亡之物里的黑雾巨兽真正的模样。这头巨兽的体型果然无比硕大，而且浑身上下都由粘稠的黑色不明物质组成。如今一旦暴露到神域世界里，这头黑雾巨兽的尸体也迅速腐化，融成一团恶心的黑色浆糊了。竟然把黑雾巨兽给干掉了，这简直太夸张了吧！剑心看着眼前倒下的巨大尸体，难以置信地说道。其他跟随冲锋的人族职业者们也全都一脸震惊的模样。他们能连赢3轮进攻，将魔族赶回去裂缝的那边，就已经是大胜利了。谁能想到秦风竟然还能狠到连黑雾巨兽都不放过，硬是给砍下了一头。此时两端的死亡之物也已经全部收缩了回去，消失在魔界裂缝里。另一头黑雾巨兽也侥幸逃脱，回到了魔界。此时一道系统声音从他们头上顿时响起：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黑雾巨兽赤金级，特别奖励天道宝箱。魔界裂缝即将关闭，第3阶段守城战役完成。华夏通告，魔族攻城 SS 战役任务已圆满完成，人族职业者们成功镇守住月之主城。本次防御战役贡献值第1名玩家为暗影君主华夏大区，特别奖励战场积分 X100%， 月之主城好感度加1000，天道宝箱 X1。本次战场积分兑换商城已开启，请玩家自行前往兑换奖励。这是我有史以来打过最轻松的一次魔窟镇压，简直是躺赢啊！有大佬在，我这次的战场积分怕是换不到什么好东西了。暗影君主竟然连黑雾巨兽都给拿下来了，有谁想过他这是跨了多少级击杀？打破记录了吧？30级天才直接砍下黑雾巨兽，这下子华夏大区真要凶起了。也未必，超级天才我们不是没见过，但能有几个最终走到黄老那样的级别？第71章惊人的魔界卡牌系列。此时大量职业者都还沉浸在秦风的巨大战果之中，都纷纷对这个华夏新生的超级天才抱以最大的期待。相比之下，这个 SS 级战役任务的兑换商城
反而显得无人在意了。不过这一轮战役基本上都是秦风独揽大局带飞他们，除了秦风之外，其余的职业者几乎没几个拿到了特别多的积分。因此虽然这次是 SS 级的兑换商城，但大家的热情反倒是没怎么高涨。秦风此时也没有马上就跑去兑换自己的战场积分，而是先走向那黑雾巨兽的尸体，将这家伙的掉落好好捡一下。这黑雾巨兽虽然属于非常特殊的魔界生物，但既然有品质和等级，就自然有掉落奖励。恭喜你已获得魔界卡牌特殊系列黑雾巨兽，恭喜你已获得黑雾战甲赤金级，恭喜你已获得黑雾护手赤金级。一连串的掉落奖励全部被拾取到秦风手上，一览无遗。这其中2件黑雾前缀的装备都是80级才能穿戴的高级装备，对目前的秦风而言基本上是没什么意义了。不过秦风倒是可以拿他们去跟那些高级职业者交换资源，又或者直接挂牌在交易行出售。倒是这魔界卡牌值得秦风仔细查看。类似的召唤卡牌秦风之前也获得过一张，但那张是用于召唤红衣祭祀海拉的，和这张魔界卡牌似乎又不太一样。魔界卡牌黑雾巨兽特殊系列，品质赤金级，使用效果召唤出死亡之物，暂时重现黑雾巨兽之威力，以死亡射线横扫战场，造成20W 加群体持续伤害，本效果伤害不区分敌我，冷却时间50秒。特殊系列增益1/3，全属性提高5000点，最大生命值提升10W 点，造成额外30%伤害。特殊系列增益1/5，可召唤全部5只魔界特殊生物协助你作战，持续400秒。描述：魔界卡牌大全的特殊系列卡牌之一，据说蕴含着黑雾巨兽的力量在其中。这张卡牌原来是属于魔界卡牌大全的其中一个系列，是神域世界里非常独特的一个收集类奖励。众所周知，魔族所在的魔界是一个能量过于巨大的庞大世界，很难直接入侵其他位面，所以魔族征服四方往往都要依靠各种空间裂缝、传送媒介等手段，才能暂时获得入侵其他位面的机会。而当这些魔族在神域世界被击杀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并不会自动返回魔界，而是会残留在神域世界这里。这卡牌便是寄存了魔族其中一丝力量的道具奖励。这卡牌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道具使用，同时也可以作为魔界的特殊系列卡牌用以收集。只要秦风拿到特殊系列里的其他卡牌，就能触发后续的系列增益。比如这个特殊魔物的系列，只要收集到3张以上，秦风就会获得全属性5000点，10万血的提升，还能获得30%的伤害加成。而如同收集其全部5张，更是可以召唤出这5头特殊魔物出来作战。这卡牌的收集奖励可比什么天道宝箱要好100倍。当然了，也并不是每个魔族被击败的时候都会掉落出这种卡牌，只有位阶足够高贵的魔族，又或者像黑雾巨兽这样的特殊魔物，才会出现这样的掉落。魔界的卡牌大全里，除了这个特殊魔物系列之外，还有军团系列、魔界贵族系列、魔界龙神系列等等，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专属的卡牌数量以及对应不同的收集奖励。秦风现在拿到的特殊魔物系列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秦风收下这张卡牌，同时在心里稍稍记下了这件事。要是有机会的话，他也得向那些高级职业者打听打听，其他的魔界特殊生物分别都有谁，出没在哪。要是有机会的话，秦风还真想冲击一下这个最终收集奖励。盘点完这黑雾巨兽的收益之后，秦风才终于点开了这次的战场积分兑换商城。镇守月之主城 SS 级战役积分商城，当前持有战场积分99800点，当前可兑换物品：圣光药剂传说级5000点，秘术支援冠冕传说级65000点，上古魔装传说级65000点，雷霆之眼传说级65000点。原本战场积分的兑换商城奖励只能算是一般，但因为这次入侵难度扩大，任务升级成了 SS 级，所以连带兑换商城也提升了整体兑换的品质，全都出现了传说级的装备武器。此时秦风不仅看到兑换列表里的一众传说级装备，更是看到这兑换商城里竟然还有圣光药剂可以兑换。圣光药剂正是他2转任务所需的其中一个道具。原本秦风还在考虑怎么才能拿到圣光药剂的合成图纸，现在连这一步都省了，直接换。秦风二话不说，马上就先把5瓶圣光药剂给换了出来。恭喜你已使用25000点积分成功兑换5瓶圣光药剂传说级，您当前剩余战场积分74800点，剩下的战场积分刚好还够秦风兑换一件传说级装备。虽然传说级装备还不是神域世界里最顶尖的神装，但在这个阶段已经是秦风能接触到最高的品质了，不论是属性还是特效都绝对超值。秦风思考再三，决定从这些可兑换的装备里选一件能提升他坦度的装备。他点击选择，
随后又再次出手兑换。恭喜，您已使用65000点积分成功兑换上古魔装传说级，您当前剩余战场积分9800点。随着秦风的兑换完毕，他的手上顿时凝结赤红色的纹路，形成一件霸气的黑红装甲。他一眼望去，这黑红装甲的属性顿时出现在他眼里。上古魔装传说级，等级30级，可提升。等阶传说级，基础属性加 5W 最大生命值，加450护甲，加450魔抗。唯一特效加2500点体质。血量低于 50% 时，自动获得等同于 50% 生命值的护盾，若护盾尚未被打破，会在10秒内将剩余护盾值转化为生命值。描述：上古战士曾经穿戴过的古老战甲，拥有惊人的防御力。第72章，前往魔法高塔区域。这件上古魔装能极大的提升佩戴者的血量和坦度。除了极其出色的基础加成属性之外，还有一个自动触发的护盾，在血量低于 50% 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一个等于 50% 血量的护盾，抵御伤害。这个护盾在抵御瞬间爆发的时候非常有用，能极大的拉高敌人秒杀秦风所需的输出。只要有这个特效存在，就意味着任何人想要秒杀秦风都需要打出他血量的 150% 输出才够。自从黑雾巨兽这一战役之后，秦风也借此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那就是血量还远远没有到绝对安全的程度。黑雾巨兽的巨额伤害就差点将他瞬间撕裂，只不过还好他身上有不少提升防御能力的 buff， 他才可以刚好在斩杀线附近横跳，不断回血上来。但这只是一次好运，对秦风而言等同于一个小小的警告。尤其是他的战斗风格非常激进，喜欢主动抗线，依靠天罚被动打伤害，这对他的血量和坦度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秦风才会决定这次的兑换商店优先寻找能提升自己坦度的装备。此时秦风马上将这件上古魔装穿戴上，顿时身上就披上了这件霸气不已的黑暗装甲，各项防御属性都获得了巨大的提升。接着秦风又把剩余的那些积分全都兑换成了金币，这才离开战场朝月之主城返回去。此时月之主城的镇守魔窟任务已经传回了神域世界的各处，一个新人参加 SS 级的镇守魔窟任务倒不罕见，不管是镇魔司还是光明教廷还是战争圣殿，都有带新人做高级任务的习惯。但一个新人参加 SS 级镇守魔窟的任务，竟然还成为了全场的绝对 MVP， 这可就真的罕见了。即使是往前倒10年，也未必出现过如此的超级天才。毕竟在神域世界里，可谓一步一重天，每跨越一个大的等级差距，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实力差距。一个40级的2转法师和一个50级的3转法师，其战斗力很可能差距上万点。所以像秦风这种低级拿了高级玩家 MVP 的事情，在神域世界是非常罕见的。听说月之主城的魔窟终于结束了，之前不是听说有恶化的趋势吗？你这事情都没听说？有个叫暗影君主的大佬去了，直接强势镇压了。据说暗影君主连黑雾巨兽都给斩杀了一头，现在知道人家含金量了吧？人族的天才啊，可惜是华夏大区的，这要是我们米国大区的，将会是绝杀。楼上你什么意思？我们华夏大区历代的高手可比你们多。秦风此时并不知道世界上已经卷起了一股针对他评价的热潮，就连镇魔司的那些高层华夏强者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个备受关注的新人。他搞定了月之主城的镇压之后，很快就已经赶往魔法高塔所在的区域。眼下他最主要的事情还是先把自己的2转给搞定。此时2转任务所需的条件里，圣光药剂已兑换好了，禁忌之力碎片也已经获得，剩下的就是击杀一头传说级野怪以及获得贤者之证了。先前已经说过，贤者之证是魔法高塔其中一个秘境副本的通关奖励，但必须达到完美的 SSS 通关评分才能获得这个高等奖励。这意味着秦风必须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而且全程的血量都不能跌过70%。于是秦风立即朝着月之主城的魔法高塔区域移动，一刻不耽误。魔法高塔是月之主城最高级的一个副本入口，那里面有通往不同秘境的入口，全都是现阶段的玩家能到达的最高级秘境。除了神明试炼和高阶的魔窟入侵之外，这里可以说是月之主城最高级的打怪场所了。此时秦风刚到达魔法高塔，就已经见到各色元素的魔法学徒以及他们的导师。这些月之主城的本地土著都是研究元素魔法的大法师，魔法高塔就由他们负责守护。此时这些元素大法师见到秦风，全都对秦风露出颇为欣赏的眼神。人族新涌现的天才强者，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有什么需要吗？一名白发苍苍的大法师乐呵呵地对秦风说道。镇守月之主城的任务可是关系到整个大区域的安危，所有参与镇压的玩家除了通关奖励之外，也都会获得区域的名望。秦风作为镇压任务里的 MVP， 在月之主城区域的名望自然更是不小了。我是来参加秘境副本的。
秦风也不含糊，直截了当地对这个大法师说道：“没问题，我们很乐意帮助你这样的强者走上人族神明之路，跟我来。”这白发苍苍的大法师呵呵一笑，顿时引领秦风走向魔法高塔的深处。高塔的中心是一个被各色元素围绕的神殿，其中每一种供奉的元素都引领向一堵深邃的空间之门。这些都是我们魔法高塔所掌握的秘境，请你随意选择。这大法师挥挥手，指向这周围的大量秘境。这里的每一个空间之门都通往着对应元素的秘境副本。火元素的是烈火之地副本，水元素的是冻结孤岛副本，风元素的是空中神殿副本等等。但这些都不是秦风正在寻找的那个秘境副本。我需要的是光元素的空间之门，通往光明神殿的贤者副本。秦风环顾一周，并没有发现代表光元素的空间之门，当即说道：“光元素的贤者副本，那个副本连我们都尚未完全进化，目前还非常危险啊。”大法师没想到秦风会提起光明神殿的秘境，顿时说道：“这些秘境副本的入口，通往的都是一个个曾经被魔界污染过的小型位面。在经过大法师们的进化之后，这些副本才算是没有这么危险，可以让人族的职业者们进去历练和获取转职道具。但在这些秘境副本里，通往光明神殿的贤者副本还没有完成进化，所以并未对外开放。没关系，我顺带帮你们进化了，带路吧。”秦风一听，立即轻描淡写的说道。第73章进化光明神殿副本。秦风这番话真是让魔法高塔的大法师给吓了一跳。要知道，魔法高塔里的这些秘境副本，在未进化之前可都是非常凶险的污染之地。即使是这里的这些资深大法师们，都要几经艰辛才能将其中彻底净化，大幅度降低他们的危险程度，这才敢拿出来给职业者们去历练。简单的说，一个30级的秘境副本，在未被净化之前，很有可能至少是70级的高危区域。因此，秦风说要进入一个未完成进化的副本区域，自然是让大法师感到惊讶。未被净化的区域非常危险，绝非寻常职业者可以通关的，你确定？大法师赶紧警告他说道。这些秘境副本主要产出的都是职业者的2转道具，现存的几个已经足够满足全部职业了。大法师也没想到，竟然会有人一上来指定要去这个光明神殿的副本。根据他所知道的，光明神殿的贤者副本里蕴含的是一个极其稀有的隐藏转职道具。难道眼前这个人族天才身怀的竟然是如此稀有的隐藏神职？放心，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秦风点点头。大法师上下打量了秦风一眼，果然从他身上感应到一股与众不同的气息。于是他伸手召唤出无尽光芒，在这元素神殿上召唤出高阶的空间魔法。一道通往光元素的空间之门立即在秦风面前被呼唤出来。进入这个空间之门，你就能到达光明神殿副本了。大法师缓缓开口说道。这个光明神殿副本非常难缠，即使是他们也只是完成了50%的进化，一直没时间全部做完。如果眼前这个人族强者真的能顺利通关，那还能顺势帮他们完成彻底的进化，对外开放这个副本。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无法应付这么高难度的副本，直接被击杀在里面。秦风望向这个光明神殿的传送入口，这空间之门虽然通往的是光元素的神殿，但却和周遭那些宁静的传送门完全不同，不仅一点光明的气息都察觉不到，相反，空间之门时时刻刻都在震动，而且还有大量漆黑无比的能量缠绕在其中。这代表空间之门连接的那个位面非常不稳定，正被魔界所占领。秦风走上前，一道提示浮现在他面前：即将进入光明神殿副本 SS。 进入条件1，玩家至少30级以上。进入条件2，玩家核心属性达到2000点以上。当前已满足副本进入条件，是否进入光明神殿副本？秦风点击确认，他的整个人顿时就被彻底吸入到空间之门里面。他眼前所见的画面顿时发生天旋地转的改变，画面在他眼中快速旋转。转眼间，他眼前所见到的已经是一个残缺不堪的神殿世界了。您当前已进入光明神殿副本 SS。 检测到当前副本并未完成进化，当前副本难度提升50%。随着一道提示传入秦风耳中，他的面前出现的是一个被彻底污染了的神殿。虽然这副本名为光明神殿，但此刻却一点光明都看不见。这神殿似乎被深埋在地上，四周除了一双双睁开的赤红兽瞳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一个尚未完成进化的副本，其中的不论是魔物还是难度，都会呈现不受控制的模样。秦风对此早有预料，并没有太过惊讶。他刚往前移动一步，四周已经迅速出现一头头恶魔四足兽的身影。秦风朝他们身上望去，一个信息面板顿时浮现在他眼前：恶魔猎犬，黄金级，类型普通怪，等级30级，生命值 4W， 攻击力、防御力，技能恶魔撕咬，恶毒性，呼唤同伴，恶魔血统。描述：
镇守神殿的变异生物具有呼唤同伴的群体特性。魔界有着上千种合成生物，都是将恶魔之力和其他物种缝合制成的。恶魔猎犬算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了。此时秦风还位于神殿的最外围，他要一路突破进去，才能获得完成副本的奖励。想到这里，秦风就不再耽误，直接举起了他手上的法杖，一道道圣光直接绽放在此，恐怖的群体伤害直接落下。157000真实伤害，157000真实伤害，157000真实伤害，157000真实伤害。审判之力的被动触发，伤害一大片一大片地触发在秦风四周，范围内的恶魔猎犬全部倒下。同时由于秦风的主动攻击，激怒了周遭更多的恶魔猎犬，它们纷纷开始在秦风四周发出嚎叫，呼唤出更多的同类。恶魔猎犬的基础数值不高，但擅长以人海战术攻击敌人。然而他们这次面对的却是有绝对防御的秦风。这些恶魔猎犬一拥而上，仗着速度上的优势围攻秦风。然而秦风根本不躲，就等着他们的主动进攻。空中传来轰鸣的雷击，瞬间朝着秦风所在的地方全数落下。104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6000雷属性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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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天罚瞬间降临到任何胆敢对秦风出手的人身上，雷霆如同下雨一般落下，直接把这神殿的外围都给照得明明亮亮的。这些恶魔猎犬的下场自然是可想而知。你已击杀恶魔猎犬黄金级，获得 9W 经验值，等级已达上限，转存至经验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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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击杀提示不断出现在秦风面前，可惜这些恶魔猎犬的品质太低，掉落的奖励几乎没什么值得拾取的。秦风只好掠过他们的尸体，直接朝着光明神殿里面踏步而去。第74章增益再次叠加，您已进入神殿外围区域。一道提示出现，秦风已经开始进入神殿内部。此时他抬头望去，这地方果真到处都充斥着魔界的邪能污染，漆黑无比。原本应该象征着光明元素的神殿，此时却被魔界所占据，果真是讽刺。随着秦风的进入，这神殿内部也仿佛在迅速变动，以应付他这个入侵者。当前区域已触发黑暗领域场景 buff， 所有进入者每秒钟受到2500点暗属性伤害。这场景 buff 直接兑现，但却对秦风毫无效果。他身上有暗黑免疫 buff， 可以免疫 100% 的暗属性伤害，自然可以无视这个。此时从这神殿外围开始不断涌现大量恶魔军团出现，全都纷纷朝着秦风这个方向攻击而来。副本第一阶段已开启，神殿外围将刷新无尽魔物，请玩家生存10分钟。一道提示出现在秦风耳边，此时这光明神殿副本才算是正式开始。要想顺利通过第一阶段，进入神殿的更深处，秦风就需要在这里生存10分钟。此时无尽的恶魔军团已经出现，果然如同潮水一般向秦风这里涌来。刀锋恶魔、牛头恶魔，这两种恶魔军团属于魔界里比较高级的战力了，全都是魔界在入侵一些狂暴兽族世界的时候将他们打败并且转化之后得到的恶魔军团种类。刀锋恶魔擅长隐身和远程刺杀，而牛头恶魔则具有非常强横的面板和坦度。两大恶魔军团同时朝着秦风袭来，秦风毫不慌张，直接上手就是一个精神震爆。他的面前瞬间引发一阵看不见的能量爆发，瞬间炸飞其中无数恶魔。随后圣光开始疯狂降临到秦风周围，引发一阵阵真实伤害。155400真实伤害，155400真实伤害，155400真实伤害，155400真实伤害。真实伤害无视护甲和魔抗，即使是坚韧的牛头恶魔也难以扛得住。潮水般的恶魔军团一碰到秦风就开始迅速被秒杀，根本进不到秦风身。此时随着恶魔军团的出现，恶魔领主们自然也纷纷开始现身。刀锋恶魔领主暗金级，类型 BOSS， 等级70级，生命值，攻击力，技能藏匿、暗影刺杀、刀锋之刃、无声滑步。描述：刀锋恶魔军团的领主级魔物，具有3头6臂一般的外形。刀锋恶魔领主和牛头恶魔领主都开始从他左右两边刷新出来，一个长得好像人形蜘蛛一般，3头6臂，另一个则身材高大，如同一座小山般蠕动过来。由于两者的等级和位阶都很高，所以属性也是无法查看的。秦风越过这群小怪，
第一时间就朝着这些恶魔领主们走去。圣光在他手上无间断的疯狂落下，群体惩戒术，精神震爆，圣光降临，连续轰炸。不到一瞬间，这看似强壮的牛头恶魔领主就已经被秦风瞬间秒杀。另一头的刀锋恶魔领主同时隐去踪迹，几头从四面八方同时向秦风偷袭。34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9800雷属性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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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秦风身上的天罚反击 buff 可一点也不含糊，直接连续从天落下。由于反击伤害属于自动锁定类型，所以即使他们属于隐身状态也无法避免。秦风周遭顿时电光大作，这些刀锋恶魔领主直接被电得彻底麻痹，同时进入眩晕。秦风手上的圣光趁机疯狂落下，打出恐怖的伤害。这批刚刷出来的恶魔领主顿时全部被秒。你已击杀刀锋恶魔领主，按荆棘获得 16W 经验值，经验到达上限转存到经验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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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击杀提示出现在秦风眼前，同时他们的掉落奖励也纷纷到手。提示：你已获得随机元素结晶 X10。提示：你已获得铁甲咒卷轴 X10。提示：你已获得恶魔领主之心 X10。这些奖励大多都是属性增幅的一次性道具，又或者吞噬以提升属性的物品。随机元素结晶功能：使用以获得随机一种元素的抗性提升，持续10秒。恶魔领主之心功能：使用以提升随机一种主属性，持续10秒。铁甲咒卷轴功能：使用以召唤出铁甲护体，暂时提升150点护甲值。秦风也没有客气，当即将它们全都消耗掉。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700点火焰抗性。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800点火焰抗性。提示：您的风元素抗性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350点风元素抗性。提示：你触发了天赋效果，获得了铁甲护体 buff， 效果：永久提升1500点护甲。检测到当前存在同类型 buff， 已将奉献光环 buff 合并，当前效果：永久提升2500点护甲值。一连串的提示出现在秦风面前，他的各类型元素抗性 buff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秦风周遭的恶魔军团自然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打算，顿时已经全部涌过来。圣光和天雷同时在秦风周遭疯狂触发，天罚的反击和圣光的惩戒直接清扫整个神殿外围。154600真实伤害，154600真实伤害，154600真实伤害，154600真实伤害。大量的尸体不断倒在秦风脚下，各种元素结晶和增加主属性的恶魔之心也在不断掉落。秦风一边击杀，一边将这些加成道具全部吸收到体内，不断在叠加着他身上各种 buff 的效果。第75章鬼武士的踪影。随着秦风的不断使用各种掉落加成，他的各种 buff 也开始再次叠加起来。提示：您的智力增幅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800点智力。提示：您的力量增幅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500点力量。提示：您的敏捷增幅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500点敏捷。提示：您的体质增幅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500点体质。提示：您的水元素抗性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450点水元素抗性。提示：您的地元素抗性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永久增加450点地元素抗性。随着这无尽魔物的刷新，秦风的各项属性反而不断的在叠加提升，他的各项元素抗性都已经叠到了相当高额的程度，同时基础属性也获得了不小的提升。恭喜，你已存活达到10分钟，第一阶段已通过。提示：你已完成光明神殿第一阶段，彻底净化当前区域，获得天道宝箱，按荆棘 X5， 请继续前往下一区域，完成当前副本。随着时间达标，这第一阶段的无尽魔物就算是轻松通关了。不断从周遭的邪能处刷新出来的魔物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连串圣光开始降临到这个区域来。由于秦风完成了第一阶段，因此他所在的这个区域也开始净化。原本到处都是昏暗漆黑，被邪能无尽覆盖的神殿外围，
终于沐浴在圣光之下，逐渐恢复到原本的模样。此时，这光明神殿的外围才终于有了点该有的样子。洁白的长梯和神圣的壁画都重新出现在被净化之后的神殿外围，非常美妙。顺着长梯往前走，则是这光明神殿的主区域了。从这里往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到，虽然外围已经得到了净化，但神殿的主区域依旧被各种邪能所占据，一片漆黑。秦风打开自己手中的天道宝箱，开启其中的奖励。恭喜，你已获得光明牧师之印，暗荆棘。恭喜，你已获得光明牧师之印，暗荆棘。恭喜，你已获得40W 金币。恭喜，你已获得额外20W 点经验值。这光明牧师之印是光明神殿副本的独特产出，是专门针对牧师的加成道具。秦风点击查看，光明牧师之印，暗荆棘。类型：饰品。属性：加500智力，加500魔抗。额外效果：使用后获得 25% 护盾强化和治疗强化效果，持续100秒。描述：只有光明神殿的高等牧师才有佩戴资格的饰品。这光明神殿副本本身就是特供牧师和光属性法师的，这里面爆出强化牧师能力的饰品自然没什么奇怪的。在神域世界里，饰品和装备、武器不同，没有佩戴等级的限制，每个玩家最多能穿戴2枚指环、1枚项链。由于饰品没有穿戴等级，所以不同品质之间的饰品属性和效果差距可以非常巨大，这也导致饰品通常只有土豪强者才玩得起。秦风马上穿戴上这饰品，此时一道系统提示瞬间传来，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效果，获得了辅助增强 buff。 效果：你造成的治疗效果和护盾强度额外提升 25%， 持续永久。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强化，辅助增强 buff 获得提升。效果：你造成的治疗效果和护盾强度额外提升 250%， 持续永久。一连串提示出现，新获得的辅助效果增强 buff 已被秦风收入囊中。有了这个 buff， 他这个牧师所有造成的治疗或者释放的护盾都会得到 250% 的增强，而且后续这个 buff 还能被更多的牧师装备和加成所叠加，到时候一个治疗全员满血，一个护盾比血条还要厚都不是问题。秦风调整好状态之后，这才大步走向神殿的中心区域。提示：你已进入光明神殿中心区域。一道提示出现在秦风耳边，而他身处的地方也从刚被净化完成的明亮阶梯变回了漆黑无比的神殿大厅。这地方由于空间巨大，其中充斥的漆黑能量甚至更为繁多。秦风刚进入这个区域，已经能瞬间感应到这股浓烈的魔界邪能。他刚走入其中，连这个大厅的模样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此时，一道漆黑的身影瞬间已经冲到秦风面前，对他发动袭击。34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9800雷属性伤害。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天罚雷击已经从上方瞬间落下，直接劈落。这个偷袭秦风的魔物当场被电得麻痹，电光四射。鬼之恶魔武士，紫荆棘。类型 BOSS， 等级70级。生命值，攻击力。技能：无影斩、鬼斩、神秘分身、恶魔血统。描述：魔界征服鬼之世界后转化的强大剑客，拥有神秘的忍术和剑术。这个偷袭秦风的家伙竟然不是什么丑陋的恶魔军团，而是一个穿戴着忍者鬼面具的鬼武士。此时这鬼武士已经被天罚雷击直接电得麻痹了，短时间内都无法动弹。而秦风的周遭也出现了更多细微的声响，又更多这种鬼之恶魔武士出现，全都隐匿在黑暗之中。他们全都是鬼武界曾经的精英剑客，全都是精通无声的暗杀忍者。在魔界入侵之后，他们也就随之堕落，被魔界的邪能俘获，成为了堕落的鬼之恶魔武士。由于恶魔血统强化了他们的各项属性，因此这些鬼之恶魔武士比起生前更为强大。此时他们纷纷进入了隐身状态，开始快速在秦风周围环绕。提示：您已进入光明神殿副本第2阶段，请寻找出众多鬼之恶魔武士里携带着大厅钥匙的那个鬼武士。第2阶段挑战开启后，每分钟都会增加1倍鬼武士数量，无上限叠加，直到您完成第2阶段。随着这些鬼之恶魔武士全部进入隐身状态，秦风的耳边也已经传来了系统的提示。第76章不断进化的光明副本。这第2阶段的难处正是要在这数十个鬼之恶魔武士里寻找到真正持有门钥匙的那个，而这些鬼武士本身是具有高超的隐匿技巧以及隐身能力的。若是一般那种无法反隐的职业，在这一关将会直接卡死，因为每分钟找不到都会翻倍数量，用不了多久，数十个就会变成上百个乃至数百个，到那个时候要找到就更是天方夜谭了。然而这对于秦风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他当然没有什么反隐的技能了，但所谓一力破万法，他根本也不需要。只要以绝对的力量将这数十个鬼武士全部斩杀，
那不就能保证100%拿到门钥匙了？试炼刚开启，秦风就已经瞬间以极快的速度跟上这些鬼武士。秦风此时的等级虽然只有30级，但各项数据都在 buff 的加持下，早就超过了同级玩家的水平。此时他的速度甚至能跟得上这些以速度著称的鬼武士，而他的手上同时已经绽放出一道道无穷的圣光，群体惩戒术加上圣光降临，同时砸落在他周遭，形成恐怖的伤害落下。154800真实伤害，154800真实伤害，154800真实伤害。这些高速行进中的鬼武士一瞬间已经倒下不少人，而剩下的鬼武士似乎完全没想到这个闯入者竟然拥有这种攻击能力，第一时间已经迅速散开，随后分头围攻这个人族玩家。这不围攻还没什么，一旦开始围攻，就等于在加速自己的灭亡。随着他们的不断偷袭，天罚雷击已经瞬间从天而降，直接劈落。雷霆引发的强力攻击直接打在那些对秦风出手的鬼武士身上，秦风周遭顿时雷光大作，一个个鬼之恶魔武士已经纷纷倒下。您已击杀鬼之恶魔武士紫金级，获得10W 经验值。您已击杀鬼之恶魔武士紫金级，获得10W 经验值。您已击杀鬼之恶魔武士紫金级，获得10W 经验值，获得门钥匙。随着这一道道击杀提示传来，秦风终于将其中那个持有门钥匙的鬼武士也一并斩杀了。一道钥匙瞬间跳到秦风手上，与此同时，由于钥匙已经被夺走，周遭的鬼武士们瞬间就全部消失了。这一关的难度就这么容易，竟然全部主动走了。秦风有些不相信这第二阶段竟然这么简单，但他还是马上走向光明神殿大厅的大门。然而就在此时，无数道鬼影开始不断朝着大门这边聚集，形成一个更为庞大的黑色身影。这一阶段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区域提示，请注意，当前区域即将诞生 BOSS 级魔物，需击杀后方可进入下一区域。一道提示传来，秦风的面前顿时出现了一个身材特别巨大的鬼面具武者。这鬼面具武者身上不断凝聚着国内刚刚那些被他击倒的鬼武士影子，每吸收一个都让他变得更为强大。看到这一幕时，秦风就明白了，这一关的守门 BOSS 是根据前面被击杀的鬼武士数量进行强化的。如果是具有反影能力的职业，只需要精准击杀一个鬼武士就够了，那到了 BOSS 这里就只会有一次强化。但如果是像秦风这样暴力通关的，那么到了守门 BOSS 这里就会有很多次强化，因为秦风是通过无差别击杀来强行通关的。没想到这个光明神殿副本设计的竟然还挺聪明的。此时这个凝结鬼影的鬼武者已经彻底披上了鬼影装甲，手持双刀，仿佛一个地狱武士一般。秦风朝他看去，一道信息已经出现在他眼前：鬼武者领主，紫金级，类型 BOSS， 等级7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鬼影缠身，瞬息移动，暗影突袭，往返折叠。描述：被无数鬼武士之影强化过的武者领主，拥有强大的物理杀伤力。由于是等级领先很多的魔物领主，所以数据都呈现隐藏状态。不过这不是秦风第一次面对70级的 BOSS 了，他对这些魔物的面板数据已经基本上心里有数。在100%冷却缩减之下，要解决这 BOSS 没什么大问题。这鬼武者领主瞬间发出一道血光，直接顺步到秦风背后，发起了背刺突袭。双刀同时攻击，连续触发2次攻击特效，13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6000雷属性伤害。秦风身上飘出2道伤害数字，但紧接着就被瞬间奶了上去。但与此同时，一道天雷直接从天而降，狠狠地劈中这鬼武者领主。雷光大作，强大的麻痹效果和眩晕同时生效。秦风趁此机会直接释放手中的圣光，不间断地朝着这 BOSS 不断释放。审判之力加持下的真实伤害开始不断冒出，打在这鬼武者领主身上。由于秦风的冷却缩减是100%，技能释放几乎是没有间断的，短短10几秒已经连续丢下了无数道圣光攻击。这 BOSS 被天罚雷击麻痹住了数秒，在这期间根本无法闪躲。等到他解除了身上的麻痹状态，他的血量早就已经被打的只剩下1/3了。区区人类也想闯入神殿，简直痴人做梦。这鬼武者领主顿时暴怒起来，手上瞬间炸出无数道漆黑匕首，朝着四周散去。这些匕首每触碰到一个目标，瞬间都会引发一次爆炸。秦风身上连续中了好几发，但却一点影响都没有。这点伤害，他身上的回血 buff 一瞬间就能回满上来。反倒是紧接着而来的天罚雷击，再一次将这鬼武者领主连续击中，打得他身上不断麻痹，动弹不得。秦风反手就是无数道圣光继续落下，这 BOSS 已经瞬间被秦风所斩杀。恭喜，你已完成光明神殿第2阶段挑战，成功净化光明神殿大厅。你已获得天道宝箱紫金级奖励。
提示：您获得了鬼武士之书 X12。提示：您获得了鬼之心紫荆棘。这鬼武者领主一连掉落了12本鬼武者之书，全都是能提升敏捷和速度的一次性道具。第77章，速度和敏捷无限提升。毕竟这些鬼武士已经算是魔界征服过的世界里最为敏捷和灵活的一个种族，即使如今被腐化了，留下来的也全都是和敏捷、速度相关的奖励。至于这鬼之心，倒是值得好好查看一下。秦风打开背包，点击这鬼之心道具进行快速查看。鬼之心紫荆棘，等级30级，类型特殊装备，不占用常规装备栏。装备属性：速度正 25%， 闪避正 25%， 暴击伤害提升 20%。特殊加成：永久提升敏捷240点，100点速度。描述：鬼武者在面具之下隐藏的道心，代表着一个鬼武士终生的修行之力。这鬼之心是属于鬼武者的特殊掉落，对秦风来说加成不算最好的，但有总比没有好。毕竟除了敏捷属性之外，移速和闪避的加成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于是秦风二话不说，马上就装备上了这件装备。在他装备上这鬼之心的同时，一道鬼武士烙印瞬间在他头上结印，同时落下。秦风身上笼罩起一个全新的 buff 之力，随后传来了一连串系统的声音。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敏捷之力 buff， 效果：提升240点敏捷，100点速度，持续永久时间。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 buff， 效果提升10倍，当前效果：提升2400点敏捷，1000点速度，持续时间永久。检测到当前已有同类型 buff， 已将敏捷增强 buff 合并到本 buff 中，效果正 25%。一连串的提示传来，秦风身上的敏捷加成 buff 被整合成敏捷之力 buff， 这下子不仅是敏捷属性暴涨2000多点，连速度都一下子提高了上千点。果然不愧是鬼武士爆出的增益，在这些敏捷相关的属性方面，加成的力度就是大。这一波加成之后，低级地图里大多数魔物的速度都已经追不上秦风了。当然了，速度和闪避这种属性永远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日后在更换到高阶地图之后，速度奇快无比的魔物比比皆是，秦风也不能这么简单就放松警惕。此时他又点开了那些鬼武士之书。鬼武士之书紫荆棘，类型一次性道具，效果：使用后可提升50点速度，50点敏捷。描述：记述了鬼武士之术的禁忌书籍，相传只有鬼武士弟子才能看得懂。秦风双击其中一本，瞬间吞噬到体内。此时他身上的那枚鬼武士之结印顿时获得了增强，加固到他全身。提示：您的敏捷之力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增加2500点敏捷，1100点速度，持续永久。一道提示传来，秦风的敏捷之力 buff 已经得到了增强。果然，只要是效果接近的 buff 就会自动整合和获得强化。于是秦风继续使用，将他手上这12本全部吸收到体内。提示：您的敏捷之力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增加2600点敏捷，1200点速度，持续永久。提示：您的敏捷之力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增加3600点敏捷，2200点速度，持续永久。一连串的增强提示不断传来，最终全部吸收完毕。而秦风的敏捷之力 buff 也获得了空前的增强，加成效果已经来到了2000点速度，3000点敏捷。与此同时，随着秦风完成了第2阶段的挑战，他周遭这被重重邪能所缠绕的光明神殿大厅终于也开始褪去黑暗，逐渐恢复到原本的模样。圣光重新落下，照耀着这一整个大厅，光照四射。而大厅中央也出现了巨大华丽的壁画，如同仙境。到此为止，这光明神殿副本已经被秦风进化了2/3，只剩下最后一处了。秦风毫不犹豫，直接走向了这光明神殿副本的最后一个区域。他身上的门钥匙自动漂浮起来，打开了大厅的门。通往光明神殿深处的路顿时出现在秦风面前。秦风走入其中，这地方果然被更为深重的邪能所缠绕着，气味甚至非常浓烈。准确的说，这神殿深处的邪能腐化情况要远比秦风想象中的还要糟糕。提示：您已进入神殿深处区域。一道提示传来，紧接着秦风身后的大门就轰然关闭上。随着光源的消失，秦风眼前突然就变得漆黑一片。这神殿深处的内部似乎潜伏着某种极其危险的邪能腐化，这股邪能估计就是整个光明神殿已会被腐化的原因。果然，黑暗当中很快就传来了稀稀碎碎的声音，乍一听甚至会让人产生秦风四周全是海浪的错觉。然而秦风却不为所动，静静地站在大厅中央，等待着对方动手。对他来说，任何花里胡哨的花招都没用，只要对方发起攻击，天罚雷击就会瞬间生效，同时照亮这个区域。到时候四周是什么情况，
秦风自然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秦风根本丝毫不慌，就这么淡定地站在大厅中央。此时反倒是轮到黑暗中潜伏的那头魔物有些着急了。他镇守这里这么久，碰到过不少进入其中的人类职业者，全都是在失去光明之后就马上陷入恐慌，自己自然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然而眼前这个人类竟然丝毫不慌，搞得他反而有点无从下手。然而既然秦风选择了好像个活靶子一样站着不动，这魔物也不会客气。一道诡异的声音传来，尖刺攻击瞬间从秦风身后发出，直接朝着他背后攻击过来。2400伤害，触发天罚雷击，76000雷属性伤害。2400伤害，触发天罚雷击，76000雷属性伤害。秦风身上跳出2段伤害，同时天罚雷击瞬间落下。这头魔物直接被秦风打得头皮发麻，进入麻痹状态。与此同时，他的血条也随之出现在他头顶上，面板信息也同时出现。刀锋鬼舞者，紫金级，类型 BOSS， 等级80级，血量，攻击力，防御力，技能无限分身，转移之术，移花接木，恶魔血统。描述：魔界的研究成果之一，将刀锋恶魔与鬼武士一族融合的诡异产物。第78章鬼武者激战。这刀锋鬼武者竟然是魔界的融合怪物。在将恶魔军团和鬼武士结合之后，他们成功的制造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出现在秦风眼前的这个鬼武者，竟然拥有着刀锋恶魔那独有的3头6臂模样。6只鬼手上都拿着各不相同的长刀，3个脑袋分别戴着不同的鬼武者面具，而且身材高大，乍看上去简直是无比吓人。而且这刀锋鬼武者的战斗智商还特别高，竟然还知道用偷袭这种招数。提示：你已触发光明神殿第3阶段挑战，击败当前区域 BOSS 即可完成本次副本通关。一道提示传来，这光明神殿副本的最后一个区域也是最简单移动的，那就是在这 BOSS 战里取胜。秦风此时趁着这刀锋鬼武者进入麻痹状态，手上的圣光已经猛然开始降落。154500真实伤害，154500真实伤害，154500真实伤害，炸裂的伤害直接疯狂落下。这刀锋鬼武者挣脱麻痹状态，直接进入隐身状态。秦风正想追击，他的身边顿时出现了多重幻影，直接环绕着他来回转圈。在这多重幻影之下，数十个刀锋鬼武者的分身竟然同时出现。这突然分出来的数十个刀锋鬼武者，不论技能还是外形、面板，都和本体一模一样。秦风没想到这 BOSS 竟然还会这么一手，看来魔界将这2种堕落之物融合，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数十个刀锋鬼武者的分身同时围攻上来，直接近身和秦风厮杀起来。在神域世界里，根据不同的技能，分身也同样可以制造和承受伤害。这刀锋鬼武者的分身就是利用了刀锋恶魔的血统，强化了鬼武者的黑暗忍术，他们的分身就能造成 60% 的伤害，承受 130% 的伤害。虽然输出不及本体，而且会承受更高的伤害，但分身的好处胜在数量多，而且本体可以隐秘，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能。此时这些刀锋鬼武者的技能疯狂砸到秦风身上，疯狂触发天罚雷击。秦风周遭的雷击不断，直接照亮了这个被邪能完全腐化的神殿深处。受到34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6800雷属性伤害。受到34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76800雷属性伤害。秦风身边的雷光、圣光同时不间断触发，将他笼罩在其中，仿佛圣人一般。凡是近身到秦风身边的分身，最多只能出手2招，紧接着就会被天罚雷击直接劈中麻痹，然后被秦风的圣光送走。这些分身本来就吃更多的伤害，现在碰上秦风这种不间断的恐怖 DPS， 根本扛不住。分出来的数十个分身，转眼间已经被秦风打的只剩下几个了。此时一道刀锋闪过，一个隐身的影子从秦风身后猛然出现，是那个真正的本体。刀锋鬼武者眼看着自己的分身一个个的被秦风解决，自然是焦急不安。一直按耐不住的他，终于忍不住亲自出手了。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秦风也一直在等他出手。此时秦风反手就是一道精神震爆，将这刀锋鬼武者的背刺打断。随后便是群体惩戒术和圣光降临，同时以他自身为中心疯狂释放，恐怖的伤害直接疯狂触发，将这刀锋鬼武者的本体瞬间打残到一半血。这刀锋鬼武者本身的面板就不算很肉，反倒是输出很高。因为有分身，所以这个 BOSS 理论上并不是需要有多高的坦度，尤其是刀锋鬼武者本身就是有大量前行技能的刺客恶魔。但此时由于分身根本不是秦风的对手，反而将这个弱点暴露了出来。这刀锋鬼武者心中一惊，马上已经抽身出来，再次进入了隐身状态。剩下在场的几头刀锋鬼武者纷纷使出6刀流的剑术，
以每一斩6段伤害的攻势，同时朝着秦风围攻而去。秦风丝毫不慌，对付这些集体围攻的高等魔物，他可还留了一手。此时他手中一晃，一张绘画着迷雾和黑影的卡牌瞬间出现在他手上。恶魔卡牌系列迷雾巨兽。秦风发动迷雾巨兽这张卡牌，瞬间从他手上就化作一团黑雾飘出。从这些黑雾之中，一双双血红的眼睛纷纷睁开，象征着毁灭之眼的巨大威力。拥有极其特殊习性的魔界生物迷雾巨兽。然而这次现身的这些迷雾巨兽并不是魔界的援军，而是臣服于秦风的卡牌之力。这些迷雾巨兽瞬间放射出一道道毁灭射线，直接横扫地面。恐怖的扫射直接爆发在这个小小的神殿深处，对这剩余的那些分身造成恐怖的伤害。这个人类竟然还能召唤魔界的力量，他到底是谁？此时这刀锋鬼舞者才终于意识到，这个入侵者一点也不简单。他的那些分身在毁灭射线的连番清场之下，瞬间全部都被扫荡干净。刀锋鬼舞者的无限分身技能直接进入了 CD， 同时他的隐身效果也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该死，难道是镇国级的强者亲自来了？可是这明明是一个出生的职业者啊！秦风这般的压迫感，直接让刀锋鬼舞者都产生了对手是镇国级强者的错觉。此时黑雾巨兽的效果也逐渐消失，散回到秦风手上，重新凝聚成卡牌的模样。只是卡牌上多出了一个锁链图案，表示当前已进入冷却，不能马上再次使用。秦风也注意到了这个小细节，估计在神域世界里，冷却缩减只能影响玩家本体的技能，并不能直接作用在物品这类主动效果上。看来他还需要找机会把物品技能的冷却 buff 也搞到手才行。就在此时，这刀锋鬼舞者的隐身状态终于遭不住了，直接现身，并同时向秦风丢去数道诅咒匕首。秦风硬扛下匕首的伤害和持续掉血，天罚雷击在同一时间反扑回去，将这刀锋鬼舞者电麻痹在原地。秦风趁机上前，圣光和惩戒术同时疯狂落下，直接疯狂砸落。短短数秒钟的时间，这刀锋鬼舞者剩余的那一半血量被彻底清空，直接爆体而亡。随着他的灭亡，这昏暗无比的神殿深处也一口气得到了彻底的净化，直接恢复光亮。第79章，震惊众人的副本开荒。就在此时，一道副本通告也直接出现在月之主城以及周围同等级的中立区域。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进化了光明神殿副本 SS 级，该副本现已解锁挑战，请各位玩家自行前往魔法高塔开启。玩家暗影君主完成副本开荒成就，获得牧师法师系随机紫金宝箱 X1。此时一道消息顿时传遍月之主城以及相邻的主城区域，不少其中的高手都大吃一惊，没想到暗影君主竟然这么早就开始搞副本开荒去了。按照一般的进度，30级的新手职业者最常做的还是刷装备和经验，要是有些关系的，就会让同一个阵营的高手带自己进去高阶的魔窟镇压，混混奖励。但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么早就开始去接触副本开荒，而且还成功了的。在神域世界的各个主城区域里，不时都会有全新的副本传送门出现，但这些野生的副本入口一般都会由像镇魔司或者光明教廷这种高级阵营派遣专人前去开荒。等开荒结束，把整个副本通关一次，再开放给普通玩家进入挑战。因为副本开荒的危险性很大，开荒的难度会是这个副本正常难度的几倍到几十倍。比如秦风这次通关的光明神殿本来只是30级以上的副本，但他进入其中要面对的却是70级、80级的高难度魔物。而且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副本开荒的过程中，玩家不算是身处正常副本，所以一旦死亡的话，死亡惩罚并不会按照副本里结算，会格外严重。所以一般的玩家在不确定自己的实力之前，是不会去碰副本开荒的。然而秦风却以30级的新人身份，直接在他的区域这里给独自开荒了一个新副本出来。这消息简直太惊人了！大神这么早就开始搞起副本开荒了，这就被征召到镇魔司的开荒队了？怎么可能？镇魔司的开荒团队最低要求80级以上，这根本不够等级啊！肯定不是镇魔司的团队，你们没看公告吗？是人家暗影君主大佬单人通关的，特么的30级就能单人开荒副本了，这是什么神仙大佬啊？太夸张了！暗影君主这人真是越来越夸张了，镇魔司这回真是捡到了个大宝贝啊！此时身在副本里的秦风只听到一声巨响，这刀锋鬼舞者的尸体上顿时爆出数道金光，顿时就汇入了他的体内。提示：你已获得了敏捷种子 X20。提示：你已获得了鬼武士之书紫金级 X20。提示：你已获得光明之精华紫金级。恭喜！你已成功解锁并开荒光明神殿副本，您的通关评分为 SSS， 确认为最高通关评分，获得副本限定奖励贤者之证传说集。2转的最后一个道具
贤者之证顺利到手。此时，秦风再次打开自己的2转任务进行确认。竞技牧师2次转职任务 SSS 任务所需：1. 圣光药剂传说集5/5 2. 贤者之证传说集1 3. 竞技之力碎片传说集1 4. 击杀一头传说级领主魔物01。按照目前这进度，前3个传说级道具已经被秦风全部集齐到位，剩下最后一个条件就是传说级领主魔物的击杀了。这条件倒不是秦风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他在这个等级确实很难碰得上。这竞技牧师的2转任务本身就很离谱，才第2次转职，所需的任务目标竟然已经全是传说级的品质。不过也从侧面说明，竞技牧师这个职业确实非常 bug。但以此时30级的秦风，他能进去的任务基本上都不可能刷得出传说级的魔物。不论是之前的 SS 级魔窟镇守，还是这次的 SS 级副本，魔物最高也就到紫金、赤金级品质了。再往上，那就不是他这个级别可以接触到的战场了。也就是说，秦风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等级比他高出很多的玩家，以组队的方式带他进去更高级的战场，比如镇守魔窟这类任务。这种事情在各大阵营其实非常常见。那些各大阵营的天才种子选手们都有护道者护航，同时还负责带他们去高级战场里蹭蹭经验和奖励。只不过不同的是，其他天才是要别人带他上去蹭奖励，秦风是要人带他上去，好让他能单杀传说级领主魔物。这理由要是他如实说出来，恐怕得把那些护道者们全都吓得目瞪口呆。一个30级的区新人，居然在这做梦要单杀传说级领主。不过秦风也没有马上忙着去找人帮忙，他先将贤者之证收好，与此同时先打开了背包，盘出自己的拾取奖励。这次的 BOSS 爆出了敏捷种子，至此秦风身上也就凑齐了力量、敏捷、智慧、生命这4大基础属性的种子了。敏捷种子效果，使用后可为玩家凝结出1枚敏捷种子，获得高额敏捷、速度等永久加成。秦风对这些属性种子的用法已经非常熟练了，直接双击服用。一瞬间，一股轻盈如风的力量瞬间冲入他体内，让他感觉自己变得身轻如燕起来。敏捷种子赋予的不只是敏捷属性，竟然还包括秦风的反应速度和敏捷度。提示：您成功凝结了1枚敏捷种子，敏捷加1000点，速度提升1000点，脱战后移动速度提升 50%。提示：距离生成敏捷结晶剩余数量为1/1000。获取更多敏捷种子可催生凝结敏捷结晶，一旦凝结成功将会获得巨额超凡加成，请努力。提示：您的敏捷属性提升1000点，速度提升1000点。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脱战速度 buff。 效果：脱战后在大地图上的移动速度提升 50%。 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增强效果 buff， 获得了强化。效果：脱战后在大地图上的移动速度提升 500%。 第80章结算副本收益。这敏捷种子竟然为秦风带来了全新的脱战移速 buff， 这倒是新奇。在神域世界里，能增加赶路速度的无非就是传送术和坐骑，一般玩家在大地图上的移速都不会快到哪去。但有了这脱战速度 buff 的提升，秦风这赶路的速度都快要赶上别人有坐骑的了。此时他二话不说，继续将手上剩余的敏捷种子全部服下。提示：距离生成敏捷结晶剩余数量为2-10000。获取更多敏捷种子可催生凝结敏捷结晶，一旦凝结成功将会获得巨额超凡加成，请努力。提示：距离生成敏捷结晶剩余数量为2010000。获取更多敏捷种子可催生凝结敏捷结晶，一旦凝结成功将会获得巨额超凡加成，请努力。提示：您的敏捷属性提升2900点，移速提升2900点。提示：您的 buff 获得了叠加增强。效果：脱战后在大地图上的移动速度提升 700%。 和其他种子一样，这敏捷种子也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效果最强，后续再服用主要就是叠加层数了，效果自然也没有一开始这么夸张。但即使如此，在敏捷和移速上的加成还是非常显著的。秦风吸收完敏捷种子之后，又将目光继续投放在鬼武士之书上。经过一轮吞噬，他身上的敏捷之力 buff 也获得了20次的连续叠加增强。提示：您的敏捷之力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增加3700点敏捷，2300点速度，持续永久。提示：您的敏捷之力 buff 得到了增强，当前效果：增加5600点敏捷，4100点速度，持续永久。这2波连续增强之后，秦风从这个光明神殿副本里一口气获得了恐怖的敏捷和速度的提升。此时秦风的移速已经逼近一个70级的正常高手职业者，而且这还是因为他一直压着在30级，
基础属性始终不算很高，所以增幅不明显。一旦他2抓完成，等级直接暴涨起来的时候，移速和敏捷都会随之跟着暴涨。到时候他的移速会高到什么程度，就难以预计了。在神域世界里，移速最大的作用就是方便走位，是各种身法流的核心属性。秦风此时将目光看向最后一个掉落奖励——光明之精华紫金级，使用等级50级，效果使用后永久提升你 5% 的护甲穿透、法术穿透。描述：罕见的穿透系列一次性道具，拥有永久提升双重穿透的特殊功效。这件光明之精华的效果还真不错，竟然是永久提升物穿和法穿。这 buff 如果能提取出来并且强化叠加的话，对玩家非常有利。护甲穿透、法术穿透这类属性虽然平时不起眼，但这个世界从中后期开始，那些魔界高等恶魔的属性全都高的变态，动不动上几十万护甲、几百万血量。到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穿透属性，甭管面板伤害有多高，谁都别想打得动人。所以这种双穿属性属于是那种越到后期收益越高的 buff， 很值得拿下。可惜的是，这个物品得50级之后才能使用，秦风直接将它暂存于背包里。此外，秦风手上还有一个奖励的天道宝箱，也被他一并开启。恭喜，你已获得圣光之戒紫金级。圣光之戒紫金级，等级30级，类型饰品，装备属性加2000点生命值，加150点护甲魔抗。装备额外效果：1. 提升等同于你 5% 最大生命值的智力，最多不超1500点。2. 使用治疗技能治疗其他单位时，会同时生成一个2000加生命值的护盾，持续10秒。描述：将牧师之铭文烙印在其上的指环，拥有最大化牧师能力的特性。这圣光指环的属性很全面，基本上就是为牧师量身打造的。除了能提供最大1500点智力之外，还对秦风造成的所有治疗效果附带了一个小护盾的特效，这倒是不错。不过这些装备始终受限于等级，说到底还是过渡用的装备罢了。秦风打扫完这里的所有收益之后，这才动身从光明神殿里退出来。随着退出的指令确认，他的身影逐渐被传送魔法收拢，传送离开这里。秦风很快返回到魔法高塔，并且马上就前往了月之主城的传送枢纽。那地方是月之主城连接其他高级主城的中转站，能最快到达秦风所需的高级战场。此时他一边移动，一边打开了神域世界的新闻热榜。在他开荒光明神殿副本的这段期间，神域世界里果然也发生了不少大事。秦风在其中快速搜索，寻找着他需要的信息。本年度最大惊喜，10年一遇的天才或将诞生于华夏。超级新人暗影君主再创奇迹，成功开荒月之主城新副本。关于新副本光明神殿的全套通关解析。华夏新增2处魔窟，危险程度均为 SS 级，镇魔司已正式派遣人员镇压。伪装魔族问题仍然险峻，各地玩家谨慎注意安全。秦风很快扫视下来，不用一会就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他想在新闻热榜上找的并不是吹捧自己的那些文章，而是高等战场上有没有出现适合他去挑战的新魔窟。魔窟是神域世界和魔界抗衡的一个重要战场，以游戏的角度理解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玩法。秦风要完成最后一个2转任务的条件，他就必须找到一个最合适他的魔窟。这个魔窟不能太高级，比如他早前就知道的2号魔窟暴动，那个魔窟就太过夸张，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口气淘汰了3个超级强者。这种神级的战场暂时还不是他的舞台，但这魔窟也不能太弱，像月之主城这种程度的魔窟入侵就完全不足以碰到传说级领主，所以他在找的是一个难度适合的魔窟，比如50到70级这个区间的 S 级到 SS 级的魔窟都是他的目标。而在这热榜上，秦风还真就找到了2个全新出现的魔窟。第81章，张狂无比的发言。这2处魔窟都是区域魔窟，而且是2转以上70级的高级主城区域，难度均为 SS 级。其中一处位于华夏南部，另一处位于华夏和英伦的交界处，距离这里并不远。而且最重要的是，这2处魔窟都是刚刚触发了不到半小时的新入侵，所以秦风一定能在里面找到他所需要的传说级 BOSS， 不必担心有人捷足先登。秦风看了一眼自己的登录状态，他这一次上线有8个小时游戏时间，刚刚镇压魔窟，通关光明神殿已经用了6个小时，剩下2个小时应该足够他完成这最后一个转职条件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站在月之主城的传送枢纽旁边公屏打字。他自从进入神域世界以来，几乎就没有在大区频道上说过话，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公开的发言。然而谁也没想到，他暗影君主第一次在大频道里喊话，竟然就这么语出惊人。暗影君主，哪个70级的职业者带我去一趟交界处新出现的魔窟，免费送一个组队位，可以一直挂着吃经验。暗影君主，我就剩2个小时在线了，随便来谁都行，
速度死我！秦风非常平静地在华夏大区频道里迅速打出这2句话，随后就发到大频道里。他这一发言，原本还算平静的华夏大区频道顿时就被他给搞炸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这发言简直离了大谱，堪称顶级的凡尔赛。华夏英伦交界处的魔窟可是一个70级 SS 难度的新魔窟。根据目前职业者们对魔窟的难度评定 ，LV70 的 SS 级魔窟意味着70级的普通职业者是处理不了的，必须跨级往上，找到80级甚至是90级的职业者才行。在神域世界里，凡是难度评定在 S 以上的魔窟都具有这种特性，一旦上了 S， 当前区域的等级就已经不足以应付这个魔窟。而秦风现在只是一个30级的新人，他不仅夸口要越级到70级的魔窟，而且他这意思根本不是求高手带他进去蹭蹭经验，而是他给一个机会给高手们，让他可以带这些高手进去吃秦风的经验。在神域世界里，玩家当然也是可以以组队模式进入魔窟的。在这种模式下，即使组队的一个人完全挂在那不动，也能吃到队伍里另一个玩家打出来的部分经验。这种方式在人族职业者里很常见，但从来都是高级护道者带着有潜力的新人去蹭经验，从来没有听过秦风这种说法，反过来低级带高级。这波凡尔赛直接打在公屏上，简直只能用3个字形容，那就是彻底装到家了。这是什么魔鬼发言？这特么的就是这一届新人求高手带蹭魔窟的态度吗？楼上的你眼睛没带？你看看那 ID 是谁？那是暗影君主。暗影君主这么霸气吗？直接跨级要挑战70级的魔窟，那可是 SS 难度的呀。这小子是不是有点太狂了？他就算再强，最多也就是能在70级的魔窟里自保而已，凭什么这么自信还带人家70级的高手？就是啊，就算是90级的高手也未必敢说随便带一个人绝对能 C 吧。这波暗影君主真的有点太装了，人族的天才不都是这么陨落的吗？死于自傲。由于秦风这发言实在是太过反常理，以至于频道里对他的争议瞬间变得非常激烈。有一部分人相信他这个超级天才真的能做到这种事情，但更多的职业者认为他这波属实是装过头了。一个30级的新人要挑战70级的魔窟，光是以生存都很难了，更别说跨下这样的海口，说要带别的高手。以秦风现在的输出，要跨这么高的级别去挑战高级魔窟，确实有点勉强。但他也有自己的算盘。70级的 SS 魔窟虽然危险很大，但同样的危险越大，回报也越高。在这种高级的战场上，魔物的掉落、阶段挑战的奖励绝对都是极高质量的。只要秦风能随便吃到一个有用的 buff， 就能直接滚雪球，将优势越滚越大。此时，随着他这凡尔赛发言之后，华夏大区频道上的讨论之声就开始疯狂刷屏起来。本来像他这样的天才新人，要是找高手进去蹭蹭经验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秦风这发言实在太具争议，一下子将这件事推上了风口浪尖，搞得很多本来有这个意愿的高手都纷纷打退堂鼓，不敢出口了。剑心，我接了，在月之主城的传送枢纽等我。就在此时，又一道消息在大区频道上给予了秦风回应，直接又引发了一阵新的讨论热潮。竟然真的有人主动接下了这么离谱的要求，而且还是先前在月之主城守护战里现身过的那个黑甲御姐剑心。剑心在月之主城的魔窟战场上已经亲眼见识过秦风的实力，他可不觉得秦风是那种会夸夸其谈、引人注目的小人。他既然说得出口，这件事对他来说就肯定办得到。剑心眼看着没有一个高手愿意在这种时候对暗影君主伸出援手，于是忍不住自己开口接了下来。真有人敢接啊？这不是纯送吗？就算不是送，进去勉强扛得住也没用啊。他可是跨下海口说要带飞别人的。我看这事情悬了，这要是没人接倒没事，接了办不到才叫杀人诛心。我看不一定，暗影君主的实力你们那是没亲眼见过，太强了，说不定人家还有后手呢。能有什么后手？除非有镇魔司的护道者一直帮他暗中出手呗。此时的大区频道上自然有大量质疑的声音出现，但剑心一点也没有耽误，很快就来到月之主城的传送枢纽跟秦风会合。秦风一看到剑心的 ID， 已经马上给他丢给过去一个组队邀请，然后再转让队长身份给他。你这是要去做转职任务吧？真的有必要去这么高级的魔窟吗？剑心看了一眼秦风的等级，马上就猜出了他的意图。第82章，黑甲御姐伸出援手。因为秦风早在月之主城魔窟入侵的时候就已经升到30级了，再加上此前刚刚广播过的区域公告，秦风单刷开荒了光明神殿副本，这两大波经验积累下来，按理说他至少都40级了吧。但剑心此时看向秦风，还是显示的30级，这很明显他是卡住了等级上限，正在做转职任务。尽快动身吧，时间紧迫。秦风点点头，随后又看向时间，催促道：他剩下的在线时间不多了，得尽快搞定这2转任务。
至于这个新魔窟，如果真的不够时间完全镇压下去的话，暂时撤退也是可以的。秦风这一波过去，最主要的并不是冲着镇压魔窟，而是搞定最后一个二转条件。只要搞定了2次转职，他的等级也会跟着重新暴涨，到时候再回来镇压魔窟也是小事了。跟我来吧。剑心只好带着秦风打开月之主城的传送枢纽，进入通往神域各位面的传送之门。神域世界里有无数个被人族占领的城池领土，以进入的等级进行区别。高级的职业者可以在低级的城镇通行无阻，而低级的职业者不能进入高级的城镇。当然了，在组队模式之下，高级职业者是可以将低级职业者带上去高级城镇的，这种方法也被常用于人族天才的培养和锻炼。此时，由于队伍的队长已经转给了剑心，原本对秦风不开放的传送枢纽瞬间被激活起来，一道光将他们2个瞬间吸入，沿着传送魔法的路径瞬间消失在月之主城里。数道无比曲折的特效光闪过眼前，秦风转眼间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陌生城镇。出现在他眼前的变成了一个相当华丽的空中城堡，被魔法之石所支撑，漂浮在空中。放眼望去，周遭全都是至少60级以上的高级职业者，全都以坐骑的方式朝城堡里移动。提示：您已进入天空之城区域60级以上。一道提示传来，秦风已经探索到全新的中立位面天空之城。这位面正好卡在华夏和英伦之间，是2个大区之间互相交流贸易的枢纽城市，因此非常豪华，不论是城防还是来往的玩家都身份显赫，不是来自高阶势力，就是背后有家族撑腰。此时秦风已经注意到，这天空之城的外围已经出现了一个完全漆黑的破碎裂缝。从这个裂缝里看去，已经能明显看到另一边的现实世界。那边被打开缺口入侵的，原来不是华夏，而是英伦。由于天空之城位于2区的交界处，所以魔界选择了这个中立位面作为传送门。他们要入侵的目标是现实世界英伦的一座城镇。区域通告：天空之城进入最高戒备状态，所有来往贸易暂停，玩家召回。提示：所有身在天空之城境内的玩家，请立即增援至边境1号 SS 级魔窟 LV70。提示：当前魔窟以撕裂位面壁垒，若48小时内无法镇压，魔界将突破至现实世界英伦地区。一道区域提示开始来回在天空之城这里来回发出。天空之城里不知道哪个大能释放了法术，顿时从空中落下3道耀眼的光柱，充当临时的传送地点。大量华夏、英伦的高手都纷纷借着这传送光柱来到这里，纷纷赶赴战场。此时在天空之城这里发生的，并不是之前月之主城的那种工程师入侵。魔窟的诞生通常有2种类型，一种就是魔族打开裂缝，对人族所掌握的城镇进行攻城，就像月之主城那种魔族入侵。但还有一种，则是魔族找到了通往现实世界的路径，以神域世界为媒介，直接打开裂缝，要进攻现实世界。这种魔窟更少见，但也更为危险，通常只要一出现，至少都是 S 级难度以上。因为相比起攻占神域位面，能直接对人类的现实世界造成占领和打击更为重要，所以这类型的魔窟会被更加重视。比如眼下正面临巨大危机的那个2号魔窟，就是这种入侵现实的魔窟。和攻城魔窟相比，入侵现实的魔窟不以当前位面为目标，他们仅仅只是用一个神域的位面作为跳板，好让他们的大军可以直接向现实世界进发。因此秦风所参与的这一波并不是天空之城的攻城守卫战，而是空间之门的守门战。魔族会想尽办法通过天空之城这个位面入侵到现实里的英伦城镇，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不让任何一只魔物通过，赶紧升起空间抑制塔，将空间之门压缩到最小。英伦的职业者们在1分钟内会陆续赶到，先调派好人手。城镇里开始出现伪装者，7到11号的抑制塔都失去联系了，真糟糕！偏偏在这种时候，天空之城里早就拉起了警报，不少高塔都在城内升起。这些都是天空之城的空间抑制塔，作用是延缓这个大区里所有传送魔法的效果。这些抑制塔如果全部启动的话，理论上可以将魔族的传送之门压缩到只有1个人这么小。但与此同时，这抑制魔法的效果也会影响人族自己的传送魔法，所以才会出现刚刚那一幕，有大能亲自出手，在城里制造出额外的临时传送点。秦风第一时间就跟剑心一同前去，接下了增援天空之城1号魔窟的任务。此时无数高级的职业强者都已经纷纷降临此地，其中还有不少都是英伦那边的高手。毕竟这次被标记的现实世界是英伦的一座城镇，他们那边自然是更为紧张。提升，您已进入1号魔窟战场。秦风和剑心很快就穿过浓厚的黑雾，来到空间壁垒被撕裂的边界。这里正有2个空间位面的洞口被打开，一左一右。左边的是魔界通往天空之城的传送之门，右边的则是天空之城通往现实世界的传送之门。魔界正是要通过天空之城这个中转站，试图直接入侵现实。
他们两人刚到这里，就已经闻到周遭那股极其浓烈的邪能魔法味道。第83章，高级战场的超级收益。按照我们的约定，你可以在这里挂一会机，我负责刷怪。秦风进入到战场之后，当即对剑心说道。虽然是更高级的魔窟战场，但秦风丝毫不担心，反而因为马上就要完成2转任务而跃跃欲试。只是带你进来而已，挂机就不必了。剑心苦笑着答道。其实要是以理智的目光看待的话，剑心自己也未必相信秦风夸下的海口。毕竟30级新人反过来带70级高手，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然而剑心对着秦风却总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信任，让他鬼使神差的还是帮了他。剑心既然不同意，秦风也不打算继续坚持。反正秦风先前已经确认过剑心的实力，即使放他在这个战场上也出不了什么问题。秦风此时更优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尽快刷出传说级的魔界领主。就在此时，天空中传来一道道各色不同的流星，以及各种坐骑降落下来。70级、80级、90级的各路高手纷纷赶到，全都降落到此处。这里面有英伦那边特意赶过来的圣女团，还有镇摩斯派来的几个90级高手，全都是足以镇住场子的老练强者。和他们相比之下，剑心这种只能算是这个区域的中流职业者，说不上什么话。这让秦风也不禁感慨，神域世界就是这么阶级分明。在低级战场里被视为高手强者的剑心，到了这个战场里直接变成了普通路人甲。而这群聚集到此的高手们，或许在神级战场里也只是个凑战力的小角色吧。神域世界就是如此的一个一步一重天的世界，只有不断变强才能不断往上走的资格。英伦的高手都到齐了吧？全都一字排开，一个魔物都不许漏过去。一部分高手先去天空之城里清除伪装者了，他们晚点会陆续赶来。等我先布置几个大 buff， 等级不够高的都往左右挪一挪，别妨碍我们中间的战场。这里怎么还有30级的人？带新人也不用带到这里吧？此时这些高手职业者们已经纷纷按部就班开始布置战场。有不少英伦大区的高手也注意到秦风这个低级新人，但他们明显没认出秦风的 ID， 只是以为是一般的带新人，态度非常不屑。此外，有几个法师转职的巫术萨满职业者已经开始释放各种增益法阵，给予极大范围里所有玩家同样的 buff 加成。巫术萨满是法师里的冷门辅助职业，具有非常多种法阵增益和法阵减益技能，伤害虽然不高，但辅助能力很强，而且有一定输出，很能恶心人。此时这个萨满职业的高手一连丢了几个法阵层层覆盖上来，整个战场上顿时起了很大变化。所有玩家都得到了法阵的 buff 增强，秦风自然也在其中。提示：您的天赋已触发，您获得了伤害加深 buff 效果，你造成的伤害提高 20%。 提示：您的 buff 已获得天赋增强，当前效果，你造成的伤害提高 200%。 提示：您的天赋已触发，您融合获得了双抗 buff 效果，你的护甲和魔法抗性提升 2W 点。这几个法阵里有2个是自动减速和毒性敌人的攻击法阵，还有2个是增益己方的加成法阵。这2个加成法阵直接作用到秦风身上，瞬间触发了他的天赋，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伤害提升 buff， 同时还融合出了一个直接同时提高双抗的 buff。 秦风身上这么多种 buff， 有增加攻击力的，有增加4维属性的，有增加攻速暴击率的，但偏偏就是没有最简单粗暴的伤害提升类 buff。 现在这 buff 一旦实装生效，秦风的伤害直接以最单纯的方式提高 200%， 再加上护甲类 buff 被融合到双抗 buff 里，他的双抗也直接获得巨额提升。他这才刚到战场，都还没开始打起来，输出和坦度就都已经获得了巨额的提升。不得不说，秦风的这波判断果然是对的，他的这个神级天赋就必须打跨级的战争，风险越大回报越高，越是这种极高水准的战场上，他能吃到的好处才越高级，那转化增强之后效果才会越惊人。剑心在一旁无声地观察着暗影君主，忽然有种这个新人在凭空变强的错觉。这是怎么回事啊？距离开战还有10几秒，怎么突然之间气势突然上升了？难道是什么变身类的技能？但他眼看着秦风没有任何变化，这也解释不通。就在此时，那道从魔界连接到天空之城的裂缝里开始涌现出大量死亡之物。和先前一样，这股死亡之物开始疯狂扩散，笼罩住整个战场。而随着黑雾出现，魔界的军团也跟随着纷纷出现，通红的巨大眼睛纷纷出现在裂缝后面，随后大批大批的开始跨越位面而来。出现到此的第一波入侵是亡灵恶魔军团。此时出现在战场上的全都是一些骷髅、幽灵、僵尸等亡灵生物，他们身上全都有邪能的污染，极大的增强了他们的属性和战力。亡灵骷髅恶魔，紫金级，等级70级，类型普通怪，生命值 15W 15W，
攻击力、防御力。技能：亡灵身躯、怨灵之声、骨刺攻击、重生。描述：恶魔军团中首屈一指的存在，同时具有恶魔、亡灵双重属性。秦风看到这骷髅恶魔的面板属性，顿时不由得一喜。果然没来错地方，这个 LV70 的 SS 级魔窟，随便一只普通怪就已经是紫金级了，就得是这种等级的魔窟战场，才有可能刷得到传说级的领主魔物。不过眼前这些恶魔和先前月之主城的那些恶魔军团也确实差距巨大。这亡灵骷髅恶魔血量竟然高达 15W， 虽然其他属性因为等级原因看不到，但想必也同样是非常恐怖的。要知道，这可只是亡灵恶魔军团的第一波进攻，光是小怪就已经有如此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这个魔窟的危险程度。第84章战况激烈的战线。海量的亡灵骷髅军团跟随着黑雾一同踏入天空之城，随后就朝着通往现实世界的传送门冲去。人族职业者这边也早就整装待发，漫天的攻击开始疯狂落下。这些亡灵骷髅恶魔是魔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军团，作为亡灵一族，他们天然就具有对物理伤害的极大抗性。骷髅身躯可以减免 90% 的远程物理伤害，而怨灵的幽灵身躯则可以减免 80% 任何类型的物理伤害。因此双方一旦对抗起来，很多打物理伤害的职业者已经纷纷意识到出问题了。全都是亡灵一族，物理伤害太难奏效了，赶紧在频道喊法师团队过来。没事，我们英伦这边带过来的全都是法师，让我们抗在第一线。你们英伦人也会在我们华夏的地盘上这么拼命啊，真是少见，哈哈哈！你们快看，那边那个是谁？此时前来防守魔窟的高级职业者们已经迅速做出反应，调整正在增援过来的队伍配置。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也发现战场上迅速出现了一个突破口，一名玩家已经脱离了战线，直接一口气杀到了亡灵骷髅军团的内部。他们仔细一看，竟然是那个30级的新人暗影君主。此时秦风以几乎没有冷却的圣光降临开路，直接拉动最大的仇恨往敌后冲了进去。先前在光明圣殿里疯狂叠加的移速和敏捷 buff， 在此刻发挥出了惊人的作用。如今秦风穿梭在战场上的身法简直快得难以置信，在一边释放圣光降临的同时，他好像游龙一样轻松掠过大量魔物，一次都没有被击中过。30万零2000伤害，30万零2000伤害，30万零2000伤害，30万零2000伤害。而他手中的伤害在 200% 的伤害加深 buff 的提升下，直接获得了最简单粗暴但也是最有效的翻倍。30万的群体 AOE 几乎持续不间断的疯狂落下，仿佛圣光洗地一般。大量亡灵恶魔军团应声倒下，一触即死。本来以秦风的伤害要跨级上来，这种魔窟里还是有点勉强的，但吃了2个 buff 之后，伤害一下子翻了倍，输出自然就不再是问题了。此时秦风输出了最多的伤害，自然也就迅速成为了恶魔军团们的主力仇恨对象。战场上大量的恶魔军团开始转而追向他，而不再一味的扑向前线，变相的等于缓和了前方战线的压力。那是什么伤害？一个新人能打出这种伤害？不对，最恐怖的是他的移速吧？这一速至少得是90级嗑了药的刺客才能跟得上。无冷却的输出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就连光明教廷的镇国级强者也未必能做得到100%冷却吧。华夏那边的新生代天才竟然有这么强的潜力。此时那些刚刚还对秦风非常鄙视的高手们，如今都纷纷对秦风感到无比的惊讶。剑心，这人什么来头？是镇摩斯要你护道的新人吗？一个90级的华夏高手忍不住问道。不是，他只是说让我带他上来，我可以挂机吃他经验。剑心此时也完全是懵的，懵懵懂懂的说道。之前在月之主城的魔窟战役里，秦风的伤害还是 15W 左右，这才仅仅隔了几个小时，他甚至连等级都没有发生变化，可伤害竟然直接翻了1倍，拥有了 30W 的输出能力。这放在剑心他们这种按部就班的正常职业者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 bug， 一个不解之谜。在神域世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在这么低的等级里，不依靠升级能将自己的输出往上翻1倍，这简直就是怪物。提示：您已获得组队共享经验 5W 点。提示：您已获得组队共享经验 5W 点。提示：您已获得组队共享经验 5W 点。此时随着秦风的一连串疯狂击杀，组队状态这边也传来了回应。由于剑心和秦风仍然保持着组队状态，所以队伍造成的击杀都会有一部分额外的经验分享到剑心这里。这一下子真是见了鬼了，自己竟然真的在吃一个新人带的经验。秦风在战场上成为魔族的重点关照对象，更多的亡灵恶魔开始汇聚到他身边。秦风突然停止走位，开始硬抗这些魔族的攻击。此时他身边已经吸引了足够多的亡灵恶魔，是时候该用天罚 buff 好好清扫一下他们了。一道道来自骷髅恶魔、亡灵恶魔的攻击疯狂集火上去，一轮狂轰滥炸。
秦风身上由于双抗 buff 的强大防护，伤害根本打不出来多少。2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3000雷属性伤害。2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3000雷属性伤害。2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3000雷属性伤害。空中的雷响大作，直接朝着地面疯狂落下。凡是对秦风命中了的攻击，一个都跑不掉，全部遭到天罚的反击。电光瞬间点亮了整个战场，秦风周遭好像陷入了巨大的发电厂一样。这一下又是把周围的这些高级职业者们给看呆了。这新人的速度这么快，身法这么好，为什么要突然停下来主动挨攻击呢？而且在主动抗线之下，竟然还不断有雷霆落下，疯狂灭杀着这群魔物。而秦风自己这边，由于他的回血 buff 早就拉满，血量几乎是掉一口就回一口，因此他始终能保持满血满蓝状态，看起来丝毫不狼狈。反击光环还有以雷电形式出发的，这到底是什么怪招啊？这暗影君主真是牧师，他这是没转职压着等级吧？这要是让他转职起来，岂不是无敌？人家可是镇摩斯今年重点录取的天才，手上有的可是隐藏职业路线，谁知道人家是什么隐藏牧师啊？说的也是啊，看来得赶紧巴结巴结这个暗影君主，否则以后可没几乎了。这里面几乎绝大多数高手都看不懂秦风的技能，他虽然明面上显示是牧师，但却能同时以雷霆、圣光制造巨额伤害，光看那架势就一点也不像是牧师这种辅助型职业。第85章亡灵恶魔领主。只不过考虑到暗影君主可是拿到了镇摩斯最高级合同的超级天才，这一切倒是也合理了。在神域世界里，多的是实力强大的隐藏职业路线，但凡是镇国级以上的强者，几乎每个人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职业路线，谁也别想打听出来。所以秦风这个拥有极高输出的牧师职业也并不是不能理解。此时战场有了秦风的牵制，战线的压力一下子就松开了，正面战场上的战况勉强扛住了压力，不至于让魔族一下子压倒过来。而随着他们将战场信息反馈到频道里，各大阵营都已经纷纷将派遣过来的成员从物理职业者更改为法师职业者。与此同时，更多的奶妈、辅助类职业也都纷纷在赶来的路上。然而，赶来的职业者多，在这里不断被击杀的职业者更多。秦风独自一人将左边的战线扛住，同时也听到2道撕裂空间的法术从众人的头顶上出现，2个小型传送门直接跨越位面从他们上空出现，随即从中飞出2道神光，直接落到他们的战场之中。是镇摩斯和光明教廷派来的百级大神。在神域世界里，跨位面的移动都需要依靠传送枢纽才能进行，但破百级以上的大神强者却可以无视这个规则，强行打开位面裂缝，跨位面自由移动。这些百级大神虽然还没有到镇国级强者的程度，但放在任何一个城镇里都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大神了。一旦到了这个实力水平，在普通的任务或者战役里基本上就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这次也是镇摩斯和光明教廷考虑到天空之城这个魔窟直通现实，危险性还是很大的，所以才分别特派了1名破百级强者助阵。快看，是镇摩斯的破百级强者月影，不愧是华夏顶级女神啊，光是这容貌就已经绝世了好吧。这边还有光明教廷的罗斯大人呢，破百级元素师，这次我们稳了。都别拦着我，月影女神这波好友哎，我是要定了。这2个破百级强者的出现，自然对所有职业者而言都是一大鼓舞，尤其是其中之一还是来自镇摩斯的女神及玩家月影。月影是弓箭手职业里极其罕有的魔剑射手隐藏转职，将法师的伤害和射手的超远射程结合为一体， DPS 非常恐怖。他们2人进入战场之后，迅速就开始判断战场上的情况，决定各自的防守方向。除了左边的战线之外，其他都是一塌糊涂啊。月影已经镇压过数十个魔窟，可谓经验丰富，一看就已经得出结论。是啊，那就是今年你们华夏收录的超级新人。罗斯看向秦风那边独一档的战绩，也稍稍感到有些惊讶。此时这2人迅速加入战斗，将剩余的战线迅速往前推进。秦风这边自然是没有任何压力，此时他的输出已经完全足够覆盖这些打头阵的小怪，一边在刷着亡灵恶魔，一边就在等待着领主级魔物什么时候刷出来。提示：您的战役贡献值已进入排行榜前10，请继续保持。战役结束后，天道奖励将会依据战役贡献值排行榜发放，前10名玩家会得到额外奖励。熟悉的提示出现在秦风耳边，由于他这边是单人抗线，没人过来跟他分线，所以他的输出贡献刷得这么快也是很正常的。提示：更高级的魔物正在来袭，请所有玩家注意。紧接着那道提示，魔界裂缝之中开始冒出更为强烈的邪能气息，似乎有什么更为恐怖的存在正在跨越过来。亡灵恶魔军团的刷出速度反而降低了，仿佛在给这些魔物让路一般。从这些魔界裂缝之中跨越而出的竟然是亡灵恶魔军团的领主们，
以及他们的那些血之恶魔们。亡灵一族极其擅长血魔法，在被魔界腐蚀魔化之后，他们就掌握了驱使血之恶魔的能力。这些血之恶魔一个个都是面板数值变态的畸形怪物，会吸干敌人的血，不断强化自身，配合上亡灵恶魔领主的各种黑魔法、血魔法，简直是魔界一大恶心人组合。此时亡灵恶魔领主们也纷纷从战场上现身，一个个都是骑着喷火的地狱战马，身穿黑色骑士盔甲的骷髅骑士。亡灵恶魔领主赤金级，等级90级，类型 BOSS 领主，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血之吸收、血之释放、生命连接、死亡绽放。描述：曾经高贵的亡灵血之一族，如今却被魔界所腐化。这些骑着地狱战马的高贵亡灵骑士，手上一个个都牵着巨大的锁链，这些锁链全都连接到他们身旁蹲着的一头头血之恶魔的脖子上。这些血之恶魔一个个都长得如同非洲象一般巨大，血盆大口里有上千颗牙齿，周遭环绕着恐怖的杀气。一旦解开锁链，他们可不会对人族的职业者们客气。此时东面、西面战线同时出现了各5个亡灵恶魔领主，也就是说同样也有5头血之恶魔。看来人族这次的战线不太行啊，正好趁机会一波击溃他们，入侵目标地点。这些亡灵恶魔领主互相对视，顿时都开始同时冲锋。他们手下的血之恶魔一个个纷纷解开锁链，瞬间以可怕的速度往前飞奔而去。凡是身法和速度跟不上的职业者，别说防御了，就连一丝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眨眼间已经有3、4个职业者当场被撕咬击杀，其他稍微有点经验的职业者们则赶紧往后撤退，同时围绕着百级大神们来打。有百级大神的输出在，他们只要互相配合好，要处理这些亡灵恶魔领主应该不是问题。而秦风这边在看到亡灵恶魔领主的瞬间，马上就点开了他们的状态栏进行查看。好可惜，竟然不是传说品质，而是相差了仅仅1级的赤金级。不过也从侧面说明，秦风来这个魔窟是来对了。按照这个速度，传说级领主一定能在这个魔窟战役里刷得出来。第86章破100级高手的入场。想到这里，秦风也就不再犹豫，马上主动靠前迎战这些亡灵恶魔领主。秦风的无数道圣光落下，直接给其中一头亡灵恶魔领主砍中大动脉，297000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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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亡灵恶魔领主虽然看不见面板属性，但想必防御力一定不弱。秦风的伤害打上去，并没有得到太明显的效果。不过他毕竟是跨级来到这个战场上的，而且敌人又是赤金级品质的领主魔物，秦风的伤害有点跟不上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时5头血之恶魔已经全部被释放，同时朝着秦风扑过去。秦风也以同样的速度身法走位起来，竟然和这些速度惊人的血之恶魔不相上下，硬是摸不到秦风一下。秦风一边以身法走位，一边不间断地落下手中的圣光和群体惩戒，但这些血之恶魔的身板似乎非常夸张，根本不受这点影响。明白了，这是要先把领主秒掉，这些血之恶魔才会自动消失。秦风一番输出下来都不太打得动这些血之恶魔，顿时明白了这是选错了攻击目标。亡灵恶魔领主和血之恶魔是共生关系，血之恶魔具备变态的面板，但实际上的核心是亡灵恶魔领主本体。一旦本体消亡，不管血之恶魔状态如何，都会跟着一并消亡。秦风仅仅花了几秒钟就察觉到这个事情，马上以极快的身法转而攻向这些亡灵恶魔领主。这些骷髅骑士显然不把秦风放在眼里，区区一个人族职业者，竟然敢独自一人把战线推到这么深的地方，还跟他们这些领主单挑。血之魔法同时汇聚在秦风脚下，引发数十段互相叠加的血气爆发伤害。糟糕，那边的战线被推得太深了，已经顾不上了。月影和罗斯以为领主级魔物刷新出来，这个镇魔司的新人会自动回撤，但没想到这个暗影君主竟然这么猛，直接冲了上去。看着引发的巨大血气爆发，他们心中都掠过了一丝不祥。月影被镇魔司派遣而来的时候，就特意被吩咐过要照顾战场上属于镇魔司的玩家们。这个暗影君主要是这么死在这里，他可不好跟上面交代啊！暗影君主，快后撤！此时剑心也是第一时间冲上去秦风那边的方向，但显然已经赶不上。血气爆发的特效直接炸裂，从地下直接往上喷发，就连数十米远之外都能看得清楚。这波5个领主同时围攻，就算是顶级牧师也未必扛得住了。要我说，这暗影君主还是有点太莽了，谁让他一个人把战线推到这么深啊？听说是他自己非要进来这个战场，这波还不是装过头了？别说了，要是他真的没了，是我们这边的损失。此时人族职业者们全都看向秦风的方向，似乎没多少人觉得他能存活下来。然而秦风却马上从血气爆发里冲出，身上还出现了一个等同于一般血量这么厚的巨额护盾。他虽然吃满了这波伤害，
但由于上古魔装的被动特效，这伤害秒了他一半血之后，直接就把他的半血护盾给打了出来。等至于他最大生命值 50% 的巨额护盾瞬间套上，将剩余的伤害全部吸收掉。而秦风本体的血量也在数秒之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回满。所有人都惊呆了，不仅是为了他这恐怖的坦度和护盾，更是为了他这神级的回血速度。五大领主同时围攻打掉的血量，数秒之内全部回满。此时空中传来闷声，天罚雷击如同下雨一般疯狂落下。血气爆发这种多段触发的密集伤害，每一段都会触发一次天罚雷击。这天罚 buff 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秦风所受的每一段伤害都忠实的转化为了天罚雷击，直接全部反击回去。秦风周遭直接好像降下了一个雷系顶级技能似的，直接狂雷洗地。145000雷属性伤害，145000雷属性伤害，145000雷属性伤害。秦风此时手上闪过一张卡牌，在同时间也解锁释放出来。魔界卡牌特殊系列黑雾巨兽，他手中的这张卡牌瞬间化作另一团死亡之物，飘逸在秦风身后，其中一双双赤红的大眼全部纷纷睁开。原本应该是属于魔界的特殊生物，此时却被幻化出来，听从于秦风的号令。死亡射线直接纷纷射出，朝着他们的魔界同类横扫过去。这无休止的天罚反击，加上伤害恐怖的死亡射线，几个亡灵恶魔领主一下子就扛不住了，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开始一一被秦风灭掉。而秦风这一手黑雾巨兽卡牌的特殊技能，也是把周遭这些高手们给看愣了。这是什么怪招？一个牧师竟然还能召唤魔界的黑雾巨兽出来？那是什么奇怪的技能？竟然还有这种东西！这暗影君主果然和传说中说的一样，血量惊人，而且回血速度简直神级。以他这个坦度，看来人家独自抗一条线是完全有道理的呀。你们还质疑人家大神？真是啪啪打脸！看看人家这个等级都能在这个战场上应付自如。秦风这一手黑雾巨兽的卡牌，也同样让月影、罗斯感到惊讶。他们这种入流的强者，自然知道魔界卡牌这种特殊道具，甚至月影本人手上就持有其他系列的魔界卡牌。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暗影君主竟然在这么低的等级就获取到了。魔界卡牌的系列非常多，谁也说不上来具体有多少，而且由于没有图鉴和相关资料，所以怎么得到，在哪得到，哪些魔物可以得到，一概不知，都得靠玩家凭运气打出来。秦风在这么低级的时候就能获得一张，可见他不仅天资很好，就连运气也很王道，真是惊人。这个暗影君主很快就会追上我们吧？罗斯顿时心中一惊，同时也在心里为自己的阵营光明教廷感到惋惜。如此天赋惊人的新人，竟然没有能揽到教廷旗下。第87章，一步一登天的变强之路。看来确实如此，我和你已经快到头了，但他的上限还远不及此。月影也深表同意，别看他和罗斯已经是破百级的强者高手，但实际上在神域世界，天才也是分等级的。像他们这种只能算是普通的一流天才，在破百级之前确实是高歌猛进，但一旦进入破百级之后，实力提升的速度其实已经大大放缓了。神域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天赋兑现成实力是很现实的，快就快，慢就慢。像人族的那一尊神明级强者，他们哪个不是早早的就表现出超一流天才的资质，而且在变强的路上从来就没有放缓过。这种超一流的顶级天赋才是成大事者的资质，而在他们看来，这个叫暗影君主的新人很有可能就具备这种资质。此时月影腾空而起，直接隔空给秦风丢了一个增益。这技能他本来是打算留给自己或者罗斯，等到要打爆发的时候用的，但现在秦风已经赢得了他们两个强者的认可，给他上一个缓解压力也不是不行。提示：您获得了鹰眼技能加持，在30秒持续时间内，您的技能将会对远距离的敌人造成额外伤害，每100码距离提升 10%， 最多提升 1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鹰眼 buff。 效果：所有技能都会对远距离的敌人造成额外的伤害，每距离100码提升 10%， 最多提升 100%。 提示：您的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所有技能都会对远距离的敌人造成额外伤害，每距离100码提升 100%， 最多提升 1000%。 月影的 buff 一下子降临到秦风身上，瞬间就被秦风的天赋转化成了永久 buff。 这鹰眼技能原本是高阶射手才会掌握的强力 buff 技能，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职业者对远距离之外的敌人造成额外狙击伤害的 buff。 这 buff 最多可以造成 100% 额外伤害，放在射程超远的射手、法师职业身上可以增加巨额的伤害，因此效果非常强大。唯一的缺点是持续时间不长，所以通常射手玩家都会留到打爆发的时候才用。月影本来是看秦风这边压力大才给秦风上一个，没想到秦风吃到这个 buff 直接就被转化为永久 buff， 而且得到了天赋的10倍强化。此时秦风的这个鹰眼 buff 可不得了，
直接每隔100码就提升100%伤害，最多1000码提升1000%的伤害。这伤害增幅堪称是800里外的神之狙击手了。即使是面对坦度很高的那些血牛，这么高额的增伤也绝对能打得他们痛不欲生。你和他是组队的，快去看着他吧。月影一眼就瞥到剑心身上显示的组队状态，正是和暗影君主的2人团队。他上下打量了剑心一眼，随后说道：如此天赋卓绝的一个人族天才，怎么会跟一个普通的女剑客组队？月影心中有些不解，但随后就继续投入到战场上。至于秦风这边，他马上就以惊人的速度往后撤退，同时放出手上的圣光，一缕缕圣光直接降落下来，追着秦风不断远离的脚步。78W 伤害，7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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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伤害一口气突破到70万。秦风这仅仅只是一波小试牛刀，甚至都还没到理论上的最远距离，但打出手的伤害已经瞬间被拉高到78W 伤害了。这一波，就连秦风自己都忍不住彻底兴奋起来。神域世界果然是一个一步一重天的地方，每上升一个大阶级，能获取到的战力提升都是先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个伤害实力，现在要单刷传说级领主，他就毫无压力了。尤其是这个鹰眼 buff 搭配上他的超高移速，要拉开和目标的距离就变得特别轻松。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来，他虽然职业是牧师，但绝对不能轻易断言任何一个属性没用。即使是力量、敏捷、速度这些看似和牧师没有关系的属性，往往都能在其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他在光明神殿副本获得的大量敏捷和移速 buff， 这时候就成了鹰眼 buff 的最佳助力。剑心刚赶到秦风这里，就看到秦风一个人在追着这些亡灵恶魔领主在杀。区域提示：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亡灵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提示：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亡灵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秦风在飞快的走位，同时手中不间断的落下圣光，那几头亡灵恶魔领主就这么在这几道看似轻飘飘的圣光下，直接跳出几个数十万的伤害数字，直接就被秒了。剑心看到这一幕，顿时人都傻了。这不才刚开打10几分钟吗？这暗影君主的伤害怎么又翻了好几倍啊？这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好像开挂一样？剑心可算是少数完整见识过秦风整个伤害升级路线的人了。从他打几万伤害到10几万伤害到现在几十万伤害，这也仅仅就是1天之内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人到现在为止都还是30级，这实在是叫剑心更加不忍细想。暗影大神，别再往前了！剑心此时冲着秦风大喊道，话语间已经连称谓都下意识的改了。是你啊，你在后面吃经验吧，别待在这里，这里太危险了。秦风以区30级的身份转头过去，对着70级的剑心轻描淡写的说道。这场面直接身份互换，秦风反而好像变成了那个高级的前辈一样，简直魔幻。我是来提醒你的，再往前打的话，就要触发魔界裂缝的自我防护机制，会刷传说级领主的。剑心没有反驳秦风的话，在他看来，别说以后了，分分钟就现在，他都已经不是秦风的对手了。秦风以前辈的身份跟他说话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他这拨过来，最主要是要劝住秦风，因为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战线推到太深的位置了。再往下走，就会进入死亡之物覆盖的范围，这会刺激到魔界裂缝，刷出额外的魔物领主。第88章传说级领主现身。然而原本是出于好意的提醒，却顿时引起了秦风的兴趣。刷新出传说级魔物，还能有这种好事？你待在这别动，我去就回来。秦风此时来这里就是冲着传说级魔物来的，现在既然知道了有这样的好事，他怎么可能放过？他当即对剑心说道，同时立即以全速赶往更前方的战线。等等啊！剑心愣住，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警告了之后，暗影君主竟然会更加起劲，反而朝前方加速去了。难道说他就是想把传说级领主给刷出来？一个30级的新人来到这种高级魔窟战场上打 C 位已经很离谱了，现在这个新人还要故意去挑动额外的传说级领主，这简直是离了大谱了。秦风的移速惊人，话音刚落，身影已经迅速消失在亡灵恶魔军团之中，而他空出来的左边战线则由那些后续纷纷赶到此地的高级职业者们所填补。剑心很想追上去，但以他的速度要赶上秦风简直是异想天开，只好目送着他远去。此时秦风单人匹马已经远远抛开身后由职业者们组成的人族战线，一个人来到了死亡之物的深处。魔界裂缝的支撑是由强大的异界魔法所支持的，需要持续施法，所以一般而言，魔窟引发的入侵都不会允许人族职业者太过靠近魔界裂缝，以免影响裂缝的稳定性。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几乎所有魔界裂缝都会具有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一旦有人族职业者太过靠近，就会触发额外的魔界生物出击。此时秦风不断深入到死亡之物内部，
已经悄无声息地打破了魔窟的底线。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已进入魔窟最深区域，该玩家仇恨值正100%，恶魔军团刷新速度正50%，已触发传说及领主加入战场。一道通告出现在战场上空，所有人都顿时愣住了。暗影君主又在搞什么鬼？他怎么会跑到魔界裂缝的深处去的？在场的几乎都是有经验的人族职业者了，大家都知道魔界裂缝虽然是入侵的通用弱点，但在没有充足准备之前，这个弱点是不能轻易触碰的，因为一旦进入其中，就会触发非常棘手的特殊领主魔物，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好的话，可谓是得不偿失。那个新人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的？他是怎么越过恶魔军团的？月影转向魔窟入侵的方向，心中难免惊讶。入侵到魔界裂缝深处而触发传说级领主，这当然很危险。但真正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暗影君主竟然能一个人到达这么深的位置。要穿过整个战场这千军万马的敌人，闯入到这么深的区域，这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办得到的事情。就算是在这个战场上，除了他和罗斯这2个破百级的高手之外，其他高级职业者如果想做到这个程度，至少也得有7、8个人一起互相配合才行。暗影君主竟然能跑到这么深的地方，这什么身法啊？你还有时间关心身法？马上就要召唤传说级领主了，他人能不能活下来还两说呢。他要是活不下来，我们可就完了呀！这么多恶魔领主，现在还要再加一个传说级领主，有空在这瞎扯，还不如多给点时间打怪。叔叔和奶妈都给我跟上啊！此时战场上不少职业者自然也是对秦风怨声载道，对他们来说，光是应付眼前这些魔物就已经够忙的了，他们可一点也不想再多对付什么传说级领主。此时随着区域通告的广播之后，从魔界裂缝里已经迅速召唤出一道额外的魔族气息，这道气息迅速凝结，在这战场上化作人形，同时开始大批大批的斩杀周遭的魔族同类，将他们全部吸入体内。他这是在吸收自己同类的力量，破茧而出。在魔界弱肉强食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想这样能随意收割同类性命的，估计也就只有亡灵军恶魔军团了。此时这团魔族之力已经吸收了足够多的能量，终于催生出了一个人形魔族出来。这魔族身上穿着类似爵士的绅士服装，肤色极其苍白，手持一把细长的银剑，完完全全就是一副吸血鬼贵族的模样。血之伯爵领主，传说级，类型特殊 BOSS， 等级9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血之吸收，血气爆发，废血术，血缠之手。描述：亡灵恶魔军团里至高无上的血之贵族，在被恶魔血统污染之后，拥有无法想象的力量。这召唤出来的竟然是亡灵恶魔军团里最高级的领主血之伯爵。他不仅拥有亡灵一族天然具有的高额物理伤害抗性，而且还掌握了众多血魔法和黑魔法，在魔界所有的恶魔军团里堪称是最恶心的一个。此时他从魔界被特殊召唤而来，第一时间就睁开看向战场。竟然有人族胆子这么大，敢跑到这地方来闹事。血之伯爵放眼望去，在他可见的战场范围里只看到了秦风一个人，顿时就来了兴趣。他在魔界生存这么久，被召唤出来的次数不少，但还是第一次见到单枪匹马闯入到这么深的区域把他召唤出来的人。这下子转职有着落了。秦风看着眼前的血之伯爵领主，眼睛直发光。在他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强敌，而是通往他转职的最后一块踏脚石。秦风二话不说，第一时间就已经朝着这血之伯爵的方向冲去，手中的圣光疯狂落下。圣光降临的速度极快，瞬间落到远处。254000伤害，254000伤害，254000伤害，254000伤害。不愧是90级的传说领主，防御能力也同样非常恐怖。秦风这一轮圣光打下去，仅能打出20多万伤害，可见贝格挡住的伤害可不少。这血之伯爵也是没想到眼前这个人族竟然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一下子有些惊讶，当即以高速脱身而去。第89章成功完成2转任务。血之伯爵在所有恶魔军团的领主里具有第1等的速度，很快就闪躲过秦风的攻击，同时对他连续引发数道血气爆发。秦风脚下的大地瞬间出现无数血之狂暴，向往突刺，然后炸裂。4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03000雷属性伤害。4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03000雷属性伤害。4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03000雷属性伤害。秦风这次没有闪躲，头上的血条不断被打掉，又瞬间回满，而空中却传来一声巨响，天罚雷击应声落下，不断轰击着血之伯爵。血之伯爵的防御能力依旧很惊人，抵消了不少伤害，但天罚雷击带来的麻痹效果，他却无法抵抗，暂时无法动弹。秦风趁机会以高速调整自己的站位，在他可以做到的最远距离不断丢技能轰炸这 BOSS。可惜秦风此时手上的技能范围都不远，
就算是圣光降临的释放范围都只有500码。若是能有一个技能满足鹰眼 buff 的最远范围，那伤害可真的就是狙击枪一般，瞬间爆炸。此时恐怖的伤害疯狂降临到这血之伯爵身上，转眼间已经打掉了他不少血量。该死的人类，碰到了我竟敢不逃！这血之伯爵领主显然是从未受过这种屈辱，挣脱之后迅速飞离半空，随手收割下方数十头亡灵恶魔的性命。这些被他夺走的生命精华瞬间补充到他的血量里，竟然又给他回了一大口血。这传说级领主可真是难缠，看来减治疗的重伤 buff 也是非常必要的呀。秦风在心里默默记下，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搞个减治疗的 buff。他手上的各种技能全开，以几乎不间断的冷却疯狂丢向这个血之伯爵。虽然这血之伯爵的回血能力很强，但技能始终是有 CD 的，只要在他技能空窗期打满伤害，他就没有回血的机会。此时血之伯爵以极快的速度开始闪躲，秦风也以极快的速度跟上，两人同时高速走位，秦风竟然不落于这传说级领主。移速 buff 的强大之处在此刻完全体现，由于速度上两人不相上下，秦风的技能也因此没有走丢，全部都打中这血之伯爵领主。234000伤害，234000伤害，234000伤害，234000伤害。饶是这血之伯爵领主再能抗，也经不起每秒钟20多万伤害不间断的落下。他手中也连续不断的甩出技能，但秦风的回血能力比他还恐怖，根本毫无效果，反倒是触发了几次天罚雷击，直接将他电晕在原地，吃了更多伤害。10几分钟的狂轰滥炸下来，这血之伯爵领主终于扛不住，直接炸裂开来，分成10几道血之碎片，慢慢朝着中心再次爬去。作为传说级领主，血之伯爵在第一次死亡的时候并不会直接消失，而是会分裂成10几道碎片，若是能重新聚合，则可以重新复活重生。然而秦风怎么会给他这样的机会，直接远距离一发圣光降临，将10几道碎片全部消灭。这血之伯爵领主发出虚空的哀嚎，彻底烟消云散在这里。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血之伯爵领主，传说级，获得天道宝箱，传说级。提示：由于亡灵恶魔军团最高领主已被击杀，魔物入侵速度遭到压制，负100%魔物刷新速度。区域通告落下，魔窟战线上的众多玩家全都无比震惊。这传说级领主才刚出现10几分钟，他们连人都还没见着呢，这就已经被暗影君主给单刷了。这感情好啊！暗影君主是故意去引传说级领主出来，然后好自己单吃的吗？这就是艺高人胆大吗？人家这是故意去单吃传说级领主的呀！这下子跟他组队的那个人肥了，光是吃这一波奖励和经验都已经够了。30级的新人单吃传说级领主，这绝对会是今天的大新闻了吧？我愿称之为30年里最强的新人，好吧？这大佬至少镇国级强者起步。此时众人都啧啧称奇，全都被秦风这离谱但又合理的操作给整懵了。就连2个破100级的强者也都面面相觑，就连他们也不会轻易去做这种疯狂的事情。没想到这个新人竟然这么猛。提示：您已获得组队共享经验 34W， 击杀传说级领主额外奖励 50W 金币。提示：您等级已提升。此时剑心那边也是自动弹出组队的奖励，由于秦风一直和他保持着组队状态，所以这一波他直接吃下一大口经验，甚至升级了。由于是组队状态，理论上剑心甚至可以和秦风一同分享血之伯爵的掉落，只不过他现在并不在秦风那边，所以只是得到了最基础的50万金币奖励。但即使如此，这一波奖励对他来说也已经足够好了。这回真是带了暗影君主上来，然后直接被对方带飞了。与此同时，另一边秦风的界面上除了这几道区域通告之外，最重要的是一道圣光直接从天而降。他这波击杀了血之伯爵领主，已经完成了竞技牧师2转的最后一个条件。恭喜！竞技牧师2转任务已完成，所有超凡物品以及条件均已满足，竞技的力量将对你2度解锁，开放更大的权限，获取更深层次的力量。随着天空中这道圣光的提示，秦风背包里的任务道具、贤者之证、圣光药剂等等全部都被一一取走，取而代之的是这道圣光瞬间融合到秦风体内，对他解锁出更为强大的力量。一股全新的神圣之光直接灌注到他体内，覆盖了先前的那些力量，使之更为完善和强大。提示：您的2次转职已成功，您已转职为传说竞技牧师唯一，您的职业进阶路线已得到提升，当前每提升1级，额外增加50点全属性。您已解锁更高的等级上限，下一阶级升华等级为70级。提示：您已获得新职业天赋神圣使者，提升你的属性克制效果。你的光属性、雷属性伤害会对亡灵族、恶魔族、混乱族敌人造成额外40%伤害。第90章2次转职的传承技能。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雷暴 LV1，
蓄力1秒后召唤巨型雷击攻击目标区域，造成20W 加雷属性伤害，麻痹区域内所有敌人5秒。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圣光之剑 LV1， 召唤出50支光之剑依次发出，依据使用者的操控自动打击2000码范围内的任何敌人，每支光之剑造成10W 加光属性伤害。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圣光领域 LV1， 圈定一个最多不超过400码的圆形区域，以圣光庇护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建筑。圣光领域的护盾值等同于使用者 200% 的生命值，在领域被破坏之前，外部技能均无法影响领域内部。提示：您的等级上限已解锁，经验池正回馈本体。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至31级。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至32级。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至50级。提示：您的智力属性提升至13400点。提示：您的力量属性提升至5400点。提示：您的敏捷属性提升至5600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提升至9900点。一连串的提示伴随着二转疯狂刷新出来。由于二转已经完成，先前储存在经验池的经验也一口气全部反馈到秦风身上。他这段期间积累的庞大经验，直接将他从30级瞬间推高到50级，这升级速度简直跟坐直升机一样。而他的各项属性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也跟着疯涨。尤其是二转之后，他的职业进阶路线也得到了增强，每次升级获得的属性大幅提高了。在经过一轮升级之后，如今他的基础属性都已经达到了恐怖的水平，其中智力属性尤为出众，已经远远突破10000点，而其余的力量、敏捷也都分别破5000点。5000点什么概念？一个正常升级到50级的战士职业者，他的力量属性大概也就5000点上下而已。也就是说，秦风以一个法师的职业，同时具有了合格的战士、射手、刺客等职业的面板，不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落后。体质方面飙升到无限接近10000点，意味着他的血量也超过了20万，堪称血牛。光是这面板数据上的提升就已经堪称超神了。但属性上的增强只是开胃小菜，秦风很清楚，转职的核心意义从来都是职业传承技能。在神域世界，转职非常重要，一个玩家的实力是和他的转职情况息息相关的。如果空有等级而没有达到相应的转职水平，那么战力的差距会非常巨大。原因很简单，神域世界里的职业技能淘汰速度太快了，任何一个职业可能一转的技能打几千、几万伤害，到了二转的技能随便都能上10几万甚至几10万的伤害。每一轮转职所获得的职业传承技能都会获得巨额的基础伤害提升。如果一直没转职，拿着一些已经被淘汰的老技能打人，那就算你的属性高到上天，最终打出来的伤害都不会高到哪去。秦风这次二转之后，直接覆盖得到了3个全新的技能，3个技能分别对应着一个高级牧师应该掌握的3种能力：圣光、雷电、保护，可谓分配完美。在神域世界里，牧师虽然不是主力输出的职业，但一向是掌握圣光和雷霆的代言人。秦风的职业天赋和他的其他技能是相呼应的，会额外增强他的属性克制效果。在神域世界里，元素伤害不同于普通的物伤、法伤，是独立计算的，而且存在互相的克制效果。比如火属性伤害会对海洋、两栖、鱼人族造成额外伤害，水属性伤害会对熔浆地区的各种火系魔物有额外伤害，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光属性伤害对恶魔系、亡灵系、混乱系敌人的额外伤害。在神圣使者的增益下，所有由秦风制造的光属性、雷属性伤害都会加深这种克制效果，获得 40% 的额外增伤。这算是个朴实无华的增伤天赋了。考虑到他新获得的2个输出技能分别是雷系和光系的，基本上等于是全技能增伤了。至于他所得到的3个新传承技能，第一个雷暴是标准的大型 AOE 伤害技能，光是基础伤害就高达 20W， 属于一锤定音的重量级输出技能。而圣光之剑则是单体多段伤害，属于定点狙杀的伤害，每一支箭虽然只有 10W 伤害，但如果50支全部攻击同一个目标，那可就是 500W 的恐怖伤害。而且这个技能的范围极其远，秦风完全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就先手使出，再慢慢决定这50支光之剑如何分配。此外，圣光之剑的超远距离导致它非常适合触发鹰眼 buff 的距离增伤，到时候秦风照出圣光之剑，跟拿着一趟重机枪出现在战场上没什么区别，见谁谁死。虽然还没真正用上，但秦风仅仅只是稍微算了算就知道，这2个新的传承技能伤害简直爆表，完爆先前的自己。而最后一个获得的传承技能则是牧师最基本的保护能力圣光领域。这技能允许秦风创造一个不大于400码的领域，领域的护盾值等同于他 200% 的血量。在领域被击破之前，他可以庇护任何在领域之内的单位，甚至是建筑，可以做到完全不受领域外的影响。这技能乍看上去，
如果去掉范围大小和护盾值，简直就是一个至少镇国级强者才能掌握的神技。圈定一个领域，庇护领域之内的任何单位，包括建筑，在领域被击破之前，可以完全豁免领域外的任何影响。这技能在懂行的强者眼里一看就知道，它根本不是拿来保护玩家的，而是用来保护主城的。制造护盾的保护技能，很多牧师转职都有，但能保护建筑的几乎没有。而且就算有，也没有任何一个技能能够做到完全屏蔽领域之外的影响。秦风的这个技能，若是放在一些关键的魔窟战役里，放在主城城墙之外，抗得住几个小时，是足以影响一场神级战役的走向的。第91章，二转的恐怖实力。魔界攻击神域主城而引发的魔窟入侵，一年里至少占 70%。真正通往现实世界的魔窟其实很少。圣光领域完全可以用来庇护城墙以内的方向，一旦这个技能展开，前面的魔族不管用什么技能或者特殊机制，全部都会被圣光领域屏蔽，完全不生效。这简直就是一个机制上完美的保护神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影响范围太小，只有400码，而且护盾值不算特别高，只有秦风的 200% 血量。但即使如此，也完全不影响这个技能的强大之处。可以说，秦风这一轮二转传说竞技牧师所获得的传承技能，全都是强大无比的高阶技能。此时秦风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技能栏，同时拾取了这血之伯爵领主的掉落奖励。提示：你已获得反击符文传说级 X20。提示：你已获得血之哀悼传说级。提示：您获得200W 金币。一连串的提示传来，一枚枚闪亮的符文和装备随即落到秦风手上。这种一次性的符文道具，秦风先前也曾经获得过，但这次爆出来的这些品质明显高很多。反击符文传说级。类型：一次性道具。效果：使用后在100秒内获得反击特效，受到攻击会回敬对手 50% 的伤害。这符文能给予职业者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反击特效。 50% 的反击效果，即使放在神域世界里也算是效力非常好的特效了。秦风碰到这种好东西，当然二话不说就是叠加升级了。此时他身上的反击类 buff 早已经融合到天罚 buff 上，使用这个反击符文应该能继续触发天罚 buff 的叠加升级。秦风捏碎手上的反击符文，顿时一股股力量涌入他的体内。提示：您的天罚 buff 获得了叠加增强。当前效果：受到伤害时召唤天罚雷击进行反击，造成77000加雷属性伤害，并麻痹10秒。提示：您的天罚 buff 获得了叠加增强。当前效果：受到伤害时召唤天罚雷击进行反击，造成 15W 加雷属性伤害，并麻痹10秒。一连叠加了20枚反击符文，秦风的天罚 buff 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伤害大升。有了如今这个高额的基础伤害，再加上智力属性的加成，一个天罚反击打个20万伤害估计不是问题。秦风此时又看向手中的另一样装备奖励：血之哀悼传说级。类型：护手。佩戴等级50级。基础属性：加 4W 生命值，正 15% 物理吸血，正 15% 法术吸血。装备额外特效：一你的伤害附带重伤效果，减少敌人 40% 的生命回复效果。二你抵抗 20% 的重伤效果。三额外提升1000点体质。描述：血之领主遗留下的叹息之物，拥有封锁生命的特殊能力。这血之伯爵掉落的装备倒是很有趣，除了基础属性之外，特效方面几乎全部都是跟生命回复有关系的。而且不管是重伤还是重伤抵抗，都是秦风目前需要的特效。他二话不说，马上将这装备也全都穿戴上。随手这闪烁着诡异红光的护手穿戴到他手上，一道提示也随之传来。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您获得了重伤之力 buff。效果：玩家造成的伤害附带 40% 重伤效果，玩家自身免疫 20% 的重伤效果。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增强。当前效果：玩家造成的伤害附带 400% 重伤效果，玩家自身免疫 200% 的重伤效果。这新获取的重伤之力 buff 可谓非常实用，而且由于有10倍增强，所以直接一步到位，不是那种需要层层叠加的。现在秦风不仅攻击自带 400% 的重伤效果，可以直接把敌人的生命回复能力扣光，而且自身还获得了 200% 的重伤效果抵抗，即使自己中了重伤效果也可以免疫。简单的说，只有他让别人回不了血，别人永远不能让他回不了血。这 buff 的使用程度可想而知。而且对于后续这些拥有互相吸血能力的亡灵恶魔军团来说，这个 buff 也特别有用。此时秦风整顿好一系列提升，这才终于从死亡之物的深处回归。此时由人族职业者们构成的战线早已经一片激战，左右两边的战线分别由月影和罗斯2个破百级强者带领顽强抵抗。此时秦风从死亡之物深处归来，
带着全新的力量和技能空降战场。暗影君主终于回来了，不知道那个传说级领主爆出了什么好东西呢？靠，大佬在里面打个转，回来就50级了，这波是直升了20级的节奏，这么恐怖，不会是在里面开启了什么机缘吧？大佬这周遭的气场都格外不同了，这估计是转职了啊！一众玩家纷纷都察觉到了秦风身上有什么不同之处，除了等级之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得格外霸气了。明明只是一个牧师职业，但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却明显是一个战神的气息。果然转职了吗？这么早就要用传说级领主来转职，看来又是一个超凡隐藏职业啊！此时月影遥遥地看向秦风的等级，更加肯定了之前自己的猜想。人族这届出现了这么一个超级战力，看来用不了多久，神域世界对魔界的劣势就有机会扳回来了。秦风回到战场，第一时间就是出手检验一下这2转带来的提升。他手上缠绕电流，直接引发天空的雷响，1秒钟的短暂蓄力，空中直接落下来一个巨型雷霆，直接劈向地面。雷暴！这道雷霆的巨大程度直接照亮了半个战场，覆盖范围可一点也不小。54W 雷属性伤害，5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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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属性伤害。这惊人的伤害量直接刷在所有玩家眼中。仅仅一个雷暴，秦风的伤害已经增长到了群伤50万以上的程度。而这样的雷暴对他而言和之前的圣光没什么区别，仅仅只是一个随手放的小技能罢了。秦风继续抬手，无冷却的雷暴依次开始在云层中响起。第92章2转技能的强悍伤害。雷暴的伤害直接让这些魔物连麻痹和眩晕的机会都没有。伤害刚到，这些魔物就已经被一大群一大群的秒杀掉了。此时魔界裂缝之中不断涌现出更多的亡灵恶魔领主，似乎加大了他们的攻势。秦风转动手上的魔法，从雷霆转变为圣光。圣光之剑 LV1， 从秦风背后瞬间爆发出圣光，20支由纯圣光构成的圣剑如同光轮一般流转在他身后。这些圣光之剑会自动跟随秦风的意念所致，自动瞄准，自动攻击，极其方便。秦风此时意念一动，那些圣光之剑就已经一支支的跟着他的意念飞出，冲向那些新刷新出来的亡灵恶魔领主们。204000光属性伤害，204000光属性伤害，204000光属性伤害，204000光属性伤害。和雷暴一样，在多重增幅之下，每一支圣光之剑的伤害也获得了极大的增强，每一支至少都能打出20万以上的伤害。只要在同一个单位上稍稍叠加中箭的次数，伤害将会瞬间变得血条消失。秦风这一雷一光一 AO 一单体，虽然技能给的不多，但威力和效果都极其强大，果然不愧是隐藏的神职。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亡灵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 X1。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亡灵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 X1。秦风此时几乎是以横扫的方式直接清理战场，光之剑、雷暴四处爆发，在他周围甚至形成了一个大约200码到300码左右的死亡区域，凡是有魔物踏入这个区域的，全部瞬秒躺下。他这般王者归来的伤害，也直接给在场的其他玩家给看傻。暗影君主这伤害简直不能用暴涨来形容了吧？这特么的根本就是飞升，我只能用一句无敌来形容。这伤害几乎都要追上破100级强者们了。暗影君主简直是牧师之光，谁说咱们牧师不能打伤害的？都过来给我看仔细了。楼上的你可拉倒吧，人家大佬那可是不知道什么隐藏神职牧师，跟你那普通牧师拉不上关系。刚刚大区频道里的人现在都狠狠打脸了吧？暗影君主大佬还真的能带人刷这个魔窟。此时的战场瞬间变成了秦风一个人的独秀，因为他的速度和伤害都实在是太惊人了，一般的玩家根本就追不上他的输出节奏。此时一道元素爆发在他这边炸裂，月影以同样惊人的伤害直接秒掉2头亡灵恶魔领主。秦风抬头看到容貌和身材都非常绝妙的月影从他头上经过落下，看这伤害，你的职业应该远不止是一般的隐藏职业吧？看来人族这回真是碰到100年不遇的天才了。月影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用非常欣赏的目光看着秦风。毕竟这几年来，人族在魔界入侵这场宏大战争里已经逐渐落了下风，大量天才被抹杀，而且还有伪装者混入人类之中，处处都是危机。此时人族之中能冒出这么一个超级天才，而且还是华夏自己这边的人，月影没有理由不高兴。你的实力也不差，稍加调整完全可以更上一层楼。秦风也不客气，直接和月影聊上了，而且还非常淡定的点评对方。这一幕可是把周围的玩家都给看傻了。秦风一个50级的教人家100级的大佬玩游戏，而且还是人族里非常著名的女神玩家月影。破100级以上的强者
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游戏风格和路线，所以即使是同水平的强者，互相之间也没什么好提点的，因为职业、路线、风格都有很大差距。然而，月影听到秦风的意见之后，不仅没有嘲笑，反而露出了认真思考的模样。我也希望如此。月影随后点点头，继续杀入战场。秦风多看了月影一眼，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个强者的名字。此时战场上的战况已经迅速明朗了起来，加上归来的秦风，3大超级战力已经开始完全反扑魔界的入侵。区域通告：玩家月影，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亡灵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 X1。区域通告：玩家罗斯，米国大区成功击杀亡灵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 X1。除了秦风之外，月影、罗斯这2大破百级强者也开始火力全开，再加上其他中层的高手职业者们紧随其后，击杀的区域通告开始不断出现。10分钟不到，所有刷新出来的亡灵恶魔领主就已经全部都被清除。至于剩下的那些亡灵恶魔军团，自然就更不是威胁了，单纯只是移动的人形奖励，也纷纷遭到了玩家们的追杀。魔窟第1阶段入侵已结束，获得30秒休整时间。当前魔窟战役积分排行榜第1位，暗影君主；第2位，月影；第3位，罗斯。排行榜前3名获得积分 X100% 奖励，前10名获得积分 X50% 奖励。魔窟战役结束后，排行榜前10名将获得额外奖励。此时，一连串区域通告出现，这第1阶段的入侵暂时被人族职业者们所镇压，获得了片刻的消停。通往魔界的那道巨大的裂缝传来了巨响，随后进入了短暂的休眠。积分榜上第1位的竟然不是月影大神和罗斯大神，而是暗影君主。估计是那一波单杀了传说级领主，没办法呀，这个加成太多了。确实，而且暗影君主大佬刷怪速度太快了，我们连口汤都吃不到啊！真羡慕那个带他组队进来的人啊。是啊，剑心，这波你赚大了，现在都75级了。此时周遭这些高级职业者们都纷纷调侃起来，同时都在感叹秦风的出众。本来这种魔窟战役，2个破百级强者是稳保1、2位的，他们这些70级左右的中间战力还能争一争剩下的7个位置。第93章魔窟入侵暂时告一段落。现在空降下来一个秦风，再加上秦风带着的剑心，直接把排名的前5全部给占光了。尤其是剑心，其实他一路追着秦风，输出反而没有在月之主城魔窟的时候打得这么认真。然而由于组队也会有积分分享，所以他靠着秦风的组队优势，竟然将他直接拉到了积分榜的第5位。而且他的等级也开始暴涨起来，直接已经来到了75级。在神域世界里，等级越高，升级就越难，尤其是各个职业3转之后，升级的难度简直是几何上升。但现在剑心能一口气狂升5级，可见秦风分享给他的经验有多惊人。秦风此时才终于有空打开背包，检索起自己的那一背包天道宝箱。此时他手上有好几个不同品质的宝箱，从赤金级到传说级都有。秦风也懒得区分了，一键全部打开。提示：你已获得亡灵精髓赤金级 X10。提示：你已获得金币 X90W。提示：你已获得生命种子 X22。提示：你已获得亡灵传说夏装传说级。一连串的奖励纷纷到手，全都是天道宝箱里获取到的随机奖励。秦风点开其中之一，手上立即出现了一颗颗闪耀的亡灵精髓碎片。亡灵精髓赤金级。类型：一次性道具。效果：获得亡灵一族对于伤害的抗性增强，在90秒内获得3400护甲和魔法抗性提升。这亡灵精髓是一种能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双抗的精华碎片，在有限时间内的一次性道具里，效果算是非常强大了。因为一般的装备和药剂都很难可以做到一次性提升3000多点护甲这么夸张。这精髓若是放在一些和平的主城里，可以交到很高的价格。很多高级职业者要攻克试炼、开荒副本，往往在重要关头就差那么几秒钟的容错率，这亡灵精髓在关键时刻就能给出这个容错率。但对于秦风来说，他当然不会拿去出售了，自己吞噬才是硬道理。此时他毫不犹豫地捏碎手上的精髓，瞬间有一股亡灵一族的天赋之力加持到他身上。随着这股亡灵族的冷气吸收到秦风体内，一道道提示也随之传来。提示：您的双抗 buff 获得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55000点护甲和魔法抗性。提示：您的双抗 buff 获得了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8万点护甲和魔法抗性。将手中的10个亡灵精髓全部吸收完毕之后，秦风的双抗 buff 也获得了空前的增强，护甲和魔法抗性同时暴涨8W 点，加上秦风原本的属性，此时他的护甲已经突破9万点，魔抗也达到了8W8000点。一般的物理伤害如果没有9万伤害，
打在他身上将会被直接格挡掉 99%， 等于没伤害。魔法伤害自然也是同一个道理，88000点以下的魔法伤害就别想再对秦风有什么想法了。秦风这双抗配合上上古魔装给予的血量，坦度已经可以和70级的专业坦克职业媲美了。至于输出，更是直追破100级强者。此时的他在战场上简直是等同于坦克的存在，不仅全身都是装甲，而且伤害还极高。此时他兴奋之余，又继续吞噬了手上的生命种子。这奖励秦风已经很熟悉了，如今的他体内4大基础属性的种子结晶都已经成型，就等着灌溉了。此时他将那些生命种子全部吸收到体内，那属于生命属性的结晶开始获得点滴的累积。提示：您成功凝结了一枚生命种子，距离生成结晶剩余34100000，获取新的生命种子可加速结晶生成。随着生命种子的一连串吸收，秦风的生命结晶也获得了一部分进度。这几大属性的结晶都需要极其漫长的收集时间，所以秦风也不着急。最后一件开出来的奖励则是一件夏装装备，亡灵传说夏装，传说级，等级50级以上，类型夏装，基础属性加900护甲，加900魔抗，正 15% 韧性。额外效果： 1. 额外提升1000点智力。 2. 抵抗敌人 15% 的护甲穿透和法术穿透效果。描述：具备长时间作战能力的强大夏装铠甲，效果强大。夏装基本上都是提升坦度居多，很少有直接提升攻击力或者主属性的。这件亡灵传说夏装是夏装里很少见的能直接获得智力提升的装备，同时它还具有抵抗对方穿透能力的特效。秦风二话不说，马上就已经替换上这件装备。随着天道宝箱的奖赏全部都已经盘点完毕，秦风也做好了应付下一轮入侵的准备。然而就在此时，从他的界面上却强制弹出了系统的提示：提示：您本次的降临时间已消耗殆尽，当前即将退出神域世界，返回现实，请玩家注意。提示：检测到玩家当前已完成2次转职，从下次登录开始，降临时间将会提升至10小时。秦风今天上线，已经连续打了月之主城的魔窟、开荒光明神典副本，还打完了天空之城 SS 级魔窟的第一轮，8小时时间已经全部用尽。以他这么频繁的活动量，要是换做一般的玩家，至少得要消耗3倍同等的时间才能做得到，所以他能撑到2转完成，已经可以说是奇迹了。同时，由于秦风档期已经完成了2转，从下一次开始，他的降临时间会额外得到2个小时的提升。但这一刻，他必须返回现实世界休息了。随着系统提示消失，秦风也开始化作数据碎片，消失在原地，直接下线了。反正这种大型入侵的 SS 魔窟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攻克的。月之主城的魔窟是因为神秘强者出手将魔界主将直接格杀了，才会导致那一次魔窟快速消亡罢了。随着秦风的消失，剑心的组队状态也自动取消了，大量玩家都感到十分惋惜。暗影君主大佬下线了呀，我们痛失一条大腿啊！太可惜了，我本来都已经准备好躺平了，这下战线又要吃紧了。第94章，世界上的动荡走向。天空之城的这处魔窟失去了秦风这么强大的支柱，自然是很可惜的。然而，这对于天空之城里的魔窟入侵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消息。此时天空之城的这道魔界裂缝之中，被无尽死亡之物覆盖的深处，一头有角邪神魔族顿时骑着巨龙出现。这个邪神魔族的样子和那些丑陋的恶魔军团截然不同，他身上的恶魔血统并不是污染和腐化得来的，而是纯种的魔界王族，因此极其优美。大人，我们发现那些人族职业者里，其中一个最强的已经离开，他们的阵线已经露出破绽了。此时，这个有角邪神魔族的身后，数名骑着地狱之马的死亡骑士都纷纷恭敬地说道：他们眼前这个有角邪神魔族可是这次魔窟的入侵指挥官，拥有王族血统的高贵邪神，是吗？我听说他捣破了我们另一处魔窟的入侵，本来还想会一会他呢。这个有角邪神魔族露出惋惜的语气，看起来似乎对秦风的离开有些感到可惜。魔界唯一的法则便是信奉强者，能碰到人族的强者也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乐趣。但既然这个叫暗影君主的已经离开，那这次入侵也就没什么能让他提起兴趣的了。传令下去，马上以最大规模进攻。这个有角邪神魔族的眼光顿时变得冷酷，说道。与此同时，北川的某处小区里，蓝色数据从神域世界回流，一道光芒闪过，秦风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经过神域世界里的一番激烈奋战，返回到现实世界里的秦风总算是可以松下一口气。每个人在神域世界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而且这点无法用氪金来提升，大家都一视同仁的平等，所以每个人都会抓紧在神域世界里的每分钟，马不停蹄的变强和提升自己。因此现实世界的时间则更像是完完全全的休息时间了。秦风躺下好好放松自己全身的疲惫，在经历了这么密集的疯狂提升之后，
他的身体竟然只有轻微疲惫，可见秦风的天赋之强。职业者在神域世界里是不会感受到疲累的，所有和体力相关的疲劳都会在返回现实世界之后才会一口气兑现。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无法24小时停留在神域世界的原因。如果真这么做，肉体会因为无法承受疲劳而直接暴毙的，所以一定要给予时间回来休息。而秦风今天这8个小时的行程比同级玩家要密集3倍，简直是马不停蹄的四处刷怪。在回来之后，疲惫感却非常微弱，这种天赋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在稍稍休息之余，秦风也打开了手机检索神域世界相关的新闻和讨论区。返回现实世界的作用，除了休息之外，对于职业者而言，还是获取情报，了解各个大区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机会。在秦风上线的这8个小时里，现实世界自然也发生了不少事件。最新速递，2号魔窟问题仍未获得解决，今日又有镇国级强者陨落。东瀛高丽交界处发生本年度第3次魔窟暴动，民众伤亡过1000人。超级新人暗影君主再创奇迹，单人开荒光明神殿副本。暗影君主现身天空之城70级 SS 魔窟，伤害领先。各大区境内持续有伪装魔族出现，请所有高级职业者保持身份隐秘。新闻热榜上内容最多的，毫无疑问就是他自己。在这8个小时里，他完成的事迹太多，导致连续好几个事情都上了热度榜，包括开荒副本、夸下海口要进入越级魔窟，以及后续2转打脸他们的事情。关于秦风这个本届最强新人的消息，已经开始声名远播到一些海外区域，就连英伦、米国、白熊这些大区都已经有所耳闻。不过这些都不是秦风关心的事情，秦风真正想关注其实是2号魔窟的动向。2号魔窟是今年出现的第一个 SSS 级魔窟，属于天启魔窟，属于一般职业者接触不到的超高级战场。魔窟是魔界入侵人族的通道，本质上都是一个个修罗战场，但魔窟本身也是有高低阶之分的。像月之主城、天空之城这些按照等级划分的魔窟，不管是入侵神域世界还是直接入侵现实，都只是普通魔窟。这种魔窟的危害性有限，但频发次数很多，常常可以同时出现在很多个不同的区域。但还有另一种魔窟是直接跳过等级，降临到现实的巨大通道，这种便是天启魔窟。魔界要发动一个天启型魔窟，需要耗费很大的能量，所以天启魔窟很罕见。但一旦出现，就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大危机，是最高危险度的战场。天启魔窟和一般魔窟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进入的标准非常严苛，至少必须是镇国级的强者才有进入的资格，而且必须单人，不能组队，不能带人。此外，天启魔窟之内的场景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性，因非常此没有任何攻略可总结。而且天启魔窟对进入其中的人数有着严格的限制，每个大区限定数量，所以人族职业者也无法用单纯的人海战术去填。每次出现天启魔窟，只能由所有顶级阵营共同商量，派遣出他们最精锐的强者去镇压。今年的2号魔窟已经连续折损了不少人，证明这个魔窟的难度真的非常棘手。看似势均力敌的人族和魔族之间，实际上平衡已经非常脆弱，留给人族强者们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外，根据新闻热榜上的介绍，各个地区的伪装魔族问题也正在加剧，因此神域世界也是呼吁所有返回现实的玩家要小心提防身边这些伪装魔族。秦风早前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了。在现实世界里，对于伪装魔族的防备一直都在升级，但仅限于一些高级的小区。像秦风住着的这种普通小区是没法大规模普及伪装魔族的防卫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先前剑心那样，定时组织镇魔司的巡逻队进行巡查，但这样的方法效果始终一般。第95章，现实世界的造访者。咚咚咚，此时秦风的门前传来熟悉的敲门声，让秦风顿时变得警觉。秦风哥哥，是我，开一下门。然而很快，门后传来的熟悉声音顿时就打消了他的警惕。秦风前去打开门，果然又是他隔壁的那位小萝莉林婉玉。这妹子自从上次被秦风救了之后，就一直想方设法的要报答秦风的救命之恩。此时他手上果然又捧着一个饭盒和一壶汤，又是送饭来了。上次你不是已经送过了吗？怎么还送？秦风看到他手中的饭菜，顿时有些愣住了。他也没想到这个妹子竟然这么有毅力。这怎么行？你可是救命之恩，总之请你收下吧。林婉玉有些着急的说道，鼓起勇气将饭菜都塞到秦风手里。他是个有恩必报的人，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的登门造访。我知道你也是职业者，但我的实力很差，帮不上你什么忙。想来想去，我就只有做饭比较好了。林婉玉怕秦风不明白，又小声小气的解释了一番，女孩子的可怜尽显出来。秦风愣了愣，但还是很快接过了这些饭菜。好，那我收下了。虽然秦风不太需要这些饭菜，但如果这能让对方感到好受一点的话，他也不介意。只不过
要是这妹子打算一直这么定时送饭过来，这可也不好办啊。就在秦风在思考着怎么处理了的时候，数道身影瞬间经过他房间、走廊和窗户。秦风的直觉瞬间发出警告，这次可就不是什么邻居了。秦风马上将林婉玉从门前拉了进来，迅速关上大门。他的窗户、阳台都出现了数道人形影子，在顷刻间就已经被包围了。秦风哥哥，林婉玉的职业者水平很低，感应力自然远远不如秦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别说话，有人来了。然而秦风的目光迅速看向四周，门前的走廊、窗外、阳台外都已经有某些人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算伪装魔族的问题再严重，总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吧？而且上次已经袭击过这里，为什么这妖巧这次又来了？如果说上一次只是巧合的话，那这一次明显就是冲着秦风来的。你是说上次那些伪装魔族？林婉玉这才反应过来，顿时惊讶地问道。没错，你跟我来。秦风点点头，马上牵起林婉玉的手，走到房子的中间。他的手上发出高阶圣光之力，顿时以林婉玉为中心，在地板上画出一个刚好照着他的小圆圈。圣光领域 LV1， 传说竞技牧师的高阶二转技，没想到在现实世界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妙用。一旦圣光领域圈定，除非敌人有本事能击破圣光领域的护盾值，否则领域外的任何攻击、技能、特效都无法影响到领域之内的事物。你待在这个圈里，不要出来。只要有圣光领域在，林婉玉就能绝对保证安全。这也让秦风顿时没有了牵制。好，林婉玉看着这个包围着自己的光之领域，顿时产生了巨大的安全感。而与此同时，门外、窗外、阳台外的人影已经迅速全部都破门而入，进入到秦风的这间屋子里。6个人全都披着一般普通人的外表，但却又全都透露着一股邪能的气味。这里就是疑似发现目标的区域，整个区域里的职业者都清扫过了，就剩下他们了。到底是那个男的还是那个小女孩？搞不清楚，干脆一并杀了算了。这几个人互相之间还在交流着，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得出来，果然和秦风猜测的一样，这次并不是意外，而是早有计划的袭击。魔界和人族的战争里，人族陨落的神明几乎没有一个是在神域世界战场里正面陨落的，几乎绝大多数的人族强者都是被魔族从现实世界里找到真实身份，然后刺杀而死的。再加上如今眼前所见，秦风几乎瞬间就可以肯定，魔界一定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追踪到每个玩家下线之后的数据转移信息。只要可以大致上追踪到每个玩家下线之后所在的位置，就能省下很大的成本，能很快锁定每个玩家在现实世界的身份。谁愿意说出你们追踪人族玩家的秘密，我可以绕他不死。秦风默默地开口说道。他虽然已经猜到了个大概，但对于魔族是怎么做到的还是一无所知。如果魔族真的能做到这种事情，那他不管搬到什么地方都不会是绝对安全的。所以秦风必须搞清楚这件事。口气不小，看来你就是那个目标。这6个人同时冷笑，在他们看来，秦风这纯粹只是口出狂言。他们可是有6个魔族在此，区区一个人类难道还能反了不成？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面前这个目标到底有多恐怖。6个人同时朝着秦风攻去，速度全都奇快无比。然而让他们惊讶的是，秦风的速度更快。实际上秦风甚至都无需躲闪他们的攻击，他此时的护甲高达9万多，根本不可能受伤。他们只要一出手，光是天罚被动的反击就已经足以秒杀他们了。然而秦风考虑到，如果触发天罚雷击的话，在现实世界就太过招摇了。从天而降的雷击全部落到一个地方，这不仅会引起镇魔司的注意，更会引起其他伪装魔族的注意。所以秦风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尽可能的低调。秦风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所以只要秦风不想，他们的攻击根本不可能跟得上秦风。他一击普攻，直接闪过其中一个人身后，瞬间秒杀。另一个人心中一惊，想要反击，也被秦风反手击中。56000物理伤害，56000物理伤害。别看秦风是个牧师，但他的力量属性可也高达5400点，务工的伤害在多重增幅下绝对不弱。由于他在现实世界里的演示身份是战士，所以他没有动用任何技能，仅仅只是以普攻出手。第96章魔界的危险追踪。然而即使只是普攻，伤害也大大超出了这些伪装魔族能承受的范围。秦风的速度飞快，在2次普攻之后没有停顿，迅速已经转向其他目标。而刚刚被他普攻命中的那2个伪装成人类的魔族已经被击倒在地，迅速展露出了原本的魔族模样。其他的伪装魔族一看秦风这伤害，顿时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他们太过低估了这片区域的危险性，竟然只带了6个人来。此时有2个伪装魔族顿时转冲向房间里的另一个人林婉玉。与其和实力如此强大的敌人硬碰硬，还不如先手对着另一个更弱的目标发难。然而他们会这么做，也早已经被秦风彻底看穿。
那两个伪装魔族刚冲到林婉玉面前，就已经被他周遭的圣光领域瞬间反弹，整个人反射了回来。什么？这是什么技能？这两个伪装魔族同时露出震惊的脸色，因为能够在现实世界里100%重现神域力量的，绝不是普通的职业者。他们两个手上顿时引导出恐怖的邪能，想要直接隔空瞬杀圣光领域里的林婉玉。然而技能瞬间挥去，圣光领域发出强烈的光芒，直接全数格挡。只要护盾本身没有被破坏，外部的任何技能，不管是指向性的还是非指向性的，都没办法对领域内的对象生效。林婉玉惊讶地看着这个正保护着自己的圣光领域，露出不可思议的脸色。而秦风则趁机会瞬间穿过房间，又是2发普攻，恐怖的伤害瞬间贯穿这两头伪装魔族，直接将他们原形都给打了出来。以他们的体质，连秦风的第2拳都扛不住。剩下的2个伪装魔族一看同伴都已经全部倒地，顿时连伪装魔法都省去了，直接展露出原本的面貌，万分警惕地看着秦风。说吧，魔族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人族职业者的位置的？秦风倒是不急着杀他们，而是慢慢问道。这个秘密如果不解开，秦风不管将家里移到什么位置都不会是安全的。少废话了，人类，魔族里没有叛徒，不像你们人类。这伪装魔族冷笑，根本不打算回答秦风的问题。魔族之中没有叛徒，反倒是人类之中经常出现叛徒，而且还导致了伪装魔族出现。这也是魔界入侵如此难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秦风早就对他们失去耐心了，既然他们不打算回答，他们的性命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以极快的速度冲上前，直接以普攻掏心攻击。56000物理伤害，56000物理伤害，又是2道惊人的伤害。这2个伪装魔族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瞬间消亡。房间里6头伪装魔族此时已经全部躺下，只有几道光球飘出，飞入秦风手中。提示：您已获得魔化水晶，按荆棘。提示：您已获得魔界文书，按荆棘。提示：您已获得魔力屏蔽石，按荆棘。一连串的奖励提示出现在秦风面前。危机解除，秦风这才挥挥手将林婉玉身边的圣光领域取消。林婉玉马上走向秦风，模样紧张。秦风哥哥，你没事吧？以他的水平并不足以看清楚秦风这个等级的战斗，但他担心秦风是无疑的。没事，你先把事情上报给镇魔司，让他们派人来处理。秦风冷静地对他说道。伪装魔族的尸体处理以及现场的打扫一向是镇魔司的人负责，秦风不想插手他们的工作。此时他打量起了自己手上这些战利品，想要从中搞清楚魔族精准对位他们职业者的秘密。这魔化水晶先前秦风已经报过一次，这是一个能获得随机 buff 的道具，50%可能是增益，50%可能是减益的 debuff， 但由于概率机制还受角色的幸运值影响，所以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5-5开。以秦风目前如此高额的幸运值，这开 buff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秦风顿时捏碎了手中的魔化水晶，吸收其中的能量。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出现，提示：您的穿透之力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提升你5500物理穿透，5500法术穿透，持续永久。一道提示传来，开出的是一个增加秦风物理穿透能力的 buff， 已经自动被他的天赋吸收和融合到穿透之力 buff 上了。这魔化水晶只是开胃小菜，有点小加成就挺不错了。秦风真正在意的是后面这2件道具。魔界文书，按荆棘。类型：一次性道具。效果：拦截现实世界和神域世界之间的魔力传输，进行位置上的跟踪，可追踪某个区域的所有职业者。这道具的效果显然不是给玩家使用的，而是给这些魔族使用的。其功能竟然是可以追踪从神域世界返回现实世界的魔力。如果能追踪这点，那岂不是等于他们可以模糊定位到职业者们所在的大致区域了？难怪他们会不断朝这个区域袭击，原来是有追踪的方法。秦风忍不住看着手中的魔界文书说道：你的意思是他们可以追踪到我们在现实世界的位置？那不就很危险了？林婉玉听到秦风的话，顿时吓了一跳。人族和魔族的战争战场一向都是在神域世界里的，真正能波及到现实世界的很少。但最近几年，自从伪装魔族出现以来，魔族就开始具备了把手伸向现实世界的本事，从而杀害了很多人族的天才。如果再加上秦风他这么说的话，看来魔族对人类的渗透已经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了。这片区域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尽快搬走吧。想到这里，秦风立即对林婉玉说道：以他这样的实力，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太危险了。那你呢？林婉玉也是看得出来这区域已经被魔族给定位了，所以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试探着问道。他可不想就这么离开自己的救命恩人。搬走是必然的，但在此之前还得找到拦截他们搜索的方法。秦风若有所思地说道。第97章，搬迁的打算。
搬走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关键是要阻拦魔界对秦风的追踪，否则不管他搬到哪里，都是一样这么危险的。此时他看向手中最后一个掉落物，魔力屏蔽石，暗荆棘。类型：一次性道具。功能：使用后可拦截魔力信号，在区域内暂时屏蔽魔力的被追踪能力，最多可持续48小时。描述：魔界对魔法追踪的研究产物，专用于阻拦人类职业者追踪伪装魔族的奇怪石头。这魔力屏蔽石竟然是个可以屏蔽魔力信号的道具。虽然根据描述，这东西主要的用途是伪装魔族用来阻止职业者阵营追踪到他们，但反过来想，这东西不也一样可以阻止他们追踪人类职业者吗？可惜这道具本身的品质太差，持续时间只有48小时。但有48小时总比完全没有好，这个时间也足够秦风查清楚魔界追踪的事情了。很快，镇魔司的人就已经到达现场，开始清扫处理战场。秦风不想多节外生枝，所以依旧没有暴露身份，只是用战士职业者的身份含糊了过去。就目前来说，他还不确定镇魔司里谁是信得过的，所以他手上的魔力屏蔽石也没有跟他们提起过，而是打算自己使用。由于这次袭击的规模很大，除了秦风这里之外，附近好几个区域也都同时发生了伪装魔族的入侵，所以镇魔司的人也是临时给他们安排了宿舍，将他和林婉玉都安排过去暂住一晚。但秦风手上拿着这块魔力屏蔽石，已经有了自己的新想法了。第二日的清早，秦风从一夜安稳的睡眠里醒来，他刚起床伸了个懒腰，忽然就看到自己桌面上已经又摆着一个蛋炒饭的饭盒，很明显又是林婉玉那妹子送过来的早餐了，还真是个执着的妹子啊。不过秦风联想到昨晚上的情况，要是让林婉玉继续回去的话，早晚还要出事。想到这里，秦风就有点尴尬。他牵连了林婉玉2次到这个事情里来，要是现在他自己有筹谋，打算自己搬走了，那岂不是留下林婉玉自己一个送死了？本来秦风只是对这个邻居好心出手帮忙，但现在看来不得不送佛送到西了。林婉玉，你在哪？于是秦风走出自己房间，在宿舍里尝试问道。很快，从厨房里就走出一个穿着围裙的小厨娘，模样呆萌。怎么了，秦风哥哥？早餐不好吃吗？林婉玉举着锅铲，灰头土脸地问道。不是，你一会是不是要进去神域世界？秦风没想到他人还在厨房里，而且还穿成这样，顿时有些意外。对啊，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可以赚点钱维持生计。林婉玉点点头，虽然神域世界是人族和魔界的主战场，但也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是什么超级天才，也有相当一部分资质平庸的普通人，他们进入神域世界更多的是为了赚点小钱，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也无可厚非。今天你别登录了，我晚点汇一笔金币出来，你帮我打听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偏僻少人的独栋房子，找到的话尽快交易，价格不是问题。秦风马上对他说道。在神域世界里的这段时间，秦风手上可是赚了不少金币，这笔资金若是换算到现实世界里，可是价值不菲的，所以换房子搬家完全不是问题。秦风唯一的要求就是足够冷清，而且必须是独栋的，这样才能将他手上的魔力屏蔽石的效果最大程度的发挥。我们现在是要躲避那些伪装魔族的追踪吗？林婉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虽然作为职业者的能力不怎么好，但并不是蠢人，在经历过昨晚的事情之后，也模模糊糊意识到魔界追踪的问题。没错，所以房子要找够大的，你也可以搬进来，继续留在原来那个小区太危险了。秦风顿了顿，这才说道。秦风本人着实没有什么跟女生同居的经验，但现在这个情况，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直接丢下林婉玉自己跑了，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明白了，那我在这边等你的消息。林婉玉不住的点头，欢快的答道。在经历过昨晚之后，他已经2次被秦风所救，对秦风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信任感，所以在潜移默化之中，他对秦风的话自然没有半分怀疑。而秦风则是马上点开了自己的初始印记，连接向神域世界。提示：您已获得10小时登录时间。提示：是否立即传送至神域世界？经过昨天的2转完成之后，秦风在新的一天里已经获得了更久的登录时间，延长到了10个小时。这也就是说，秦风有了更多可以变强的时间。想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直接点击确认，整个人顿时化作光力传送消失。随着眼前的光景迅速变化，秦风已经重组在了神域世界之中。欢迎您进入神域世界。提示：您当前已自动传送至天空之城 A 级城镇。提示：检测到您已完成2次转职，所有 A 级城镇已对你解锁开放。提示：新解锁8个城镇区域，新解锁12个新副本，新解锁49个野外区域，请玩家前往传送枢纽自行查看。秦风刚进入到神域世界，一连串的提示也随之全部落下。先前秦风所在的月之主城属于 B 级城镇，是1转以下的玩家待的。现在他完成了2转，
自然也就解锁了大量 A 级城镇以及相关的副本和区域。此外 ，A 级城镇之上还有更高阶的 S 级城镇，那是3转及以上的职业者才能前往的区域。秦风回归到神域世界之后，第一时间就汇了500万金币回去给林婉玉，随后他才点开了天空之城的 SS 级魔窟情况。天空之城1号魔窟 SS 级魔窟已持续存在24小时以上，目前没有恶化的趋势，玩家们可自行选择是否前往镇守。第98章魔窟的现状。天空之城的魔窟由于是秦风和其余2个破百级强者镇压过的，所以目前情况都很稳定。在秦风强制下线之后，也有不少玩家继续前往参与镇压，控制战线。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那2位破百级的强者月影和罗斯也都相继到了要下线的时候了。这种等级比较高的魔窟，主打的就是长时间对抗，要彻底终止这种魔窟，唯一的方法就只有持久战。秦风是个有始有终的人，当然不会就这么丢下这个魔窟不管。他当即继续重返 SS 级魔窟，继续参与镇守的战役。此时，这魔窟的战场上已经来到了第6轮的进攻，不论是魔物的数量还是实力，都已经大幅提升了不少。这边的人类职业者们虽然人数多了，但随着月影和罗斯这2个强者的短暂下线，战线的实力反而是削弱了的。不少玩家都在奋力顽抗，守住通往现实世界的战线。我们需要更多的奶妈和肉盾啊！战线不要被一直往后推啊！破百级的强者暂时下线，我们要自己守几个小时才能等到其他增援了，压力很大啊！谁赶紧去大区频道喊点人，我们这边人手不够啊！别急，牧师已经到了，都先来吃一波回血再说。此时战场上的玩家们都在奋力顽抗，忽然就听得天空中传来一道轰雷的声音。秦风此时空降到战场上，同时手上已经瞬间扔下一道雷爆，508000雷属性伤害，508000雷属性伤害，508000雷属性伤害。恐怖的雷霆 AOE 伤害瞬间冲刷下来，防不胜防。刚刚还在疯狂冲击着人类职业者战线的无穷魔物里，瞬间就被这雷爆打开了一个缺口。是暗影君主大佬！人群里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句，顿时所有的目光都转移到秦风身上。果真是他，那个接二连三出现在新闻热榜里的本届最强天才。据说这个魔窟先前就是由暗影君主以及2位破百级强者打下基础，他们也没想到如今竟然能亲眼见到这个传说里的新人。这是第几轮了？秦风刚回到魔窟战线，简洁地问道。大佬，马上就是第7轮进攻了。人群里顿时传来七嘴八舌的声音，都在抢着回答秦风的话。魔窟战役依据不同的难度、不同的类型，最多能持续10到20轮进攻，最长可以持续3、4天时间。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不发生恶化的情况下。一旦人类职业者镇守失败，让魔窟的情况恶化的话，进攻的轮次就会突破上限，而且实力会暴增。简单的说，就是魔窟战役里最关键的是基础，基础打得稳，后续才能受得住。如果等到已经全面恶化才开始认真接管，其难度就跟刚开始是天壤之别了。秦风不再提问，转手就开始将以灵冷却疯狂释放着雷暴，恐怖的雷霆从他手上不断落下，在他身边瞬间形成一个无法靠近的死亡区域。伤害破50万的雷电一路跟着他横扫过去，战线的压力顿时减轻了无数。此时魔窟里发出一阵阵低鸣，第7轮进攻果然随之而来。这一次魔界除了带来他们的恶魔军团之外，还带来了品种更多的魔界魔物。此时伴随着亡灵恶魔军团一同出现的，还有一条条卷吸着黑雾的有翼巨蛇。魔界巨蛇领主赤金级，类型 BOSS， 等级9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卷吸之风、尘土之蛇、死亡回旋、恶魔血统。描述：魔界孵化的世界巨兽之一，拥有强韧的体质，从而碾压敌人。90级的赤金级领主，而且还是巨兽类型的。这种原本栖息在不同位面的世界巨兽，在接受了魔界血统的改造之后，通常实力都会大增，变得更为扭曲和强悍。这些长着黑翼的巨蛇开始疯狂碾向战线，卷吸起漆黑的飓风。魔界巨蛇领主掌握的是属于风系的魔法，一瞬间就已经将战线上的职业者们吹得头都抬不起来。飓风能形成刀刃一般的切割能力，是元素魔法之中速度最快、伤害爆发一流的攻击手段。而且最重要的是，风系魔法的清场能力很强，能将战线迅速往后推动。此时大风瞬间降临，而且风中还夹杂着危险的风刃，不时就有职业者被切中，瞬间暴毙。秦风直接出手，一道被圈定的范围从他们脚下蔓延出来。圣光领域 LV1， 象征着牧师职业最精通的防御能力。这道圣光领域直接挡住了战线的一部分，庇护其中所有的玩家。这些狂风一旦吹到圣光领域之中，马上就已经变得无影无踪。这是什么技能？外面的伤害好像打不进来啊！牧师还有这种防御技能，太强了吧！
这样的话，战线应该能守得住啊！赶紧趁这个机会重整队伍，大佬给我们争取了时间了。暗影君主太牛了，伤害这么高不说，连保护能力都是拉满的。此时大量玩家都赶紧聚集到秦风的圣光领域之中，重整阵脚。而秦风则继续召唤圣光之剑，全部聚拢在自己背后。圣光之剑 LV1， 这些剑士全部顺着秦风的意念，一支支全部发出，瞬间冲向远方。每一支圣光之剑都精准地贯穿到这些魔界巨蛇领主身上。204000光属性伤害，204000光属性伤害，204000光属性伤害。圣光之剑强悍的点杀在此刻完全体现出来了。秦风隔着800里开外，指挥着这些圣光之剑，几乎3剑就能解决一头魔界巨蛇领主。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魔界巨蛇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魔界巨蛇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魔界巨蛇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第99章。重返战场的战神。区域通告不断在魔窟上空来回响动，魔窟派出的大量巨蛇领主都折损在秦风之手。而与此同时，由于秦风这边出现了一面倒的战况，大量的魔物和恶魔军团也全都很自然的开始朝着秦风这里聚集过来。魔界在进攻的同时，也会观察战场上谁的威胁最大，也会集中攻击敌人的软肋部分。此时被视为战场上最大威胁的，自然就是秦风了。大量的巨蛇领主开始主动攻向秦风，脱离了原本应有的进攻节奏，这点也迅速被人族的职业者们所察觉。魔族进攻的路线改变了，肯定是感知到暗影君主的强大，都集火过去了。全部人都跟我来，我们也要过去那边加固防御。找人提醒一下暗影君主大佬啊，小心魔界的集火。谁能跟得上啊？人家大佬的速度太快了，一下子已经杀到人堆里去了。此时战场上的双方都在以秦风为核心，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位置。然而这对于双方而言，同时也都是徒劳。因为秦风的移动轨迹根本没有任何迹象可循，他在战场上完全是见一出打一出，随心所欲罢了。大量魔界巨蛇领主全都纷纷朝着秦风而来，卷吸着他们巨人一般的身躯，转眼间就已经堵住了秦风的去路。秦风抬头看了看这超乎寻常的领主数量，此时聚集到他这边竟然有20多头领主，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应有的数量。秦风看着他们这些大型经验包，自然是抢先出手。雷暴从云层中不间断地落下，将秦风周遭打成一片白光。与此同时，外围的巨蛇领主们直接卷起巨大的黑风，数个飓风魔法互相融合，变成了超大规模的风暴。秦风周遭顿时狂风雷暴同时出现，不知道的人还有他在里面渡劫呢。而这些打在他身上的攻击自然起不到什么明显的效果。4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4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45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秦风身上瞬间将生命值全部回满上来，同时触发的天罚反击已经纷纷落下。双重雷电攻击之下，他身边的巨蛇领主几乎没有谁能抗住超过1分钟的。周遭的人族职业者们看着这团狂风暴雨一般的巨大风暴，间且不断有巨大的落雷疯狂劈落，仿佛自然天灾发生在他们面前一样。别说他们，就算是一般的恶魔军团都进不去，谁都没法靠近这团剧烈的风暴。大家都只能惊讶地看着这团风暴里的动静，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谁胜谁负。我能亲眼见证这规模的战斗，真是这辈子都值了。暗影君主大佬应该不会输吧？这阵仗真是无敌了，特么的10几个飓风全部混在一起了，谁能进得去啊？而且还不断有雷暴落下。淡定，暗影君主大佬最喜欢创造奇迹，这点小是没问题的。就在玩家们全都聚集在外围，等待着这场巨大风暴里的战果时，这风暴终于发出了惊人的爆炸，里面的胜负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分出来了。10几头赤金级领主的尸体全部倒下，而秦风站在风暴中心，依旧保持着满状态。胜利的人是秦风。此时无数的经验奖励光球漫天飞舞，全都汇聚到秦风一人身上。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魔界巨蛇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魔界巨蛇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魔界巨蛇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此时一连串的区域通告出现，与此同时，在大量经验的汇聚之下，秦风身上也疯狂出现金光。他狂刷下一波大经验，直接从50级飙升到60级了。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至60级，您已获得职业成长奖励，力量
敏捷、智力、体质属性提升500点。一道提示传来，秦风的4大基础属性都获得了相应的升级加成。周遭的玩家看到这一幕，自然全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暗影君主，这也赢得太干净利落了吧！我惊了，一人对抗15头领主，还全部杀光了，这真的是50级能做到的事情。想当年我50级还跟着护道者屁股后面闻经验呢，这就是差距啊！这简直就是鬼神级别的战力，无敌了呀！我们人族有这尊大神，还愁啥？这升级速度才是真的牛，我们都是1级1级的升，人家大佬都是10级10级的跨。周遭的玩家们无不震惊于秦风惊人的战力以及升级速度。此时魔界的大量领主都折损到了秦风这里，其他地方的压力自然也就减轻了不少。整条人族战线开始往前推动，重新夺回主动权。秦风趁着这个间隙，也迅速将他手上的天道宝箱全部打开。他手上累积了20来个赤金级的天道宝箱，瞬间化作金光幻化出来。数道奖励重重落到他手上。提示：你已获得魔戒之血赤金级 X20。提示：你已获得奥数结晶赤金级。提示：你已获得70W 金币。凝结在秦风手上的是20份不断缠绵流转的魔血结晶，似乎蕴含不小的提升。秦风点击其中，打开查看。魔戒之血赤金级。类型：一次性道具。功能：吸收并使你的最大生命值提升4000点。原来是能直接提升基础属性的道具，而且还是直接应用到最大生命值里的那种。这加成倒是也挺朴实无华的，于是秦风也就直接点击使用。一瞬间，他的身上连续跳出数道光芒，提示出现。提示：你已触发天赋加成，获得生命之力 buff。效果：提升你4000点最大生命值，持续永久。提示：你已触发天赋加强，生命之力 buff 已获得增强。效果：提升你4万点最大生命值，持续永久。第100章人族战线士气高涨。这生命之力 buff 的效果还算不错，直接一口气给秦风加成了数万最大生命值。而且最重要的是，这 buff 应该算是最容易叠起来的了。在神域世界，像这样的加成最大生命值的道具和奖励特别多，估计不用很久，这个 buff 就能叠加到非常惊人的程度。想到这里，秦风继续将手上剩余的魔戒之血也全都吞噬到体内。提示：您的生命之力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额外提升41000点生命值，持续永久。提示：您的生命之力 buff 已获得增强。当前效果：额外提升59000点生命值，持续永久。很快，秦风手上的魔戒之血已经全部被他吞噬完毕，全都叠加到 buff 效果里面。秦风颇为满意，同时看向手上的另一个奖励——奥数结晶赤金级。类型：一次性道具。效果：提供装备、道具、卷轴等物品技能的额外冷却 15%。这奥数结晶正是秦风一直想要得到的物品技能冷却。在神域世界，角色技能和物品技能是分开计算的，玩家手上的道具、装备的主动技能、卷轴等各种非角色技能是不受正常冷却影响的。想要降低这部分技能的冷却，就要获取专有的物品技能冷却。而如今这个奥数结晶提供的正是这部分的冷却。秦风二话不说，马上将这奥数结晶也吞噬到体内，吸收其力量。瞬间，一道道金光已经涌入秦风身体之中。与此同时，他身上的天赋也影响起来，将这些力量强化并化作 buff 融合到他体内。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全新的物品技能 buff。效果：降低你所有物品、装备、卷轴类技能冷却 15%。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强，物品技能 buff 获得增强。当前效果：降低你所有物品、装备、卷轴类技能冷却 150%。此时秦风的物品类技能冷却直接一口气突破 100%， 等于达到了满冷却。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无间断地使用自己各种卷轴、道具能力，包括魔戒卡牌。虽说他目前手上就只有黑雾巨兽这一张牌，但这魔戒卡牌既然是一个系列，总会有被秦风凑齐的时候。随着他手上的魔戒卡牌越来越多，这物品类技能冷却自然也就会越来越有用。此时秦风将这2大全新的 buff 全部整理好，实力自然也增强了不少。此时随着魔窟的变动，全新一波的魔物刷新似乎已经开始了。提示：魔窟已发动第7轮进攻，请所有玩家注意。一连串的提示出现，魔窟的黑雾之中顿时涌现出更多的魔物，全都是以元素之力构成的巨蛇。魔界在征服无数世界的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种元素生物的世界。这些元素生物拥有与生俱来的元素天赋，却没有足够的魔力去运用。但自从被魔戒全部腐化和吸收之后，他们获得了恶魔血统，自然也就一个个都暴涨，成为了危险而且狂暴的元素生物了。木元素地龙紫金级。类型：
精英怪，等级9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恶魔血统，缠绕大地，吞噬精华，束缚藤蔓。描述：掌握木元素天赋的地之精灵，受恶魔血统影响后成为地龙类怪物。类似这种木元素地龙的，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元素魔物，比如火元素地龙、雷元素地龙等等。这些元素类型各不相同的元素魔物大军，一下子成千上万的出现，全都扑向前线。魔界又换了入侵魔物的类型了，快点广播痊愈！元素师先退下，用他们相克的元素去攻击他们，物理伤害的职业可以回来了，现在能打输出了。暗影君主大佬已经动身了，还调遣个屁啊！直接跟上啊！都别瞎逼逼了，这边所有人都跟我来，跟着大神后面输出。此时，由于秦风在这战场上的巨大威望，导致这次的魔窟战役里出现了极其神奇的一幕，那就是这群原本经验丰富、对魔窟战役非常熟悉的中间战力们，他们向来在面对任何魔窟都是按照标准的战略安排来应对的，但如今却因为秦风的巨大威望，直接将一切什么标准的战略安排全都给抛到脑后了。所有人就这么单纯的跟着秦风往前无脑冲锋。注意分辨，黑雾巨兽是我的技能，不用攻击。秦风对着身后说道，同时亮出手中的魔戒卡牌。既然物品技能现在得到了解放，这还不得使劲的用。魔戒卡牌特殊魔物系列黑雾巨兽。一瞬间，秦风手上的这张卡牌瞬间化作了浓郁的黑雾，冲向四周。与此同时，黑雾之中迅速有无限的赤红眼睛不断睁开，模样极其恐怖。然而这次不同，这些隐藏在黑雾里的巨兽并不在玩家的对立面，而是在玩家的身后提供强悍的火力支援。死亡射线瞬间从秦风身后3、4道同时放射出去，横扫地面。这极高的温度瞬间融化地皮，直接朝着远处的元素生物们攻击过去。此时秦风也冲在最前方，雷暴瞬间从他手上落下，一个惊雷直接劈落，震慑四方。50万04千雷属性伤害，50万04千雷属性伤害，50万04千雷属性伤害。电流瞬间在秦风身边形成了一个无法靠近的领域，死伤无数。即使偶尔有一些漏网之鱼，也很快就会被秦风身后的那一大群职业者们给补刀完成。这魔窟战场上原本是一味的防守和挨打，死死守住战线。然而现在被秦风这么来一波，不按套路出牌，直接都快把战线的其中一端推到魔界裂缝的家门口了。所有已经冲出去的大量元素魔物不得不紧急回头，全都支援向这个方向。场上的职业者们全都士气大振，一个个都放开了怀抱，发挥100%的战力，疯狂输出。秦风身后的黑雾巨兽更是杀疯了，在黑雾里不断斩杀着同是魔界的同类。第101章，震惊的一众职业者。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秦风不仅拥有如此强大的输出能力，而且还能驱使魔界自己的力量来对抗他自己。职业者里有一些有眼光的人，也很快意识到秦风所使用的是魔界卡牌的技能。魔界卡牌散落在神域世界和魔界对抗的每个战场里，稀有度非常高，而且毫无痕迹，非常难以获得。即使是破100级的强者，也未必每个人手上都有这种魔界卡牌。没想到暗影君主这么早就已经拿到了一张在手，早就应该这么打了。之前我们到底是在浪费什么时间啊？你倒是说的容易，没有暗影君主大佬，我们怎么可能推得到这个地方啊？有一说一，暗影君主大佬这战术还真不是莽夫。我们打到这里，所有魔物军团都不得不回防，其实其他战线是没有压力的。暗影君主大佬为什么连黑雾巨兽都能召唤？这特么的太强了吧！土包子，那叫魔界卡牌，高级拍卖场叫价上10几亿的道具，而且有价无市。此时玩家群体中爆发出一阵对秦风的无比崇拜。秦风的实力可以说完全折服了这群中间职业者，让他们都对秦风心服口服了。而与此同时，秦风的身边自然是雷暴密集的落下，加上黑雾巨兽的不断扫射，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元素魔物就已经被他们这部分联军消灭了一大半，让战场出现了巨大的真空。由于秦风如今拥有150%的物品冷却，黑雾巨兽几乎是无间断的疯狂释放。4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4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4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大量火元素地龙同时夹击秦风，以高温的龙炎攻击他。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天罚雷击的自动反击。数道黑雾巨兽的死亡射线同时转过头来扫射，将他们瞬间焚烧殆尽。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火元素地龙，紫荆棘，特此奖励天道宝箱。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火元素地龙，紫荆棘，特此奖励天道宝箱。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火元素地龙，紫荆棘，
特此奖励天道宝箱。秦风击杀提示不断在区域上空来回扫荡，除了秦风之外，不时还会有其他中间战力的击杀也夹杂在其中。此时数道光芒降临战场，是从镇魔司、光明教廷和战争圣殿里派来的增援，全都是90级以上的高手。这些高手收到阵营指示，说天空之城的魔窟陷入防守苦战，命令他们尽快前去打出突破口。然而等他们全都顺着传送枢纽来到此地的时候，看到的却只有一面倒的战况。所有玩家简直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全都疯狂地朝着其中一段战线里冲锋。而这条战线的战果也是惊人的，竟然真就一口气被推到了接近魔界裂缝附近。最为诡异的是，整个魔窟入侵也被这条战线给牵着鼻子走。由于战线推得太深了，以至于其他方向的魔物也不得不防御回来，导致所有进攻的力量实际上都转移到那边去了。而在那条战线上，有一个玩家周身被无穷的雷霆包围，并且身边还有黑雾巨兽不断辅佐攻击，正大批大批的在横扫着战场上的魔物。所有新到来这个战场的高手们全都惊呆了，这特么的叫什么防守苦战啊？阵营不会是耍我们的吧？这魔窟怎么看都不像是需要增援的样子。可是1个小时前，我确实看到天空之城的1号魔窟不断有大量玩家下线，正陷入劣势才对啊。那个人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华夏超级新人暗影君主吧？你管那叫新人？他的那输出能力恐怕在座有的人都打不出来吧。输出什么的都是小事，重点是人家都已经有魔界卡牌了，惊不惊喜？这些高手一看到秦风这个架势，已经全都惊讶的无话可说了。他们都是在努力准备冲击100级的玩家，也算是有点眼力见的高手了。他们自然能从秦风身上看到更多的优势和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们原本的目标是援助天空之城1号魔窟，但现在看到这样的情况后，立即全都改变主意，全部变成了镇守暗影君主。只要守得住这个新人，这场战役估计不用很久就能结束了。此时秦风身边自发的开始不断出现护道者，为他形成一个360度的包围圈，让他没有任何受到袭击的可能。秦风自己倒没有怎么察觉得到这件事，只是单纯从自己背后召唤出无数圣光之剑，这些圣光之剑全都化作跟随着他的意念，瞬间朝着远方一一飞出。每2-3支圣光之剑就能彻底贯穿一头元素魔物。214000光属性伤害，214000光属性伤害，214000光属性伤害。其余元素魔物也不是无脑的战狂，一看到这些锋利的剑矢如此恐怖，一个个都怕了秦风的圣光之剑。他们开始大批大批的互相聚集起来，行动的轨迹开始出现变化。原本这大量的元素魔物，要么是朝着人族职业者的战线冲击，要么就是改变路线朝秦风这里攻击过来。但现在他们却突然出现了第3种古怪的行为，那就是突然大面积的围成圈，互相聚拢起来。这战场上少说也有上万头元素魔物，此时突然聚成了3堆庞大无比的兽群，不断互相拱向中心，停止不再攻击职业者们了。元素生物要开始融合了，大家快点集火！那些90级以上的高手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职业者了，都很清楚这些元素生物在耍什么花样。元素生物本身就是纯粹的元素产物，在面临无法胜利的战斗时，他们天然就具有抱团合体的本能。只要是元素相同的元素魔物，就能通过互相的强行融合、凝聚，重塑成一头集中大量同元素力量的巨大魔物。第102章，目瞪口呆的90级高手。由于这种由大量元素魔物凝聚起来的巨大魔物非常难对付，所以通常在他们凝聚的阶段就要全力攻击，尽可能的阻止他们。哪怕最后没有能阻止他们聚合成功，至少也在过程中打掉尽量多的数量，让他们的聚合不至于产生这么大的威力。然而此时秦风听到这个说法，顿时就又兴奋起来了。还有这种好事？秦风看着这些海量聚集起来的元素生物，顿时有了想让他们聚集起来的想法。毕竟眼前这些普通的元素生物，不管是奖励还是品质，都远远无法满足秦风的胃口。至于秦风周遭的这些职业者们，更是马上就已经领略到了秦风的想法。暗影君主这个眼神我可见过，这分明是他要挑战高难度了。我特么竟然秒懂了，暗影君主大神可不是第一次做这种离谱的事情了。都让开了，别打了，大佬要养怪，谁还搁那疯狂输出呢？赶紧都告诉上面那些90级的高手，叫他们全都停手。懂不懂咱们这个魔窟战役的规矩啊？就是啊，他们这些出来报道的懂个屁啊！此时战场上一些已经不止一次跟秦风战斗过的职业者们，已经纷纷明白了秦风的想法。毕竟这家伙不管是在月之主城的魔窟，还是天空之城的魔窟里，都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只要出现能挑战高难度 BOSS 的可能性，暗影君主就会想尽办法做到。此时一脸震惊的反而是这些远道而来的90级高手们，他们此行过来可是支援的，可没想到反而遭到了本地职业者们的集体嫌弃和反对，竟然要他们停手，这还成什么世界了？他们这些90级高手放在这些70级的 A 级主城里，
不管到哪可都是非常受尊敬的存在。因为 A 级主城如果出现魔窟的话，他们这些90级的高手和破百级的强者都会是一大战力，非常重要。但唯独在这个天空之城的魔窟战场上，他们竟然遭到了嫌弃。这几个90级的高手全都晕了，根本搞不清楚这个战场上的规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战法完全不按照镇魔司的标准战略来？为什么完全是莽夫冲锋？为什么在魔物明显开始聚集强大战力的时候不出手？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完全不按照章法来，但却能打出这么好的效果？到底谁能解释解释啊？这群90级以上的高手都有些被搞得晕头转向了，只好被周遭的同伴压力劝退，纷纷停手输出。此时，这大批的元素生物聚集已经开始有效果，3坨巨大的元素魔物开始从他们之中崛起，不断变大。这些元素生物开始自我融化、解体，化作同类型的纯元素，然后全部融合，再造成一个巨大的独立个体。这种怪异的玩法，就算是魔界的恶魔军团也做不到。魔界更擅长的是异变，只有元素生物才能做到将大量同类融合，合体成一个。此时，这3堆不同的元素火、木、水都已经分别生成了3个巨大的身影出现。这身影从纯元素里崛起，身上竟然还以各自的元素打造了盔甲和武器，体型将近有一座火山般巨大。秦风朝其中之一望去，面板数据也自然地出现在他眼前。火之元素领主，赤金级，等级90级，类型 BOSS， 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熔浆之地，恶魔血统，火山弹，冲击之炎。描述：元素生物一族独有的融合再造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数量累积成强大的个体。这头火之元素领主发出震天怒吼，威力惊人。而和他几乎一样个头、一样外表的另外2个水之元素领主、木之元素领主，面板情况也大致上是一样的。由于等级之间的差距过大，他们的数据都是不显示出来的。但这对秦风倒是没什么差别，反正他自信自己的输出能力是完全足够覆盖这个魔窟战场的。此时，这火之元素领主直接拍击地面，引发身上的无数火山弹冲击下来。水之元素领主震动身上的洪水，直接卷袭成海啸。木之元素领主更是撼动大地，将长达1000米的藤蔓直接从地底下抽出，朝着职业者们同时夹击过来。秦风的手中瞬间扩大一个光圈，直接将大量玩家全部包裹在其中。圣光领域 LV1， 强大的守护技能同时发动，将他们所有人都囊括其中。这些什么火山弹、海啸、藤蔓，不管从外面多么气势汹汹的攻击过来，一旦碰到圣光领域就全部无效化了。圣光领域的生命值是基于秦风的最大生命值数倍，因此根本没这么容易被打破。这被保护在圣光领域之中的各路职业者，包括那些90级以上从各地抽调过来的高手们，全都惊呆了。这暗影君主竟然还有如此高阶的保护技能！这技能的效果和几年前我有幸见到过的一个镇国级牧师的技能好像。开什么国际玩笑，可这暗影君主现在才60级啊，这太夸张了。一个2转牧师能掌握镇国级的技能，那谁还玩法师啊？别激动，人家那可是10年一遇的超级天才，有独特的隐藏职业路线也是很正常的。这些90级的高手们因为见过世面，眼界开阔了，所以从他们的眼中能更多的看出来秦风的可怕之处。他手上的那些技能、道具、效果全都远远超出他自己的等级，甚至是在场大部分人的等级。此时秦风庇护了职业者们之后，这才瞬间冲了上去。他身后的黑雾巨兽特效跟随着他快速移动，属于秦风所有的特殊死亡之物随着他蔓延，死亡射线从中继续发出。2道射线瞬间波及其中2个元素领主，将他们灼烧的哇哇叫。竟然还能驱使黑雾巨兽，难道是先前俘获了魔界之力的那个人类？这几头元素领主一看到秦风手上的魔界卡牌，顿时都互相低吼道。第103章，元素领主们光速溃败。先前月之主城的那次魔窟入侵，在魔界可是留下了不少耻辱的名声。在此之前，魔界很少会有像那次一样这么失败的入侵，而且还被一个人类的职业者出尽风头。这几个元素领主顿时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类的不同寻常之处，其中一个开始慢慢后退。他这不是要避战，而是3个元素领主里得至少有1个人去通报主将了。此时水之元素领主当机立断，已经瞬间坍塌自己的身体，化作一股惊人的海流，直接融化，疯狂退回到魔界裂缝的方向。魔界的 BOSS 也会避战逃走的吗？秦风没有这部分的经验，还以为这家伙要逃走，马上就动身想要追上去。然而火之元素领主和木之元素领主已经瞬间同时出手，火山弹直接封路，加上无数藤蔓攻击从秦风脚下触发，98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56000雷属性伤害，98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56000雷属性伤害，9800伤害，
触发天罚反击，156000雷属性伤害。秦风身上的天罚反击被直接触发，天雷直接连续劈落，但水之元素领主已经趁着这个空隙逃了回去。这 BOSS 怎么逃走了呀？好家伙，暗影君主大佬连 BOSS 都吓退了。我也是第一次见魔界出来的 BOSS 突然往回跑，这是什么战术吗？等等，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这家伙跑回去，该不会是叫人了吧？不能吧，每个魔界入侵都有主将在的，要是他逃走，不怕死吗？这 BOSS 的反常行为引起了职业者们的注意，但即使是那些9世纪的高手们也不太明白这种行为，因为在一般的战场上，占优势的通常都是魔族，而人类都是被动防守的一方，所以他们也很少碰到这种魔族被人类玩家逼得走投无路，开始出诡异操作的情况。但眼前的战况也不容得他们在这细细分析。火之元素领主和木之元素领主同时抖擞身躯，不断有火元素和木元素的怪物落下，开始反过来围剿他们。算了，那个先不管了。秦风也无暇去追那个离开的水之元素领主了，只好先把精神放在眼前这两个大家伙身上。他直接引发雷暴，以雷霆之势直接无限轰击地面，连续不断的雷属性伤害开始洗地，配合上黑雾里的死亡射线，恐怖的伤害之下，这火之元素领主和木之元素领主开始血量飞降，根本扛不住秦风的伤害。秦风在背后召唤出最强的单体连发技圣光之剑，50支圣光之剑随着他的指挥全部都飞向远处的元素领主，渐渐穿心。203400光属性伤害，203400光属性伤害，203400光属性伤害。每一支圣光之剑都能打出20多万伤害，10支穿心就是200多万。而秦风每次使用圣光之剑都能一口气召唤出50支圣光之剑，这单体伤害量简直等同于拿着一支加特林突然空降到原始人的战场里，妥妥的降维打击啊！被这圣光之剑的连续贯穿，火之元素领主根本毫无反抗之力，已经瞬间暴毙了。而剩下的圣光之剑甚至还没用完，于是也全都折返，冲向木之元素领主。这数百万的伤害就这么被分摊到这两头元素领主身上，瞬间将他们两个全部击毙。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火之元素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成功击杀木之元素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两道区域提示传来，秦风这边的战况再次出现一面倒的情况。秦风快速向前，同时将这两头 BOSS 的掉落也拾取起来。这两头元素领主的品质可不低，除了天道宝箱之外，理应还有不错的掉落。提示：你已获得木之元素精华，赤金级 X10。提示：你已获得火之元素精华，赤金级 X10。提示：你已获得10W 金币。无数的高阶元素精华全都汇聚到秦风手上，如同烟雾一般轻盈。秦风看着手上的这些漂浮的元素之力，眼前顿时出现了介绍：木之元素精华，赤金级。类型：一次性道具。功能：蕴含元素一族的核心精华，服用后根据不同的元素类型会得到不同的加成。这元素精华是属于元素一族特有的死亡残留，通过吸收它们就可以获得元素一族生前的部分力量。当然了，根据不同的元素类型，具体会获得的力量也是各不相同的。秦风没想太多，当即就捏碎了他手中的木之元素精华，吸收到体内。提示：您的生命之力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你65000最大生命值，持续永久。一道提示传来，秦风的生命之力 buff 竟然获得了不小的提升。看来这木元素的精华加成是生命值方向的力量啊。不过这也不奇怪，在元素魔法里，木元素象征的就是生命魔法，所以他们的元素加成是生命值也不奇怪。不过从这波 buff 增强可以看得出来，这木之元素精华所提供的生命值加成可一点不小。秦风仅仅只是吞噬了一个，生命之力 buff 就已经叠加到了65000点这么高。想到这里，秦风当即将剩余的9个也全部吞噬。随着这9道木之元素精华全部都涌入体内，秦风瞬间感受到一股生命之力在体内迅速绽放。提示：您的生命之力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你7万最大生命值，持续永久。提示：您的生命之力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你11W 最大生命值，持续永久。所有木之元素精华全部吞噬完毕，秦风的生命之力 buff 也一口气提升到了加成11W 生命值的程度。秦风此时的最大生命值直接被拉高了好几个位阶，这波加成简直爽翻了。秦风兴奋之余，赶紧又把目光看向另一个火之元素精华，捏碎吸收。随着这赤红色的元素精华汇入，全新的力量也随之冲击而来。第104章元素抗性获得提升。
提示：您的攻击力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你2300点攻击力。一道提示传来，这火之元素精华提升的部分是物理攻击力方面，这和木之元素精华相比就有点不足了。毕竟对于秦风的职业来说，物理攻击力显然不是什么特别需要的属性。按照这么推论的话，秦风也已经可以大致上推断出每种元素会提供的加成了。风元素提供的应该就是速度或敏捷，而水元素提供的则是智力。照这么分析，秦风刚刚没有追击的水元素领主反而是他最想要的属性。想到这里，秦风多少有点感到失望了。不过眼前的火之元素精华倒也不是完全没用，理由很简单，物理攻击力虽然在神域世界里没用，但在现实世界里就很有用处。因为秦风在现实世界里的隐藏身份可不就是战士职业者吗？为了避免有伪装者追踪到他的信息，此时秦风在现实世界里是一直以战士职业者的身份示人。也就是说，一旦在现实世界碰到什么遭遇战，他是不能露馅使出其他法术的，只能以普攻战斗。因此这些加成上去的攻击力在那个时候就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这火之元素精华所加成的部分并不是用于他在神域世界的战斗，而是会用于他在现实世界的战斗，等于是另类的加成了。于是秦风也不想太多了，也全部一并吸收到体内。随着火元素的不断吸收，他的耳边也传来了连续的系统提示。提示：您的攻击力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你2800点攻击力。提示：您的攻击力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永久提升你3500点攻击力。一连串的叠加之下，此时攻击力提升的 buff 已经叠到了3500点之高。这加成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不少赤金级武器能提供的范围了，可以说绝对不低。秦风在吸收完这两种元素的加成之后，也顺便将手头上的天道宝箱都给开了开。在连续击杀了元素领主、元素地龙之后，他的手上也聚集了不少紫金级、赤金级的天道宝箱。此时一口气全部打开，不少奖励已经同时出现在秦风面前。提示：您已获得随机职业技能宝箱赤金级。提示：您已获得元素抵抗护手赤金级。提示：您已获得火元素结晶紫金级 X20。提示：您已获得木元素结晶紫金级 X20。一连串的奖励同时涌现在秦风手上，其中有他最熟悉的元素结晶。这些元素结晶都是用来强化玩家对应的元素抗性，先前秦风已经吞噬过火元素的结晶了，所以很清楚。他将这部分的元素结晶全部捏碎吸收到体内。提示：您的火元素抗性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额外提升你35000点火属性抗性，持续永久。提示：您已触发天赋加成，获得木元素抗性 buff， 效果：额外提升你100点木元素抗性，持续永久。提示：您的木元素抗性 buff 已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额外提升你1000点火属性抗性，持续永久。一连串的加成之下，秦风的火元素抗性提高到了35000点，而木元素抗性也叠加到了9000点。所有这些对应的元素伤害，此时都对秦风获得了极大的伤害抵消。低于3万点的火属性伤害，甚至都无法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害。吸收完毕这些加成，秦风这才看向手上的其余奖励：随机职业技能宝箱赤金级，类型一次性道具，功能随机获得任意一种基础职业的技能，技能品质固定为赤金级。这随机技能宝箱倒是个好东西，能保证获得一个赤金级品质的技能。只不过它的不稳定之处在于，这宝箱是随机职业抽取，不是固定职业抽取，因此理论上它会在法师、战士、刺客、射手等这几个基础的职业里随机抽取一个，再获得其中的技能。但这对于秦风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因为秦风此时的幸运值已经非常之高，足以影响一切号称随机的开启道具。在他这么高的幸运值之下，这随机职业宝箱几乎必定会偏向他所属的牧师职业，这点秦风非常有自信。他立即点开了这些宝箱，瞬间就开启了其中的宝箱奖励。提示：你已获得牧师技能光之权杖 LV1， 效果：丢下一根光之权杖到地面，祝福500码内的所有有方单位在10秒内持续恢复 100%， 加生命值。光之权杖本身拥有 10W 点生命值，在被摧毁之前会持续嘲讽范围内的敌人。一个赤金级的高阶牧师技能顿时收入到秦风的囊中。这技能的效果果然不愧是赤金级的高阶技能。这光之权杖属于范围加成技能，效果是召唤一个能影响500码范围的权杖，在范围内的友军能持续恢复 100% 的生命值，并且这权杖本身还能嘲讽敌人，充当肉盾。这技能的回血效果是基于百分比，而不是纯数值回血。光是这点就决定了这个技能比秦风的其他回血手段都要高级。因为纯数值的回血技能，不论数值有多高，到了后期总会有跟不上的时候。
前期一个技能回几万血已经算非常高了，但到了后期，那些召唤物、高级 NPC、高级强者，动辄都超过100万血，根本跟不上。但如果是百分比回血的话，则不然，不管数据膨胀都什么程度，百分比回血都能跟上。以秦风现在身上拥有的各种增强回血效果的 buff， 这光之权杖实际能造成的回血效果，估计应该能到 210% 左右，也就是回满每个人自身的2倍血量。光是这个回血能力，这技能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更不用说光之权杖还附带了一个范围嘲讽的功能，直接丢到前线能回血不说，还能同时转移前线的魔物攻击目标。第105章，全新的强力牧师技能。也就是说，这光之权杖还能在战场上迅速转移敌人的仇恨，给玩家一个喘气的机会，简直就是一个急救场、回血、领域增强于一身的上佳技能。秦风没想到自己这一波的运气还真是不错，顿时将这个技能收入囊中。但秦风不知道的是，这个技能的珍贵程度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高。一个正常的牧师玩家如果要获取这个技能，至少要到3转之后的觉醒，然后用大量的功勋值才能从自己的高阶职业导师手上换取到这个技能。因此在目前的神域世界里，即使是超过100级的高等牧师殿堂，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这个技能。此时秦风将这光之权杖技能放置到自己的快捷技能栏上，同时看向最后一个天道宝箱开出来的奖励：元素抵抗护手赤金级，类型护手，佩戴等级60级，基础属性加500护甲加500魔抗，正 15% 元素伤害。额外效果：1额外提升1000点火属性抗性，2额外提升1000点水属性抗性，3额外提升1000点风属性抗性，4额外提升1000点木属性抗性。描述：同时凝聚了4项属性的反抗之手，据说是古代反抗元素生物的战士留下的。这元素抵抗护手倒是挺有趣的，没什么特别的加成或者特效，而是直接赋予玩家4种不同的元素抗性。神域世界里有很多元素抗性的加成，但这样的集4种元素抗性于一身的装备还真是不多。秦风目前也正缺护手装备，于是也就顺势带上，当做过渡的装备用。提示：您的火属性抗性提升至3600点。提示：您的木属性抗性提升至10000点。提示：您的水属性抗性提升至1000点。提示：你的风属性抗性提升至1000点。一连串的提示从他的界面上出现，属性全部加成完毕。这2轮以来的奖励以及天道宝箱的好处都非常不错，让秦风又吃了一大波加成。此时秦风这才抖擞起来，继续前往扩大战线的推进。而他周遭的那些90级高手们也一个个全都丢了魂似的，有点在梦游的感觉。他们前后支援过这么多不同的魔窟战场，从来都是他们前来主导战场的走向，唯独这次来到天空之城的战场，竟然反而被这里的玩家引导，而且还打出了惊人的效果。这种完全不符合常理却又不断的能实现的事情，实在是让他们开始有点怀疑人生。这暗影君主到底是什么怪物啊？真能原地等3个元素领主孵化，而且还真的就打过了。人家那叫一面倒的胜利，打死2个，吓走1个。我在魔窟支援了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职业者，直接原地等领主孵化，还能1打3瞬间解决2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不管是伤害还是技能，也全都脱离常理。这就是天才的世界吗？果然人和人之间真的不能相提并论啊，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这些90级的高手们也全都被秦风这种神级表现给折服了。毕竟不管他们再怎么觉得诡异，眼前的事实也已经足够说服他们。就在他们都以秦风为战场核心，开始朝着战线的中心移动的同时，从魔族的死亡之物中开始逐渐出现一门门闪烁着鬼火的巨大的移动炮台。这些炮台仿佛迈着缓慢的步伐，地面传来咚咚咚的声响，竟然从黑雾里慢慢朝着人族战线这里走来。一众职业者仔细一看，从黑雾里出现的这些炮台实际上是一头头体型巨大的地狱龙龟。这些地狱龙龟是魔界饲养的众多原生魔物之一，具有庞大无比的身躯以及强悍的负重能力。它们的背上是防御力惊人的尖刺铠甲，并且它们本身作为魔物，也具有天然强韧的生命力和防御力。而魔族们则是利用了它们这种特性，在它们的背后建造了以鬼火为动力的魔界大炮，每一发都能轰击出恐怖的鬼火大炮。这种鬼火大炮是以亡灵之力高度浓缩而成，具有极强的杀伤能力，一旦和活物接触就会爆炸，同时点燃地狱之火，非常恐怖。只有地狱龙龟才能承受这种大炮的恐怖后坐力。很快，这数十头地狱龙龟已经一字排开，全部从黑雾里出现。随着和人族的战线还有上千码的距离，但这些龙龟身上的鬼火大炮已经开始全部发射，朝着人族职业者们疯狂轰炸过来。从远处连番闪烁的火光，无数的鬼火大炮开始砸落到他们这边，形成恐怖的火力覆盖。小心，是地狱龙龟！
千万别硬接这些炮击，鬼火会爆炸形成地狱之火的，全部人走位躲闪，小心被命中。等级不够高的，全部先往后退让，这些炮击能秒人的。怎么会突然就出现这么高阶的魔族机械？此时，大量有眼力的9世纪高手已经当即喊道，同时四散躲开。别看魔族好像很落后，实际上他们的机械能力甚至是超越神域世界里的人族的。魔族侵略了无数个位面，每到一个位面都会腐化其中最强的种族，同化并且获得他们的知识和力量。在腐化了地精一族和矮人一族之后，魔族早已掌握了基于他们的邪能而开发出来的一系列魔族机械，威力甚至要比人族的机械更为强悍。像先前在月之主城魔窟里运用过的投石机，那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在真正的高级战场上，魔族的那些强大机械才真叫一个战场杀手。此时无数鬼火瞬间以超远距离砸落到人族战线这边，开始陆续爆炸起来。凡是触发到爆炸的区域，全部瞬间都被点燃起地狱之火，开始迅速蔓延。地狱之火能造成高昂的伤害，同时无法被净化和熄灭，是一种很恶心的持续效果。再加上地狱龙龟的射程远超1000码以上，从这么远的距离炮击，人族一时之间根本没得还手，只能挨打。第106章魔界的鬼火机械。一轮鬼火大炮的连发下来，人族无数职业者顿时化作一道道白光，瞬间消散而去。刚刚还在整体推前的战线，瞬间就被这些地狱龙龟给马上又给打了回去。而就在黑雾弥漫的边界之中，几尊拥有着人形、双翼、魔角的高等魔族纷纷出现，都在观察着这场魔窟战役的情况。这些人全都是拥有着魔族皇室血统的贵族，甚至是皇族成员，血统非常高贵和强大。他们之中，即使是实力最弱的人，也至少拥有着传说级的实力。这一轮入侵天空之城的魔窟战役，就是这几个魔界贵族负责统领。鉴于先前纳诺德的失败，魔界这次特意调派了好几个实力相当的贵族一同领导，就是为了避免之前发生过的那种大失败。此时，这几个贵族当中的大哥纳尔看向魔窟入侵的战场上，观察着鬼火大炮的威力如何。地狱龙龟的全面铺开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果，至少确实阻止了人族职业者们的推进。然而，这并没有打出一锤定音的效果，人族的抵抗者们并没有被一口气就打得溃败。很明显，人族之中一定有实力强大的人在这个战场上坐镇。根据伪装者的泄密，今天的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战场最空虚的时候，不会出现什么实力特别强大的高手坐镇。为什么我们还是攻不下？高贵的变身恶魔纳尔有些生气，顿时向左右两旁的兄弟问道。他们这4个人都是出自同一个恶魔血统的贵族成员，4人既可以分头行事，也可以同心协力，领导的能力自然比纳诺德要强多了。原本我们的进攻一直是非常有效的，但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叫暗影君主的人类，连续挡了我们2波进攻。另一个变身恶魔贵族当即答道：“那个暗影君主好像就是先前在纳诺德的战场上出现过的那个职业者。”一名容貌娇美的变身女恶魔也接过话头，轻声细语地说道：“别提那个废物了，简直是侮辱了魔界的名声。这个暗影君主，我们难道没有追踪过他的现世住址吗？伪装者有没有出动？”纳尔强硬地打断他们说话，同时继续问道：“魔界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种莽夫、无脑的丑陋世界。魔界的高等血统里多的是智力超群的狡猾强者，他们和人类一样，也会思考，也会用战术，也知道取巧。每次魔族只要在战场上发现实力强大的人类职业者，就会避其锋芒，不在战场上和他正面硬碰硬，而是命令伪装魔族前去追踪他返回现实世界的魔力。魔族如今在人类世界里可有不少伪装者以及投诚的叛徒职业者，依靠他们的力量，魔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踪任何一个玩家的所在位置的。自从月之主城的进攻战之后，已经进行过2次定位了，但2次都惨败，而且信号也暂时下落不明了。有人很快就回复了纳尔的疑问，看来是个很警惕的人类。既然能对付那诺德，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命令变身恶魔军团出动，还有魔界生物也一并放出吧。纳尔是个沉稳的魔界贵族，明白越是这种时候就越是要冷静，当即安排道：“明白，我这就去安排。”那名女贵族顿时笑道，离开他们这个会议圈。纳尔和那诺德不同，可以说吸取了经验，这次并没有小看秦风。在意识到秦风正在成为他们最大阻力之后，他直接就下令派出了自己血统麾下的军团。此时黑雾开始加剧弥漫到战场上，从这包围过来的黑雾之中开始出现大批移动速度飞快的恶魔军团。不仅如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在空中盘旋的巨型血蝠魔物，地上胡乱冲撞的魔化犀牛魔物。这些魔物都是魔界饲养出来的狂暴巨兽，全都是承受不了恶魔血统而暴走变异的怪物，极其不稳定。放在魔界是一大害处，但放到神域世界却是搞破坏的一把好手。是变身恶魔，大家小心了！肉盾赶紧拉住仇恨。特么的，怎么这么快有变身恶魔了？段位突然拉高了好几倍啊！
别给他们变身的机会，不然就麻烦了。都跟着暗影君主大佬啊，别乱了节奏。玩家们在看到这些变身恶魔军团的时候，顿时都叫苦不迭起来。变身恶魔是这么多种恶魔军团里相当高级的一支，他们的直接领导者是真正的纯种变身恶魔贵族，由他们高贵的恶魔血统影响和腐化出来的。至于现在职业者们看到这些变身恶魔军团，实际上都只是得到了 10% 变身恶魔血统的其他族群。因为变身恶魔的血统太过激烈，一般生物根本承受不了， 10% 已经是极限了。但即使如此，这些混合了 10% 血统的变身恶魔军团依旧成为了让人闻风丧胆的魔界狂战士。变身恶魔拥有一种强大的变身能力，可以进行狂暴巨化。如果让他完成了变身，他们的体格就会变得异常庞大，同时恢复身上所有的伤势，并且全方位获得各种属性上的提升。所以变身恶魔军团和其他军团不同，他们能把一条命当作2条命来用。第一轮变身恶魔可以全力出击，和人族职业者极限换血，然后再开始纷纷变身，全体蜕变。虽然变身恶魔的变身过程可以打断，但奈何数量太多，而且他们是全部同时变身的，所以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全打断，总会有大部分能完成变身。一旦完成变身，前面换的血量就全白亏了，他们会回满状态，并且以更为强大的实力开始第2轮进攻。如此反复下来，这个恶魔军团等于用2条命来打人族职业者的1条命，因此实力才会如此强大。此时这些变身恶魔军团已经带着魔兽们冲到战线之上。秦风一眼望去，变身恶魔精英紫金级，类型普通怪，等级90级，生命值、防御力、技能恶魔血统变身地狱之火死亡掌握。描述：拥有部分变身恶魔血统的军团拥有类似蜕变的变身能力。第107章秦风的治疗领域。不等秦风出手，这些变身恶魔已经朝着人族职业者这边主动扑过来。由于他们身后有地狱龙龟的强大火力覆盖，在对抗人族职业者上拥有着天然的优势。大量的人族职业者不仅要和他们战斗，还要注意躲避头上不时袭来的鬼火大炮。在这种条件下战斗，简直是一面倒的被击杀。与此同时，战场上大量的鬼火大炮都纷纷瞄准向秦风，向他集火过来。大量炮击从天而降，瞬间就将秦风附近的区域全部烧成焦炭，成片成片的轰炸。秦风往前瞬间出手，手上丢出一根发着强光的权杖，光之权杖 LV1。秦风最新掌握的牧师技能光之权杖瞬间落地。这权杖刚落地，瞬间已经散发出一道圣光，笼罩着周遭大量职业者，为他们恢复血量。与此同时，大量变身恶魔的攻击对象全部都遭到嘲讽，转移到这权杖上面。这等于一瞬间给职业者们解决了血量和被进攻的压力，瞬间就得到了喘口气的机会。大佬出手了，终于得救了。这补血技能牛啊，还能嘲讽转移目标。这技能高低也得是个赤金级吧？还说这么多，一会要浪费大佬的一番好意了。赶紧趁他们被嘲讽了集火他们。那些鬼火大炮就往我们这边打，9成9是在瞄准暗影君主大佬了。此时职业者们的血量瞬间就被重新抬了起来，同时开始大规模反击。而秦风手上的雷暴也没有停止，直接一道道疯狂地流下。这大批变身恶魔军团连变身机会都没有，很快就被秦风的伤害所秒杀。523000雷属性伤害，523000雷属性伤害，523000雷属性伤害。雷霆落下的同时，这片区域的战线瞬间就得到了缓解。空中的血符巨兽不断盘旋，也收到命令，全都围攻向秦风一个人。这些血符巨兽拥有强悍的吸血能力，全都俯冲向下攻向秦风。13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13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13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在他们触碰到秦风的瞬间，天罚的反击已经瞬间落下，将他们烧成焦炭。随着秦风的出手，变身恶魔军团的攻势也开始不管用了。虽然中途牺牲的职业者不少，但变身恶魔军团的损失似乎更重。区域通告：变身恶魔军团已加强了进攻，军团领主级魔物已加入战场。此时一道通告出现在上空，变身恶魔军团的领主级魔物也出现了。他们都是从不同位面征召来的，在被恶魔血统同化之前都是一方的强者，所以他们能承受更多的变身恶魔血统，具有更为强大的恶魔之力。此时这些变身恶魔领主们也纷纷出现在战场的左右，身后跟随着更多的地狱龙龟。那些鬼火大炮此时已经成为了战场上最恶心的威胁。秦风手上瞬间召唤出圣光之剑，在他身后环绕成一个不断轮转的光圈。随着他的意志所向，这些圣光之剑全部一一飞出，
直接冲向最远处的地狱龙龟们。要搞这种1000码外的中门对狙，别人可能不行，但秦风可是真有手段啊！此时这些圣光之剑已经一一冲向远方，开始以惊人的效率清除这些地狱龙龟。地狱龙龟的移动速度很慢，基本上不具备躲闪攻击的能力，但它们的射程很远，所以通常没有攻击能在这个射程范围内反击到它们。然而此时的战场上却出现了秦风这个意外。圣光之剑是精准单体狙杀强大神技，范围可以广到1000码之外，正好可以和鬼火大炮对狙。204000光属性伤害，204000光属性伤害，204000光属性伤害。由于距离已经达到极限，鹰眼 buff 的伤害提升直接拉满，每一支圣光之剑都是打了满额伤害，几乎是一头地狱龙龟。地狱龙龟的数量开始减少，大大降低了对职业者们的威胁。此时这些变身恶魔领主们已经来到正面的战场上，秦风反手一个雷暴，直接两手两面作战。周遭的这些人族职业者们都看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玩家是这么打的，竟然同时和1000码之外的敌人就在眼前的恶魔领主同时在两线作战。圣光之剑会自动根据使用者的意志自动攻击，而与此同时，秦风正以不停歇的雷暴和变身恶魔领主抗衡，两边的战斗竟然都能兼顾得上。这对于其他人族职业者来说，甚至都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他们压根就不具备这种射程能覆盖1000码的技能。这什么神仙战斗啊！暗影君主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了，两线作战，而且还各不耽误，就这个脑子就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确实啊，就算抛开技能和伤害不谈，人家能进行这种战斗就已经胜过我们很多了。这倒也不用这么绝对，要是我能有他那个级别的资源，说不定我也可以啊。此时秦风两面兼顾，正战得不可开交，手速和身法是越来越快。这些变身恶魔领主的血量根本扛不住他的雷暴，很快血量就已经见底。此时已经开始有变身恶魔领主后撤，开始引导体内的魔力，开始变身。他们的皮肤开始进行石化，随后封闭数秒。在石化过程中，他们的防御力会提升，但会失去任何反抗能力。如果让他们顺利石化完成，那么他们就会很快破土而出，变身成为狂暴恶魔，状态回满的同时，各方面属性都会提升。他们要变身了，快点趁现在集火！人族职业者里自然有经验丰富的人，立即就开始大声喊道。不少人族职业者们都开始纷纷集火向他们靠近的变身恶魔领主。然而进攻的敌人数量太多，根本无法全部顾得上。很快已经有变身恶魔领主完成了变身，开始一个个的在战场上重生而起。第108章变身恶魔的把戏。这些完成了变身的恶魔领主此时果然一口气回满了状态，并且获得了各项属性的提升。他们的体型也突变得极其臃肿庞大，如同行走在大地上的恶魔一般。秦风随便看向他们其中之一，视线里顿时就出现了他们的数据面板。狂暴恶魔赤金级，类型 BOSS， 等级90级，生命值加 30W， 攻击力加 15W， 防御力加 5W， 技能地狱之火，焚烧烈焰，恶魔血统，增强体型。描述：已经顺利完成变身的恶魔领主拥有过剩的力量和无穷的破坏欲。让秦风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变身恶魔领主在变身之后，竟然连位阶都会随着提升一级。各项数据自然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仍旧是看不见，但却可以直观的看到额外加成了多少。其中血量是暴增30万，攻击力也直接提升了15万，这要是放在一般魔物身上，简直是爆炸式提升了。而此时这些变身之后的狂暴恶魔开始全都朝着秦风一个人集火而来。魔族此时已经调整了战略，开始大面积的朝着秦风一个人集火，目的就是要除掉他这个最棘手的存在。来得正好，宋经验来了，秦风也正有此意，当即迎面也冲了上去。这数据加强过的升级版领主 BOSS 和秦风瞬间短兵相接，雷暴瞬间劈落，这雷光直接震慑所有人，发出恐怖的光亮。虽然很多职业者都想要过去秦风那边帮忙，然而鬼火大炮又开始新一轮的骑射，根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糟糕，没办法支援到暗影君主大佬那边啊，这怎么搞啊？不少职业者都心急如焚，但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被这么多变身完毕的恶魔领主同时围攻，暗影君主能不能扛得住也是个问题。万一他们这个战场上失去了这个大佬，他们的战线要想继续维持可就很难了。准备好牧师或者谁有复活卷轴的，这种时候都别省了，都拿出来。谁能帮忙清出一条道路，让我们赶紧过去暗影君主大佬那边。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大佬啊，至少在破100级强者回来之前，他绝对不能倒下。别废话了，赶紧过来帮忙。其他战线的魔物也全都跑过来了。此时这里聚集的魔物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和先前一样，由于这个区域有秦风存在的关系，其他战线上的魔物又开始大量汇聚到这里支援了。然而雷暴持续不断的仿佛下雨一般落下，
仅仅几分钟之内，秦风那边的战斗竟然已经结束了。就在所有人都很担心他，朝着他那边想办法赶过去的时候，秦风周遭的雷光已经逐渐消失，而在雷光之后仍然还站着的人，就只有秦风自己一个。那些体型臃肿巨大的变身后的狂暴恶魔已经全部倒在了他的脚下。秦风竟然如此轻松就赢了！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狂暴恶魔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狂暴恶魔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狂暴恶魔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一连串的区域通告也在同时间出现，直接宣告秦风的胜利。这可把在场的玩家们全都看傻了眼了。秦风这伤害简直和那些破百级的强者没什么区别了。但问题是，秦风的等级只有那些强者的一半而已。此时战场上无数特效都在各自飞舞着，大量经验、奖励光球都全部汇聚到秦风身上。随着经验的大量灌注，秦风的等级也开始随之提升起来。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至61级。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至65级。您的核心属性已经获得职业路线提升，力量、敏捷、智力、体质提升250点。一连串提示出现在秦风耳边，他的等级经过这一轮刷怪已经再次提升到65级。此时他距离3次转职的70级已经只剩下半步之遥，估计在这次魔窟入侵结束之前，他到达70级触发3次转职几乎是必然的事情。而此时在场的不少职业者，包括已经90级正在冲击破百级的那一批强者们，都暗暗地对秦风改观。先前他们只是有所听闻这个人族天才玩家，但并没有实际亲眼见过。如今他们在战场上亲身经历过秦风的领导，这才终于体会到秦风那不同寻常的强大之处，简直是让他们大开眼界。暗影君主是本届的新人，到这才几天吧，这就已经65级了。没有意外的话，他估计会打破转职速度的记录，我估计7天内就能完成3转了。7天？你也太看不起人家暗影君主大神了吧？我看5天就够了。可这么张扬不是什么好事啊！天赋越高越容易引起魔界的注意，越是会成为魔界的眼中钉啊！说的也是啊，这几年也不是没有出现过人族的超级天才，但陨落的都很快啊。此时由于他们都对秦风的实力非常认可，反而一个个的脸色都开始变得忧心忡忡，因为越是有经验的高手，越是明白锋芒毕露的坏处。这几年来人族对抗魔界的环境正在迅速恶化，不少有天赋的新人都纷纷遭到不明击杀，而且地点都在现实世界。他们看到暗影君主这么一个天赋超群的新人，自然会担心他会步后尘。然而此时的秦风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想，在解决了几乎大部分变身恶魔领主之后，这一轮的进攻压力已经被他打散了一大部分。他迅速看向战场上，虽然战况依旧很激烈，但对人族职业者们已经没有这么大威胁了。除开远处的鬼火大炮之外，战场本身已经只剩下一些虾兵蟹将，完全足够应付。第109章手搓泉水的秦风。反倒是经过这一轮激战下来，不少职业者的状态都很差，而且由于魔界的进攻非常狡猾，首要的攻击目标都是牧师、法师，导致他们现在更是紧缺奶妈和增益法师。光之权杖 LV1， 秦风手上引导高阶牧师魔法，直接往地上连续丢了一排的光之权杖。由于有满额的冷却缩减，这种一般的技能秦风几乎可以无冷却的释放。这一排光之权杖扑上来，至少创造了一个覆盖2000码范围的超级泉水。身在其中的所有玩家都开始疯狂回血，在数秒内全部回满。这一手无冷却群体回血又是一波让玩家们惊讶的操作，这哪怕是职业奶妈也做不到拉起一条2000码的回血领域吧？这哪里还是牧师职业，这简直就是手搓泉水。但在亲眼见识过秦风的实力之后，这点回血能力倒是没那么稀奇了。在人族职业者战线喘口气的同时，秦风也抓住这个短暂的机会，打开背包整理了一下刚刚获取的那些宝箱。这一轮由于魔界派遣的敌人数量特别多，导致这次他手上积累的天道宝箱也特别多。此时他手上拥有30个紫金级宝箱，20个天道宝箱，总共竟然累积了有50个。秦风开箱都已经开习惯了，直接熟练的一口气先把紫金级宝箱全部打开。提示：您已获得恶魔刀锋紫金级 X20。提示：您已获得天堂药剂图纸紫金级。提示：您已获得地狱药剂图纸紫金级。提示：您已获得复活药剂图纸紫金级。这一轮的天道宝箱，秦风竟然从中开出了好几张稀有的药剂图纸。以秦风此时这么高额的幸运值，他在开启任何随机奖励的时候，系统都会极大的偏向对他有用的物品和奖励。也就是说，凡是秦风开出来的东西，都必定是对他有用的，不会出现无用之物。
这一波开出的图纸也同样是如此。这些图纸如果是其他人开出来，最多也就是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没什么实际意义。但落在秦风手上那可就不同了，因为秦风此时可是副职业 LV5 的炼金术师，而且身上还有多个不同的炼金增幅 buff。秦风炼制药剂不仅原材料的需求会大幅下降，炼制速度大幅提升，而且还能必定获得药剂增益，简直可以说一个人就能代替一整座药剂工厂。如果拥有这么好的炼金增益，不去制造药剂的话，那可真是白瞎浪费了这么好的炼金天赋了。不过秦风没有着急，而是先取出了手上的恶魔刀锋。恶魔刀锋紫荆棘，功能一次性道具，效果吞噬已获得增幅，提升你200点物理穿透。这恶魔刀锋是比较高级的恶魔族，在死亡之后留下的残留拥有刀锋一般的尖锐之力，如果吞噬的话，能增幅玩家的物理穿透能力。通常来说，这种东西要是落到法师系玩家手上就没什么用了，毕竟法术伤害不吃物理穿透。但对秦风而言却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特效会被叠加到他的穿透之力 buff 上，而穿透之力 buff 提升的物穿和法穿是自动锁定的，任何一个穿透属性得到提升，另一个也会自动获得一样的提升。于是秦风全部捏碎，吸收到体内，获取这力量。果然，在他吸收的同时，提示也已经马上出现。提示：您的穿透之力 buff 已获得叠加提升，当前效果：提升你5700点物理穿透和法术穿透，持续永久。提示：您的穿透之力 buff 已获得叠加提升，当前效果：提升你9500点物理穿透和法术穿透，持续永久。20枚恶魔刀锋全部吸收，直接叠加给了秦风4000点物理穿透。而由于穿透之力 buff 的特性，法术穿透也绑定获得了同样是4000点的提升，直接双穿都达到了9500点。这波提升将近1倍，意味着秦风的攻击可以直接无视对方9000多点防御力。虽然数值还不算特别高，但这个穿透属性往后叠加，其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秦风吸收完这恶魔刀锋的加成之后，这才将目光转到这几张药剂图纸上。天堂药剂图纸紫荆棘，类型一次性道具，功能使用后可掌握天堂药剂制造方法，效果在100秒内持续回复1000生命值，并获得50%生命值的护盾。地狱药剂图纸紫荆棘，类型一次性道具，功能使用后可掌握地狱药剂制造方法，效果在10秒内抵抗死亡，并根据损失生命值获得伤害提升，最多200%。复活药剂图纸紫荆棘，类型一次性道具，功能使用后可掌握复活药剂制造方法，效果使用后获得持续50秒的复活印记，若在此期间死亡，则可以消耗印记在原地复活，恢复50%生命值和法力值。这3张图纸里提到的药剂都是当下最热门、最实用的3种药剂，尤其是在70-100级这个阶段，可以说炙手可热，对玩家的实力提升最有帮助。很多90级以上的职业者要冲击破100级，往往都得靠这3种药剂的帮助。在玩家群体中，这3种药剂甚至有天堂地狱这样的组合称呼。在各国的游戏论坛上，破100级强者的冲击攻略里，这天堂地狱组合是必不可少的。这3种药剂的效果截然不同，可以给玩家分别提供3种不同的增益。天堂药剂给予的是长达100秒内的持续高额回血，而且还有附赠的护盾，吃一瓶基本上就可以抗100秒，非常实用。而地狱药剂则是在快撑不住的时候用的，不仅能多抗10秒不死，而且在这10秒内还能利用增伤打一波爆发。如果地狱药剂用完还不行，则还有复活药剂最后打底，在复活的同时，马上可以使用天堂药剂将自己的血量再次拉起来。也就是说，天堂药剂、地狱药剂、复活药剂这3支药剂的效果恰好可以形成一个闭环，将玩家反复拉起，提高实力。第110章强悍的药剂组合。有了这天堂地狱组合，玩家就能去挑战那些原本超出自己实力的副本。因此，天堂地狱组合在很多玩家口中那可是神药组合。此时秦风一口气就拿到了这3种药剂的图纸，幸运值可以说是发挥了一大波作用。秦风自然是二话不说，将这些药剂全部消耗，对自己解锁。随着这些图纸纷纷化作灰烬，秦风的脑子里也随之获得了副职业的提示。提示：你已掌握天堂药剂紫荆棘制造方法，相关药剂配方已自动放置入副职业系统，请自行前往查看。提示：你已掌握地狱药剂紫荆棘制造方法，相关药剂配方已自动放置入副职业系统，请自行前往查看。提示：你已掌握复活药剂紫荆棘制造方法，相关药剂配方已自动放置入副职业系统，请自行前往查看。这3种药剂的配方已经全部对秦风解锁，出现在他的副职业界面。但炼金术师不能凭空搓药，即使有了配方和材料，至少也需要取消战斗状态，
并且有对应的炼金器械才能做得到。所以秦风也没有急于马上就开始动手制药，而是先把他们留在副职业系统里，等着魔窟的战役彻底结束之后，他自然会好好研究一番他的炼金术师副职业。到时候制作出来，除了给自己叠 buff 之外，最主要是还能卖出去，形成产业链。此时秦风又拿出他剩余的赤金级宝箱，也全都一并开启。赤金级宝箱的光芒更亮眼，一瞬间已经冲出数道光球，全部依附到秦风身上。提示：你已获得雷霆领主皇冠赤金级。提示：你已获得地狱之火符文赤金级 X10。提示：你已获得属性提升之石赤金级。从赤金级天道宝箱里开出来的，自然是更为稀有的奖励。秦风的目光马上落到第一件装备山逆光，雷霆领主皇冠赤金级，类型头盔，佩戴等级60级，基础属性加600护甲，加1000智力，正 15% 雷属性抗性。额外效果： 1. 魔法抗性额外提升500点。 2. 闪电链符文，每秒对周遭敌人自动释放闪电链攻击，造成4000点雷属性伤害，最多跳跃2次。描述：雷霆领主曾经佩戴的皇冠，拥有天然呼唤雷霆护体的神奇力量。这雷霆领主皇冠的属性相当不错，但各项属性加成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这装备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自动攻击的符文被动。这符文被动的特效显然是可以被转化为永久 buff 的。秦风二话不说，直接穿戴上这雷霆领主皇冠。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获得了雷霆领域 buff。 效果：进入战斗状态后，自动对周遭敌人释放闪电链攻击，造成4000点雷属性伤害，最多跳跃2次。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强化，雷霆领域 buff 已增强。当前效果：进入战斗状态后，自动对周遭敌人释放闪电链攻击，造成4W 加雷属性伤害，最多跳跃20次。提示：您的智力提升至13500点。提示：您的护甲提升至10800点。一连串的提示出现，秦风身上整合出了一个全新的自动攻击 buff。这雷霆领域 buff 将会在秦风进入战斗状态后，自动对周围释放闪电链攻击。这闪电链不仅能吃到秦风的智力加成，而且还能跳跃20次。这种自动攻击的 buff 的价值，并不是造成的伤害有多高，而是在于其全自动的性质上。雷霆领域 buff 能自动瞄准、自动施法，而且无需耗蓝，只要周围有敌人，就会永远持续施法下去，这才是它真正强大所在。有了这种自动攻击的 buff 在身上，等于秦风突然多长了2双手，无消耗的持续自动帮他打输出。这自动攻击 buff 一旦伤害叠起来，将会把秦风的输出能力拔高不少，这也正是他牧师职业所缺乏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装备特效已经被转化为他自己拥有的永久 buff， 也就是说，即使秦风日后要更换雷霆领主皇冠，这个特效也不会消失。秦风确认了这个 buff 的效果之后，顿时就把目光继续放到下一个奖励上。地狱之火符文赤金级，类型一次性道具，效果使用后获得地狱之火符文护体，在50秒内将会以地狱之火自动攻击你周遭敌人，造成5000加魔法伤害。这效果显然是另一个自动攻击的符文特效。秦风没有想太多，直接全部使用，吞噬到体内。随着特效响起，他身上也开始融合叠加到自动攻击的雷霆领域 buff 上。秦风的天赋会自动将同类型的 buff 进行整合和叠加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天赋会自动进行筛选和融合。如果新获得的效果没有原本的强，就会只增强数值；如果新获得的效果强于原本的 buff， 则会自动升级。所以秦风完全不需要自己劳心，只管尽情的吞噬和使用即可。至于他身上的自动攻击 buff， 到底是会用闪电链进行攻击，还是地狱之火进行攻击，天赋自动会替他进行选择。提示：您的雷霆领域 buff 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进入战斗状态后，自动对周遭敌人释放闪电链攻击，造成45000加雷属性伤害，最多跳跃20次。提示：您的雷霆领域 buff 获得叠加增强。当前效果：进入战斗状态后，自动对周遭敌人释放闪电链攻击，造成9万加雷属性伤害，最多跳跃20次。将10枚地狱之火符文的伤害全部叠加进去之后，雷霆领域 buff 获得了伤害值的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 buff 本身并没有变化，意味着经过筛选之后，闪电链的跳跃伤害要比地狱之火的伤害更高，因此没有发生更替。秦风对这波提升自然是很满意的，这一轮叠加之后，这个自动攻击 buff 的输出已经能跟得上他的等级了。虽然距离他的雷暴、圣光之剑这些巨额伤害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毕竟是24小时全天候自动施法的攻击 buff， 如果伤害和雷暴一样，那他早就无敌了，直接大步走进魔界都行了。第111章自动攻击 buff 的提升。等日后
如果有遇到更强大的自动攻击特效，时间法则天赋就会自动为他更换攻击 buff。所以这方面秦风自己是不用操心的，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将各种特效和优势整合到自己身上，不断堆叠自身的强大。此时吸收完这一轮自动攻击 buff 之后，他把目光看向最后一个奖励，属性提升之时赤金级。类型一次性道具，效果从14种角色属性中随机抽取4种，获得永久提升。描述偶尔会出现在高级战场上的稀有提升之时，据说是从异空间随机传送到此的。这属性提升之时是在高级魔窟战场上偶尔会爆出来的稀有奖励，一些懂行的玩家往往不会自己拿去使用，而是会放置到交易行里卖给新人。因为这属性提升之时虽然效果看起来很美好，能永久提升4种属性，但由于有随机性，所以有很大几率提升到的属性根本不是玩家自己需要的。所以与其拼这个几率，倒不如拿去出售给新人更好。因为对于刚进入神域世界的那些新人来说，不管是什么属性的提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在镇摩斯、光明教廷这种顶级阵营里，也经常会送几个这种属性提升之时给有潜力的新人，帮助他们快速提升自己的属性。但这随机性对于秦风来说就太不是问题了。在他如此强大的幸运值影响下，开出自己需要的属性提升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第一时间就点击了这块属性提升之时，解放出里面的力量，4股光芒从这石头中涌出，瞬间被吸收到了秦风体内。提示：您的智力属性已提升至15600点。提示：您的体质属性已提升至13400点。提示：您的法术穿透已提升至15000点。提示：您的魔法抗性已提升至10500点。一连串的提示顿时传来，秦风的面板上有4个跟魔法输出相关的属性被全部选中，全部获得了不小的提升。他的智力属性直接飙升到15000，体质、法术穿透和魔抗全部纷纷破万。至此，秦风身上全部属性除了力量和敏捷之外，其余已经基本上全部破万。也就是说，光从基础面板上看，秦风已经没有短板了。这个标准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这可是神域世界里破100级强者的评定标准。在神域世界里可不存在偏科的强者，凡是一个顶级的高手，他就应该在各方面都保持着相对平衡的实力，这样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些破100级、镇国级乃至一尊尊人族神明都是这样的全方位强者。即使是打魔法输出的顶级法师，也绝对不能小瞧他的护甲、速度和血量。即使是打物理输出的近战战神，也不要忽视他手中的魔法伤害和暴击率。在神域世界里，一个90级以上的玩家要想突破自己到达破100级的境界，首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达成全属性破万点。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基础面板，这个玩家才算是摸到了综合实力强者的台阶，可以继续往上探索。而此时秦风凭借着仅仅65级的等级，已经几乎完成了这个条件了。这幸好其他人看不到他的详细面板，否则的话肯定会震惊这里所有的职业者。秦风才进入了神域世界几天，就已经火速到达了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碰不到的境界了。此时秦风整顿完毕所有的加成，与此同时区域通告也已经再次传来。区域通告，所有玩家已发放第9轮战役积分，本轮排名第1为暗影君主华夏大区天空之城1号魔窟 SS 级，第10轮进攻已发起，请所有玩家注意。此时魔窟已经熬到了第10轮进攻了，所有人都能以肉眼看得出来，整个魔窟的大小已经比刚开始的时候小了1倍了。魔界以魔窟入侵神域或是现世都不是说来就能来的，每一次入侵都是要耗损魔界大量资源和魔力，在2个位面之间划开魔界裂缝，才能引发大规模的入侵。但魔界裂缝终究只是暂时性的魔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裂缝的魔力自然会逐渐消失，直到最后闭合。除开最特殊的天启魔窟不谈，一个正常的魔窟大约也就能支持20-30轮的魔界入侵。如果魔族没办法在这20-30轮入侵里完成他们的战略目标，比如攻克主城或者到达现世的话，那么入侵就以失败告终，魔界裂缝也会缝合关闭。所以反过来说，人族职业者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拖，只要每拖延多一波，都是人族的一分优势。此时天空之城的这个魔窟已经被秦风拖到了第10波进攻了，几乎是正常魔窟的1半寿命了。此时整个魔窟包括入侵到这里的死亡之雾都明显萎缩了很多，这也意味着这个1号魔窟已经支持不了太久了。大伙全部打起精神啊！这魔窟快结束了，我们快赢了！都别掉以轻心，魔界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会孤注一掷，加大进攻力度。怕什么？也不看看我们这里是谁在坐镇？可是暗影君主大佬，楼上的，你一个95级的让人家一个65级的新人坐镇，你好不好意思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可是暗影君主，可不能用一般的标准去衡量啊。此时有秦风坐镇，
人族职业者这边的士气是空前的强大，根本不惧接下来的进攻。但有经验的职业者也明白，这种魔窟战役越是到后面，进攻的力度会越危险，因为站在魔族的角度，他们也不会甘心就这么失败。提示：您获得了战场积分 X100%，等级提升10级，1500W 金币。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至70级，您已获得职业路线提升，力量、敏捷、智力、体质提升50点。提示：由于触发等级上限，您多出的经验值已自动存入经验池，请玩家注意。第112章极其苛刻的3转任务。由于轮次奖励的等级发放，秦风的等级也是终于达到了目前的上限，同时也来到了3次转职的门槛。此时关于转职的提示已经随之从他耳边传来。提示：您当前的等级已满足3次职业升华任务的条件，触发3次转职任务 SSS 级。在神域世界里，各职业之间的转职等级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那些天赋强大，很早就从顶级阵营里拿到隐藏职业路线的天才，更是每一个都有自己专属的升华路线。而秦风此时的等级已经来到了竞技法师的第3次职业升华，升级的速度简直是惊人。任何职业路线，不管是普通的还是隐藏的，都是包含3次职业转职，分别解锁3次等级上限。只有完成3转之后，玩家才有机会继续冲击职业觉醒，迈向破百级甚至是镇国级强者之路。当然了，神域世界并不是真正的游戏，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这个终点。在这个世界里，更多的人是早早的就到达了自己的极限，要想突破自己的潜力，继续往上提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镇摩斯还是光明教廷，都这么重视每一届的新人选拔。因为在神域世界里，天赋是最难得的东西，光靠后天几乎不可能弥补，天赋越高的职业者，他的上限就越高。此时秦风点开了自己的3次职业升华任务，查看详情。竞技法师3次转职任务 SSS 级。任务内容：突破传说竞技法师的限制，到达下一境界的位阶，需要提供牧师赖以生存的3大元素：雷霆、圣光、守护。3大元素分别有极其罕见的超凡之物所代表，收集齐全并吸收全部，即可完成第3次职业升华。任务目标：1. 收集代表雷霆元素的超凡之物，获得雷神之眼传说级 X101。2. 收集代表圣光元素的超凡之物，获得光之羽传说级 X505。3. 收集代表守护元素的超凡之物，获得遗物之盾传说级 X101。4. 开荒竞技之地副本90级，并以 SSS 评价通关01。任务奖励：完成所有条件后，提供第3次职业升华，获得全新位阶的强力技能以及被动。这3转任务的难度果然要比2转的时候苛刻不少。之前2转任务虽然麻烦，但好歹药剂能买，副本能刷，虽然也要跨级击杀传说级魔物，但要求不高，只是要击杀1次就够了。但这次的3转任务直接是放开怀抱来了，各种任务的难度简直数倍的提升。高阶玩家之中偶尔会开启神之试炼，其中就有雷神的试炼，而雷神之眼就是从里面获取的稀有道具。但这神之试炼出现的频率不定，就算出现了，具体会抽到哪个神明的试炼也不一定，所以非常讲求运气，并不是光有实力就可以的。如果运气很背，即使其他条件全部符合了，光等这个也得等上1年半载。况且神之试炼本身就不是这么容易过的，这种高级的试炼场是跨大区进行的，里面会有来自各个大区的高手在里面同时历练。由于要离开本大区的安全区域，又是和很多其他大区的职业者互相交织在一起，所以神之试炼也是最近几年最多玩家被伪装者暗杀掉的地方，可以说存在一定的危险。至于代表圣光元素的光之羽，秦风暂时没有听说过，估计还得回到现实世界之后好好查询一番。而遗物之盾的来源比较复杂，并不是从哪里打出来的，而是得在阵营商店里用贡献点数换的。玩家创建的阵营里都会有贡献值商店，阵营麾下的玩家通过各种方法累积贡献值，足够多之后就能在贡献值商店里购买各种稀有道具。由于贡献值很难刷，光靠有财力也不行，所以贡献值商店里的东西非常保值，因为有钱也买不到，必须货真价实的用贡献值去换。而遗物之盾则是贡献值商店里价值最高的那一批东西之一。秦风如果要换到这遗物之盾到手，估计怎么也得回去镇摩斯刷上几个 S 级以上的阵营任务了。比如为阵营护到那些有天赋的新人，护道者任务就能提供可观的贡献值。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帮助阵营去镇压那些指定的魔窟，也能获得不少贡献值。总而言之，遗物之盾这个部分虽然看似是可以兑换来的，但实际上绕了个圈更麻烦，要做的事情更多。而3转任务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开荒90级的竞技之地副本，并且要得到 SSS 级评价。这个目标看似最简单粗暴，但实际上最难。
因为之前已经说过，副本开荒的难度是这个副本原本难度的数倍以上，50级的副本开荒就会碰到70级的魔物，70级的副本开荒就会碰到90级的魔物。现在任务要求秦风去开荒的是90级的副本，意味着他碰到的魔物至少都是100级以上的。要他一个70级的去刷100级的开荒副本，这难度跨越简直夸张。尤其是这么高阶的副本要开荒，里面不用想一定会有大量传说级魔物。这任务要是放在一般职业上，几乎等于是直接绝了这个职业的转职之路了。得亏这竞技牧师的职业确实强大。此时看完所有任务条件之后，秦风这才点点头，将任务界面收了起来。这3转任务的每个要求难度跨越都很大，并不是1-2天之内就能迅速搞定的事情，所以目前他也不急，而是继续先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魔窟战役里。此时一道道传送术的光芒从天而降，数个身影开始陆续降临战场，是那些90级以上的强者，以及更多破100级的强者。他们在强制下线的休息结束之后，也已经第一时间赶回了这个战场，再次支援过来。此时有将近10几个90级以上的高手汇入战线，并且有多达4个破100级强者坐镇，其中既包括上一次的女神月影和罗斯，还有2个来自英伦大区的强者。第113章，对秦风的认可。这些破100级的强者们纷纷到场，目光全都第一时间聚集在秦风身上。他们这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来支援魔窟的，但实际上每个人心里都有同一个小心思，那就是来见识一下这个传说中的华夏大区超级新人暗影君主。此时他们的目光从战线的两端遥遥看向秦风，顿时都为之惊讶，因为此时秦风的等级已经转眼间来到了70级，尤其是月影他们2个的震惊程度是最大的。因为就在前一天，他们还在这个战场上和秦风并肩作战，当时秦风也才30级，如今1天不见，再次相见的时候，这家伙已经到70级了。这升级速度简直就好像有游戏管理员直接开后台给他调了等级一样。即使是月影这种天赋绝伦的强者，升级速度也是有谱的，刚开始虽然很快，但随着等级提升，升级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升级速度自然也就会越来越慢。然而这对暗影君主来说好像完全失效了一样，根本对他没用。这家伙升级的速度永远都是这么快，那就是本届最强的新人暗影君主。他怎么都70级了？这还能叫新人吗？还是算了吧，毕竟人家才刚登陆了不到4天，一转头再见面已经70级了。看来上次我们没猜错，他果然是来刷转职任务的。我听说在我们来之前，他已经平定了2轮魔界入侵，现在已经拖延了一半了。这几个破100级的强者纷纷对秦风给出自己的评价，都震惊于这个人的升级速度之快。而与此同时，魔界的入侵也已经吹响，而且这次的声势明显浩大了不少。从黑雾中出现的地狱龙龟开始增加，鬼火大炮的火力猛烈了不少，直接形成漫天的火力覆盖。破100级的强者们纷纷出手，各自以自己的技能掩护职业者和自己。秦风也直接丢出3根光之权杖，直接往前覆盖了1000码以上的距离。战场上顿时是特效满天飞，有人召唤出庞大的护盾，有人释放了高级战宠在空中不断盘旋，有人的元素爆发直接往前轰炸。而魔界那边伴随着地狱龙龟出现的则是大量的变身恶魔领主，而且这一次这些变身恶魔领主的数量就不再是之前那么零零星星的10几头，而是上百头，甚至是数百头，直接把领主 BOSS 当作小兵一样传送过来。又是这些变身恶魔军团，他们没有新招了吗？不对，那不是普通的变身恶魔，是变身恶魔领主。他们疯了，把恶魔领主当小兵一样丢出来，这数量怎么抗啊？都别慌啊，我们现在多的是大佬坐镇，所有人都跟着距离你最近的破100级强者。跟个屁，我就跟着暗影君主大佬了，其他谁我都不信。人族职业者们和变身恶魔领主直接短兵相接，开始互相厮杀了起来。这些变身恶魔领主的数量突增了10几倍，战力自然比起上一轮要强了不少。谁也没想到魔界会这么狠，竟然在这一轮里直接将恶魔领主当作小兵一样大量放出来。即使人族职业者这边多来了不少高手，战线依旧僵持住了。除了秦风所在的中部战线之外，其他地方瞬间变成绞肉机战场，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此外，变身恶魔领主身后那无数的地狱龙龟也开始纷纷开炮，但他们集火的区域却几乎全都是秦风这边。秦风此时瞬间冲入恶魔领主身边，进入战斗状态。一瞬间，他身上已经被雷霆之力覆盖，全新获取的雷霆领域 buff 开始生效了。他自己本人还没开始动手，身上已经飞快地冲出一道道闪电链，自动朝着周遭的敌人攻击。104000雷属性伤害，104000雷属性伤害，104000雷属性伤害，每秒钟至少能打出10万点伤害的自动攻击，而且无需瞄准，无需消耗，永久生效。这样的自动攻击 buff 上哪找？这闪电链一旦命中，
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疯狂跳跃。以秦风为中心，一道闪电链的伤害至少也要跳过10到20次，最多能蔓延到他周围3000码以内的范围。秦风的输出能覆盖的区域瞬间扩大了10倍。很多远处正在激战的玩家打着打着就发现有闪电链从很远的地方跳跃过来，瞬间帮他们打了一大波伤害。卧槽！谁的闪电链从这么远的地方跳过来了？我也看到了，可我在战场的边缘啊，有这么厉害吗？是暗影君主大佬的闪电链，我亲眼看到的，而且他甚至没有主动施法。是卷轴技能，还是持续时间的自动施法神技？别猜了，人家大佬身上可能全是神装呢，我们怎么可能猜得出来？我关注的地方就只有一个，为什么大佬的闪电链可以跳这么远啊？此时战场上的人不少都懵了，以秦风为中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正有无数的闪电链从他身边疯狂传递出去，仿佛一张庞大的电网一样。而所有被这些闪电链击中的变身恶魔领主，全都遭到短时间的麻痹和伤害。秦风此时张开双手，无冷却的雷暴瞬间轰击下来，雷光大作。516000雷属性伤害，516000雷属性伤害，516000雷属性伤害，惊人的伤害直接满屏溢出，根本看不懂。这些变身恶魔领主直接被瞬秒，从魔界到战场上，甚至连一招都没有出过，直接就被电到去世。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身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身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身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此时火力开始全面集中到秦风这边，越来越密集。第114章各路强者汇合。同时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大量魔物以及鬼火大炮的攻击都开始朝着秦风这边攻击过来。魔界的主将是可以从魔界裂缝里俯瞰整个战场上，他们对整个战场上的动向和战况可以说最为了解，在应付这种战场上，他们的经验自然也非常充足。此时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由于秦风的存在，整个战场上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标杆，只要他在，就能不断激励这些职业者的战役。与此同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职业者聚集在秦风身边，利用他的强大开路，不断推进战线。战线被推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理想状态下，魔界和人族的战线是应该持平在战场的中间。但如果战线被往前推进，意味着魔界已经落于下风。如果战线被一路推到了死亡之物的深处，也就是魔界裂缝所在的地方，那么这次入侵就只能提前结束了。因为魔界裂缝里充斥着强大的邪能，用以支撑着裂缝的敞开。按照每个世界位面的规则，一旦这个区域失守，空间裂缝就不能再继续维持。这是大位面和大位面之间天然的法则，类似游戏里的机制，魔界也没法更改。因此之前才会说死亡之物的深处非常危险，一旦有谁踏入，就会触发非常强力的反击，也同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此时魔界却也发现了一个可行的战略，正是因为秦风的强大，导致他身边吸引了不少人族职业者跟随。这么一来，等于正好给魔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活靶子，只要他们将大量的火力全部集中到秦风身边，就算秦风本人不死，他周遭的职业者也绝对扛不住。利用秦风能大量聚集人族职业者的特点，魔界就能快速的将其他人族职业者先清除掉。一旦周围的职业者都死了，他们再慢慢对付剩下的秦风也就容易多了。确定了这点之后，魔界就已经快速的开始调整自己的进攻。无数鬼火大炮开始集火，满天地朝着秦风这边攻击过来。与此同时，变身恶魔领主们纷纷开始满血变身，完全脱离了先前一贯的打法。这些魔物为什么好像孤注一掷了？怎么全都朝着这边打过来？这里面肯定有诈，大家最好还是小心点。魔界的入侵都是有战略的，全都抱团，先抱团再说。这些恶魔领主变身之后太强了，没事，只要留在暗影君主身边就很稳。大佬身边全是麻痹的闪电链，控制能力拉满了。此时这些人族职业者们都纷纷更加抱团了，因为秦风身上的雷霆领域 buff 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控制链条。这 buff 的伤害也许很一般，但它有一个天大的好处，就是闪电链所带来的雷电伤害有一个附加效果，那就是雷属性的麻痹。雷电伤害在生效的同时，都会产生至少1秒的麻痹效果，会让敌人感电并且无法动弹。雷霆领域 buff 的触发速度这么快，导致每一击都能产生强大的麻痹效果，能打多少伤害且不说，至少控制能力直接拉满了。无数的鬼火大炮此时瞬间朝着秦风这里疯狂轰击下来，直接砸了几十发。这瞬间爆发出来的伤害，让秦风身边数十个职业者瞬间全部残血。秦风没想到这些魔族的战略竟然这么卑鄙，瞬间已经反应过来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我，是我身边的人族职业者。
秦风笑了笑，手中直接丢出光之权杖。这招若是对付一个战神职业或者法王职业，倒是挺有用的。因为战神这种职业虽然自己很强大，但没办法保护自己身边的队友。然而这次魔界的算盘可以说是彻底打错了，因为他们忘了秦风的职业可不是什么打伤害的 DPS 职业，而是一个救死扶伤的牧师。在满冷却的 buff 支持下，秦风直接一字排开，瞬间拉出7个光之权杖，全部丢到地上。在发挥嘲讽特效的同时，7个光之权杖直接覆盖了2000码的范围，全体开始疯狂回血。跟我斗补血，简直是不自量力啊！光之权杖本身的回血速度就已经很快，再加上秦风身上可是还有增加治疗效果的 buff， 这加成下来，秦风身边一大片的玩家开始疯狂补血，每个人头上都冒出绿色符号，加血量刷得满屏都是。这战场上全是70级以上的职业者了，每个人都至少在神域世界有半年以上的经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曾见过这种场面，接近2000码的平原同时在疯狂回血。这特么的，就算是光明教廷的圣女奶妈团同时出手，效果也不过就是如此。然而此时做到这一切的就只有暗影君主一个人。这乃亮，我是在做梦吗？我只能说，暗影君主的恐怖伤害常常让我忘记了，他其实是个牧师。确实啊，暗影君主大佬是个牧师，估计很多人都没想起来吧。一个伤害比法师还要高，乃亮比圣女还高的牧师，这他妈直接叫天使得了。瞬间回满了，要是按照这个回血量的话，那鬼火大炮根本不算什么呀。此时刚刚被鬼火大炮所覆盖的伤害已经全部被抬了回来，同时光之权杖持续的时间有整整10秒。秦风趁着这10秒带着他们全面冲锋，直接突破了恶魔领主们的防线。此时那些已经完成了变身的狂暴恶魔全部冲来，秦风身上瞬间召唤出一轮圣光之剑，这些圣光之剑随秦风的意志全部飞出，瞬间穿透这些狂暴恶魔。与此同时，一道道元素爆炸，圣剑斩击也从周围逐渐包围过来。那4个破百级的强者也没有落后，分别取得了显眼的战果，从其他战线汇聚过来和秦风会合。区域通告：玩家月影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身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罗斯米国大区成功击杀变身恶魔领主赤金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第115章深入死亡领域。暗影君主，幸会了。月影此时主动向秦风开口，非常有礼貌地点点头。月影是华夏大区有名的高冷女神，眼高于顶，从来都只会和最优秀的职业者交流。此时她主动向秦风打招呼，说明已经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个本界超级天才。战线如果继续往前推进的话，就能提前强迫他们结束这次入侵吧。秦风也象征性地点点头，然后马上问道：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我很少见过用这种方式结束魔窟入侵。月影虽然同意秦风的说法，但却马上又说道：战线如果能推进到魔界裂缝之中，确实可以强迫魔界离开，但魔界裂缝之外就是死亡之物本体，里面被称为死亡领域，极度危险。进入其中的话，玩家会丢失80%的视野，并且还要面临持续掉血的负面状态，根本不是人类可以待得住的地方。除了那些顶级的强者可以扛着这些进入之外，一般的职业者根本不用想。所以如果贸贸然将战线推到那里面，反而对人族的职业者们不利。也正因如此，魔窟入侵几乎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我听说在月之主城里，你曾经进入过死亡领域，还在里面击杀了黑雾巨兽，得到了魔界卡牌，果然是英雄少年啊。此时另一个新到达这里的破百级强者笑了起来，主动朝秦风搭话。秦风一眼看过去，这人的 ID 叫科里，是个英伦大区110级的强者。秦风手上掌握着黑雾巨兽卡牌这件事，在顶级强者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少的轰动，因为魔界卡牌的稀有程度和强大之处，让这些卡牌几乎等同于一个额外的强力技能。在顶尖强者的圈子里，有不少高手都在收集着魔界卡牌的不同系列。毕竟魔界卡牌的每一个系列，如果集齐了，都能获得空前强大的力量。像秦风手上这个魔界卡牌特殊系列，一旦集齐了5张，就能触发套装效果，一口气召唤全部5头魔界特殊魔物出来作战。这样的战力，无论是谁都无法抵抗诱惑的。黑雾巨兽的卡牌，如果暗影阁下有意愿的话，我愿意出价收购。这科里看秦风不说话，又再次开口跟他搭话，话里话外明显是冲着秦风手上的卡牌来的。我不打算出售，不必了。我明白死亡之物里很危险，不适合一般的职业者。我提议我们几个直接杀进去，看看能不能尽快结束这场魔窟入侵。秦风一点也不想搭理这个人，直接给了他一句答复，然后就转向在场的其他高手。虽然把战线推到死亡之物里面，对一般的职业者很危险，但此时在场的可也有4个破百级强者，超过10个以上的90级强者，
这些人的战力都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抵抗死亡之物里的负面效果。若是他们这批人组成战线进去死亡之物的话，说不定能行。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不了再退出来就是了。月影点点头，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的安排。确实是个办法，至少值得尝试。另一个破百级强者罗斯想了想，也没有反对。大家都已经在这个魔窟里耗了2天了，如果按照这个节奏，至少还要再耗2天。所以现在有机会能提前结束的话，大家心里自然是愿意的。4个破百级强者很快达成一致，既然他们没意见，加上又有暗影君主大佬带路，剩下那些90级以上的高手们自然更没意见了。进去死亡之物里讨伐这种经验，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的。他们这次哪怕进去打不出什么效果，光是有这个经验都已经值了。个人达成共识之后，随即就以秦风和4个破百级强者为首，12个90级以上高手在后，总共17个人族职业者直接进入死亡之物里。而剩下的这些人族职业者们则继续坚守当前这条战线，同时随时观察着死亡之物里的情况，准备好接应退出来的玩家。我靠，这么多强者聚在一起，直接冲击死亡之物，这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啊！特么的搞得我现在都热血沸腾，恨不得冲进去跟他们一起厮杀了。楼上冷静点啊，那可是死亡之物，我们是扛不住的。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替暗影君主大佬守住这条战线。话说大佬也太牛了，一句话就说服了4个破百级强者，他们都还要听暗影君主的呢。此时在一众职业者的掩护下，他们17个人已经从不同方向深入到死亡之物里，眼前的视野开始迅速消失。警告，你已进入死亡之物覆盖的区域，死亡领域排斥一切非魔族生命。你已获得凋零状态，每秒钟自动受到7000点按属性伤害。你已获得盲目状态，减少 80% 可见度。一阵提示传来，秦风他们眼前的视野瞬间被漫天的死亡之物挡住，除了近身范围之外，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与此同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开始跳出持续伤害的数字，但由于这群人都是高手了，最低那个人也有93级，在防御能力这方面是没问题的，所以每个人身上跳出来的伤害数字都不高，影响不大。反倒是这个盲目状态有点烦人，由于死亡领域里被黑雾彻底缠绕，就好像庞大的沙尘暴一样挡住双眼，除了面前的一点点空间之外，远处的东西什么都看不到。这也是死亡领域里最危险的地方，由于缺乏远距离视野，所以玩家进入其中很容易走失，而且极容易被袭击。此时随着秦风他们这17个强者进入其中，很快就已经触发了魔界裂缝的额外防御。一个个恐怖的身影开始出现在黑雾之中，隐秘但却快速，在分头行动的各路高手身边逐渐来回闪动。黑雾之中传来声响，一道黑影直接闪过秦风这边，对他同行的一个高手出击。第116章亡灵之风刺客。一阵稀稀碎碎的声音传来，随即在距离秦风的不远处就闪过一道道恐怖的光亮，那是有元素师动用强大技能的先兆，然而发生的非常快速又短暂，仅仅数分钟之内，那边的动静就已经归于平静。区域通告：玩家水天一线，华夏大区已被击杀，立即驱逐出魔窟战役并接受死亡惩罚。紧接着就是一道无比恐怖的区域通告，进入其中的人族职业者们竟然减员了。这下子更加可以想象，这些被释放出来进行防护魔界裂缝的魔物到底有多强。这消息毫无疑问是一个噩耗，除了传遍了黑雾里的大神队伍之外，也让外面的一众人族职业者们感到不安。这波只能说有点倒霉吧，应该没有大碍吧。出师不利啊，90级以上的强者竟然这么快第一个倒下了。水天一线好像是93级的元素师，按理来说应该没这么快才对啊。说什么都没用，我只关注暗影君主大佬，他只要没事我就觉得很稳。说的没错，看其他人没用的，还是得看最稳的暗影君主大佬。此时的黑雾之中，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都没有视野，所以谁也没法确定谁的位置在哪。所有人都等于是在一片摸黑里进行的，根本没有队友，也没有支援。秦风这边也很快响起了一道道偷袭的声音，开始有魔物围绕到他周遭。他们互相配合，瞬间朝着秦风这边冲来，速度极快。然而速度再快也没用，他们刚冲进入秦风周围，秦风的雷霆领域 buff 就已经生效，捕捉到攻击目标了。自动攻击型的 buff 是不需要持有者自己触发的，除非秦风决定关闭这个 buff， 否则这个 buff 将会永久保持运作状态。一旦捕捉到攻击范围内有敌人出现，雷霆领域 buff 就会瞬间被激活。闪电链以惊人的速度瞬间自动触发，直接劈向这几个神秘的身影，直接将他们当场劈落。112000雷属性伤害，112000雷属性伤害，112000雷属性伤害。恐怖的电击瞬间弹跳，在他们几个偷袭者之间来回跳跃。与此同时，由于偷袭已经失败，他们也露出了自己的面貌。他们竟然是一群仿佛冤魂一样以黑色气体构成的元素生物，
面孔在黑色气体中若隐若现，不太看得清楚。秦风朝他们那边看了一眼，一道信息顿时出现在他眼里：亡灵之风刺客，传说级，类型精英怪，等级10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暗影瞬杀，一闪千里，恶魔血统，死亡之风。描述：被邪能重塑的风元素生物，在与魔界最恐怖的亡灵刺客融合后形成的畸形物种。这亡灵之风刺客的模样简直很难被称之为生物，它们同时具有魔界刺客和风元素2种特性，而且还是传说级的精英怪，难怪足以在1分钟之内偷袭掉一个90级高手。刺客本身就是血少攻高的单位，如果是在平原上让他们1对1的话，他们恐怕不是人族职业者的对手。但放在死亡之物这个环境里，人族职业者的视线遭到极大限制，什么都看不清。他们作为刺客的优势就等于无限的放大了。就凭他们几个死亡之风刺客，加上这个天然无敌的环境，他们甚至可以和破百级的那4个强者抗衡。这就是环境带来的增幅。此时，这4个死亡之风刺客已经化作诡异的黑风再次升起，消失在秦风的视线范围之外。由于有死亡之物的视野阻隔，人族职业者们在这里面的视线非常小，他们只需要稍微往后退步，就已经踏入了职业者们无法看清楚的地方了。然而，这对于其他职业者而言或许有效，因为看不到目标无法瞄准，也就没法展开攻击了。但这些死亡之风刺客没想到，这对秦风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秦风手上亮出魔界卡牌，瞬间发动魔界卡牌特殊系列黑雾巨兽。另一股死亡之物从秦风手上的卡牌里溶解出来，直接笼罩到四周。这些死亡之物里全都露出一只恐怖的红色眼睛，瞬间发出死亡射线，朝着四周乱扫射。此外，秦风手上还牵动雷霆，引发雷暴。秦风手中的2转技能以及黑雾巨兽卡牌都是释放范围很广的大技能，就算他看不见，他也完全可以对着模糊的前方随便放。这种战术对于一般的职业者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你的技能有多少个，空技能带来的窗口期是很致命的。然而秦风的冷却却是满额的，对于他来说不存在技能空窗期。雷暴开始无间断的在秦风前方不断落下，随便乱轰，一片接着一片。死亡之物也是如此，无差别的在四周扫射。在这样的攻势下，很快就出现效果。504600雷属性伤害，504600雷属性伤害，504600雷属性伤害。雷暴很快打中了这些亡灵之风刺客，同时也就等于将他们的大致位置摸清了。秦风一看过去，虽然模糊不清，但却已经可以肯定方向了。于是所有黑雾巨兽的死亡射线也都同时朝着那边扫射过去。这亡灵之风刺客到死都没有明白过来自己藏身在黑雾之中到底是怎么被找到的。死亡射线瞬间穿过他们，好几头都直接暴毙，化作灰尘消失。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亡灵之风刺客，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亡灵之风刺客，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赤金级。由于这些亡灵之风刺客并不是 BOSS， 只是精英怪，所以击杀他们所获得的天道宝箱是要低一个等级的。秦风继续向前，用这个方法不断盲打四周。然而他这样的攻击方法虽然有效，但效率却并不如这些亡灵之风刺客。第117章死亡之物里的包围。在秦风盲扫战场的同时，这些亡灵之风刺客却也在对随行进来的其他玩家进行偷袭。由于视野上的差距，这些亡灵刺客攻击其他玩家的效率可比秦风攻击他们的效率要高多了。秦风虽然能抵挡他们的攻击，但不代表其他更弱的玩家可以。尤其是在发现秦风没这么容易能下手之后，这些亡灵之风刺客大部分干脆直接躲开了秦风，优先去集火其他玩家了。噩耗开始再次不断从区域通告里传来，战况显然不妙。区域通告：玩家洛天华夏大区已被击杀，驱逐出本次魔窟战役并接受死亡惩罚。区域通告：玩家克里斯英伦大区已被击杀，驱逐出本次魔窟战役并接受死亡惩罚。区域通告：玩家美德英伦大区已被击杀，驱逐出本次魔窟战役并接受死亡惩罚。此时那些随行进来的90级以上的高手们纷纷开始折损。虽然秦风和破百级强者们暂时没有事情，但这样的消息不断传来，不得不说也对他们的士气打击很大。随着他们入侵的人数开始减少，魔界的主力围攻此时才正式开始。恐怖的声音开始从周围大片大片的传来，这次不再是刺客的声音了，而是一道道饥渴的野兽声音。大家小心了，这波的魔物不简单，都尽可能的活下来。此时在死亡之物里，罗斯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大喊道，提醒那些有可能在他附近的同伴们。月影、秦风以及其余2位破百级强者也纷纷警惕起来。
此时从死亡之物里出来的，竟然是一头头3头、4爪、6足的诡异缝合怪物，简直恶心！变异血腥狂兽传说级，类型 BOSS， 等级10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恶魔血统、狂暴分裂、死亡痛击、血腥吸收。描述：血腥恶魔领主极度变异后产生的狂暴个体，实力恐怖，但却敌我不分。这些 BOSS 竟然全都是好几头血腥恶魔领主互相缝合、扭曲和变异之后产生的怪物。这个世界上确实也只有魔界这种恶心的地方，才能制造出这么让人呕心的怪物。此时秦风直接出手，雷暴瞬间轰击过去，504000雷属性伤害，504000雷属性伤害，504000雷属性伤害。这些变异血腥狂兽直接抖动身躯，无数血块全部落下，然后化作大量血腥恶魔，朝着秦风攻击而来。这家伙竟然还有这种召唤技！秦风的雷暴直接洗地，瞬间将这些召唤出来的血腥恶魔全部斩杀在当场。他身上的雷霆领域也在同时发动，闪电链开始一阵一阵的爆发，疯狂跳跃。秦风周围有不少魔物被秒杀，但又不断有新的血腥恶魔冲上来，仿佛无穷无尽。秦风召唤出圣光之剑，50只全部悬停在他背后，随后直接冲向那些变异血腥狂兽。234000光属性伤害，234000光属性伤害。圣光之剑的伤害一旦叠加起来就极高，瞬间其中一头就已经暴毙了。其余的变异血腥狂兽直接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大口的吞噬着自己的血腥恶魔，用它们重新补血。秦风身上到处都闪烁着雷光，以雷暴继续追击过去。不到几招之内，他这边的变异血腥狂兽就已经全部都被清除干净了。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异血腥狂兽，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传说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异血腥狂兽，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传说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异血腥狂兽，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传说级。一连串的区域通告传来，秦风这边率先取得成果，外面的一众职业者大受鼓舞，顿时一个个都为之一振。就连死亡之物里的那几个破100级强者们也纷纷感到惊讶，这个暗影君主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竟然比他们还要更快取得战果。我就说只要有暗影君主在，暂时还是稳的。破100级强者和暗影君主大佬一个都没出事，看来终究还是实力的问题啊。我们这边也还需要奋战呢，别一直关注着大神那边了，大神们会搞定的了。就是啊，现在他们在里面吸引了大部分战力，给我们争取了很多时间了。此时的死亡之物里，秦风直接从这些变异血腥狂兽身上捡了好几件爆出的装备，但他不用看都知道，这些装备的佩戴等级肯定都是100级以上的，以他现在的等级还没这么快呢，所以秦风连看都不用看，全都先放到背包里再说了。此时他这边的战况已经平定，继续朝着死亡之物里深入。然而不用多久，他的正前方再次出现了一个人影。秦风有所警惕，但在不断靠近之后，他却认出了这个身影。这个人原来不是魔物，而是破100级强者的其中一个科里，也就是刚刚那个试图向他购买黑雾巨兽卡牌的那个米国大区强者暗影君主。没想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能碰到，太好了。科里一看到秦风，顿时走向秦风笑道。但奇怪的是，这科里周围竟然没有出现变异血腥狂兽的袭击，非常安全。难道说魔界的攻击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而是针对最靠近魔界裂缝的那几个人？不等秦风思考，此时异变已经瞬间出现。端着笑脸朝秦风走来的科里，忽然之间亮出了手上的刀刃，直接刺入了秦风的胸口。科里是米国大区113级的魔剑士觉醒，魔剑神隐藏职业，其伤害之高是无需质疑的。但真正让秦风没想到的是，来自人族同类的这一下偷袭，106000魔法伤害，一道破10万的伤害从秦风身上跳出，以秦风这么恐怖的双抗抵抗之下，这伤害竟然还能高达10万点，可见这招原本的伤害至少要有20万以上。第118章伪装者的偷袭。以秦风目前的血量，虽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同级的玩家，但这破10万以上的伤害对于秦风来说也绝对不是小事。就这一击，他的血量瞬间就已经掉了一半。秦风眼里流露出1秒钟的惊讶，但也仅仅只维持了1秒。下一秒，他身上的2重 buff 已经瞬间自动护主出手了。天罚 buff 和雷霆领域 buff 同时生效，由于本体遭到攻击，科里这个职业者已经瞬间被重新判定为敌人。10W 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76000雷属性伤害，102000雷属性伤害。天罚反击和闪电链同时攻击，瞬间已经将科里直接从秦风身边击飞了出去。科里看向秦风，
眼神里顿时流露出震惊。秦风身上刚刚被他偷袭出来的那半管血的伤害，在1秒钟之内竟然已经被回了上去了。秦风身上的回血 buff 早已生效，绿色的回复数字在他头上蹭蹭出现。以他此时身上的回血 buff， 只要不是致命一击，不管伤害有多高都没有意义，几秒之内都能迅速回满。就算真的出现了致命一击，秦风身上可还有复活 buff 等着呢。要想秒掉秦风，绝对是不现实的想法。这怎么可能？就算是破百级的牧师也做不到这个回复量吧？科里的神情从得意变成了惊讶，盯着秦风看。原来你是人族里的叛徒，你是伪装魔族。秦风重新回满了状态，冷眼看着眼前这个敌人。人族和魔界的战争里，除了在神域世界进行的魔窟战役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战场，那就是伪装者和人族的暗杀。伪装者可以转化为人族职业者的模样，借此获得人族的身份来靠近和探听各种消息。如果是更高阶的伪装者，甚至可以长时间模拟成人族职业者，和其他职业者一样升级打怪，获取他们的信任。这种高阶伪装者非常致命，因为他们长期潜伏在人族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予人族致命一击。这10几年来，人族不断在失去他们的天才新人，背后也是这种伪装者在一直进行暗杀行动。可以说，伪装者对人族的危害甚至还要高于魔窟的入侵。但秦风怎么也没想到，伪装者的入侵竟然已经渗透到这么高的层次，竟然连破百级的强者里也有伪装者的人在。无知的人类，伪装者的入侵可要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深。科里拔出武器，同时有更多的变异血腥狂兽开始聚集到这里，全都听从他的指挥。把你手上的黑雾巨兽卡牌交出来吧，我也许能让你死得痛快点。虽然秦风拥有强大的恢复能力，但考虑到他是牧师职业，倒是也能理解。在科里看来，他作为破百级的强者，实力上是碾压秦风的，所以他只是惊讶了一小会，很快就又重新恢复了过来。反正他这次奉命前来暗杀掉这个超级新人之后，魔界又会给予他一大笔力量作为报酬，同时他还能得到秦风手上的魔界卡牌，这股强大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我明白了，伪装魔族可以同时拿到魔界和人族两边的好处，既是魔族，同时又能作为职业者不断变强，难怪你们会在这么短时间里变成魔界的主力。秦风稍微思考了一下，很快就想通了。伪装魔族只是一个在魔界出现不到50年的新族，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登顶成为魔界最强大的领头皇族之一，想必也是这个原因。这家伙一直都这么想要黑雾巨兽卡牌，想必他手上也有同样系列的其他卡牌吧。想清楚了这几点的秦风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此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好送。这波呀，科里真是好送。好了，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伪装者的情报，等我把你解决了，然后顺便把你的魔界卡牌也拿走吧。秦风露出自信的笑容，顿时说道。这科里的计划特别周到，安排在死亡之物里偷袭，就算真出事了，其他人也不会知道。而且死亡之物靠近魔界裂缝，可以召唤出很多魔界的援军，简直是稳杀。难怪一代又一代的超级新人都会这么快陨落。但科里唯一算漏的是，他这次要暗杀的是秦风。你该不会觉得就凭你这个70级的战力，能和我觉醒破百级的魔剑神抗衡吧？简直是做梦。这里到处都有视野障碍，谁都不知道谁的位置，只要你死了，我可以说你是被魔族所击杀陨落的，没人会发现。科里对秦风露出贪婪的目光，瞬间对他出手。与此同时，周遭所有的变异血腥狂兽也在同一时间扑上去。秦风身上的雷霆领域 buff 直接触发，闪电链打击。秦风的雷暴瞬间不断落下，造成沉重的打击。345000雷属性伤害，345000雷属性伤害，345000雷属性伤害。此时科里一旦加入战斗，秦风的雷暴伤害就大幅下降了不少。打一般的魔物，正常可以打出50多万伤害，但对科里就只有30多万。可见破百级的强者果然和传闻中一样，各方面的面板数据都已经达到了五边形战士的程度。不管是什么职业，血量、护甲、魔抗都不会低。就像之前说的一样，只要有短板的都不配踏入破百级强者的行列。只有将自身所有基础属性都达到了一定程度，没有弱点了，才能进入这个行列。这科里显然也是花了不少努力才进入破百级强者的。然而他的防御力高，秦风的伤害却更高，因为秦风的技能根本没有冷却，直接无间断的疯狂砸下来。变异血腥狂兽对秦风袭击，天罚雷击的 buff 也不断的被触发。34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76,000雷属性伤害。34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76,000雷属性伤害。340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76,000雷属性伤害。科里手上不断丢出魔剑神的技能，虽然能对秦风造成伤害，但却始终杀不掉这个人。第119章，
新的魔界卡牌白眼魔君。因为秦风的回血能力太强了，而且他虽然是牧师，但不知道为什么血量却异常的厚，导致科里的伤害每次都不足以瞬秒他，而只要瞬秒失败，秦风的血量就会1秒之内回满上来。怎么可能有这种技能？我从来没有听过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治疗能力。你到底是什么职业？科里是越打越心急，他的技能都快全部甩完了，秦风的血量却仍然是满的。他可不比秦风有满额冷却，他的技能和一般人一样，甩完了都会有空窗期的。而且他一开始推测秦风应该是有什么治疗类的强大天赋，所以才会有这么强的回血速度。但是就算是神技，也总有冷却的时间才对。但秦风这一路战斗下来，血量一直都是瞬间回满，一点也不像是什么技能，反倒是有点像被动。这就让科里有点怀疑人生了。神域世界里从来没有听过这种 bug 被动，怎么可能有能随时回满血的永久被动存在？此时秦风几个雷爆下去，科里带来的那些变异血腥狂兽已经全部倒下。564000雷属性伤害，564000雷属性伤害，564000雷属性伤害。虽然科里的防御力很强，但这些变异血腥巨兽可没有这种级别的防御力，雷暴打在他们身上，伤害可是打满的。很快区域通告就继续不断传来，这次还格外多。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异血腥巨兽，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传说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异血腥巨兽，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传说级。区域通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成功击杀变异血腥巨兽，传说级特此奖励天道宝箱，传说级。这区域通告一响起，位于死亡之屋里其他位置的破百级强者们顿时都有些疑惑了。刚刚暗影君主那边不是已经解决战斗了吗？怎么现在又传来这么多击杀？其他破百级强者那边暂时都没有碰到第二波偷袭，怎么就暗影君主那边特别多？此时秦风的伤害已经逐渐把科里的血条给磨了下来，就算破百级强者的实力，放眼整个神域世界也已经是前10%了。但在秦风这样的疯狂轰炸之下，科里的血条也还是扛不住了。他此时召唤出圣光之剑，直接全部50只贯穿过去。104000光属性伤害，104000光属性伤害，104000光属性伤害。在经过科里的防御力减免之后，圣光之剑仍然能打出每段10万点伤害左右，而50只齐射至少也能打出500万伤害。在这个伤害量下，就算是破百级强者也不可能扛得住。此时万箭穿心，科里的血条直接被秦风给打空了。区域通告：玩家科里米国大区已被击杀，驱逐出魔窟战役并接受死亡惩罚。此时一道惊人的区域提示出现，科里直接化作数据散去，直接原地消失。与此同时，秦风身上的死亡惩罚 buff 也生效了。原本在魔窟战场上死亡，惩罚只是掉落1件装备，下降1级，但在秦风的 buff 增益之下，科里这次直接掉落了3件装备，下降5级。这个惩罚力度在神域世界里可以说相当严厉了，毕竟等级对职业者来说是很重要的。最恶心的是，如果扣除等级之后，职业者掉落下了转职的最低需求，比如70级转职，但死一次等级倒扣回到69级的话，转职也会随之掉落，所有转职的增益和技能都会取消。职业者必须靠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70级，然后重新从头转职一次，这点是最恶心的。也就是说，职业者不管爬到多高的位置，都必须谨慎，随时都有可能掉落下来，没有谁是永恒强大的。此时这道通告出现，直接同时震惊了外面的职业者和里面的破百级强者们。这里竟然有破百级的强者被击杀了。要知道，这只是个70级的魔窟战场，匹配的是70到90级的职业者。他们这些破百级强者是从顶级阵营里特派来助阵的，等于是降维打击。一个这种等级的魔窟派2至4个破百级强者，就基本上是稳杀了。可见破百级强者在这个战场上的实力是绝对碾压的。但就是这样，竟然出现了破百级强者被击杀的通告。此时科里一死，死亡之物就开始大面积的后撤和消失，整个魔界裂缝顿时开始了进一步的萎缩。魔界裂缝在缩小，战线自然也开始后撤。秦风他们所在的这片死亡之物区域也开始逐渐消失，黑雾在迅速退散。秦风走上前，趁着黑雾还没消失之前，将科里的掉落全部捡到自己手上。提示：你已获得伪装者之心特殊。提示：你已获得魔界卡牌特殊系列白眼魔君。提示：你已获得千变者之脸传说级。提示：你已获得职业者精华 X1。一连串的掉落全部被拾取到秦风手里，除了第一个掉落伪装者之心之外，其他都是非常有用的掉落。其中秦风第一眼就能看到的就是魔界卡片特殊系列的另一张全新卡牌
白眼魔君。秦风打开这卡牌，迅速查看一眼。魔界卡牌特殊魔物系列白眼魔君，品质传说级，效果召唤出魔界特殊生物白眼魔君，将横向区域里的敌人全部用蛛丝捆绑起来，中断动作并造成束缚、诅咒、沉默效果，持续40秒，持续时间内偷取目标 10W 加生命值。套装奖励2/5，召唤出全部5头魔界特殊魔物为你作战。描述：魔界孕育的独有生物之一白眼魔君，据说是所有蜘蛛恶魔军团的骨祖。这张卡牌上描绘的是一只拥有上百只眼睛的巨大黑蜘蛛魔物，体型和黑雾巨兽几乎一样庞大。这种卡牌的效果不同于黑雾巨兽的单纯输出，而是一个极其强力的群体控制技能。第120章众人的怀疑。这白眼魔君卡牌最恐怖的地方在于，这个束缚的效果竟然能持续40秒之久。这个控制时长直接让这张卡牌的等级至少跳升到觉醒技的质量。虽然神域世界里很多 BOSS 都具备强大的韧性，但40秒的控制时间无论如何都够用了。此时秦风手上加上这张特殊魔物系列的卡牌，就已经收集到2张了，距离全部5张集齐又接近了一大步了。秦风继续看向剩下的10曲。千变者之脸传说级，装备类型头盔，佩戴等级随佩戴者等级变化，基础属性加900力量，加900敏捷，加900智力，加500双抗。特殊效果：1. 以千变之脸幻化众生，佩戴者的信息对任何人不显示。2. 玩家可模拟任何职业的基础技能，并模拟成该职业的职业者。3. 提升 10% 造成的物理伤害，提升 10% 造成的魔法伤害。描述：高等伪装魔族才拥有的诡异面具，具有可以幻化众生的神奇能力。这千变者之脸并不属于职业者里的装备，而是一件来自魔界的特殊装备。这头盔类装备竟然没有穿戴的等级限制，佩戴等级会自动随穿戴者的等级变化。也就是说，不论穿戴者几级，它都能自动跟上。基础属性自然不必多说，3维属性直接全都加，不管伪装魔族伪装的是哪个职业都能用得上。而它最特殊的在于那些奇特的效果。戴上这个面具之后，面板信息可以全部对外隐藏，除非对方有同等级的同数技能，否则不可能看得穿这个面具。同时，玩家佩戴千变者之脸就能模拟出任何职业的基础技能，也就是能将自己伪装成任何一个基础职业的职业者。这2个效果结合起来，这千变者之脸简直是个隐藏自己的神器。这张脸配合上高等伪装魔族的伪装魔法，也难怪这个颗粒可以隐藏这么长的时间了。如果今天他不是碰到秦风这个硬茬，估计这家伙还能一直以破百级强者的身份一直混下去，这事情可不得了。天知道他在这个位置上还能继续毁灭多少人族的超级天才。此时秦风继续往下看。职业者精华描述：破百级玩家被击杀后遗留下来的力量，吞噬后可夺取对方一部分战力。除了前2件掉落之外，在神域世界里，所有超过100级以上的玩家一旦被击杀，都会额外掉落出这个职业者精华。职业者精华会包含玩家本人一部分属性，被吸收之后就会将这部分属性永久夺取过来。这是破百级以上的玩家独有的一个机制，一旦谁击杀了破百级以上的玩家，就能夺取其部分的职业者精华，吸收他的实力。这是神域世界一个很常见的设定，职业者越是变得强大，虽然实力会以惊人的速度飙升，但与此同时，每次死亡的惩罚也会变得非常严厉。破百级以上的玩家，除了和其他玩家一样的死亡惩罚之外，还会有职业者精华这种损失。所以，职业者们越是高级，就越不会轻易出手。像破百级以上的那些强者，乃至镇国级强者们，如果不是顶级阵营下令的话，他们是绝不会无缘无故参与到其他魔窟的抗争里的。一旦到了他们那个境界，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会变得不同。此时秦风直接吞噬掉他手中的职业者精华，随后又将千变者之脸也穿戴到自己身上。一瞬间，他身上连续发出数道光芒，原本属于颗粒的部分属性全部被吞噬到他身上，同时获得升华。提示：力量属性提升340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3400点。提示：智力属性提升3400点。提示：您的最大生命值已提升至25万点。提示：您的护甲已提升至1万点。秦风身上瞬间传来大量提示，他的3维属性获得一轮暴涨。这颗粒果然不愧是高等的伪装魔族。伪装魔族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为了能随时适应人类之中的任何类型职业，所以他们的伪装魔法给予自身的加成总是非常平均的，以保证每个属性都不低，随时能适应任何职业。此时秦风从吞噬他的部分属性就能看得出来，这家伙身上的3维属性竟然几乎是持平的，他此时吞噬的部分也同样如此。此外，除了3维属性之外，秦风的血量和护甲也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血量已经飙升到了25万，
而护甲也终于突破了10万点以上。秦风默默地感应着身上这不断聚拢而来的力量，非常满意。就在此时，死亡之物的萎缩已经完全往后退去。这天空之城的1号魔窟已经从原本 SS 级的规模一下子退到了 A 级的规模，整条魔界裂缝明显小了非常多。而死亡之物一旦消散，战场上的可见度也就一下子看得清楚了。余下的3个破百级强者以及剩下的一部分90级以上的高手都纷纷聚集过来，看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大量玩家也纷纷惊讶不已，但在这么多大佬面前却又不敢开口，因为他们眼前所看到的简直就是震撼的一幕。秦风此时就站在科里死亡的地方，职业者在魔窟死亡后虽然会立即返回主城等待复活，但原地还是会留下明显的痕迹。而秦风本人手上正拾取着科里的掉落，这场面暗含的意思实在是太明显了。击杀科里的人竟然是秦风！暗影君主，击杀了科里？月影有些难以置信，第一个开口问道。至于另外2个破百级强者，更是马上都握紧了手上的武器，随时准备攻击秦风。因为在这样的人族战场上攻击自己人，而且还造成了击杀，这可是一大重罪。纵观历史，会做出这种事情的职业者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伪装者，他们可是隐藏在人类之中的寄生虫。就算不是伪装者，这个人做出攻击自己人的行为也绝对是不可原谅的。第121章，让人震惊的真相。如果暗影君主真是一个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的人，那他可是要被押送回镇魔司，在3大顶级阵营里接受审讯的。此时人群之中顿时也爆发出一阵阵的交头接耳，甚至其中还有不少窃喜的声音。暗影君主大佬竟然是伪装者？不会吧，我不相信。嘿嘿，这家伙终于露出他的真面目了，就算不是伪装者，这个攻击同伴的罪名也是实锤了。我实名支持暗影君主大佬，这事情绝不可能，他刚刚可是救了我们2次命啊。嗨，真的很难说啊，尤其是暗影君主那这么夸张的成长速度，如果说他是伪装者，那一切就说得通了。楼上的你怎么说话的？天才就要被怀疑？我们这么多年来人族里出现的超级天才还少吗？玩家群体里自己就率先分裂成2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争论非常激烈。而且这事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由现场的破百级强者罗斯上报了回去光明教廷，光明教廷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镇魔司的高层。这2大顶级阵营的反应速度是惊人的，短短1分钟之内，天空之城里已经发动了大型禁魔法阵，瞬间指定方向笼罩到秦风他们所在的这个魔窟战场里。提示：当前区域已被大型禁魔法阵覆盖，所有传送类魔法暂时失效。此时一道中立提示出现在现场所有人面前，这道通告一出，意味着天空之城已经知晓了这件事，镇魔司的人到达现场也是马上的事情。不是我攻击科里，而是他先偷袭的我。秦风的样子非常淡然，他完全可以理解大家的紧张，毕竟伪装魔族的入侵本来就非常恐怖，如果真有伪装魔族以这种方式残杀自己人，这是会引起大恐慌的。他以最简短的话解释了一句，同时亮出了自己手上最后剩下的那件掉落物。伪装者之心，特殊类型：魔界道具，功能：高等伪装魔族与魔界进行跨位面沟通和传输的道具，拥有跨越位面直接与魔界连接的黑魔法。描述：伪装者将自己本性完全隐藏起来的地方，其中蕴含了伪装魔族和魔界沟通过的所有对话。伪装者之心是科里掉落的所有东西里唯一一件不是增益道具的东西，这东西对真正的人族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创造它的那个高等伪装魔族才能启动它。对于职业者来说，伪装者之心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肯定谁是隐藏在人族里的伪装者。伪装者只要被击杀，都会掉落出这东西。科里是隐藏在我们之中的高等伪装魔族，这是他的伪装者之心，我需要跟镇魔司的高层马上联系。秦风一旦拿出伪装者之心，周围不少人的疑惑瞬间就消除了。伪装者之心上是可以直接显示出创造者的 ID 的，这东西可没办法嫁祸。这东西上既然显示是科里的 ID， 那这就是最坚实无比的实锤了，科里绝对是伪装者无疑。这么说的话，科里是趁着死亡之物的混乱，想在里面击杀你。月影听到秦风不是伪装者，马上暗中就松了口气，同时马上说道：而且你竟然反杀了他！刚刚对秦风还万分警惕的罗斯，此时也终于醒悟了过来，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离谱的事情。一个破百级强者偷袭一个70级还没2转的新人，不仅失败了，而且还被对方反杀了。此时人群之中也顿时爆发出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怎么说？我就说暗影君主不会是叛徒吧？你还在关心这个？科里是叛徒，也就是说伪装者已经可以渗透到我们破百级强者的行列里了。我的老天啊，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些顶级大佬里竟然也有伪装者的人，我们现在到底还能相信谁啊？我靠，
别这么搞啊！大家冷静，一定要冷静，这事情可千万不能引起恐慌啊！人群之中此时爆发的强烈争论，已经不再是单单围绕着秦风这么简单了。如果秦风是伪装魔族的话，那反而还比较好办，这不过就是一个伪装魔族潜入人类阵营击杀强者的例子。这种事情近几年不是没有发生过，伪装魔族如今已经可以伪装成50级以上职业者，这点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破100级强者这个层级之上，竟然也有伪装魔族的身影。所以这次揭发了科里是伪装魔族，反而引起的恐慌会更为强烈。因为在此之前，职业者们大部分都相信，伪装魔族虽然恶心，但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渗透到人族的那些顶级强者的行列。毕竟伪装魔族，他毕竟是魔族，他伪装成人类，虽然也能正常进行升级、转职等看似正常的活动，但以他们伪装成职业者的那个实力，要攀到这么高的强者位置，普遍认为是不可能的。但现在科里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出现，当中会引起的恐慌可想而知。错了，我们不应该当众处理这件事的。此时3个破100级强者里，其中一个已经醒转过来了。这件事的处理，他们3个实在是处理得太差了，竟然让这种涉及到伪装者的敏感事情直接暴露在普通职业者面前。若是这件事引发到现实世界以及世界频道上，引起的恐慌他们可担当不起。此时月影和罗斯也都纷纷被点醒了，但却已经太晚了。大家冷静。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不大但却极具威严的话从他们身后出现。众人回头，一道空间裂缝已经直接从他们身后打开，从镇魔司的大本营直接跨越到这里。而紧急前来这里处理这件事的，竟然是黄老。此时虽然影响重大，但黄老可是人族的一尊神明级强者了，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至于轮到他这个级别的人出来处理。但因为此事牵涉到高等伪装魔族，再加上有秦风的名字在里面，黄老这才决定亲自走一趟。第122章，镇魔司出面干涉。黄老一出现在现场，众多玩家们的议论之声马上就低了下去。所有人都知道，镇魔司的黄老可是人族现存的几尊神明之一，境界已踏入常人遥不可及的程度，实力更是深不可测。这样的一尊大神，除非在新人招募上出现了超级天才，否则一般玩家根本不可能见到他的身影。此时黄老亲自来到这种低级战场，其威严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各位都是远道而来帮忙镇压魔窟的，我特别感谢各位的付出。今天这件事我们镇魔司会负责处理，大家切勿惊慌。此时黄老走出空间裂缝，同时他的身后还跟着有镇魔司的成员陆续出来，也有10几个之多。黄老一边开口，一边缓缓地走向秦风，拿过他手中的那个伪装者之心。秦风自然没有拒绝，将伪装者之心交给了黄老。黄老端详着他手中这块属于科里的伪装者之心，脸色显然有些微微的不悦。现在这个地方已经由我镇魔司全面接管，各位可以请回了。不过在你们离开之前，老夫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各位收下镇魔司的这点小礼物，在离开这里之后，对此事不要过度张扬，希望能给我们镇魔司一点调查的时间。黄老此时又转身过去，这才对这些战线上的玩家们说道。此时在这条战线上扛到了这一刻的玩家大约有上百名左右。黄老话音刚落，镇魔司的那些成员们已经一一对他们发起了交易申请。镇魔司的出价是每人50W 金币，加上一个不高于赤金级的随机装备宝箱。而黄老这话的意思也已经足够明显了。这件事关乎人族战线的高层出现伪装者渗透的事情，如果任由玩家们以及一些有心人传播，可想而知一定会在现世引发巨大的恐慌。黄老这话对他们说的已经非常客气了，镇魔司并没有要求他们完全闭嘴，只是希望他们不要过度张扬，给镇魔司留点调查的时间。黄老这番说辞既有威严，也给所有人都留了尊重。一个传说级的人族神明亲自前来，也已经说明了镇魔司对此事的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没有人会拒绝这么一位强者的小小要求。放心黄老，我们都是人族的一份子，绝对不会传播恐慌的。大家回去之后最好没什么事就别乱说话了，我们应该相信镇魔司。镇魔司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想来我们也确实应该给予你们信任，就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那散播恐慌，我们不能让人族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此时大家都纷纷对黄老的难处表示理解，毕竟任凭一个强者有多高的实力，对人心的恐慌始终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大家都是人族的，都希望能赢得这场魔界和人族的战争，这些玩家自然都一一同意了镇魔司的交易，拿着馈赠纷纷离开这里。随着原本扛着战线的大批玩家们全部离开，战场上很快就只剩下那3个破100级强者以及秦风。黄老，月影有些慌，因为这件事说到底就是他没有第一时间处理好，才会导致现在要镇魔司这么出面解决，所以他此刻是非常心不安的。但黄老却抬手制止了他，同时往后轻轻挥动手臂，一股空前的魔力瞬间充斥现场。那道空间裂缝瞬间继续扩大，更多镇魔司的职业成员全部从裂缝里出现，
开始赶赴这里，全面接管这个天空之城1号魔窟的情况。接下来这个魔窟就交给镇魔司吧，你们都不用继续了。暗影君主、月影，你们跟我回去一趟镇魔司总部。镇魔司直接从其他高级魔窟里抽调了一批人，直接将这个魔窟的防御任务全部接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这个魔窟不再需要任何玩家的驰援了，直接由 S 级顶级阵营包圆了。听到这里，剩下那2个不属于镇魔司的破百级强者也都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月影和暗影君主都是镇魔司的人，这事情就算是镇魔司直接揽下了，和他们这些光明教廷的人没什么关系了。黄老，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先离开了。罗斯和另一个破百级强者顿时非常识趣地说道。黄老点点头，于是他们2个也化作一道光芒，直接飞走。跟我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黄老此时才终于看向暗影君主和月影，对他们示意说道。秦风自然知道这件事不简单，在神域世界里，破百级强者就等于一道分水岭。在这个等级之前，不论潜力如何，人族只要愿意付出努力，至少怎么都能到达100级，并且完成觉醒，成为中坚战力的一份子。但再往后，从破百级强者开始入门，就是一个只属于天赋纵横的天才们的世界了。而这些享誉世界的顶级强者们，几乎没有听过有被伪装者渗透的。目前人族阵营里对伪装魔族这个种族的危害性，仍然只是觉得他们像是装成人样的刺客，来人族阵营的目的就是进行暗杀行动而已。但现在科里被揭穿是伪装者的话，所有性质都不同了。这就意味着伪装魔族已经渗透到人族前 10%， 甚至是前 1% 的顶尖强者里。他们并不仅仅只是装成人的模样，他们还能和人族里的天才一样，获取神域世界的那些顶级力量，最后从人族内部瓦解人族。这种图谋可就被搞点刺杀行动要严重多了。所以秦风击杀完这个高等伪装者之后，就已经预料到要和镇魔司交涉了。反正天空之城的这个魔窟遭受重创，也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萎缩，已经不能满足秦风的变强需求了。明白。月影一副担心的样子，只好和秦风一起跟着黄老穿过空间裂缝，直接返回到镇魔司的总部。此时他们3人跨越空间裂缝，直接就从天空之城转移到一处恢宏的圣殿之中。提示：您已进入镇魔司总部华夏圣殿特殊区域。第123章，关于阵营的反思。此时出现在秦风眼前的正是镇魔司总部的其中一个核心区域华夏圣殿。秦风知道，人族里的无数阵营都可以由玩家自行创立，只要符合条件和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像月之主城、天空之城这样的阵营完全能创造出来。但秦风还是完全无法想象镇魔司这个 S 级顶尖阵营的宏大。此时光是他们身处的这个华夏圣殿，其面积就几乎等同于一个月之主城了。可想而知，整个镇魔司总部到底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组织，更别提镇魔司在世界各处都有的分布。此时镇魔司的这个华夏圣殿里，有至少6扇巨型的固定传送门都耸立在这里，其中有3个是亮着的，直通目前出现在现实里最庞大的3个魔窟：世界级7号魔窟、世界级8号魔窟，以及最新出现在新闻报道里的那个顶级魔窟。镇魔司、光明教廷和战争圣殿这3个顶级阵营总部里都有这种直达最高级魔窟的传送阵，方便他们随时前往。此时秦风和月影跟着黄老直接踏入这片区域，就连月影也惊讶不已，难以掩盖脸上的震惊。因为就连他加入了镇魔司这么久，也是第一次被带到镇魔司的总部，而且还是直接来到了华夏圣殿这么核心的区域。他这波真是沾了秦风的大光了。别拘谨，这里是镇魔司的内部，非常安全。孩子，说说当时的情况吧。黄老带着秦风他们回到这里，这才终于露出了点放心的模样，这才缓缓被秦风问道。我当时提议将战线直接推到魔界裂缝里，我们几个进去之后，很快科里就出现，而且还滴着不少领主级魔物，我们缠斗了一会，我就把他击杀了。此时相比起月影，秦风的样子就显得淡定多了，他身上天然就有那种强者的气魄，并没有因为镇魔司或者黄老的威压而显得唯唯诺诺。既然黄老这么问了，秦风也就是尽量以最简洁的话说了一遍当时发生的事情。此时月影在旁边听着，越听就越觉得暗影君主这个人简直深不可测。他一个70级还没2转的人，越级击杀了一个破100级的觉醒强者，但在他嘴里竟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句我把他击杀了。也就是说，科里这么一个正儿八经的破100级强者，在他眼里都不止2句话，1句话就足够打发了。秦风说这话的气势，简直活像他已经是个镇国级强者一样了。他看科里就好像看一只爬虫一样，根本不值得他花费口舌去再描述更多。这份镇定，就连黄老也微微感到有些意外。他本以为科里占了等级和境界的优势，又是先手偷袭，对暗影君主来说怎么也应该是一场恶战。但现在看他本人的态度，这场战斗似乎在他心里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下子更是让黄老心中感到安慰，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一届真的找到了一个好苗子。这么说，你是听到他亲口承认了自己是伪装魔族了？黄老对秦风说的话点点头，随后继续问道：没错，而且他承认了他渗透到这个位置，就是为了有更好的手段去刺杀人族的那些少年天才。秦风答道：以科里的身份，他确实有非常便利的手段可以暗杀那些人族里出现的天才，比如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护道者。3大顶尖阵营只要碰到一株好苗子，都会暗中安排护道者为他保驾护航。而这些护道者人选，既不能只是个普通高手，也不能直接空降一个镇国级强者下来，所以破百级强者这个位置的职业者就成为了护道者最佳的人选。这些护道者是奉了阵营的命令去保护那些天才，要选一个没人发现的时候对他们下手，简直易如反掌。黄老，如果暗影君主说的是真的话，那科里就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我们必须马上封锁他复活的主城。月影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好，马上紧张地说道：别紧张，在来之前我已经和光明教廷打好招呼了，科里只要一复活就会马上带回来我这里。黄老却异常淡定，原来早已经在来之前打点好了一切。你担心的不是科里，而是破百级强者里的其他伪装者吧？按照科里这个情况，可见高等伪装魔族渗入破百级强者里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这也是我们人族在这里几年里不断衰败的原因吧。刚刚在魔窟战场上的时候人多口杂，秦风没有说，但现在已经回到镇魔司，秦风就不得不开口说出自己的看法了。没错，如果高等的伪装魔族可以渗透到破百级强者的境界，那镇国级强者呢？那些传说级的强者呢？他们之中有没有可能有伪装魔族？黄老缓缓的点头，也说出了自己正担心的事情。镇魔司里需要一次全面的内部调查，需要彻底搞清楚到底组织内部有多少伪装者渗透了进来，而且这事情得暗中进行，绝对不能再引发现实的恐慌。我相信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镇魔司一定能彻查清楚，你们只是需要时间。秦风倒也不是不相信镇魔司，他只是隐隐的意识到，即使是目前顶级的阵营，内部一样会有伪装者渗透，一样会有腐朽的问题。说一句难听的，如果这3大顶级阵营真的有本事的话，人族这几年就不会一直衰败。意识到这点的秦风开始隐隐然明白了过来，要在神域世界真正能安心的立足，对抗魔界，镇魔司绝不能是他最终的归宿，他必须创建属于自己的阵营。只有他自己的阵营，秦风才能保证里面绝对没有伪装者的渗透，才能安心办事。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以秦风目前的实力，还没有足够的筹码向黄老提出这个要求。他现在连2转都还没完成，如果按照玩家的等级来看，他现在最多就是一个稍微有点经验了的职业者而已，连资深都不算，所以他还要等自己的实力到了足够的程度。第124章秦风的要求。这次的事情是镇魔司内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补偿你们。暗影君主，你若是有什么要求，大可以现在提出来。黄老深思了一阵，顿时又说道：黄老自10年来从未有这么重视过一个新人，月影看在眼里，自然更是意识到秦风的重要性。既然黄老你这么说了，我需要10万镇魔司阵营的贡献值，此外我还需要开启神之试炼，但是不能随机，我要自己挑选。秦风一听黄老这话，也还真就老实不客气，马上提了2个大要求。此时对秦风来说，2转是头等大事，必须马上搞定。如果有镇魔司的资源帮助的话，自然会事半功倍。但他这2个要求，在一旁听着的月影顿时就愣住了。这暗影君主真是狮子大开口，这2个要求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已经够离谱的了，而他竟然还一口气提了2个。首先，阵营的贡献值本身就是很难获取的，别说刷，就是从正常渠道拿到手都非常困难。就算是月影这种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能到达破百级强者，已经算是人族里一个合格的天才。到现在为止，他手上也不过就9万多阵营贡献值，而秦风刚来几天，一上来就白拿10万贡献值，可见他这个要求有多过分。这就更不用说，他甚至还要求开启神之试炼，而且还要自己选择试炼的内容。神之试炼是个难度很大的特殊副本，但同时却也收益极其丰厚，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个机缘进入其中。每次神之试炼的开启，都是镇魔司、光明教廷和战争圣殿共同商议之后，决定由他们3方分别的天才玩家进入，一起获取其中的好处，全部都决定好了才会开启。现在秦风一句话就要开启，而且还要挑选，这要求简直是离谱。然而黄老却仅仅只是思考了一阵，很快就答道：好，给我点时间安排。黄老为了秦风，竟然还把这2个要求给答应了下来。此时一旁的月影都快惊讶的愣住了，根本插不上他们2人的对话。这哪里像是一个70级的玩家和一尊人族神明的对话，这简直就像是2个超级大佬在对话，只有他在旁边瑟瑟发抖而已。此时黄老大手一挥，
一阵金光粉末瞬间汇入秦风体内。提示：你已获得10W 点镇摩斯阵营贡献值。一道提示传来，阵营贡献值这边就不成问题了。至于神之试炼副本，即使是黄老也不能一言堂的决定，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办成此事。此时，秦风二转任务里的4个要求，瞬间有2个已经提前锁定完成了。一个是雷神之眼的获取，需要前往神之试炼里的雷神试炼才能获得；另一个则是遗物之盾的获取，这个需要在镇摩斯这种 S 级阵营里用至少10W 点贡献值才能从贡献值商店里换出来。这2个在黄老的承诺下，估计是稳了。剩下的2个，收集光之羽和开荒禁忌之地副本，这就需要秦风自己想办法了。多谢黄老。秦风脸上难得浮现出一丝喜悦，顿时说道：不必谢我，人族如今已逐渐衰弱，接下来抗衡魔界的重任就是你们这一代了。你们可以离开了，那扇传送门会带你们返回天空之城。然而黄老的脸色却稍显有些苍老，叹了口气，随后指了指另一扇打开的传送门。那我们先走了。秦风谢过黄老，和月影2人很快就转身离去。然而黄老却看着秦风离去的背影，心中感到疲惫不已。没想到镇摩斯的内部面临的伪装者渗透，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深厚。若是此事做实，镇摩斯内部恐怕要面临一次大地震，很多强者都必须重新调查。而且让黄老更为担忧的是，被发现是伪装者的是光明教廷的颗粒。可想而知，光明教廷的内部比起镇摩斯，恐怕还要更为腐败。人族里的3大顶级阵营，其中至少有2个都已经明确有内部问题存在。这样的环境，难怪人族会日渐衰落，孕育不出新的强者了。黄老叹了口气，他虽然境界早已步入半神，但实际上他的天赋已经触及极限，再想继续更进一步已经很难了。他镇守人族已经持续了很长的岁月，如果还不能寻找到合适的继承者，人族的命运恐怕岌岌可危。与此同时，从镇摩斯内部离开的秦风很快就和月影一起传送了回去天空之城。暗影君主，这次你揭发了高阶伪装魔族的事情，他们必定会更加视你为眼中钉，你要多加小心啊。一回到主城，月影就马上对秦风劝说道。现在被秦风这么一揭发，人族之中根本不知道伪装魔族到底有多少，有多深。秦风现在把伪装魔族的事情捅了出来，可想而知，伪装魔族们肯定会对秦风更为忌惮，甚至出手暗杀。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担任你的护道者。你是这一届镇摩斯最强的新人，绝不能陨落呀。月影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马上说道。秦风有些想笑，以他现在的实力，月影能不能打得过他都是未知之数。就算他需要护道者，至少也得是个镇国级强者了。不过他明白月影这么说是出于他的一片好心和对自己的担忧，所以他也并没有嘲笑对方。我会小心的，但越是情况严重，变强的脚步就越是不能停止。秦风婉拒了他的好意，但作为补偿，秦风主动添加了月影为好友。秦风进入神域世界以来，几乎没有加过人，这个好友位可谓含金量十足。好，总而言之，你万事小心吧。月影一收到系统通知，就赶紧同意了好友申请，心中有些窃喜，赶紧说道。此时秦风这才点击初始印记，开始缓缓退出神域世界。他这一轮登录上来的10个小时已经用了 90% 了，剩下这一点时间也做不了什么。他现在要等的是神明试炼，一旦开启又是7-8个小时的大副本，还不如早点下线休息。第125章，回到现实世界。与此同时，随着秦风将伪装魔族的渗透暴露出来之后，不仅在人族世界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就连魔界之中也一样如此。此时此刻，魔界的本源之地里，魔界浩瀚不已，伴随着千年的征战，他们入侵了无数个位面，并将这些位面全都吞噬到魔界之中。如今的魔界早已庞大到无法想象，而且其中除了无穷无尽的邪能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虚空。在这属于魔界的虚空之地里，数道代表着魔界不同势力的魔神纷纷现身。究竟是什么事情将我们从虚空中重新召回？第一个出现的是伪装皇族的新晋魔神，他的身影穿梭在空中，显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伪装魔族渗透至人族顶级强者里的事已经败露了，而且揭露者就是那个暗影君主。我早已提醒过你们，这个人是多年来罕见的天赋之人，为什么此人还没有被解决掉，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此时说话的是最开始盯住了秦风的那个异神，他睁开怒目，愤慨地说道。早在秦风刚崭露头角的时候，这位异神就已经呼唤了众多其他异神，进行了对秦风的围捕计划。然而没想到围捕计划没有成功，如今反而让秦风又一次对魔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暗影邪灵已经2次派人前往现世搜索这个暗影君主的位置，但每次都无人返回，我们估计对方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另一个代表暗影邪灵的魔神开口说道。暗影邪灵就是魔界能够追踪各个人族职业者的关键所在，他们掌握着邪神之眼，
通过追踪魔力的方式，可以在职业者退出神域世界的同时，也能够追踪到他们的位置。如今人族已经知晓了伪装魔族位于人族顶尖强者之中的事实，他们很快就会开始追查，我们肯定会损失几个精锐。最开始的那位异神顿时为秦风制造出来的麻烦感到头疼。这位异神代表的正是伪装魔族里的皇室，因此才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如今此事被秦风暴露出来之后，镇魔司、光明教廷和战争圣殿肯定都会开启自检，无可避免，一定会有部分高等的伪装魔族会被找出来。尽快查探这个暗影君主的真实身份以及位置所在，我要他尽快陨落。此时这个异神震怒说道：暗影邪灵，伪装魔族在他的命令下也开始加快邪神之眼的追踪和搜索。然而这次魔界没有想到的是，秦风早在这一次进入神域世界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他们魔界追踪的准备。在早上，秦风使用初始印记进入神域世界之前，他就已经将魔力屏蔽的道具交给了林婉玉，并且在进入神域之后也赚了一笔钱给他。而就在秦风杀入魔窟，经历这一连串事情的同时，在现实世界里，林婉玉早就拿着这笔钱，按照秦风的要求找到了一处地处偏远、独栋的别墅区域，买了下来。此时魔界的暗影邪灵捕捉到暗影君主的离开踪迹，已经第一时间发动邪神之眼进行捕捉，万千道魔力返回的痕迹顿时全都被邪神之眼所捕捉到。神域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有职业者登陆，有职业者离开，如此庞大的魔力流转，按理来说一般人根本没有这个追踪的能力。然而魔界在使用邪神之眼的能力下却可以进行追踪。然而此时这些暗影邪灵们在锁定了暗影君主的魔力之后，在一连串跟踪之下，最后竟然跟丢了。暗影君主的魔力在折返回到现实的途中，竟然突然就消失了踪迹，再也没法追踪到了。在邪神之眼里的暗影邪灵们顿时互相对视，都感到不可思议。难道说这个暗影君主真的已经发现了魔界的追踪，而且还有办法可以摆脱邪神之眼的追踪？与此同时，从天空之城退出回到现实世界的秦风，很快已经化作一道白光数据，重新回归到现实之中。而他的落点则是远离市区之外的一处僻静的别墅区。此时白光数据已经瞬间在别墅之中再次融合，秦风回归到了现实世界。秦风一睁开眼睛，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一栋陌生的别墅，以及端着晚餐的林婉玉。秦哥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林婉玉一看到秦风回来，第一时间就露出笑脸。在今天早上秦风离开之后，林婉玉已经按照他的吩咐，马上将他和秦风的房子退掉，同时拿着他在神域世界里传到林婉玉的那些钱，迅速找到了这间别墅租下。剩下的时间，林婉玉就自己拿主意挑选了一些家具，简单布置了一下这间别墅。秦风朝他点点头，同时朝着屋子里看了看。这别墅的布置非常简单，而且此时这屋子的中间正漂浮着一个发着白光的光球，那就是秦风从上一次追踪而来的那些伪装魔族身上爆出来的魔力屏蔽石。这种石头是魔界自己的产物，功能是可以屏蔽任何魔力的追踪，因此可以用于抵抗邪神之眼的追踪。此时林婉玉早就根据秦风的吩咐，在他即将要下线回来之前启动了这颗魔力屏蔽石。秦哥哥，你快来尝尝，我做了晚饭。林婉玉将手上的饭菜放下，热情地招呼秦风。他这边的事情比较轻松，全部搞定之后还有很多时间，所以他干脆就开始做饭等秦风。这地方怎么样？应该再没有魔族出现过了吧？秦风还是有些谨慎，第一时间就走上前把这魔力屏蔽石收起来，然后才问道：我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再没有见到那些魔族了。这里远离市区，而且两旁几乎没什么邻居，应该很安全。林婉玉赶紧乖巧地答道：今天我在神域世界发现伪装者已经渗透到人族很深的地方，我猜我之前的设想应该没错，魔界确实有办法追踪到每个职业者下线的踪迹。秦风看着自己手上的魔力屏蔽石，若有所思。第126章光明教廷的手段。但我们现在搬家了，应该安全了吧？林婉玉傻乎乎的，还是没跟上秦风的思路，懵懂地问道：保护我们安全的不是搬家，而是这个。这魔力屏蔽石能暂时挡住魔界对职业者的搜索，所以他们应该没法追踪我的位置。秦风举起手上的魔力屏蔽石答道。虽然秦风还不清楚到底魔界是用什么办法追踪到职业者位置的，但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是通过魔力方面的方法。如果有办法继续追查这件事，搞清楚魔界追踪职业者们的秘密，那秦风就能想到更好的办法防止自己的位置泄露。但这样并不是100%的安全，这魔力屏蔽石是消耗品，只有48小时的生效期，我还得找到更多才行。紧接着秦风又看着这颗魔力屏蔽石，自顾自地说道：这块魔力屏蔽石是他从入侵现实的伪装魔族身上缴获的，这种道具在神域世界是没有的，所以秦风要么找到代替品，否则就只能从现实世界里的伪装者们身上入手了。以这块魔力屏蔽石的效力，他最多只能再支持秦风3次往返神域世界。秦风必须把握这3次机会。
先别想那些了，肯定会有办法的，先来吃饭吧。林婉玉感觉这事情似乎很困扰秦风，于是当即对他说道。秦风2次救了他，现在又带着他一起躲避伪装者的追踪，对林婉玉来说简直就是大恩人。所以林婉玉一直在想办法报答秦风，不仅帮他打扫和整顿了整间屋子，还做了一桌子的菜。秦风点点头，这事情确实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再那困扰也无补于事。林婉玉虽然不是职业的厨师，但做菜还可以。秦风一顿风卷残云，很快吃饱了肚子。晚餐过后，林婉玉乖巧地收拾桌子，秦风则打开了现世关于神域世界和魔窟的热门新闻。今天神域世界里发生了这样的大事，虽说黄老亲自出面镇压了下去，但外界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在神域世界的顶尖职业者里发现了伪装者这种事情，对现世来说可是一桩名副其实的大新闻。秦风一打开电脑，果然看到了这件事，迅速占据了热榜。据闻天空之城魔窟出现高等伪装魔族，引起广泛争议。高等伪装者是否渗透至顶尖职业者行列？镇摩斯已开启对破百级强者以上的全面调查。光明教廷、战争圣殿已启动内部检查，所有强者必须重新审视。本年度的普通魔窟数量相较去年增加 12%， 预计天启魔窟将在1个月内出现。此时热榜上争议的话题已经不再是他们这一届的天才有谁，谁又通关了哪个副本这些八卦新闻，而是全都转变为大众对高等伪装魔族的担忧，以及各大顶尖阵营启动的调查。镇摩斯、光明教廷、战争圣殿这3大顶尖阵营已经率先发动了对自己内部破百级强者以上的高手调查，而其他 A 级的阵营也会陆续跟进。可想而知，这件事很快就会引发一次极大的风波。在神域世界里， 90% 的顶尖强者都聚集在3大顶尖阵营，而3大顶尖阵营内部几乎没发生过这种内部调查。然而一想到人族和魔界之间的战争，最近几年已经开始逐渐变得劣势，现在想来，恐怕就是伪装魔族已经渗透到人族内部的结果。如果不根除这种事情，魔界对人族天才的捕猎计划就会继续得逞，人族将很难再翻身。在了解了这部分情况之后，秦风又继续查看了一下关于现实世界的魔窟情况。最近入侵现实世界的魔窟数量都很稳定，目前光是秦风所在的北川就已经出现了2个小型魔窟，其余的大型魔窟也不少。职业者可以在神域世界里驰援魔窟，当然也可以在现实世界里参与魔窟的镇压，但这么一来就很容易会暴露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身份和行踪。在这种节骨眼上，秦风暂时还不会这么做。在他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够安全之前，他都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和身份。不过相较之前，此时秦风的处境已经好了很多。他现在拥有了千变者之脸，不管是在现实还是神域，都无法被查看到任何信息。再配合上他在现实世界里的战士职业者身份，要隐藏自己并不是什么难事。最近光明教廷开始了对牧师职业者的重点培养，不少现实世界里的牧师都去报名了呢。可惜我不是牧师职业，不然也能拿到不少钱。此时林婉玉已经换好了小睡裙，蹦蹦哒哒的走到客厅说着八卦。光明教廷在现实世界里招募牧师职业者。秦风顿了顿，露出疑惑的脸色。对啊，最近到处都有他们的工作人员在上门登记呢。林婉玉点点头，他是个法师职业者，但天资一般，充其量只能在神域世界里赚点零花钱，实力非常普通。以前他自己住还好，至少能维持生活，但现在他和秦风一起住这么大的别墅，要是不交房租的话，林婉玉就总是觉得很不妥。如果他们上门来登记的话，你记得别开门，假装这里没人。这附近都是偏僻无人的别墅区，只要你不出声，他们就不知道到底哪一栋有人。秦风眼珠一转，顿时对他说道。秦风是这届新人的最强天才，早就在魔界的黑名单上了，所以牧师职业可是个风口浪尖上的职业。光明教廷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开始收集现世的牧师职业者资料？要知道，他们办这种重点培训，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核实每个职业者的身份，然后分辨出一大批牧师职业者。这事情很可能是有人想查出秦风在现实世界的身份，所以秦风才会突然如此警觉，要林婉玉警惕此事。明白了。林婉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其实秦风吩咐他做的很多事情，他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但他知道只要跟着做就准没错。第127章，又是一大波提升。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秦风和林婉玉很快也就休息了。一夜休息之后，秦风一大早就起了床，准备登陆到神域世界之中。他路过林婉玉的房间，看到这小丫头还没起来，而且睡姿非常恶劣，竟然把被子踢全给踢开了。虽然她还是个萝莉，但身材不得不说已经非常好了，让秦风也有些惊讶。秦风顺手替着小丫头关上门，让她再继续多睡会。随后秦风才触动初始印记，进入神域世界。您已登陆神域世界，您已获得10小时停留时间。
一顿系统提示出现在秦风耳中，他眼前的视角开始转变，白光闪过，人已经传送到了神域世界里。您已进入天空之城安全区域。根据等级匹配，秦风自动被分配到了天空之城里。秦风回到神域世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了镇摩斯的贡献值商店。上次退出神域世界之前，黄老已经兑现了第一个承诺，给予了秦风10万点贡献值。这个数目已经足够秦风拿去兑换出2转所需要的遗物之盾了。秦风打开贡献值商店，各种兑换物已经全部出现。S 级阵营贡献值兑换商店，您当前持有的贡献值 12W 点。光明之杖传说级 7W 点。神圣之剑传说级 7W 点。最高阶冰冻法杖传说级 7W 点。遗物之盾传说级 10W 点。恶魔刀刃传说级 10W 点。一系列可兑换物出现在秦风面前。果然不愧是镇摩斯的贡献值商店，里面的物品等级都非常高，至少都是传说级起步。在神域世界里，不同等级的阵营各自的贡献值商店是不一样的，越高级的阵营其贡献值商店的物品自然越高级。秦风直接花费 10W 点贡献值将遗物之盾兑换出来，即将以 10W 点贡献值兑换遗物之盾传说级，是否确认？秦风毫不犹豫点击确认，一道白光瞬间已经出现在他面前。恭喜，你已获得遗物之盾传说级。很快，2转所需的其中一个道具已经到手。秦风又在贡献值商店里面逛了逛，兑换完遗物之盾之后，他手上大概还有2万点贡献值。秦风打算在黄老为他开启神明试炼之前，再兑换一波奖励，将自己身上的 buff 提升一波。这镇摩斯的贡献值商店可不是盖的，里面除了最高阶的那些道具装备之外，也同样有各种时效性的药剂、卷轴、技能书。秦风在这些卷轴、药剂上估计能获取到不少增益，将他身上那些 buff 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于是秦风又开始在贡献值商店扫货起来。相比起动不动几万点的那些高级装备，商店里的药剂和卷轴显然便宜很多。秦风这2万点贡献值要是用来买装备是不够的，但买这些消耗品完全足够了。提示：您消耗1000点贡献值购买了升华药水赤金级。提示：您消耗1000点贡献值购买了铁甲卷轴赤金级。提示：您消耗1000点贡献值购买了经验吸收卷轴赤金级。提示：您消耗1000点贡献值购买了生命增强卷轴赤金级。秦风将大量这些时效性的药水、卷轴全部买到手，然后就开始不断双击使用。一道道金光直接焕发在他身上，他的身上开始不断出现新的 buff， 同时又不断的触发他的时间法则天赋，将这些 buff 叠加吸收。提示：您使用了升华药水赤金级。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叠加属性增强 buff 已获得提升。当前效果：提升你3000点力量属性，持续永久。提示：您使用了铁甲卷轴赤金级。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叠加双抗 buff 已获得提升。当前效果：提升你6000点护甲魔法抗性，持续永久。提示：您使用了生命增强赤金级。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叠加生命之力 buff 已获得提升。当前效果：提升你 15W 最大生命值，持续永久。提示：您使用了经验吸收卷轴赤金级。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叠加经验增强 buff 已获得提升。当前效果：你获得 340% 的经验值，持续永久。提示：力量属性提升至9800点。提示：敏捷属性提升至9800点。提示：智力属性提升至2万点。一连串的 buff 提升开始刷起来，秦风身上的 buff 开始不断堆叠起来，还有大量的卷轴、技能书和药水都不断被他刻到身上，一连串 buff 再一次获得提升，追上了他当前的等级水平。此时秦风身上不断环绕着各种技能特效，不一会才终于消停了下来。此时秦风打开自己的 buff 栏查看了起来。双抗 buff 效果：增加护甲魔法抗性6000点，持续时间为永久。攻击 buff 效果：增加3000点攻击力，持续时间为永久。魔力恢复 buff 效果：每秒额外恢复6000点魔力值。智力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智力6000点。力量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敏捷属性3000点。体质增幅 buff 效果：增加体质属性3000点。敏捷增幅 buff 效果：增加敏捷属性3000点。他剩余的贡献值全部用光，获得的收益则是巨大的。原本几百点提升的那些各项属性 buff， 此时都已经追上了他这个等级应有的水平，至少都有几千点加成。而护甲、魔抗、攻击力等其他方面也全都提升到了70级的职业水平。此时秦风的这个面板加成下来，防御方面的属性堪比骑士、祭司，物理攻击方面的属性堪比战士，
法术方面的属性更是比法师强得多，基本上达到了一个6边形战士的要求，毫无短板。有了这个面板，即使他在现实世界里光靠物理伤害，也能造成很客观的战力。这样一来，他在现实世界中要假装自己是战士职业者，那就容易多了。第128章镇魔司的全力支持。此时，秦风将自己在镇魔司里的贡献值全部花光，已经准备好进入神之试炼了。在经历了科里是伪装魔族这件事之后，秦风已经意识到，目前的人族阵营里，即使是最顶尖的3大 S 级阵营，内部也一样充满了危险。这就让秦风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想法，要想在人族里站住脚跟，他不能一直只在镇魔司里，必须拥有自己的阵营势力。只有自己运作一个阵营，才能100%保证自己身边的全是信得过的自己人，而不是伪装魔族。所以此时将贡献值全部一口气花光也无所谓，反正秦风已经不打算在镇魔司待太长时间了。秦风刚把身上的重重 buff 全部叠加升级完毕，此时一道私信直接从阵营频道给他发了过来：神之试炼已经准备就绪，我在1分钟之后就会开启，你自行进入吧。发送消息过来给他的竟然是黄老。黄老在昨晚答应了秦风，除了10万点贡献值之外，还会为他开启可选择的神之试炼。此时还不到12小时，黄老已经把承诺全部兑现。神之试炼是罕见的全球统一试炼，进入席位有限，所以每次开启都必须由顶级阵营的人领头，各大区确认好这次进入的人选，然后才会统一意见开启。这次镇魔司为了秦风，竟然真的开启了这个试炼，可想而知黄老在背后为秦风发了多少功。在这道消息之后，很快整个神域世界就开始传来世界公告。世界公告：镇魔司已开启神之试炼秘境，本次神之试炼对每个大区开放300个席位，被选中的玩家将在本公告结束后收到系统提示。本轮神之试炼秘境的裁决神明将由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进行选择。此时一道世界公告传来，顿时震惊全球玩家。神之试炼突然这么开启，已经非常让人始料未及。要知道，神之试炼并不是一般玩家能触碰到的神域内容，这秘境的收益非常高，即使是破100级强者进入其中，也能获得不少惊人的好处。正是因为收益巨大，而且又是一个面向所有大区的全球秘境副本，所以历来神之试炼秘境的开启都不会是任何一个人或者阵营能单独决定的。在此之前，神之试炼往往都是固定几年开启一次，每次开启之前还会在各大阵营之中官方发布声明。神之试炼秘境是面向所有大区开放的，每个大区都有固定的席位，所以每个大区的顶级阵营都会提前发布声明，然后让本届有潜力的新人、需要突破的中层强者全都报名，再由阵营最终决定出进入的人选名单。等到所有大区都完成了这个名单的挑选，也就是全球所有大区都决定好了本轮进入秘境的人选，才会开启这个神之试炼秘境。这神之试炼秘境每一轮开启都有如此繁杂的流程和手续，可想而知这个秘境的开启本来是一件多大的事情。然而这一次，镇魔司竟然毫无预兆的突然开启，而且很明显指明了就是为了秦风而开启的。这种事情在镇魔司的历史上可从来没有发生过。神之试炼秘境中心都会有一个裁决神明坐镇，由这个神明决定本次神之试炼的方向和内容。在过去，这个神明通常都是随机抽取的，但如果开启秘境的阵营愿意多花一点资源的话，也可以拿到指定神明的选择权。而这次这个选择权和黄老所承诺的一样，交给了秦风。此时一众玩家全都懵了，别说镇魔司，就是目前的3大顶级阵营都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一个新人。暗影君主大佬这面子也太大了吧，特意为了他就开启了神之试炼了。搞什么啊？神之试炼不是明年才开启吗？我还打算报名呢。镇魔司从来没有试过特意为了一个玩家提前开启神之试炼的啊。暗影君主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吧。而且最恐怖的是，其他阵营竟然也都同意了，看来暗影君主真的就是本届最受重视的人族天才了。这下好了，今年的神之试炼肯定好看，我可已经搬好凳子准备看好戏了。名单马上公布了，都期待一下今年有谁吧，说不准这次又会诞生几个破100级强者呢。期待那个干什么？今年去的人都是陪暗影君主大佬的人而已，搞清楚谁才是今年的主角啊。世界频道上已经顿时引发了巨大的议论，激起了大量玩家的兴致。因为神之试炼独特的限定进入人数，以及数年才开启一次的罕见性，所以每次神之试炼开启都是人族里的一大盛事。除了神域世界里的玩家们可以通过各主城直接看到试炼里的直播，现实世界里也同样会接入神之试炼的直播画面，给全球的人们观看。和一般开启的那种全球副本不同，神之试炼的进入位置有限，所以各大阵营一定会挑选有价值、有实力的职业者进入。这就导致
神之试炼秘境里的参与者实力会比一般的副本要强大很多，全都是精英或者有潜质的新人。在现实中，地下世界甚至以每几年一次的神之试炼作为赌博的盛会，会为了神之试炼开启盛大的盘口，赌今年哪个大区能获胜，每个大区名单上谁会最先被淘汰等等。而今年毫无疑问，暗影君主这个名字将会成为所有项目里的那个大热门。提示：你已获得神之试炼秘境的选择权，请挑选本次开启试炼的裁决神明。此时，一道系统提示也已经弹出到了秦风面前，关于神之试炼的裁决神明选择已经落到了他的手里。与此同时，华夏大区各个不同等级的主城上空也已经瞬间开启了一道圣光，撕裂出一个通往神之地的选择门。只要秦风这边一完成裁决神明的挑选，这些悬停在所有主城上的选择门就会正式开启。我选择雷神，秦风直接说道。第129章，暗影君主的面子。神之试炼的裁决神明会在神之地的中心主持和裁决本次的试炼。每个神明都有各自不同的偏向和侧重，比如火神侧重的就是火系魔法、攻击力、法术强度，水神就是水系魔法、冷却缩减、法术穿透等等。总而言之，各个神明都有数项侧重的属性类型，因此本轮神明是谁也会影响顶级阵营挑选进入者名单。有些人选可能因为不太适合本轮的神明属性，就会被放弃，转而挑选更适合的职业者。此时秦风锁定了雷神之后，本轮神之试炼也就锁定了裁决神明的决定。世界公告：玩家暗影君主华夏大区已锁定本轮神之试炼裁决神明，本届神之试炼确认为雷神试炼。各大阵营的名单已全部确认，公布如下。此时随着秦风的选择确认，全球各大区的阵营也已经纷纷公布出了他们的300人名单。此时各个阵营的名单详情已经直接显示到了公告之中，如果有玩家想要了解详情，只需要点击就能直接看到完整的名单。其中华夏大区的人选里包括有镇国级强者、破百级强者等等，数量最多的自然是以月影为首的那一批新生的天赋强者。其他大区大致上也一样，都是有1-2个镇国级强者坐镇，负责保底，其余大多数位置实际上都是留给本大区新生一代最有天赋的那一批玩家。神之试炼的收益最集中的就是90级至破百级强者这个区间，在网上收益反而没这么大了，所以各大区都不会浪费太多位置给太强的职业者，最多只会放几个镇国级强者进去坐镇。月影女神今年又在名单上啊，又可以看到月影女神的英姿了。今年的名单上等级最低的应该就是暗影君主大佬了吧，他才70级啊，人家才一转，你还想怎么样？话说能以一转的身份进入神之试炼的，好像历史上就只有暗影君主大佬吧？你们有点志气好不好？今年可还有不少英伦、白熊美女玩家，那才是我的最爱。每年神之试炼你们都在盯着女玩家看，没意思啊。今年当然是看暗影君主大佬了。就是啊，能让镇摩斯特意为他开启神之试炼，这大佬的气场也是独一份吧。说归说，别一会进去了没几分钟就被击杀退出来了，这就尴尬了。此时一众玩家们也纷纷就这个名单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与此同时，所有在名单上被选中的玩家已经纷纷收到了系统的提示，全球10个大区共计3000名玩家已经全部被选中，开始被传送到选择门处。提示：您已被选中进入本次神之试炼雷神试炼，正在传送进入神之地。提示：1%、10%、50%、100%。随着进度条的拉满，秦风全身都化作数据粒子，瞬间朝着天空之城的选择门飞去。各地上空也都同样如此，大量数据粒子全部汇聚进入到上空的选择门。秦风眼前的场景瞬间转换，开始变得不断轮转，最终化作了一片虚无星空。而出现在他眼前的则变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平原上除了本次的裁决神明雷神之外，暂时还什么都看不到。此时围绕着雷神神明周围，总共有10个传送门都在不断输送着职业者进来。不用1分钟，3000名玩家已经全部到齐，全都根据各自的大区分隔成10个区间，每个区间都是同一大区的300人。而本轮这3000名玩家全部聚集之后，众人的焦点自然全都第一时间放到了秦风身上。这一轮神之试炼会提前开启，可都是冲着这个暗影君主来的。而且这一轮的神之试炼裁决神明甚至都是由他决定的，这样的重点栽培力度在镇摩斯的历史上可都罕见。即使是黄老这样的人族神明，在他当年也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因此他们会对这个华夏大区的超级新人感到好奇，是很正常的事情。此时各个大区的破百级强者，甚至是那些镇国级的强者，都在偷偷注视着秦风，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潜力，值得镇摩斯如此劳师动众。就连华夏大区这边由镇摩斯派来坐镇的镇国级强者，也在暗中观察着这个新人，那就是暗影君主。
镇摩斯就是为了他特意开启了神之试炼。镇摩斯面子可真大，他们是怎么说服其他阵营同意的？这里面恐怕又是做了不少交易吧？如果是真的话，那镇摩斯这次真是下了重本帮着新人了啊！不得不说，他虽然是一转的身份，但身上的气息确实不凡，绝不是普通职业者。别说了，我根本连他的信息都看不到，他身上肯定有什么高级的道具可以屏蔽查看。据说他虽然是牧师，但输出能力完全不弱于元素师，大家打起精神吧。此时这3000个精英天才，尤其是外区的那些，都对秦风窃窃私语起来。但由于秦风身上已经装备了千变者之脸，所以即使是等级高于他很多的玩家，也是无法看清楚他身上的信息的。这群人里唯一一个不感觉到惊讶的，大概就只有月影了。因为月影昨天可是搭了秦风的顺风车，一起去了镇摩斯的圣殿，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所以月影比其他人更早就已经知道黄老会为秦风提前开启神之试炼。此时所有被选中的玩家来到神之地集合，月影顿时忍不住走向秦风。暗影君主，这次的试炼是你要求开的，你自己可要小心啊，不要辜负了黄老一番好意。月影有些担心的小声对他说道。神之试炼的规则非常严格，和普通的副本不同，复活魔法在这里不生效，谁只要被杀就会直接跳过任何复活判定，被驱逐出神之试炼秘境。所以这地方虽然收益非常巨大，但危险程度也同样很大，就算放了一般人进来，他也未必有本事能拿得到。第130章雷神试炼开启。月影知道此事对秦风颇为重要，此时才会特意前来提醒。放心，你自己也保重。秦风微微点点头，看到月影一副担忧的样子，反而觉得有点可爱。毕竟他是一点都不担心，反倒是看到他这么担心，觉得有些有趣。人族之中被选中的天赋者，你们即将要面临的是我的试炼。此时神之地中心的雷神开口，雷之神像直接发出轰鸣的声音，众人顿时都不再敢交头接耳，全部都变得安静下来，看着中心的雷之神像。那是雷神的其中一个分身，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幻化的分身，其实力也足以瞬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些镇国级强者。本次试炼将由3个阶段组成，到最后阶段结束时，还能活下来的职业者便算是通过，可进行评分。其中评分前10名以上的职业者，可得到我额外的奖励。这尊雷之神像缓缓讲解着本次雷之试炼的具体情况，所有玩家全都听得聚精会神。在大致规矩全部交代清楚之后，雷之神像开始逐渐升空，而这3000名玩家也开始正式进入雷神试炼秘境。与此同时，镇摩斯接待各界阵营负责人的圣殿之中，黄老正和其他9个大区的顶级阵营的代表全部会面，这其中还包括有米国的光明教廷以及战争圣殿这样的 S 级阵营代表。我代表镇摩斯感谢各位在这件事上的支持，我所承诺过的条件，镇摩斯一定会兑现。此时黄老缓缓对这9个阵营代表表示感谢。就在刚刚，黄老和这9个阵营的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谈判，最终以镇摩斯让渡 20% 的收益为条件，才终于让他们全体同意了神之试炼的提前开启。黄老，希望这个年轻人真的值得你这次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帮他吧。来自战争圣殿的安走向黄老，诚挚地说道。安夏这么多年来也很少见到黄老会对一个这么低级的新人这么上心，因此就连他也有些感到诧异。我们这一代的实力到此已经算是走到尽头了，如果我华夏再不出另一尊神明，人族恐怕就要守不住了。黄老看向安夏，向他微微点头示意。人族当前的3大顶级阵营里，镇摩斯和光明教廷都是老人当道，里面镇守的几尊神明级强者都已经是数十年前炼成的，至今无人能接棒。除了战争圣殿运气好，除了安夏这么一尊年轻的神明之外，这几年已经几乎没有看到有人飞升至这个境界。此时黄老召开的这个会议，各个大区的顶级阵营里派来的强者代表，只有安夏一个还年轻，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这么说，您认为这个暗影君主有您当年的天赋？安夏知道黄老早就几十年前就镇守人族至今，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心里自然是非常尊敬黄老的，忍不住问道。若是我没看错，他更胜过我当年。黄老微微一笑，目光看向神之试炼里的直播画面。此时风暴汇聚的雷神试炼之中，3000名玩家已经瞬间被抛入了这个试炼场景之中，而他们被传送进来的是一个被漫天雷霆风暴彻底覆盖的海岛。10个大区的被选中者围绕着这个海岛的岸边被分别传送进来，一进去就遭到空中的雷霆风暴袭击。而与此同时，围绕着这个海岛的无边海洋里也开始爬出来众多说不清楚模样的怪物，向他们袭击而来。区域通告：神之试炼第1阶段已开启，请各位在风暴肆虐期间存活下来，直到风暴结束，雨过天晴。提示：当前已开启全球直播。此时区域通告传来，神之试炼的直播画面已经直接转接到神域世界以及现实之中。现实世界里，
关于神之试炼的盘口已经全部排开，其中秦风更是头等大热门。从这秘境里无边无际的海洋之中，瞬间涌动起一道道身影，迅速朝着这唯一一个海岛袭来。所有被传送到沿岸的玩家都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袭击。34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3400伤害，触发天罚反击，145000雷属性伤害。秦风身上瞬间出现2道裂痕，但很快又被回血 buff 重新补了上来。而2道天罚雷击已经瞬间从空中降临下来，直接攻击到这2头怪物的身上。秦风一眼望去，这才发现这些全都是一些长相丑陋的海底鱼人。深海人鱼精英，暗鲸级，类型普通怪，等级10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海之庇护、深海一击、深海皮肤、水之冻结。描述：来自深海的人鱼一族，具备惊人的速度和敏捷能力。这种深海人鱼族是万千位面里属于深海位面的种族，在魔界邪能的腐朽之下，获得了更为强大的敏捷能力。他们擅长隐身、速度和刺杀，是非常阴险的深海种族。虽然只是暗鲸级的魔物，但等级却高达100级，而且在各项属性上显然也都有所加成。因为他们的伤害能够在秦风身上留下3400点伤害，可见攻击力已经很高了。要知道，秦风此时的护甲可是堪比破100级强者的。退到岛内，此时华夏这边的强者们已经纷纷高喊道：不只是华夏，可以看到其他大区的玩家们也在同时间这么做，全都开始后撤。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是第2次来到神之试炼，显然更有经验。眼前这些野怪，与其跟他们在岸边缠斗，还不如退到岛内更为安全。然而就在他们纷纷开始后退的时候，岛上笼罩着的森林里却瞬间被一个屏障阻隔，无法进入。进不去，看来第一阶段只能在岸边。月影率先发现了屏障的阻隔，当即对身边的同伴说道：那就别退了，动手吧。秦风淡淡的说道，在他出手之前，他身上的雷霆领域 buff 已经自动触发了起来。第131章，跟上镇国级强者的节奏。雷霆领域 buff 开始瞬间生效，化作雷霆瞬间击向周遭的敌人。105000雷属性伤害，105000雷属性伤害，105000雷属性伤害。秦风的身上也在同时遭到这些深海鱼人精英的攻击，天罚反击 buff 也同样开始生效。闪电链、天罚反击2重雷霆伤害开始同时作用，秦风周围瞬间引发不间断的雷光，极其恐怖。秦风手上瞬间砸落无数雷暴，自然一大片的深海鱼人精英转眼间已经被秦风所斩杀。你已击杀深海鱼人精英，暗鲸级，获得14W 经验值，等级已达上限，自动转存至经验池。你已击杀深海鱼人精英，暗鲸级，获得14W 经验值，等级已达上限，自动转存至经验池。你已击杀深海鱼人精英，暗鲸级，获得14W 经验值，等级已达上限，自动转存至经验池。秦风这边的击杀开始不断冒出，海量的经验不断储存到他的经验池之中。随着秦风的动手，沿岸的所有玩家也是纷纷开始行动起来，都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随着玩家们的激烈反抗，第一波从海底涌现出来的深海鱼人族显然不够看，3两下就已经被这群各大区精挑细选上来的高手解决掉。然而这才仅仅只是一道开胃菜，随着第一波结束，无边无际的海边已经瞬间卷起大浪，更多更强的鱼人族已经再次来袭。此时从海里登陆到岸上的，则是那些变异程度更深，身上已经融合了螃蟹、深海怪鱼等等的各种怪物。秦风放眼望去，这些鱼形魔物的名称顿时出现在他的眼前。寄居蟹魔物领主，紫荆级，类型 BOSS， 等级100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硬靠外表，鱼人血统，深海之力，潮汐召唤。描述：在深海中发生异变的诡异鱼人变种，在经过邪能腐蚀之后变得更为丑陋。此时无数这种寄居蟹魔物领主顿时跟随着海浪疯狂涌向岸上。虽然他们显示是领主级的魔物，但数量上一点也没有减少，甚至还比一开始的鱼人精英普通怪更多。这雷神试炼秘境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此时岸上的玩家们顿时全都压力倍增，开始节节败退下来。最后剩下还能抗在岸边不断厮杀的，就只有各个大区派来镇场子的镇国级强者、破100级强者以及秦风了。秦风此时夹在一大堆100级以上的高手里，但其输出能力和斩杀魔物的速度竟然完全不落下风。除了他手上不断释放下来的大型雷暴 AOE 之外，他身上的天罚反击、雷霆领域的闪电链都在以惊人的效率自动辅助他进攻输出。此时大量寄居蟹魔物领主同时涌上岸边，数量多达数十只。秦风反手丢出手上的魔戒卡牌，发动了那张从科里身上夺取回来的第2张魔戒卡牌。
魔界卡牌特殊魔兽系列白眼魔君。一瞬间，从秦风身后直接张开一道死亡之物的场景，一头拥有100只眼睛的诡异巨型蜘蛛皇后出现，直接朝着秦风身前喷射蛛网。在秦风前方的横向区域范围内，所有寄居蟹魔物领主全部被瞬间束缚、缠绕、沉默3重状态全部锁定。而后，白眼魔君的吸血效果触发，所有被蛛网束缚着的寄居蟹魔物领主全部变红，被身上缠绕着的蛛网全部吸收到体内。345000魔法伤害，345000魔法伤害，345000魔法伤害。这白眼魔君卡牌的效果看似是一个强力控制技能，但实际上用起来伤害可不低啊！而且由于秦风身上同时还拥有着减少物品冷却时间的 buff， 所以这张卡牌的效果实际上它是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复使用的。秦风借着这张卡牌强大的控制能力，同时继续辅以雷暴、圣光之剑输出。不用多久，这边海岸上连同华夏、高丽甚至是英伦那边的魔物已经全部都被秦风解决。雷神试炼秘境战绩排行榜，第1名暗影君主，华夏大区 3W 贡献值；第2名冰心，华夏大区 2W9 贡献值；第3名诺尔，米国大区 2W8 贡献值；第4名一文字，东瀛大区 2W7 贡献值。与此同时，本次雷神试炼秘境的战绩排行榜也已经实时自动生成。这个榜单负责记录进入试炼的3000名玩家，并且根据他们在秘境里总共造成的击杀数进行贡献值排名。在3个阶段的试炼内容全部结束之后，最后还能存活在这个榜单上的，就是最终通过了雷神试炼的玩家。随后，裁决神明雷神就会根据这个榜单上的排名，继续给予进一步的奖励。而此时这个榜单上前5名的贡献值都咬得很死，虽然暂时是秦风在领先，但后面这些玩家紧追其后，前几名之间的差距几乎没有。而这一幕简直是当场看傻了在场的玩家们。排在秦风后面的这几个名字都是谁？他们都是各个大区派到这个雷神试炼里镇场的那些镇国级强者，他们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是足以秒杀好几个破100级强者的恐怖存在，等级至少都在300级以上，而且已经步入了全新的境界，和一般职业者已经不在一个能力体系内。可想而知，他们的输出能力、刷怪速度会有多高。而秦风的刷怪效率竟然能在他们之中不掉队，甚至是暂时领先。华夏的冰心、米国的诺尔、东瀛的一文字，全都以极度诧异的目光看向秦风这边。这个华夏的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扮猪吃老虎吗？至于周围的玩家们就更加惊讶了，那个暗影君主简直就是个挂壁，竟然跟在几个镇国级强者那边不掉队。月影女神都进不了前10，暗影君主能排在第1啊，太夸张了吧！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暗影君主？他在同一时间身上至少有3、4个技能同时触发，输出的效率比一般玩家要快3、4倍。冰心女神是第一次没有拿得到贡献值的第1吧？第132章，最终的决战来临。此时雷神试炼刚刚进行到一半，突然之间他们就听到了空中再次传来巨响，一个恐怖的庞大传送门出现，并且瞬间打破了他们当前所在的这个位面。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是魔界的无上君主打开了所有的传送门，要全面入侵到神域和现实。此时这扇巨大的传送门直接从魔界本源贯穿神域，直达现实。神域里各个不同位面的人，包括各种副本、试炼、挑战、魔窟里的职业者们，都能透过这个巨大的传送门互相看到对方，因为这个传送门直接贯穿了神域，到达现实。此时魔界的无数联军，包括所有种族的无上魔军，都纷纷开始了巨大的进攻。所有人都立即明白了，这绝对会是一场空前的总体决战。1号天启魔窟、2号天启魔窟里的各方人族神明，包括黄老、安夏，全部赶回来现世，准备迎战。无数道光芒全部从神域的各方汇聚，开始朝着现实的防线赶去。此时试炼里的人也全都管不着这么多了，马上开始动身，全都朝着远方赶去。所有人都在进入这个巨大的传送门，来到现实。无数的黑暗开始卷袭向全球，现实之中，无数城市开始被巨大的传送门压垮和摧毁。魔界已经积攒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要发起总攻了。黄老的声音瞬间以无上神通传递到不同位面，传入各位职业者的耳中。所有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开始聚集成战线。秦风自然不敢怠慢，也第一时间就沿着这个贯穿位面的传送门到达战场。自然，月影、剑心等他认识的那些破100级的强者们也都已经纷纷到场，准备作战。此时巨大的黑影已经瞬间压垮到这里来，整个天空都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传送门的那一端是无数的魔界无上魔君的身影，有伪装魔族的魔神、暗夜精灵的魔神、魔界皇族的魔神，全都林立在其中。而人族这边，几尊人类神明已经率先出手，纷纷化作无尽的星空冲向那黑暗。
这些人族的神明们，每一个都至少是500级以上，已经完成了化神觉醒的终极强者，根本无惧黑暗。他们的技能全都是各种神技，此时全部绽放，瞬间冲向上方。人族之中还从未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联军，每个大区的强者几乎都在同时出招。然而魔神这边也同样如此，甚至还更为恐怖。他们的出手更为凶悍，无数的魔界陨石和黑暗化作的能量光球已经瞬间冲下来，每一颗光球的接触地面都至少能瞬间蒸发一座城市。这就是当魔界实力全开的时候能引发的破坏力。此时魔界和人族的神明们瞬间厮杀到一起，魔神和人族神明们进入激战。而与此同时，人族自己的阵营之中也有大量破百级、镇国级的强者开始纷纷出手。但这些人并不是对着魔界出手，而是对着人族职业者们出手。这些人显然全都是高等的伪装魔族，他们此时全都展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开始和魔神们内外夹击这些人族神明。有了这些伪装魔族的夹击，就算是人族神明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全身而退。几个照面下来，人族神明已经瞬间陨落不少，就算黄老也被一击瞬间击中，血条锐减。秦风自然也等不及了，顿时已经冲了上去。就在此时，他的耳边传来了一道提示：提示检测到已面对魔界最终战力，系统潜力全开。提示你的等级已获得提升，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至500级，恭喜！您已完成最终觉醒，成功觉醒为神之牧师职业。提示您的血量提升至15亿7千万血。提示您的攻击力提升至450万。提示你的智力属性提升至650万。此时秦风身上一连串的提示传来，原来他身上的天赋时间法则是个遇强则强的外挂，现在他直面魔神之后，直接连续给他开启了强大的加成，让他瞬间拥有了人族神明的力量。秦风此时感觉到有上千个新技能对他开放，瞬间动用其中之一，飞入天际。他所到之处直接化作永恒的修复之光，给予全体人族100%回血加上免疫控制。这个 buff 一上，直接让人族站在了不败之地。随后秦风手上发出剧烈的光芒，直接以天堂圣光降临大地，阳光普照。那些人族之中的伪装者瞬间被秦风这招精准打击，全部秒杀。人族之中将近有上百万个不同等级的伪装者被秦风这一招直接全秒。竟然是人族的天选之人，快点击杀他！此时各个魔神全都慌了，他们果然没猜错，天选之人果然已经诞生在人族。这个天选之人就是命中注定拥有打败他们力量的人，他们也正是意识到这点，所以才会突然以巨大的代价发动总攻。此时秦风上前，手中已经瞬间抽出了天堂之剑，一个魔神冲到他面前，以无尽的黑暗覆盖上去。秦风手上的圣剑瞬间砍过去，直接斩断黑光。他转手又是一道圣光，直接秒杀这个魔神。秦风身上又再度爆发出一道人族之神的 buff， 笼罩全球数十亿玩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获得了人族之神的庇护，获得了永久无敌和永久复活2个效果。随后全人类都发起了总攻，秦风更是手持天堂之剑，直接上去一刀一个魔神。这些魔神就像新手怪一样，被秦风瞬间斩杀，全部陨落。随后秦风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彻底摧毁了魔界本源，将这些传送门全部摧毁。魔界再也没有了能通往各个位面的能力，彻底被秦风所摧毁。而秦风斩断了魔界之后，神域世界也就没有继续留存的意义了。秦风又中断了其他任何位面连向现实世界的路径，让人类世界彻底恢复了过去的和平。而秦风自己则保留了力量，并成为了人族之神。